骆九幽，你屠我宗门300口，今日必将你挫骨扬灰。魔头，还我师妹清白！此寮不死，天道不存。葬魂崖顶，雷云翻滚如墨，紫色雷霆在云层中游走，照得整片天空都透着诡异的血红。崖边站着10道身影，每一道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渡劫境威压，可没有一个人敢向前迈出一步。在他们对面，渡劫巅峰的魔祖骆九幽站在崖边，黑发随风飞舞，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他扫视着围攻自己的10大高手，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啧啧，这么多老朋友来送我，本座还真是荣幸。骆九幽懒洋洋地开口，声音中带着几分戏谑。不过诸位，你们确定今天能留得住我？狂妄！万佛寺主持慧通禅师双手合十，脸上却没有半点慈悲。骆施主作恶多端，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秃驴，你这话说了多少年了？骆九幽笑着摇头。上次在血月谷，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你那3个师弟的骨灰，现在还在本座的储物袋里装着呢。想要吗？本座可以还给你。慧通禅师脸色一变，眼中怒火涌动，嘴唇哆嗦着念了几句佛号。天玄宗掌教凌霄真君沉声道：骆九幽，你今日插翅难飞，只要你低头认错并自我了断，我等可留你全尸。留我全尸？骆九幽哈哈大笑。凌霄老儿，你这话说的真是虚伪，你们不就是想要本座的功法和宝物吗？还扯什么天道正义？说实话，本座还挺佩服你的，能把抢劫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你……凌霄真君被戳中痛处，脸色铁青。怎么，恼羞成怒了？骆九幽继续笑道：当年你们围攻魔地宫，抢走了多少宝物，现在又来抢本座的？啧啧，正道中人果然都是一路货色。天玄宗太上长老赵天成怒喝道：骆九幽，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今日你必死无疑。挑拨离间？骆九幽挑眉。赵长老，你说这话不心虚吗？你那位红颜知己当年可是被你亲手送进魔窟的，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立功。赵天成脸色煞白，握剑的手微微颤抖。骆九幽的目光再次落在江清婉身上，眼神变得意味深长。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在这个冰山美人的腹中，有一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微弱生命正在孕育。有意思。江仙子。骆九幽突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全场。你看你，每次见我都这副要杀人的表情，莫非是怕旁人看出你对我余情未了？江清婉握剑的手微微一颤，俏脸瞬间煞白。闭嘴！他冷声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慌乱。这么激动做什么？骆九幽笑得更欢了。还是说，仙子是在回味那晚的月色？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江清婉身上游走，带着几分暧昧。本座一向怜香惜玉，昨夜应该没弄疼仙子吧？此言一出，周围的正道高手脸色都变了。骆九幽，你休要胡言乱语！赵天成怒喝道。胡言乱语？骆九幽挑眉，那仙子倒是说说，昨夜子时你在哪里？江清婉死死咬着下唇，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昨夜确实不在宗门，而是去了一趟秘境，但这件事他根本无法解释。江师妹，你……赵天成看向江清婉，眼神中带着怀疑。我……江清婉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如何辩解。诸位，本座今日心情不错，给你们讲个故事如何？骆九幽双手附在身后，神态自若。话说从前有个清冷孤傲的仙子，她发誓此生不近男色，要以见正道。结果呢？她故意拖长了声音。结果某天晚上，她被一个魔头按在床上，叫的那叫一个骆九幽。江清婉终于忍不住了，手中长剑爆发出刺目的剑光。我杀了你！哟，恼羞成怒了。骆九幽笑着躲开。看来本座说中了啊。不过仙子，你这剑法怎么比昨夜还要凌厉？是不是在床上没使出全力？周围几个正道高手面面相觑，眼神中满是震惊和怀疑。不可能，江师妹她可是冰清玉洁的剑仙啊！骆魔头向来喜欢胡言乱语，诸位莫要信他。议论声此起彼伏，江清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紧紧咬着唇，胸口剧烈起伏，白衣下的身段曲线毕露。骆九幽看着她的反应，笑容更加肆意。仙子这是害羞了。啧啧，本座记得你昨夜可不是这副模样，那时候你抱着本座说什么来着？哦对了，够了。江清婉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手中长剑颤抖不止，剑身上凝结出一层寒霜。凌霄真君沉声道：骆九幽，你今日必死无疑，何必再做这些无谓的挣扎？挣扎？骆九幽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眼神变得锐利。凌霄老儿，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慧通禅师念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骆施主，你罪孽深重，今日便是你的报应。报应？骆九幽冷笑，秃驴，你这话说的真是可笑。当年你为了抢夺万妖秘典，屠了多少妖族，现在倒是装起慈悲来了。崖上狂风呼啸，穿过曲折回转的山谷，发出阵阵哀鸣。骆九幽的思绪飘远，他想起了自己穿越而来的那一天，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他从地球穿越到这个修仙世界，成为了一个小小的散修。凭借着对人心的洞悉和狠辣手段，他一步步登顶魔道之巅，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魔祖骆九幽。他记得自己在各地布下的后手，天玄宗的外门中藏着他的一具血肉分身以及沉睡的分魂，还有那些被他用万魔血气控制的魔修，散布在各大宗门之中。诸位，你们以为本座会傻到毫无准备就来这里？骆九幽突然开口，声音中带着几分嘲讽。凌霄真君脸色一变，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骆九幽双手缓缓抬起，掐了个法诀，你们都得死。刹那间，整个藏魂崖开始震动。不好，他早有准备。慧通禅师脸色大变，黑色的魔气从崖底升腾而起，化作一道道光幕，将10大高手尽数笼罩其中。万魂是天阵。赵天成惊呼，他什么时候布下的？当然是在你们围攻本座之前。骆九幽悬浮在阵法中央，神态从容。诸位，你们以为本座会傻到毫无准备就来这里？凌霄真君尝试催动灵力，却发现体内的灵力正在被阵法疯狂抽取。该死！这阵法是本座花了300年时间布下的。骆九幽笑道，就是为了等这一天。骆九幽身上数十件法宝一一浮现，每一件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这些法宝开始震颤，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诸位，本座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骆九幽指着自己不断膨胀、魔气四溢的心脏，笑容变得疯狂。来，尝尝本座的魔心爆裂。他要自爆，快逃！但阵法已经将他们困住，根本无处可逃。10大高手齐齐催动护身法宝，想要抵挡即将到来的爆炸。骆九幽最后看了一眼阵外的江清婉，嘴唇微动，无声地说了几个字。江清婉瞳孔一缩，他看懂了那几个字，等我回来。他下意识地抚摸着自己的小腹，那里有一个微弱的生命正在孕育。下一刻，毁天灭地的能量风暴爆发，吞噬了整个藏魂崖。轰！爆炸的余波席卷方圆百里，整个藏魂崖都被夷为平地。江清婉站在远处，看着那片废墟，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的手掌贴在小腹上，那里传来一阵微弱的温热。等你回来，他喃喃自语，声音中带着说不清的意味。你这个魔头，真以为自己还能回来吗？师兄，快醒醒！一个清脆的女声在耳边响起。洛凡睁开眼，头疼欲裂，庞杂的记忆碎片涌入脑海，前世今生的画面交织成一团乱麻。他是骆九幽，魔道至尊，千年魔祖，藏魂崖上自爆身亡，意识却在天玄宗的分身中苏醒。这具身体名叫洛凡，18岁，巨气近5重，经脉堵塞，天赋废柴。洛凡师兄，你没事吧？旁边的少女推了推他的胳膊，脸上满是担忧。洛凡转过头打量着她，少女16、17岁年纪，样貌普通，脸上还有几颗淡淡的雀斑，但那双眼睛却很清澈，穿着天玄宗内门弟子统一的制式青衫。我没事。洛凡揉了揉太阳穴，声音有些沙哑。记忆融合完成，他彻底明白了前因后果。自爆之前，他在天玄宗布下了一具血肉分身和沉睡的分魂，分身以洛凡的身份混入天玄宗，潜伏多年。如今主魂归位，这具身体变成了他重生的载体。太好了，你刚才突然晃了一下，我还以为你晕过去了呢。少女见他恢复常态，明显松了口气。洛凡师兄，快看，那是丹峰的夏长老，那是气峰的雷长老，他们每年都会来这里挑选有天赋的弟子。洛凡抬头望去，眼前是一个巨大的白玉广场，地面铺着青石板，四周矗立着10几根雕刻着龙纹的石柱，广场上站着数百名和他一样身穿天玄宗制式弟子服的少男少女。前方高台上，几名气息渊庭月质的长老并排而坐，目光扫视着下方的弟子，像是在挑选货物。那位是丹峰峰主夏雨欣，化神初期修为，炼丹宗师。少女压低声音介绍。洛凡目光落在夏雨欣身上，这女人一袭淡紫色长裙，将她高挑丰腴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行走间，裙摆摇曳，那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胸前的饱满却撑起惊心动魄的弧度。她容颜冷艳，一头乌黑长发直至腰臀，锁骨处一颗小小的红痣，为她平添了几分妖娆。这女人不错，洛凡暗自点头。天玄宗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尤物？旁边那个光头大汉是气峰峰主雷万钧，也是化神初期，炼气狂人。少女继续说，雷万钧身高2米，
虎背熊腰，古铜色皮肤上满是肌肉块，留着络腮胡和光头，常年赤着上身，只穿一条兽皮裤，肩上扛着一把比人还高的巨型炼气锤。还有那位是阵法峰峰主莫千机，化神中期修为，听说他能推演天机，部下的阵法无人能破。莫千机面容清瘦，肤色苍白，长发用一根木簪随意挽住，常穿灰色布衣，手中总是把玩着几枚阵盘。洛凡扫视一圈，心中冷笑，这些人他都认识，当年葬魂崖上围攻他的正道杂鱼里就有这几张面孔。自那场大战后，他这个魔族陨落，正道也元气大伤，天玄宗更是只剩下一位常年必死关的渡劫期太上长老撑门面，年轻一代青黄不接，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如今看来，也就这几个老家伙还能拿得出手。洛凡师兄，你说我们能被哪位长老选中？旁边的少女双手合十，满脸期待的祈祷。我听说丹峰的待遇最好，每个月都能领到好几颗聚气丹呢。你想多了。洛凡淡淡道。他感知自身，发现这具身体修为仅在聚气近5重，经脉堵塞，天赋堪称废柴。不过无所谓，他洛九幽的根基仍在，重修一世不过是时间问题。更何况当年他留下的后手遍布整个天元大陆，足够他东山再起。单单是藏在天玄宗外门某处的精纯魔血，就足以让他打破这具身体的桎梏，重铸魔躯。更别提那些被他用万魂血印死死掌控的魔道巨擘，如今正以各种身份潜伏在各大宗门之中。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掀起一场让整个修仙界颤抖的腥风血雨。夏长老选中了3个木系灵根的弟子，雷长老选了5个膀大腰圆的，莫长老只选了2个。听说他对弟子要求极高，广场上的少年少女一个个被叫走，欣喜若狂。时间流逝，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只剩下洛凡等寥寥数名资质最差的弟子。周围传来其他弟子的窃窃私语和嘲笑声。那几个人肯定没人要了，聚气近5重，经脉堵塞，这辈子都别想突破筑基。啧，还不如去做杂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少女脸色涨红，低着头不敢说话。洛凡倒是毫无波澜，甚至有些想笑。这些人哪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若是让他们知道，眼前这个废柴曾经是令整个修仙界闻风丧胆的魔祖洛九幽，不知会作何感想。选图结束，高台上的一名长老宣布，剩下的弟子全部分配到杂役院。少女眼中闪过一丝失望。洛凡正要转身离开，天边突然传来一道破空声，一道清冷的剑光以惊人的速度破空而来，瞬间悬停在广场上空。剑光散去，一名白衣胜雪、容颜绝世的女子出现。她气质清冷如月，眉眼如画，眼角一颗泪痣更添几分疏离的美感。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她的风姿所震撼。是剑锋峰主江清婉。天啊，他怎么来了？江峰主从不收徒，今天怎么会亲自前来？弟子们议论纷纷，恭迎剑锋峰主。高台上的长老恭敬行礼。江清婉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全场。洛凡眯起眼。江清婉，化神中期修为，天玄宗剑锋峰主，正道第一美人，当年围攻他的正道代表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怀着他的孩子。洛凡能清晰地感知到，在这个冰山美人的腹中，有一个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微弱生命正在孕育。江峰主，选图已经结束了。一名长老小心翼翼地说，剩下的这几个弟子资质太差，恐怕……我知道。江清婉淡淡道，他的目光定格在洛凡身上。江峰主，此子灵根薄杂，修为低下，并非可造之材。高台上，执法长老赵无极像是觉察到什么，皱眉开口，声音中带着明显的质疑。这位执法长老身形高大，国字脸上满是严肃，一双眼睛透着审视的意味。他在天玄宗位高权重，掌管戒律刑罚，平日里连各峰峰主都要给他3分薄面。就是，江师妹，你这可是破天荒头一次收徒啊！丹峰峰主夏雨欣也跟着开口，淡紫色长裙下的身段随着说话微微摆动，胸前的饱满将衣襟撑得鼓鼓囊囊。他眉眼冷艳，语气中带着几分疑惑。这洛凡我也见过几次，聚气近5重，经脉堵塞，怎么看都不像是剑修的好苗子。对啊，江峰主，您可别被这小子的外表骗了。这废柴有什么好的？我们这么多人，哪个不比他强？广场上的弟子们议论纷纷，羡慕嫉妒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几个男弟子眼睛都红了，恨不得取而代之。洛凡站在原地，嘴角微微勾起。这些人啊，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质疑什么。江清婉握剑的手微微一颤，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就在刚才，他正在峰顶静修，突然心血来潮，一股莫名的冲动驱使他御剑来到这里。当他的目光扫过广场时，那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弟子
就这么闯入了视线，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在牵引着他。江青晚下意识地抚了抚小腹，那里有一个微弱的生命正在孕育。我自有分寸。江青晚淡淡开口，声音清冷如冰泉滴落玉盘，悦耳却毫无温度。你叫什么名字？江青晚看着洛凡，清冷地开口。洛凡。江青晚盯着洛凡，眼神复杂。那张脸他似曾相识，但又说不上来在哪里见过。你可愿拜入我剑锋？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什么？江峰主真的要收他为徒？这怎么可能？江峰主从不收徒，怎么会看上这个废柴？老天爷啊，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我不服，我不服啊！议论声如同炸开的锅，吵得人耳朵发疼。有几个弟子甚至当场跪下，朝着江青晚磕头。江峰主，弟子愿意拜入剑锋，求您给弟子一个机会。江峰主，弟子的剑道天赋绝对比他强。江峰主，您看看弟子吧。江青晚眉头微皱，手中长剑轻轻一震，一道剑气破空而出，在那几个跪地的弟子面前炸开。聒噪！他冷冷地吐出2个字。那几个弟子脸色煞白，连滚带爬地退到一边。洛凡笑了，他看着江青晚，眼中闪过一丝玩味。江峰主，你确定要收我为徒？确定。江青晚的回答干脆利落。那好。洛凡耸耸肩，我答应了。他上前一步，对着江青晚深深一拜，姿态恭敬至极。弟子洛凡拜见师尊。这一声师尊让江青晚浑身一震，他看着眼前这个恭恭敬敬的少年，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底悄悄发芽。起来吧。江青晚声音有些飘忽。洛凡站起身，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小婉儿，一别3月，想不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这一次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江师妹，你这……赵无极还想再说什么，却被江青晚一个眼神堵了回去。赵长老，我的徒弟我自己会教。江青晚淡淡道。赵无极脸色铁青，却也无话可说。高台上的几位长老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江青晚抛出一柄小巧的飞剑令牌，落在洛凡手中。跟上。说罢，他化作一道剑光，向着剑锋方向飞去。洛凡捡起令牌，对着高台上的长老们再次行了一礼。诸位长老，洛凡告退。他转身离开，步伐从容不迫。广场上的弟子们看着他的背影，眼中满是羡慕嫉妒恨。凭什么啊？这废柴到底有什么好的？江峰主肯定是看走眼了。哼，等着吧，他肯定撑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剑锋。旁边的少女跑过来，满脸羡慕。洛凡师兄，你太厉害了，竟然被江峰主选中了。还行吧。洛凡随口道。江峰主可是正道第一美人啊。少女激动地说，小脸涨得通红。当年她参与诛杀魔祖一战，以化神修为正面参与战斗，而且还毫发无伤。整个修仙界都传遍了洛凡笑了。毫发无伤。那晚他在床上可不是这副模样，那双修长的腿，那饱满的胸脯，还有那张被他吻得红肿的唇。对了，洛凡师兄，你知道吗？少女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听说江峰主从不收徒，今天破例收你，肯定是看中了你的潜力。也许吧。洛凡敷衍地应了一声。他抬头看向远处的剑锋，眼中闪过一丝期待。江青晚啊，江青晚，你肚子里可还怀着我的种呢？这师徒关系还真是刺激。高台上，赵无极看着洛凡离去的背影，眼神变得阴沉。江师妹向来冷静，今天却如此反常，这其中必有缘故。莫千机把玩着手中的阵盘，慢条斯理地开口。夏雨欣笑了笑，胸前的饱满随着动作上下起伏。江师妹自有分寸，我们就别操心了。赵无极冷哼一声，拂袖离去。莫千机看着他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深意。此事只怕没这么简单。剑锋，这是天玄宗最高的一座山峰，终年云雾缭绕，剑气冲霄。峰顶有一座白玉宫殿，名为凌霄殿，是江青晚的居所。洛凡跟着江青晚落在殿前，他打量着四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这地方他来过，3个月前他就是在这里将江青晚压在床上，狠狠地要了他。进来。江青晚淡淡道。他推开殿门走了进去。洛凡跟在后面，目光在他身上游走。白衣飘飘，身段窈窕，那纤细的腰肢随着步伐轻轻摆动，臀部的曲线完美的令人移不开眼。江青晚突然停下脚步。你在看什么？他没有回头，声音冷得像是要结冰。看师尊的背影。洛凡笑道。师尊的背影很美，弟子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江青晚浑身一僵，他握剑的手微微收紧，脸上却依旧没有表情。进来后不许乱看，不许乱说，
不许乱动。是，师尊。洛凡恭恭敬敬地应道。江清婉转过身，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你真的叫洛凡？是的，师尊。洛凡点头。弟子自小就叫这个名字。江清婉盯着他的眼睛，似乎想要看出什么，但洛凡的眼神清澈，毫无破绽。那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剑锋的弟子。江清婉深吸一口气，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模样。跟我来。他带着洛凡穿过大殿，来到后院。后院有一片竹林，竹林中有一座小木屋，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住处。江清婉指着木屋，每日卯时到大殿报到，我会教你剑法。大殿内晨光透过雕花窗棂斜照进来，在青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洛凡站在殿中央，手持一柄寻常的铁剑。江清婉背对着他，白衣如雪，腰肢纤细，青丝仅以玉簪束起，颈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肌肤。师尊，弟子准备好了。江清婉转过身来，眸光清冷。今日教你的基础剑式，先演练一遍让我看看。洛凡握剑的手微微一沉，剑尖垂地。下一瞬，他动了，剑光如蛇，诡异的刺向左侧虚空，明明是向左，剑身却在半途骤然扭转，以一个违背常理的角度挑向右上方。江清婉瞳孔骤缩，这一招的诡计阴险刁钻，完全不像正道剑法的堂皇正大，但偏偏每一个变化都踩在对手反应的节点上，让人防不胜防。他的脑海中一个画面猛地炸开，那一夜月色如水，那个魔头压着他，剑尖抵在他的喉间，一寸寸向下游走，剑锋划过锁骨，划过胸口，每一次停顿都让他心跳如雷。他的剑法就是这样，招招刁钻，招招要命，偏偏又带着某种病态的美感。他记得自己当时被逼得连连后退，最后抵在床柱上，咬着嘴唇不敢出声。他笑着问他：小婉，我这剑法如何？他羞恼地骂他下流，他便笑得更欢，将剑丢在一旁，俯身吻住他的唇。既然剑法下流，那我这个人呢？你江清婉的脸瞬间烧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抚住小腹，肚子里的孩子此刻也躁动起来，像是在回应什么。洛凡收剑而立，抬眼看他：师尊，弟子这剑法可还入得您的眼？江清婉猛地回过神来，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去，他别过脸，声音有些飘：你这是跟谁学的？野路子罢了。洛凡笑道：弟子自小无人教导，都是在山野间瞎练的。江清婉紧咬下唇，他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那张脸，那剑法，还有这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全都让他心乱如麻。今天就到这吧。他的声音有些紧，你先回去休息。是，师尊。洛凡转身离开。小婉啊小婉，你肚子里的崽子可都认出我来了。他离开剑锋，朝着外门的方向走去。他需要取回前世藏在那里的魔血，那是他当年留下的诸多后手之一，如今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外门的小院坐落在山脚，院内杂草丛生，青石板缝隙里挤满了苔藓。洛凡推开门，屋内积灰以后，他也不介意，径直走到床榻旁，伸手在床板下摸索片刻，只接触到一个冰凉的小瓶。找到了，瓶中是他前世留下的魔血，黑红色的液体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洛凡拔开瓶塞，仰头饮下，一股灼热瞬间从喉咙蔓延至五脏六腑，经脉中沉寂已久的力量骤然苏醒，体内的灵气开始暴涨，聚气6重、7重。洛凡盘膝而坐，引导着这股力量重塑根基。魔血中蕴含的精纯能量，在他的控制下缓缓流入丹田，每一寸经脉都被拓宽，重新淬炼。不知过了多久，洛凡睁开眼，吐出一口浊气，聚气7重。他低头看着掌心，灵力在指尖跃动。更重要的是，他能隐约感受到一股冥冥中的联系，万魂血印在体内微微震颤，牵引着远方某些存在。可惜联系太弱，又有各种结界阻挡，还不足以传信麾下。洛凡站起身，拍了拍衣袍上的灰尘。待在这里太久，小婉该起疑了。他推门而出，朝剑锋方向走去。刚出外门区域，迎面就遇上几个弟子。哟，这不是江峰主的宝贝徒弟吗？为首的是个尖嘴猴腮的瘦子，语气阴阳怪气。就是聚气5重的废柴也能入江峰主的眼，真是走了狗屎运。旁边的胖子弟子跟着附和。洛凡眼皮都没抬，绕过他们继续往前走。哎，跟你说话呢。瘦子追上来，伸手去拦他的肩膀。洛凡侧身一闪，那只手扑了个空。装什么清高？瘦子恼羞成怒，不就是仗着那张脸吗？洛凡停下脚步，转头看他，让开。瘦子冷笑，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这么说？话音未落，
一道人影从旁边闪出，挡在洛凡面前。来人剑眉星目，身着内门弟子的白色劲装，背后背着一柄金刚长剑。他站在那里，腰杆笔直，眼神带着几分审视和倨傲。你就是洛凡？洛凡抬眼打量他。你是？我是剑锋内门大师兄张宇。张宇抱着胳膊，居高临下的看着洛凡。听说师尊收了你做徒弟？是。洛凡懒洋洋的答。有事？张宇脸色一沉，他没想到洛凡的态度会这么淡漠，连半点恭敬都没有。有事？张宇冷笑。师尊冰清玉洁，怎么会看上你这种废柴？你肯定用了什么妖法迷惑他。洛凡笑了。妖法？你是说我长得太帅，所以迷住了师尊？周围的弟子哄笑起来。张宇的脸涨得通红。你别血口喷人，师尊不是那种肤浅的人。哦，洛凡点点头。那你的意思是师尊眼光不好，收错徒弟了？张宇被噎得说不出话，胸口剧烈起伏。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洛凡，恨不得一剑劈了他。洛凡扫了一眼周围看热闹的弟子，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怎么，各位师兄都这么闲？不如我们聊聊天。瘦子冷哼一声。聊什么？聊你怎么勾引江峰主的。那倒不必。洛凡笑得更欢了。不如聊聊王峰师兄的事。人群中一个身材壮实的弟子脸色一变。王峰师兄，你怎么在外门给李师姐当狗没当够，怎么又多了一个主人？周围的弟子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李师姐就是那个满脸横肉的肌肉女。我去，王峰你口味这么重。王峰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他慌忙摆手。不是，你们别听他胡说，我跟李师姐什么都没有。没有。洛凡笑眯眯地说。那你为什么每天给他打水洗衣，还帮他擦剑？我那是。王峰语无伦次，周围的笑声更大了。好笑吗？洛凡的目光转向人群中一个笑得最欢的青年。冯强师兄，你忘了是谁把你衣服扒光，像扔死狗一样丢进粪池的？冯强的笑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怎么知道？我不光知道这个。洛凡慢悠悠地说，我还知道徐州师兄和宋师兄的事。人群中一个面容清秀的青年身体一僵，听说你们俩的恋情早就传遍了天玄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徐州的脸瞬间煞白，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周围的弟子们面面相觑，气氛变得诡异起来。洛凡的目光最后落在张宇身上。张宇师兄，听说你不能留种而被家族抛弃，不知是不是真的？张宇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你胡说八道。胡说。洛凡笑了。那为什么张家把你送到天玄宗后，就再也没来看过你，连你爹娘都不认你了？张宇浑身颤抖，眼中几乎要喷出火来。洛凡，他猛地拔出长剑，剑尖直指洛凡。你找死！唉。洛凡举起双手，一脸无辜。各位师兄先别动手，宗门有规定的，禁止内斗。张宇师兄这就急了，心兄怎会如此狭隘，怎能堪当宗门大任，还请师兄消消火。洛凡陪着笑脸，不过这笑脸在张宇眼中竟显得有些恶心。好，你说得很好，今日我便不与你计较。不过，张宇收回手中剑，咬牙切齿道：1个月后宗门大比，你我在演武台一战，看你还如何牙尖嘴利。别怪我没给你机会，现在滚出宗门免受些皮肉之苦，若是让我动手，恐怕你就只能趴着滚出宗门了。张宇紧握剑柄，强行憋住怒火，眼神之中满是阴毒。哼，那就祝张师兄得偿所愿了。洛凡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抹不屑的笑意。他一代魔祖岂会跟这杂鱼一般计较？这洛凡胆子也太大了，连张宇师兄都敢顶撞。何止是顶撞，你们没看到吗？他把王峰、冯强那几个人的丑事都抖出来了，张宇师兄的脸都绿了。1个月后的宗门大比有好戏看了。宗门大比，内外门弟子皆可参与，自由挑战。虽说点到为止，不可伤及性命，但拳脚无眼，每年都有人被打成重伤，修为倒退。这张宇可是化海境3重的内门精英，洛凡一个聚气境的，怕不是要被活活打死在演武台上。活该，谁让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江峰主是什么身份。张宇拂袖而去，围观的弟子们看着洛凡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议论声此起彼伏，却没人再敢上前挑衅。洛凡懒得理会这些跳梁小丑，转身朝着剑锋的方向走去。他心里倒是得感谢外门那个嘴碎的小师妹，若不是平日里听了他不少宗门八卦，今天还真是骂不了这么爽。次日，洛凡脚踩着晨曦来到了丹峰。江清晚那个女人嘴上说着规矩，身体倒是很诚实，昨晚还是派人送来了一块可以自由出入各峰的令牌，省了不少麻烦。丹峰的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沁人心脾。
山道两旁随处可见弟子们在照料各种灵植药谱。洛凡径直走向丹药阁，这里是丹峰弟子们炼制丹药，也是宗门分发丹药资源的地方。这个月的份例，管事弟子头也不抬，从柜台下摸出2个蜡封的玉瓶，丢在桌上。洛凡拿起玉瓶，拔开塞子闻了闻，是最基础的固元丹，药力博杂，聊胜于无。他也不嫌弃，揣进怀里就准备离开。就在他转身的刹那，不远处的丹峰半山腰一座丹房之中，猛地传来一声巨响，轰隆，一团黑色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紧接着，一个娇小的身影裹挟在浓烟里，发出一连串惊恐的尖叫，划过一道抛物线，直挺挺地朝着洛凡这边砸了过来。周围的弟子们吓得四散奔逃。快躲开！林师妹又炸炉了，这个月第几次了？丹峰的药材都要被他败光了。洛凡站在原地没动，他眯起眼睛看着那个在空中手舞足蹈的鹅黄色身影。少女穿着一身明显大了1号的单尸袍，衬得身形愈发娇小玲珑，2条俏皮的马尾辫在空中胡乱飞舞，一张沾着黑灰的娃娃脸上写满了惊恐。洛凡脚尖一点，身形如鬼魅般横移数步，稳稳地伸出双臂。呀！少女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一头撞进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怀抱，一股柔软馨香的触感传来。洛凡只觉得怀里一沉，入手尽是温香软玉。他低头一看，少女正闭着眼睛，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小手紧紧地抓着她的衣襟，整个身体还在微微发抖。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隔着几层衣料，胸前那2团柔软的起伏正紧紧贴着自己的胸膛，随着他急促的呼吸微微颤动。小师妹，人不大，胸怀倒是宽广。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林小棠闻声缓缓睁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俊朗面容。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坏笑，他低下头，嘴唇几乎贴上他小巧的耳朵，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上，激起他一阵战栗。重要的是，小师妹，炼丹可不是把药材一股脑丢进去就行。青木藤的药性温和，但遇上火绒草的爆裂灵气，不炸才怪。林小棠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睛瞬间瞪得溜圆，她扬起小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洛凡。你怎么知道我放了青木藤和火绒草？这2种药材的搭配是他从一本古籍残篇上看到的，连他师傅都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师兄怎么会一口道破？我猜的。洛凡轻笑一声，在他这位魔祖面前，这种小儿科的丹方简直就是班门弄斧。他的手掌在少女背后轻轻滑下，落在那因惊吓而绷紧的挺翘臀峰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啪！清脆的响声让林小棠浑身一颤，仿佛被电流击中。那触感紧实而富有弹性，这声响传出倒是引起了不少人注意。这不是剑锋的洛凡吗？昨日刚被张宇师兄教训，今天竟还敢这么嚣张来勾引我丹峰小师妹。可不，就是他靠着一张脸吃软饭，混了个亲传弟子，那可是剑锋唯一一个啊！剑锋主何等姿色，竟被这小子给忽悠了，可惜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张宇师兄剑锋星星，在宗门天骄中都能排得上号。周围的对话并没有影响到洛凡，他就盯着眼前的娇羞少女，心中不由暗叹道，是有些许姿色，虽然身体还未长开，但是腿的比例与胸前的资本还是很足的。这一下算是值点你的报酬。洛凡在他耳边低语，声音带着一丝戏谑。啊，你这个登徒子！林小棠如梦初醒，一张俏脸瞬间红得能滴出血来。她手忙脚乱地从洛凡怀里挣脱出来，像是受惊的小兔子，连连后退几步，羞愤地瞪着他。你流氓！小师妹此言差矣，我救了你，收点报酬不是天经地义吗？洛凡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林小棠被他气得说不出话，胸前那初具规模的柔软剧烈起伏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指着洛凡道：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要和张宇师兄决斗的洛凡。哦，看来我的名声已经传到丹峰了。你打不过他的，张宇师兄已经是化海境3重了，你还是找峰主弃权吧。林小棠咬着嘴唇，虽然觉得洛凡轻浮可恶，但不知为何心里却不希望他真的出事。说完，他也顾不上理论，跺了跺脚，红着脸转身跑了，2条马尾便在身后一甩一甩的。洛凡看着他逃也似的背影，摸了摸下巴，又是一个被我帅气征服的小师妹。他没有急着回剑锋，而是转身走向了宗门的人物堂。要想修炼进阶快，光靠苦修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足够的修炼资源。人物堂内人头攒动，一块巨大的金石屏幕上滚动着各式各样的宗门任务：采集10年份的火阳草100株，奖励贡献点50；猎杀后山铁皮野猪1头，奖励贡献点30。洛凡扫了一眼，眉头微皱，这些任务的报酬被克扣得太狠了。一株10年份的火阳草
在丹峰至少能卖出5个贡献点的价格，100株就是500点，人物堂却只给50点，足足扒了90%的皮。这中间商赚的也太黑了。洛凡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人物堂。他可没兴趣给这帮人当苦力。他径直回到丹峰，在半山腰那个被炸得焦黑的丹房附近，果然又找到了那个鹅黄色的身影。林小棠正撅着嘴，一脸沮丧地收拾着丹房的残骸。小师妹，又见面了。洛凡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林小棠吓了一跳，回头看到是洛凡，立刻警惕地抱住胸口，后退一步。你又想干嘛？别紧张，这次不收你报酬。洛凡笑了笑，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想问问，你们丹峰的弟子私下里收不收药草？收药草？林小棠愣了一下。当然收啊，我们炼丹需要很多药材的，宗门发的根本不够用。那价格怎么算？看年份和品相咯，10年份的火阳草大概5个贡献点1株吧。林小棠老实的回答，随即又警惕的看着他。你问这个干嘛？没什么，想赚点贡献点花花。洛凡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储物袋，丢了过去。你帮我看看，这些值多少？林小棠将信将疑的接过储物袋，神识探入其中，下一刻他的小嘴便惊讶的张成了 O 型。储物袋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草，而且每一株都灵气充沛，年份十足，甚至还有好几株接近100年份的。这么多，都是你采的？林小棠结结巴巴地问道。随便采了点。洛凡说的云淡风轻。这些都是洛凡在外门时摸出来的经验，天玄宗后山几处隐秘药园里的东西，年份自然不是外面那些大陆货能比的。我全要了。林小棠的眼睛里瞬间冒出了小星星。作为一个丹痴，这些高品质的药材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也忘了刚才的羞恼，拉着洛凡的袖子，兴奋地说道：你等我一下，我去找师兄师姐们凑贡献点。不出半个时辰，洛凡的身份令牌里就多出了1000多贡献点，还额外换来了10几瓶聚气丹和淬体丹。这赚钱效率可比做任务快多了。夜幕降临，剑锋后院的小木屋里，洛凡盘膝而坐，面前摆放着一排玉瓶，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俊朗的侧脸上。就在他准备开始修炼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洛凡睁开眼，嘴角露出一抹笑意。该来的还是来了。吱呀一声，木门被推开，一道白色的身影静静地站在门口，月光为他披上一层清冷的辉光。江清婉还是那身素雅的白衣，长发仅用一支白玉簪松松挽住，绝美的容颜在月色下更显清冷，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广寒仙子。他的目光落在洛凡和他面前的丹药上，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你和张宇的事我听说了。他的声音如同他的人一样清清冷冷，听不出喜怒。哦，师尊是来兴师问罪的。洛凡懒洋洋地靠在墙上，眼神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从他白皙修长的脖颈到那线条优美的锁骨，再到白衣下那隐约可见的令人心惊的饱满弧度。江清婉被他灼热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下意识地并拢双腿，别过脸去，避开他的视线。宗门大比的规矩我无法更改。他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放在桌上。这里是2枚破镜丹，或许对你有用。破镜丹？洛凡挑了挑眉，这可是好东西。师尊对我这个徒弟还真是大方，能助化海境以下的修士无视瓶颈，强行突破一重境界，在基础丹药中也是顶尖的存在，一般都是在宗门内有威望的长老才能得到，而他们的后代天赋突出才能够获得。他一个亲传弟子能得到几枚道也是稀罕，再加上宗主当年战死，峰内各大派系之间关系紧张，能从丹峰弄来一颗这种丹药，想必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这说明什么？爱，满满的爱，是婉儿对他的爱，至少洛凡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江清婉没有接话，只是冷冷地说道：你若是在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哦，真的？洛凡忽然笑了，他站起身，一步步朝江清婉逼近。江清婉心头一紧，不知为何本能的想要后退，可转念一想，他是师尊，哪有师尊被徒弟逼着后退的？于是他平复一下内心焦灼，身形也便平静了下来。洛凡走到他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1尺，他甚至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如同雪后寒梅般的清冷体香。他低下头，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沙哑地问道：修炼上的事什么都可以问吗？灼热的气息拂过江清婉敏感的耳垂，让他白皙的肌肤瞬间泛起一层细小的疙瘩。那双修之法师尊也教吗？你放肆！江清婉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又羞又怒。他猛地抬起头，清冷的眸子里燃起2簇火焰，一张绝美的脸蛋因为羞愤而涨得通红。他想也不想，扬起手便要一巴掌扇过去，但洛凡早有预判，速度比他更快，
他一把抓住了她纤细的手腕，她的手腕很凉，肌肤细腻的像是上好的丝绸。师尊何必动怒？洛凡握着他的手，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我见师尊近几日气色不佳，面带桃晕，可是身体不太舒服。弟子略懂医术，不如让弟子给您瞧瞧。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了他平坦的小腹上。莫非他看出来了？江清婉心中大惊，那被紧攥在洛凡手中的玉手微微挣扎，洛凡反而攥得更紧。师尊，弟子是真心担心你的身体。放手！还不快放手！为师是怎么教导你的？你想违抗师命不成？再不放手，我可就不客气了。江清婉显然是真急了，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活像一个正在与情郎打情骂俏的小娇妻，一身剑气在体内蓄势待发，却又迟迟不肯透体而出。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腹中的小家伙又不安分地动了一下，一股细微的瘙痒感从腹部传来，让他脸色无端的又红润了几分。我怎么教出你这个混账徒弟？还不快放手！师尊谬赞了，弟子是真的担心师父的身体，还有我们的骨肉。后面的话洛凡说得很轻，只能看到嘴唇之间的摩擦，听不出任何声响。洛凡低笑着，在江清婉的剑气将发未发的前一秒，他松开了手，指尖却不经意地从他温润的掌心划过，带起一阵微痒的战栗。他拿起桌上的破镜丹，在手里掂了掂，转身走回床，边多谢师尊赐药。1个月后，徒儿定不会让您失望。江清婉站在原地，浑身僵硬，只觉得手腕和掌心都残留着他滚烫的温度。他看着洛凡的背影，背齿紧咬着下唇，眼眶微微泛红，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与慌乱。孩儿啊，孩儿，你为何每次见到他都会这么活跃？他轻抚了一下依旧平坦的小腹，脸上的红润还未散尽，感觉腹中安静下来后，便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背影却显得有几分仓皇。洛凡听着门外远去的脚步声，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小婉害羞的样子还是这么可爱啊，可惜我如今实力低微，还不方便暴露身份，不然今晚你又怎么能跑得掉？他盘膝坐下，打开了丹药的瓶塞，该开始真正的修炼了。1个月后的大比，可是他正式登上天玄宗这个舞台的第一步。小木屋内，月光如水银泻地，洛凡盘膝坐在床榻上，身前摆着2样东西，一样是江清婉送来的破镜丹，玉瓶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另一样则是从林小堂那里换来的一大堆药材，堆在地上，浓郁的药香几乎要将整个屋子都填满。他没有急着吞服丹药，而是先将一个半人高的大木桶搬到屋子中央，随后将那些药材分门别类，按着某种奇异的顺序一一投入桶中。赤阳草3株，取其火性；冰心莲1朵，取其寒意；龙血藤半截，取其生机。随着药材入水，原本清澈的水慢慢变得浑浊，先是赤红，再是幽蓝，最终化为一种深邃的如同墨汁般的黑色。一股奇异的药香混杂着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桶中的水开始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水温肉眼可见地升高，很快便热气蒸腾。洛凡脱去上衣，露出精壮而非夸张的流畅肌肉线条，毫不犹豫地跨入木桶之中。嘶！滚烫的药液接触皮肤的瞬间，一阵剧烈的刺痛传来，仿佛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扎入他的每一寸血肉。这药方若是给寻常修士看到，定会惊呼此人疯了。如此多的药性猛恶，彼此冲突的药材混合，无异于自制一桶剧毒。但洛九幽的记忆中，这却是魔道炼体最霸道的基础法门——九幽淬魔体。洛凡咬紧牙关，引导着体内刚恢复不久的灵力，按照一种诡异的路线运转，强行吸收着药液中狂暴的能量。他的皮肤一寸寸变红，青筋如小蛇般在皮下蜿蜒凸起，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滑落。时间一晃，便是1个月。这1个月里，剑锋后院的小木屋成了天玄宗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每日都有浓郁的药香飘出，偶尔还伴随着压抑的低吼，引得路过的弟子频频侧目。丹峰的林小堂成了这里的常客，从最初的送药，到后来抱着丹经好奇地蹲在门口，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偷偷观察洛凡师兄，你又在熬什么呀？味道好奇怪哦。少女穿着一身鹅黄色的单丝袍，2条马尾便一甩一甩，脸颊上沾着点药灰，更显娇憨。洛凡正好结束了一次药浴，赤着上身从屋内走出，古铜色的肌肤上还挂着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着健康的光泽。他的身形看起来没多大变化，但那流畅的肌肉线条下却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林小堂看到他这副模样，小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视线慌乱的移开，却又忍不住用余光去瞟他那平坦结实的小腹和宽阔的胸膛。小师妹，眼睛往哪儿看呢？洛凡走到他面前，故意挺了挺胸膛，上面的水珠顺着肌肉的纹理滑下，没入腰间。我才没看。林小堂此地无银300两的反驳，双手紧张地背到身后，捏着自己的衣角，声音细若蚊蚋。洛凡低笑一声，伸出手
用纸背轻轻刮了一下他沾着药灰的鼻尖。这是你这个月送来的第7批药材了，算算贡献点，师兄我可欠你不少人情。不用还的。林小棠被他亲昵的动作弄得心头小鹿乱撞，小声说道：你教我的那些单方思路比多少贡献点都珍贵，我师父都夸我最近进步神速呢。那可不行。洛凡摇了摇头，俯身凑到他耳边，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上。师兄我可不喜欢欠人情，尤其是小师妹你这么可爱的人情。林小棠的耳朵瞬间红得快要滴血，整个人都快要冒烟了。作为报答，洛凡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丝蛊惑。等我忙完这阵，亲自指点你练一炉真正的好东西，如何？真的吗？林小棠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小星星，单吃的属性瞬间压过了少女的娇羞。看着他这副模样，洛凡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这1个月，靠着林小棠这个内应，他几乎将自己记忆中后山那几个隐秘药源的产出都换成了淬体所需的药材，加上那2枚破禁丹的辅助，他的修为早已不是1个月前可比。聚气7重8重9重巅峰破化海境1重化海境2重，短短1月连破数境，若是传出去足以震惊整个天玄宗。而今天正是宗门大比之日，正如洛凡所料，张宇早就申请了挑战他，再加上他深得执事长老喜爱，事情很快就批下来了。按理说欺负弱小弟子是宗门所不耻的，放在以往这般行径肯定会被宗门弟子笑话，但放在他洛凡身上就不同了。正所谓一人得道满世皆敌，他洛凡如今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说实在的，还是实力太差，今天正好拿张宇开刀树立威望。天玄宗演武场，巨大的白玉广场上人山人海，喧闹声直冲云霄。广场四周，内门弟子占据了最佳的观战位置，外门弟子则里3层外3层的挤在后面，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高台之上。宗门的高层悉数到场。江清婉一袭白衣，清冷绝尘，独自坐在一角，宛如一朵不染凡尘的雪莲。只是那偶尔投向场下的目光，泄露了他并不平静的内心。快看，张宇师兄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只见一名白衣青年踏剑而来，身姿挺拔，剑眉星目，稳稳地落在中央的演武台上。他手中长剑出鞘，挽了个剑花，剑身在阳光下反射出森然的寒光。化海境4重，天哪！张宇师兄居然又突破了！1个月前他还是3重，这天赋也太可怕了。那洛凡死定了！我听说他1个月都窝在屋子里没出来，估计是吓得不敢见人。现在不过聚气7、8重的样子，怎么跟化海境4重的张宇师兄打？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感激于江峰主，今天就让他知道死字怎么写。议论声中，张宇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最后落在一个懒洋洋走上台的身影上，眼神瞬间变得阴毒无比。洛凡，你还真敢来！张宇的声音带着居高临下的傲慢。我还以为你会当一辈子缩头乌龟。洛凡拎着一柄最普通的铁剑，站到他对面，打了个哈欠。没办法，睡过头了，让你久等，实在不好意思。周围的弟子发出一阵哄笑。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张宇师兄别跟他废话，废了他。张宇脸色一沉，剑尖直指洛凡，牙尖嘴利。今日我就让你这张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话音未落，他身形一动，长剑化作一道流光，直刺洛凡面门。剑法凌厉，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洛凡似乎被吓傻了，直到剑尖即将击体，才怪叫一声，狼狈地向后一倒，堪堪避过。哈哈，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原来就是个软脚虾。这一剑都躲得这么难看，后面还怎么打？台下嘘声四起，张宇一击不中，更是恼怒，攻势越发猛烈。一时间，演武台上剑光纵横，只见张宇的身影如狂风暴雨，而洛凡则像暴雨中的一叶扁舟，左至右处险象环生。身上的衣服很快就被凌厉的剑气划开一道道口子，显得狼狈不堪。高台上，江清婉的眉头越蹙越紧，他握着扶手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他看不懂，以洛凡那晚展现出的诡异步伐和剑招，绝不至于如此不堪。可眼前的景象，分明就是单方面的碾压。他的步伐看似慌乱，每一次闪避都狼狈到极点，可偏偏每一次都能在最关键的毫厘之间避开所有要害。江峰主，您这亲传徒弟似乎不太行啊。一旁的丹峰峰主下雨欣摇着羽扇，轻笑着说道。江清婉没有理他，只是死死盯着台上那个狼狈的身影，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台上，张宇久攻不下，心中也渐渐生出了一丝烦躁。他感觉自己就像在用大炮打蚊子，声势浩大，却始终碰不到对方的核心。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废物，你就只会躲吗？张宇怒吼一声，剑招一变，更加狂暴。哎呦，师兄好大的火气！洛凡一边躲闪，一边还有闲心开口：这么久都打不中，是不是有点虚啊？要不要我帮师兄加强一下攻速呀？你找死！张宇被彻底激怒。就在此时，一直被动躲闪的洛凡眼神忽然一变，那股懒洋洋的气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锋锐。热身结束，他轻声说了一句。下一瞬，他不再后退，手中铁剑反手一撩，唰，一道快到极致的剑光闪过。张宇只觉得身上一凉，低头看去，自己胸前的衣襟竟被整齐的从中剖开，露出了白色的中衣。张宇师兄，这身衣服不太结实啊。洛凡的声音悠悠传来。不过也对，你里面没什么料，穿再多也撑不起来。我现在可算知道师兄为什么被家族遗弃了，那里太小了，怎么能留下众？师兄，你是不是很虚啊？我看你都硬不起来。噗！台下有女弟子忍不住笑了出来，随即引爆了全场。哈哈，说的没错，张宇师兄这身板确实单薄了点。什么叫没什么料啊？你们看，胸膛还没有平吗？一个女弟子大声调笑道。张宇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怒吼道：洛凡，我要你的命！回应他的是又一道剑光，这次的剑光更加诡异，如同一阵清风，绕着张宇飞速旋转了一圈。张宇感觉头顶一凉，下意识的伸手一摸，摸到了一片光滑的头皮。他引以为傲的长发此刻已然全部飘落在地，一个锃光瓦亮的光头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当，洛凡收剑，将铁剑拄在地上，单手行了个佛礼。没有种的废物修什么仙？我看你还是剃度出家吧，当和尚比你练剑有前途多了。洛凡打量着张宇，对着台下大声喊道：师弟我就不同了，你看江峰主要是被我这来一下，岂不是欲仙欲死？再说师弟我人帅心善，哪个女的不喜欢我的？鸡！洛凡压低声音，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同时展现一下自己挺拔的资本，那里帐篷紧绷，尽显巍峨。全场先是死寂，随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狂笑。光头，张宇师兄成光头了，哈哈哈，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啊！洛凡也太损了，杀人诛心啊！张宇彻底失去了理智，双目赤红，状若疯魔。他完全放弃了防御，将全身的灵力都灌注到长剑之中。惊涛剑诀，他一剑斩出，澎湃的剑气瞬间离体，在空中汇聚成一道高达数丈的巨浪，带着摧枯拉朽的气势，朝着洛凡当头拍下。剑浪所过之处，坚硬的白玉地面都被刮起一层石粉。完了，张宇师兄这是要下死手了！台下的弟子们骇然失色。高台上，江清婉豁然起身，体内的剑气几乎要控制不住地迸发而出。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洛凡要被这道剑气巨浪吞噬时，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看不懂的动作。他没躲，也没格挡，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面对着那毁天灭地般的剑浪，缓缓抬起了手中的铁剑。没有惊人的气势，没有璀璨的剑光，他只是那么随意的以一个极其古拙，甚至有些笨拙怪异的角度向前轻轻一刺。那一剑很慢，慢到所有人都能看清铁剑的轨迹；那一剑很近，近到仿佛不带一丝烟火气。叮，一声清脆到极致的轻响，在喧闹的演武场上清晰可闻。洛凡的剑尖不多1分，不少1毫，精准无比地点在了那汹涌剑浪的最中心，也是其力量流转的最薄弱之处。下一秒，那道势不可挡的剑气巨浪如同被戳破的气泡，又像是被阳光照耀的积雪，在一瞬间无声无息的土崩瓦解，化作漫天灵光，消散无踪。而洛凡的铁剑穿过消散的灵光，静静地抵在了张宇的喉咙上。剑尖冰凉的触感让张宇疯狂的理智瞬间回笼。他低头看着抵在自己喉咙上的剑尖，又抬头看了看洛凡那张带着淡淡笑意的脸，身体一软，一股热流从胯下涌出，浓烈的骚臭味瞬间弥漫开来。他吓得大小便失禁，瘫软在地。全场死寂，数千名弟子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眼珠子瞪得滚圆，仿佛看到了神迹。他们完全没看清发生了什么，那毁天灭地的一剑怎么就没了？高台之上，所有的长老都猛地站了起来，脸上写满了骇然与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幻术吗？不可能！一片死寂中，唯有江清婉，她那双清冷如寒潭的眸子里，此刻却掀起了滔天巨浪。她绝美的容颜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尽的震惊与恍惚。她娇躯颤抖，红唇微张，失神的喃喃自语：这是本门失传已久的无尘剑意。他
他怎么可能会？无尘见义，不至于物，不染于尘，以至简之道，破万法之凡。这是天玄宗传说中的至高剑道之一，早已失传近千年，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中留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台上，洛凡缓缓收回了铁剑，看都没看瘫在地上的张宇，只是淡淡的吐出2个字：承让。说完，他转过身，无视了全场数千道震撼、惊疑、恐惧的目光，抬头看向了高台之上那个因震惊而失态的绝美身影。演武台下死一般的寂静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哗然。无尘剑意，真的是无尘剑意，我没看错吧？那一剑，张宇师兄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洛凡藏得也太深了，他不是个巨气6重的废物吗？怎么可能领悟剑意？还是传说中僵尸叔祖的剑意？怪物，这绝对是个怪物！议论声浪潮般席卷了整个外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撼。洛凡这个名字在今日之前不过是宗门笑柄，是走了狗屎运才被选中的幸运儿，而此刻他一战成名，成了所有人口中那个神秘莫测的天才。人群中，一个身穿鹅黄色单湿袍的少女正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演武台中央那道孤傲的身影。林小棠的小嘴微张，脸上满是不可思议。这个说话轻浮还总是一副懒洋洋模样的师兄，竟然这么厉害！那道白衣飘飘的背影，此刻在他眼中仿佛镀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辉，让他心跳不由得漏了半拍。夜色如墨，月光稀疏，见峰峰主殿后唐居所，洛凡盘膝而坐，周身灵力平稳流转，修复着与张宇一战的些微损耗。咚咚咚，敲门声很轻，带着几分犹豫。进来。洛凡睁开眼，声音平淡。木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正是林小棠。她换下了一身单袍，穿着水绿色的襦裙，那张还有些婴儿肥的娃娃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白皙，眼神怯生生的不敢与洛凡对视。洛凡师兄，你没在修炼吧？他的声音软软糯糯，像沾了蜜的糖糕。有事。洛凡看着他，嘴角勾起一丝玩味。林小棠这才敢走进来，小手紧张地捏着衣角，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白玉瓷瓶，双手捧着递到洛凡面前。我是来给师兄送丹药的。洛凡师兄，这是我自己炼的固元丹，对恢复灵力很有用的。他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我平常都舍不得吃的。丹药的香气混杂着少女身上淡淡的草木清香，钻入鼻息。洛凡没有接，只是看着她。小棠妹妹对我可真好。洛凡笑着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这么给我了？因为师兄今天很厉害啊。林小棠的脸颊飞起2朵红霞，而且师兄之前还帮过我应该报答的。是吗？洛凡走近2步。师兄，你怎么不收下啊？林小棠有些急了，抬起头，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真诚的关切。手疼，抬不起来。那小棠妹妹，你要不要喂我吃？洛凡懒洋洋地说道。林小棠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小脸一红。啊，喂你？林小棠咬了咬下唇，纠结了半晌，才小声说，那好吧，不过你要闭上眼睛。为什么？你闭上就是了。少女的声音带上了点娇嗔。洛凡顺从地闭上眼睛。得到许可，林小棠小心翼翼地倒出一粒圆润的丹药，丹药上还有3道清晰的丹纹，品质不俗。他捏着丹药凑到洛凡嘴边，脸颊已经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张嘴啊，你靠太远了，我怎么吃？林小棠只好又往前挪了挪，几乎要贴到洛凡的脸上，紧张的连呼吸都屏住了。就在他将丹药送入洛凡口中的一瞬间，洛凡却突然歪过头，一口含住了他白嫩的指尖污。林小棠惊呼一声，只感觉指尖传来一阵湿热温软的触感，一股电流从手指窜遍全身，让他浑身一软。他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轻轻含着，动弹不得。洛凡师兄，你……他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水雾弥漫。洛凡这才松开他的手指，将丹药咽下，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丹药很甜，你的手指更甜。你耍流氓！林小棠羞愤交加，却又不敢大声。对了，林小棠想起了正事，连忙说道，我师尊最近让我处理一批药材，可能会很忙。洛凡师兄，你要是再有那些稀有的药材，可以直接带到丹峰，报我的名字就行，会有人接待你的。哦，那见不到小棠妹妹，师兄我会很难受的。洛凡看着她，眼神变得幽深。少女哪里听过这种情话，尤其是这种沉迷于炼丹的乖乖女。被洛凡这么一说，心头小鹿乱撞，结结巴巴地说道，才不会呢，你为什么离我这么远？过来。洛凡朝他招了招手。林小棠犹豫了一下，还是鬼使神差地凑了过去。下一刻，
他便一声惊呼，被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直接拉进了怀里，一屁股坐在了洛凡的大腿上。啊！少女的身体瞬间僵硬，双手抵在他胸前，想要挣扎，却被他有力的臂膀牢牢圈住。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膛的温度和坚实，以及那沉稳有力的心跳声。小唐妹妹，你身上真香，甜甜的，像蜜糖一样。洛凡的鼻尖蹭过他的耳垂，难怪叫小唐。林小唐的脸已经红得快要滴血，他能感觉到洛凡胸膛传来的热度，还有他呼吸喷洒在自己耳畔的温度。心跳声在耳边擂鼓。小唐妹妹，你的心跳好快。洛凡的声音低沉，带着股蛊惑。我没有。少女想推开他，可手掌按在他胸口，却传来坚硬的触感。你有。洛凡抓住他的手，按在自己心口。你看，我的心也在跳，为你跳的。林小唐整个人都懵了。洛凡将头埋在他的颈窝，轻轻嗅着他发间的清香，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上，激起他一阵阵细密的战栗。你放开我！林小唐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身体却软得提不起一丝力气。小唐妹妹，你知道吗？洛凡的手指轻轻拂过她的脸颊。你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孩子。真的？少女的声音弱得像蚊子。当然是真的。洛凡松开她，却又牵起她的手。你就是我的小花朵，娇嫩的让人想好好疼爱。林小唐低着头，不敢看她，可嘴角却忍不住上扬。小唐妹妹。洛凡的声音突然变得郑重。以后要是见不到你了，我会很难受的。长夜漫漫，不如你今晚就别走了，我带你冲一波如何？冲一波？怎么个冲法呀？少女茫然地抬起头，清澈的眼眸里满是纯真的疑惑，脸上红霞未去，竟又带上了一抹好奇。洛凡心中暗笑，这小丫头果然单纯的可以。她前世身为魔族，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圣女、仙子、妖族女帝，个个风华绝代，手段通天。她们被她征服后，嘴上喊打喊杀，身体却诚实的在一次次切磋中沉沦。可像林小唐这般纯净如白纸的，还真是头一个。不知道将这朵纯洁的小白花彻底染上自己的颜色，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应该会很乖巧吧？一会你别动，全部都听我指挥。我让你动，你就动，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会受伤吗？林小唐紧张地抓住了他的衣襟。我轻点，应该不会。那好吧。林小唐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洛凡半真半假地说，道眼中闪过一抹得逞的笑意，手已经不老实地开始解他襦裙的系带。呀，你脱我衣服干嘛？你是不是想轻薄我？我不冲了。少女仿佛受惊的小兔子，像真性地挣扎了两下，可这挣扎绵软无力，反而让两人贴得更紧。身体的接触带来一阵陌生的燥热，他心中莫名升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期待，呼吸不由得加重了几分，吐出的香气直扑洛凡面门。洛凡的手微微一顿，掌心隔着薄薄的衣料，附上了一团娇小而柔软的起伏。那割除般的轮廓在他掌心微微颤动，让他心中怜爱顿生。真小，真嫩，我就检查一下你的身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洛凡的声音充满了蛊惑。可是，少女羞得说不出话来。放心，不会全脱的。洛凡终究还是老练，一套经验行云流水，像是这种女生，往往引导比强迫更能让对方接受。那你扯我肚兜干嘛？天黑看不清，失误，纯属失误。洛凡一本正经道。就在洛凡准备进行下一步，将这只迷途的小羔羊彻底吞吃入腹时，吱呀，房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然推开，一道清冷如月的白衣身影，手持长剑，俏生生地立在门口。江清婉看着屋内一上一下的两人，以及洛凡那只放在不该放之处的手，清丽绝伦的脸庞上瞬间涌上一抹惊心动魄的潮红。他猛地闭上眼，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转身就要走，可这还是惊动了一旁的洛凡。洛凡也是立马意识到形势，赶紧停下手中的动作，向着江清婉的背影望去。师尊别走，不是你想的那样。洛凡的声音及时响起，他赶紧松开手。一旁的林小唐如梦初醒，尖叫一声，连滚带爬地从洛凡身上下来，将他猛地推开。他的小脸通红，眼中还带着泪光。孽徒，混账东西！江清婉背对着他们，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羞愤与怒意，竟敢在封主殿内行此苟且之事！我不走，难道还要留下来看你们不成？江封主，误会，都是误会。林小唐快要急哭了，跑到江清婉身边，拉着她的衣袖解释道：我是来给洛凡师兄送丹药的，他只是在给我检查身体，我们什么都没发生。说完，他也顾不上了，捂着脸，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小院，消失在夜色中。屋内一时间只剩下师徒二人，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洛凡整理了一下衣衫，
慢悠悠地站起身，看着江清婉那窈窕而紧绷的背影，笑道：“师尊深夜造访，对弟子我很是关心呀。”“我才没有。”江清婉猛地回头，那双总是古井无波的凤眸此刻满是羞恼。“你们的事与我何干？”“哦。”洛凡一步步逼近。“师尊以前可不会跟弟子说这么多话，是心虚了，还是最近身体不适，火气有点大？需不需要弟子也帮你检查检查？”他靠得极近，属于男人的气息混杂着之前林小堂留下的香气，一同包裹住江清婉。江清婉心中一紧，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与他拉开距离。“我的身体就不劳陀费心了。”他依旧一脸清冷，但洛凡能看见他藏在袖中的手紧紧攥着，手心恐怕已经满是汗迹。他躲闪的眼神，还有那强作镇定撩动耳边汗湿秀发的动作，都出卖了他内心的慌乱。“哼！”江清婉冷哼一声，玉手一挥，一株通体翠绿、散发着莹莹光辉的灵草被他丢了过来。“此乃碧心草，可稳固你虚浮的境界，省得你出去给我丢人。”洛凡伸手接住灵草，入手温润，蕴含的灵力精纯而磅礴，远非林小堂那枚固元丹可比。他看了一眼江清婉，当着他的面直接将整株碧心草塞进了嘴里。“你！”江清婉一惊，这碧心草药力霸道，岂能如此囫囵吞服？话音未落，磅礴的药力就在洛凡体内轰然爆发。他闷哼一声，立刻盘膝坐下，引导着这股狂暴的灵力冲击体内的境界瓶颈。江清婉本想拂袖而去，可见到这般景象，脚步却怎么也迈不开。他咬了咬银牙，最终还是留在了原地，手握剑柄，神情复杂地为他护法。在精纯药力的冲击下，洛凡体内的灵力海洋掀起惊涛骇浪，轰然向外扩张。一个时辰后，轰！一股澎湃的气息从洛凡身上冲天而起。他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修为赫然已经突破到了化海境3重。他站起身，对着不远处的江清婉露齿一笑，笑容灿烂。“多谢师尊赐药。”江清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声音依旧冰寒：“这是你应得的，今天表现得很不错。”说完，他转身就走，脚步比来时快了数倍，那背影竟带着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剑锋之巅，云雾缭绕，凌霄殿前的白玉广场上，一道身影正在练剑。洛凡手中的铁剑并非宗门制式，而是他随手从外门弟子中借来的。剑招也毫无章法可言，时而轻灵如雨，在空中画出诡异的弧度，时而又大开大合，充满了某种狂野不羁的意味。然而，就是这般看似胡闹的剑法，却总在不经意间透出一股羚羊挂角般的玄妙意境。咻！一剑刺出，剑尖在空气中带起一道细微的破空声，精准地停在一片飘落的云絮前。劲风将其搅碎，剑身却未曾沾染分毫。洛凡收剑而立，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没有回头，却能感觉到那道清冷的目光。自从那日他展露出所谓的无尘剑意后，这位高高在上的冰山师尊便像是发现了一块有趣的顽石，不再对他不闻不问。每日清晨，他都会静立于凌霄殿的廊下，就这么看着他练剑，一看便是半个时辰。那目光中带着审视，带着惊疑，也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忌惮。洛凡当然明白他在想什么。昔日模祖洛九幽的剑法乃是杀伐之道的极致，与他这正道魁首的剑意本是两个极端。他如今故意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剑理糅杂在一起，表现出一个剑道天赋绝伦，但根基不稳，全靠顿悟瞎练的绝世天才形象，最是能迷惑人心，尤其是迷惑这位肚子里正揣着魔种的冰山剑仙。洛凡慢悠悠地转过身，看向廊下的那道绝美身影。江清婉一袭月白色的长裙，不染纤尘，3000青丝仅用一根古朴的白玉簪松松挽住，更显得那张面容清丽绝伦，宛如天山之巅独自绽放的雪莲。微风拂过，裙摆微动，勾勒出她腰肢不堪一握的纤细轮廓，以及胸前那道虽然被宽大衣袍遮掩，却依旧惊心动魄的饱满弧线。师尊，洛凡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朝他走了过去。弟子练剑有何不妥之处，还请师尊指点。洛凡的语气恭敬，可眼神里却藏着一丝玩味。他走到江清婉面前，一股独属于少女的清冷体香夹杂着淡淡的药草味钻入鼻息。他的站位极有讲究，恰好是那种既不算失礼，又带着些许侵略性的距离。江清婉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他手中的铁剑上，声音清冷如故：“你的剑法是从何处学来的？”江清婉终于开口，声音冰冷：“自然是从宗门藏经阁学的。”洛凡回答得很快：“藏经阁没有无尘剑意的完整传承。”江清婉的声音更冷了几分：“那可能是弟子运气好，无意中参悟的吧。”洛凡笑了笑：“师尊不是常说，剑道一途全靠个人悟性吗？你的剑很乱，是吗？”
洛凡将铁剑随手一抛，铁剑在空中翻滚几圈，稳稳落入远处的剑鞘中。弟子也觉得，有时候感觉来了，随手一挥便是妙到毫巅；有时候又觉得胸口发闷，气血不畅，剑招也变得滞涩不堪。他说着，又朝江清婉走近了半步。这一下，距离已经近到能看清他长长的睫毛以及眼角那颗惑人心神的泪痣。江清婉秀眉微蹙，身体不着痕迹地向后退了半寸，拉开距离。那是你修为根基不稳，空有剑意，无法自如掌控。原来如此。洛凡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目光却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弟子还以为是受了师尊的影响。江清婉眸光一寒，什么意思？师尊您今日的剑意似乎也比往日多了一丝造诣。洛凡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丝暧昧的磁性。弟子看着，心里也跟着烦乱起来。不如弟子为师尊检查一下身体，看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放肆！江清婉呵斥一声，一股冰寒的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广场上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终于漾开一层薄怒的涟漪。这个徒弟实在太过大胆，言语间的轻佻让他想起了那个在他生命中留下最屈辱印记的魔头。洛凡却仿佛没感觉到他的怒意，只是笑嘻嘻地看着他。师尊息怒，弟子只是关心您，看您这几日脸色也不太好，眼圈都有些发青了。江清婉闻言，下意识地便想反驳，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个魔头的身影，还有腹中这个孽障的日渐成型，都让他心乱如麻，夜不能寐。洛凡将他这一瞬间的迟疑尽收眼底，心中暗笑。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在自己靠近时，他那清冷的体香之下，心跳和呼吸都出现了一丝细微的紊乱。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真是让他乐在其中。看来是弟子多虑了。洛凡见好就收，后退一步，拱手道：弟子先行告退。看着洛凡离去的背影，江清婉站在原地，久久未动。几日后的午后，凌霄殿内檀香袅袅，江清婉正盘膝坐在蒲团上，闭目调息，试图压下心中那股愈发强烈的烦躁感。叩叩叩，殿外传来了敲门声。进来。江清婉睁开眼，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殿门被推开，洛凡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脸上依旧是那副阳光灿烂的笑容。师尊，弟子看您这几日心神不宁，特意为您泡了壶清心茶，安神静气的。他将托盘放在江清婉面前的矮几上，熟练地为他斟了一杯。琥珀色的茶汤在白玉茶杯中微微晃荡，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江清婉看着他，没有说话。这个徒弟似乎总能看穿他的心思，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舒服，像是在他面前自己毫无秘密可言。洛凡却像是没看见他眼中的警惕，自顾自地坐到了他对面的蒲团上，拿起茶壶也为自己倒了一杯，状似无意地开口：师尊，弟子最近在藏书阁读了一本古籍，上面记载了些奇闻异事，挺有意思的。江清婉端起茶杯，没有接话，只是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洛凡也不在意，自说自话。上面说，女子乃阴柔之体，若是气血不稳，心浮气躁，面色憔悴，甚至时常反胃干呕，多半是。他说到这里，故意顿了一下，抬起头，用一种纯粹又好奇的目光看着江清婉，是有了身孕。您说这是不是真的？师尊您见多识广，可要多注意身体啊。话音落下的瞬间，啪！江清婉手中的茶杯应声碎裂，滚烫的茶水洒了一地，一股冰冷刺骨的杀意瞬间笼罩了整个石亭，温度骤降，地面上竟然凝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洛凡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这股杀意比上次深夜试探时更恐怖。江清婉死死地盯着洛凡，胸口剧烈起伏，那对本就丰盈的玉峰被白色道袍勾勒得更加惊心动魄。你在胡说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弟子只是关心师尊罢了。洛凡却仿佛没感觉到杀气，继续说道：那本古籍还说，怀孕初期情绪不稳，醉忌动气，会伤及胎儿的。师尊您这么生气，对身体不好啊。洛凡，江清婉站起身，右手已经握住了腰间的剑柄。你是在找死吗？弟子不敢。洛凡摇摇头，弟子只是担心师尊的身体。您看您现在脸色通红，呼吸急促，这分明就是气血上冲的症状。要是真的怀了孕，这样动气可是大忌啊。你……江清婉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剑柄上甚至凝出了一层冰霜。洛凡看着他僵在原地的样子，眼中的笑意更浓了。师尊，您怎么不说话了？洛凡又往前走了一步。是弟子说错什么了吗？滚出去！江清婉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声音因为极力压抑愤怒而微微颤抖。他别过头去，不敢再看洛凡。那弟子就先告退了。洛凡很识趣的往后退了几步。
对了，师尊，弟子这里还有安神茶，待会让人给您送过去，您记得喝，对身体好。滚！江清婉几乎是吼出来的。洛凡笑着离开了石亭，走到门口时还回头说了一句：师尊，别忘了喝茶，安神的。话音落下，他关上了木屋的门。石亭里，江清婉一个人站在原地，身体微微颤抖。他低头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眼神复杂到了极点。他到底知道多少？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慌乱。而木屋里，洛凡靠在门板上，嘴角的笑意再也无法抑制。小婉啊小婉，你还是这么要强呀。接下来的几天，洛凡果然每日都让人给江清婉送去安神茶。江清婉起初是不喝的，可看着那冒着热气的茶壶，最终还是忍不住倒了一杯。茶水入口的瞬间，他脑海里就浮现出洛凡那张带着坏笑的脸。混账东西！他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却还是将杯中的茶喝完了。而洛凡那边则继续着他的修炼。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后山竹林，练上2个时辰的剑。江清婉也准时出现，坐在石亭里看他练剑，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谁也没有主动开口说话。直到第7天，这天清晨，洛凡练完剑后没有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直接走到了石亭下。师尊，今日天气不错。江清婉没有理他。弟子想问师尊一个问题。洛凡在他对面坐下。师尊若是真的有了身孕，会怎么做？江清婉猛地抬起头，眼神冰冷。我说了，与你无关。可弟子很好奇啊。洛凡拖着下巴。师尊这样的身份地位，若是未婚先孕，传出去可不太好听。会不会把孩子打掉？住口！江清婉豁然起身，一掌拍向桌面。轰！石桌应声碎裂，碎石四溅。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身上的灵力几乎要失控。你再敢说一个字，我现在就杀了你！师尊息怒。洛凡站起身，却没有后退，反而又往前走了一步。弟子只是随口一说，您何必这么生气？除非弟子说中了。江清婉的呼吸急促起来，那对玉峰随着呼吸剧烈起伏，白色道袍下的曲线显得格外惊心动魄。你到底想怎样？他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妥协。弟子什么都不想。洛凡笑了，弟子只是关心师尊罢了。毕竟您若是真的有了孕，总得有人照顾不是？不用你管。可是弟子已经管了啊。洛凡凑近了些，声音压得很低。这几天的安神茶，师尊都喝了吧？感觉怎么样？江清婉咬着下唇，没有说话。他确实喝了，而且睡眠质量确实好了很多。既然师尊不说话，弟子就当您默认了。洛凡笑得更欢了。那弟子以后会继续给您送茶的。对了，您最近有没有觉得腰酸背痛？要不要弟子帮您按按？滚！江清婉转身就走，这次是真的逃了。他的背影显得有些慌乱，甚至连平时的优雅都顾不上了。夜幕降临，风主殿后堂，江清婉独自坐在窗前，手里握着一杯还冒着热气的安神茶。凌霄峰峰顶，晨雾未散。洛凡站在自己的小屋门前，看着手中那碗冒着热气的汤羹，嘴角挂着一抹坏笑。这几日他算着日子呢。按照前世的经验，江清婉的孕吐反应也该到最烈的时候了。火候差不多了。洛凡将汤羹盛入一个精致的白玉碗中，用托盘端着，慢悠悠地朝着峰顶的凌霄殿走去。晨雾缭绕，将整座剑峰装点得如同仙境。洛凡的脚步不快，每一步都算准了时间。当他走到宏伟的凌霄殿门前时，脚步微微一顿，侧耳倾听。殿门紧闭，隔绝了大部分声音，但以他如今的修为，依旧能清晰地捕捉到殿内传来的一阵极力压抑着的断断续续的干呕声。哦，嘿嘿，那声音带着一种痛苦的无力感，显然声音的主人正在承受着巨大的不适，却依然想维持着最后的体面。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殿外通报，而是端着托盘径直上前，伸出手一把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殿门之呀。厚重的殿门被缓缓推开，殿外的晨光与雾气一拥而入，瞬间打破了殿内的昏暗与寂静，也让殿内的景象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了洛凡眼前。富丽堂皇、空旷冰冷的大殿之内，那道往日里不染尘埃、高高在上的绝美身影，此刻正扶着一根巨大的盘龙金柱，弯着腰，仪态尽失的剧烈干呕着。她一袭月白色的长裙因为弯身的动作而紧紧绷着，勾勒出那纤细腰肢之上的愈发惊心动魄的丰盈曲线。长裙的下摆甚至沾上了一些她呕出来的酸水，显得有些狼狈。3000青丝有些散乱，一只白玉簪斜斜地插着，几缕发丝粘在她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颊上，汗水浸湿了她的鬓角。听到殿门开启的声音，江清婉猛地一惊，下意识地直起身子，回过头来。
当他看到洛凡端着托盘，好整以暇地站在店门口，用一种探究的、带着几分了然的目光看着自己时，他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惊愕、羞耻、慌乱，无数种情绪在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飞速闪过，最终尽数化作了前所未有、冰冷刺骨的杀机。被撞破了，自己最狼狈、最不堪、最不能示人的一面，就这么被他当场撞破了。所有的伪装，所有的侥幸，在这一刻宣告彻底破产。这个秘密再也藏不住了。你，江清婉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只说出一个字，便又是一阵剧烈的反胃感涌上喉头。哦，他再次狼狈地弯下腰去，扶着柱子，吐出来的却只是些许清水。洛凡不急不缓地走了进来，将托盘放在一旁的矮几上，仿佛没看到他眼中的杀意，反而一脸关切地走了过去。师尊，您这是怎么了？可是吃坏了东西？他的声音温和，带着恰到好处的担忧，但听在江清婉耳中，却比魔鬼的低语还要刺耳。羞辱，这是赤裸裸的羞辱。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故意的。一股血气猛地冲上江清婉的头顶，让他浑身都开始发抖。那不是因为不适，而是因为极致的愤怒。他猛地直起身，不再去管那阵阵作呕的感觉，一双因愤怒而泛起水光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洛凡。你找死！话音未落，他那纤细白皙的右手猛地一挥，铮！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大殿，悬挂在他腰间的佩剑双华瞬间出鞘，化作一道冰冷的白虹，不带任何花哨，没有任何犹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直取洛凡的咽喉。这一次不再是试探，不再是警告，是真真正正的杀人灭口。凛冽的剑气瞬间锁定了洛凡，那股冰寒之意足以让任何化海境的修士血液冻结，神魂俱灭。然而面对这致命的一击，洛凡却站在原地动也未动。他脸上那副关切的表情甚至都没有变，只是静静地看着江清婉那双充满了杀机与屈辱的眼睛，他不闪不避，不挡不隔，仿佛那道即将洞穿他喉咙的剑气只是一缕拂面的清风。剑气如电，瞬息即至，眼看那锋锐无匹的剑尖就要刺入洛凡白皙的脖颈，带起一捧滚烫的鲜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洛凡平静地看着他，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清晰地在大殿中炸响，也狠狠地炸在了江清婉的心头。师尊，杀了我，然后呢？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如同一道魔咒，让那道势不可挡的剑气猛地一滞。洛凡没有停，继续用那种平静到残忍的语调，一字一句地说道：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还是等着宗门里那些对你垂涎已久的长老们发现你未婚先孕，然后再发现你怀的？你怀的会是谁的孩子啊？普天之下能让师尊怀孕还心甘情愿严密守护的孩子会是谁的？这好难猜啊！到时候他们会将你这位高高在上的正道第一剑仙和你腹中的这个孩子一同废去修为，打入暗无天日的锁妖塔，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师尊，那样的场景是你想要看到的吗？字字诛心，句句如刀。洛凡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撕开江清婉血淋淋的伤口，将他内心最深处最恐惧的未来赤裸裸地展现在他面前。嗡！那道停滞在半空的剑气再也无法维持，发出一声哀鸣，骤然溃散，化作点点灵光，消散在空气中。剑气在距离洛凡脖颈不足1寸的地方停下了。江清婉握着剑柄的手开始剧烈的颤抖，抖得几乎握不住那柄陪伴了他数百年的仙剑。他脸上的血色尽退，变得比纸还要苍白。洛凡的话比任何锋利的剑气都更加伤人，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他的心脏，扎进他的神魂。是啊，杀了他，然后呢？他可以堵住洛凡的嘴，但他堵不住自己日益隆起的腹部，堵不住那越来越强烈的孕期反应。更何况他怀的还是洛九幽的魔种，天生血脉纯净的魔种，出生之时必定会有魔气的泄露，若是血脉返祖，很有可能引起异象。若是被发现，以他现在日渐削弱的身体，又如何保得住这胎儿？这件事迟早会暴露，到那时他将要面对的是整个宗门，是整个正道的审判，名誉扫地，身败名裂。他自己或许可以不在乎生死，可是腹中的孩子呢？这个与他血脉相连无辜的小生命呢？一想到那个画面，一想到孩子可能遭受的凄惨下场，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惧与绝望便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的软肋，他的一切都被眼前这个少年看得清清楚楚，拿捏得死死的。当啷一声脆响，那柄饮过无数妖魔之血，象征着他身份与荣耀的仙剑双华，从他颤抖的手中滑落，掉在了冰冷的白玉地砖上，发出一声凄凉的鸣响。江清婉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身体晃了晃，
失魂落魄的向后退了2步，背靠在了冰冷的金柱上，缓缓滑坐了下去。他抱着膝盖，将脸深深地埋了进去，瘦削的肩膀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耸动，压抑了许久的呜咽声终于从他喉间溢出。那哭声充满了绝望、无助、屈辱与茫然，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冰山剑仙，只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可怜女人。大殿内只剩下她那令人心碎的哭声在回荡。洛凡静静地看着她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模样，眼底深处掠过一丝不易察视的怜惜，但很快便被掌控一切的漠然所取代。他要的就是彻底击溃他的心理防线，只有让他坠入最深的绝望，他才能成为他唯一能抓住的光。洛凡迈开步子，一步一步走到了他的面前，皮靴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如同敲击在心脏上的鼓点。他在他面前蹲下身子，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冰凉的肌肤，滚烫的泪珠。江清婉被他的触碰惊得浑身一颤，猛地抬起头，那双哭得红肿的眸子里充满了戒备与恐惧。你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无法掩饰的颤抖。洛凡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看着他眼角那颗因为泪水而显得愈发娇艳的泪痣，声音忽然放缓了下来，变得低沉，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蛊惑。师尊，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收回手，目光落在他依旧平坦但已经被他所知晓的小腹上。读不如书，此事若被宗门知晓，你我都将万劫不复。但他微微凑近了一些，灼热的呼吸几乎要喷在江清婉的耳廓上，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弟子或许有办法，一个能保住你也能保住他的办法。话音落下，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蜷缩在地上因为他最后一句话而猛然僵住的江清婉。凌霄殿内烛火明灭，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江清婉压抑不住的细碎的呜咽声和泪珠滴落在冰冷玉砖上的啪嗒声在空旷的殿宇间回响，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凄凉。他蜷缩在盘龙金柱的阴影里，像一只被暴雨淋透、无家可归的猫，瑟瑟发抖。那身往日里纤尘不染的月白长裙，此刻沾染了污渍，褶皱不堪，紧紧贴着他玲珑起伏的娇躯，勾勒出的曲线不再是圣洁，而是狼狈。洛凡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这个不久前还高高在上，能一念决定他生死的冰山剑仙，此刻却在他面前彻底崩溃，哭得像个无助的女孩。他的眼神平静，没有怜悯，也没有嘲弄，只有一种棋手看着棋子落入预定位置的淡然许久。那令人心碎的哭声渐渐停歇，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抽噎。江清婉缓缓抬起头，那张绝美的容颜早已被泪水冲刷得一塌糊涂，双眼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眼角那颗平日里平添几分清冷媚色的泪痣，此刻因为泪水的浸润，显得愈发娇艳欲滴。他的声音沙哑、颤抖，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在绝望的深渊里抓住最后一根脆弱的稻草。洛凡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嘴角挂着笑。师尊，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江清婉猛地抬头，泪痕未干的脸上满是警惕。你有什么办法？洛凡笑了，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转身走到一旁的矮几旁，提起那古朴的铜壶，将之前自己端来的还冒着热气的安神汤羹重新倒了一杯。咕嘟咕嘟，温热的汤水注入白玉杯中的声音，在死寂的大殿里被放大了数倍，仿佛每一声都敲击在江清婉绷紧的神经上。他端着玉杯，缓步走回他面前，再次蹲下身，将杯子递到他的唇边，动作轻柔的，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师尊，先喝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奇异的魔力，让人无法抗拒。你的身子现在可金贵得很，冻坏了，弟子会心疼的。这暧昧又关切的话语让江清婉浑身一僵。他看着近在咫尺的俊美脸庞，闻着他身上传来的淡淡草药清香，混合着独有的男子气息，一时间竟有些失神。他下意识地张开干裂的嘴唇，任由那温热甘醇的汤羹流入喉中，一股暖流瞬间从胃里散开，驱散了身体深处的部分寒意，也让他混乱的思绪稍稍平复了一些。看着他乖巧喝下的样子，洛凡眼底的笑意更深了。他收回杯子放在一边，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办法自然是有的，不过……他顿了顿，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拭去他脸颊上残留的泪痕，那动作自然而亲密，完全不似一个弟子该有的行为。冰凉的指腹触碰到滚烫的肌肤，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首先，师尊您不能再对我喊打喊杀了，毕竟从现在起，我可是您唯一的盟友了。盟友？江清婉愣住了，怔怔地看着他。这个词从他口中说出，彻底颠覆了两人之间那道名为师徒的鸿沟。洛凡仿佛没看到他的错愕，
继续说道：“其次，您需要完全信任我。从今天起，我会用一种上古秘法为您调理身体，安抚胎气。这种秘法不但能缓解您的孕吐之苦，更能从根本上遮蔽您和他的气息。”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若有若无地瞟向他依旧平坦的小腹。只要您不与那些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就无人能发现任何端倪。您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凌霄峰主。正道第一剑仙这番话如同天籁之音，让江青青晚灰败的眼眸中骤然亮起一抹光。不被发现，这4个字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诱惑。但他毕竟是活了数百年的化神大能，心智非凡。最初的激动过后，强烈的警惕与怀疑再次涌上心头。他死死地盯着洛凡的眼睛，试图从那双幽深的眸子里看出些什么。我凭什么信你？你连失传千年的无尘剑意都会，你的来历根本就不简单。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丝质问的尖锐，这是他最后的挣扎，也是最后的防线。面对他的质问，洛凡却只是无辜地摊了摊手，俊美的脸上露出一副坦诚的表情。师尊明鉴，弟子确实是在后山某处悬崖下偶得一位前辈作画留下的传承，这才侥幸学了些粗浅的剑法和杂学，不值一提。这是一个烂大街到不能再烂大街的借口。江青晚期的胸口一阵起伏，那被泪水和呕吐物弄得湿润的衣衫更是紧紧绷着，显露出愈发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他想反驳，想斥责他胡说八道，可洛凡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他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身体前倾，那张脸几乎要贴上他的脸。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面颊上，语气也随之变得冰冷而残酷。至于信与不信，师尊，您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是啊，他还有别的选择吗？洛凡将汤碗往前递了递，声音放得很轻。师尊，您现在这样对孩子不好。孩子这2个字像一根针，狠狠扎进江青晚心口。他的手颤抖着接过汤碗，低头喝了一口，温热的汤水顺着喉咙滑下，胃里那股翻江倒海的感觉竟然缓和了些。这汤安胎的。洛凡在他对面坐下，双手撑在膝盖上，里面加了7叶草和暖玉参，专门调理孕妇气血的。师尊这几日孕吐严重，身体亏损厉害，得好好补补。江青晚的手停在半空。你怎么知道？弟子说了，曾得过一位前辈的传承，那位前辈留下的玉简里有不少调理身体的法子。洛凡笑得云淡风轻。师尊放心，弟子不会害您的，毕竟您若出事，弟子也活不了。江青晚无力地靠回冰冷的金柱上，一口一口将汤喝完，缓缓闭上了眼睛，2行清泪再次从紧闭的眼角滑落。那是一种认命的绝望的悲哀。许久，他深吸一口气，在睁开眼时，那双美丽的眸子里，所有的杀意、挣扎、怀疑都已尽数褪去，只剩下如死水般的疲惫和麻木。好，我信你。他的声音轻飘飘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散。你需要我做什么？听到这句意料之中的回答，洛凡终于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满意的笑容。成了。从这一刻起，这座冰山才算真正开始被他掌控在手中。很简单。江青晚沉默着，一口一口将汤喝完。洛凡满意的点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推到他面前。这是弟子炼制的固本丹，师尊每日服用1颗，可以稳固胎气，遮蔽气息。只要您不与渡劫境大能长时间近距离接触，便无人能察觉异常。江青晚接过瓷瓶，看着里面褐色的药丸，眼神复杂。就这么简单？当然不止。从今天起，您的一切饮食起居都由我来安排。我会为您寻找最合适的灵草，为您调配安胎的药膳。您每日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打坐，什么时候休息，都必须听我的。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那碗安神汤，我需要您每日都喝，它能帮您稳固心神，也能让您睡个好觉。这哪里是弟子的建议，分明是主人对宠物的安排。江青晚的指尖微微颤抖，屈辱感如潮水般涌来，但他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麻木地点了点头。还有，洛凡继续道，炼制真正的遮天丹还需要几味特殊的药材，宗门宝库里未必有，而且去申请也太过招摇。我需要去丹峰一趟，亲自去药铺里找找。江青晚依旧沉默着，算是默许了。很好。洛凡满意的点点头，该敲打的已经敲打完，该种下的种子也已经种下。他转身毫不留恋地向店外走去。当他走到店门口，即将踏入外面灿烂的晨光时，他忽然停下脚步，头也不回地丢下最后一句话：师尊，把地上的剑捡起来吧，您是凌霄峰主，剑不能离手。也别再哭了，妆都花了，不好看。说完，他便大步流星地离去，身影很快消失在缭绕的晨雾之中。大殿内再次恢复了死寂。江青晚呆呆地坐在地上，
许久才缓缓低下头，看着掉落在脚边那秉象征着他一切荣耀与骄傲的双华仙剑。他伸出颤抖的手，想要将它捡起，却试了几次都使不上力气。最终他放弃了，只是抱着膝盖，将脸深深埋入臂弯，肩膀再次剧烈的耸动起来。走出凌霄殿，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洛凡脸上的温和与关切逐渐随着一口浊气吐出。为了自己的种，为了自己的女人，他洛凡倒也是豁出去了。接下来，洛凡眯起眼睛望向云海深处，那座终年丹气缭绕的山峰。丹峰，他此行的目的自然是去找那个天真好骗的丹道小天才林小棠，通过他的手名正言顺地获取炼制安胎药的各种材料。洛凡辞别了哭得梨花带雨，被他彻底拿捏住软肋的江清婉，心情甚是愉悦。他踏出凌霄峰的范围，朝着宗门另一座主峰丹峰走去。与剑峰的孤高清冷、人迹罕至截然不同，丹峰是整个清玄宗最热闹的地方。人还未至，一股浓郁的化不开的药香便已扑面而来。那香气中夹杂着数百种灵植的味道，吸上一口都让人觉得神清气爽，灵力运转都快了几分。山道两旁不再是剑锋那种笔直锋锐的青松，而是开辟出了一块块整齐的药田。许多穿着炼丹师毒有青色袍服的弟子正蹲在药田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那些珍贵的灵草。他们的动作轻柔，神情专注，仿佛在对待自己的情人。山间的亭台楼阁也远比剑锋来的精致秀美，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处处都透着一股富庶和雅致。这地方倒是个享受的好去处。洛凡背着手，像个游山玩水的富家公子，悠哉悠哉地走在丹峰的山道上，欣赏着与剑锋截然不同的景色。根据林小棠那丫头前几日来送丹药时留下的信息，他径直来到了丹峰半山腰的一座待客店。这位师兄，我找林小棠师姐。洛凡对着店门口一位正在打盹的弟子露出了一个和煦的笑容。那弟子被惊醒，抬头看了一眼洛凡，见他面生但气质不凡，也不敢怠慢，揉了揉眼睛说道：林师姐，他这会儿正跟着几位师长在主殿为封主办事呢，你有什么事吗？哦，我是他朋友，有点私事。洛凡笑道：那你得等等我，封主的事情可没那么快完。弟子摆了摆手，要不我帮你通报一下宁风师兄，他是管事弟子，林师姐的很多事情都是他安排的。好，有劳师兄了。没过多久，一个身穿精英丹师袍的青年从店内走了出来。这人约莫20出头，身形瘦高，鹰钩鼻，薄嘴唇，一头长发用发冠束的一丝不苟，甚至抹了些不知名的油脂，在阳光下油光锃亮。他看人的眼神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审视和阴沉，让人很不舒服。此人正是丹峰的管事弟子宁风，也是林小棠那丫头众多追求者中最为死缠烂打的一个。你就是洛凡。宁风上下打量着洛凡，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善。正是在下见过宁风师兄。洛凡依旧挂着那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宁风的脸色瞬间又沉了几分。他早就听说了，最近外门出了个叫洛凡的家伙，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让一向不假辞色的林小棠师妹另眼相看。前几日他更是亲眼看到林小棠把自己辛辛苦苦炼制的一炉固元丹兴高采烈地给这个小白脸送了过去，那可是他求了好久，林小棠都没舍得给他的。嫉妒的火焰早已在他心中熊熊燃烧，此刻见到正主，这股火更是压不住的往上冒。一个空有皮囊的外门弟子，凭什么能得到小棠师妹的青睐？宁风眼珠一转，一个阴毒的念头涌上心头，他脸上的阴沉瞬间散去，换上了一副虚伪的热情。哦，原来是洛凡师弟啊，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宁风上前一步，亲热地拍了拍洛凡的肩膀。我听小棠师妹提起过你，说你是百年难遇的剑道奇才呢。师兄谬赞了，都是同门抬爱。洛凡不动声色。哎，洛凡师弟何必谦虚。宁风笑得更真诚了。你来的不巧，小棠师妹确实在忙着封主交代的大事，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无妨，我在这里等等便是。洛凡说道。等什么等，多见外啊。宁风大手一挥，表现得极为豪爽。小棠师妹之前特意交代过我，说洛凡师弟你若是来了，千万不能怠慢。他说他一忙完就会回后山的居所休息，让我直接带你过去等他就行，这样你们见了面也方便说话。洛凡闻言，眉毛微不可察地挑了一下。后山居所，林小棠那丫头的住处他去过，就在丹峰前山的弟子院中，什么时候跑到后山去了？他嘴上却露出一副惊喜又感激的表情。真的吗？那可太麻烦宁风师兄了。不麻烦，不麻烦，咱们谁跟谁啊？宁风心中冷笑，脸上却热情不减，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道：不过师弟，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后山那边是我丹峰的禁地，也是我们峰主下雨欣最喜爱的清修之地。他故意顿了顿，观察着洛凡的表情，
见他面露迟疑，心中更是得意，继续说道：“封主他老人家最是喜静，尤其是有洁癖，平日里寻常弟子是万万不敢靠近那里的。不过你放心，封主他近日外出了，10天半月都不会回来。后山现在就小唐师妹一个人在打理，你尽管过去，没人会打扰你们的。”虽然这么说着，宁风心中却是乐开了花。只要这个洛凡敢踏进去，冲撞封主清修之地的罪名就坐实了。夏封主可是化神境的大能，脾气更是出了名的不好，尤其是对男人。到时候就算不被打断手脚废掉修为，也绝对会被狠狠地逐出宗门。原来是这样，洛凡脸上露出恍然与感激的神色，对着宁风拱了拱手。他那点小心思，洛凡又怎会看不出？多谢宁风师兄指点，不然我冒冒失失闯进去，冲撞了封主，那可就罪过大了。既然封主不在，那我就放心了，这就过去等师姐。对，快去吧，别让小唐师妹等急了。宁风心中狂喜，脸上的笑容都快绷不住了。这个蠢货上钩了，师弟，我亲自送你过去。两人一前一后走着，洛凡突然停下脚步。等一下，宁师兄，我突然想起我给师姐的固元丹忘拿了，不如我改天再来拜访。眼看着已经走了大半的路程，这突然来临的情况也是令宁风没有想到。就这么放他走，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若是强行将其留下，那又说不过去。眼看洛凡将要转头离去，宁风一咬牙：“师弟且慢，师兄这里刚好有一枚固元丹，你看这两峰之间一来一回也不方便，师兄先借于你，日后再来时还师兄一枚新的就行。”洛凡赶紧推脱：“师兄，这怎么使得？师弟的事岂敢劳烦师兄操心？”表面诚恳，心中却在嘀咕：这宁风如此年纪便有职位，想必后台应该很硬，一枚固元丹不能体现师兄的价值呀。师弟，你这就见外了。我天玄宗弟子素来以团结友善、尊师重道为宗旨，师弟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哦，今日与师兄交谈一番，我受益匪浅。不过这丹药我还是不能收。我突然想起来，我还忘记给师姐带住颜丹、养神丹、体香丹。唉，乔师弟这记性，今日多谢师兄引路，他日若有时间，必定好好酬谢师兄一番。洛凡恭敬地抱拳说道，转身就要离去，却发现自己的袖子被宁风死死攥住。此刻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只不过这笑容怎么看都有些勉强。师弟且慢，这些丹药我倒是有几枚，可以暂时借于师弟。你看一下，拿这么多丹药也挺麻烦的，不如先将就一下。师弟先别急着走，我突然想起来丹房里还有剩余的几种，我这就让人借来给师弟送去。宁风也是有些焦急，转念一想才发现自己竟许下这么多丹药。要知道私自从丹房抽取丹药可是触犯门规的，若不是他爷爷是丹阁长老，他哪敢这么做？不过这要是让他爷爷发现了，也免不了一番家法。可眼下已经许出了承诺，想收回就难了。那就多谢师兄了，师弟改日就还。宁风收回思绪，既然已经做了，那就做到底。随即脸上又挂上了一副自以为和善的笑容，可心中却是一直不安，但具体是因为什么他也说不清。那师兄就给你在前方引路了。宁风表现得无比热忱，亲自在前面引路，将洛凡一路带到了通往后山的一条幽静小径入口。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用朱红的染料写着2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禁地。洛凡师弟，穿过这条竹林就到了，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免得被人瞧见说闲话。宁风指着小径深处，笑呵呵地说道：多谢师兄，改日一定请师兄喝酒。洛凡抱了抱拳，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片竹林。看着洛凡的背影彻底消失在竹林深处，宁风脸上的笑容终于不再掩饰，变得得意而狰狞。哼，小白脸，敢跟我抢女人，等着被夏风主打断手脚，像条死狗一样被丢出来吧。他畅快地吐出一口浊气，转身离去，准备去召集几个相熟的弟子，等着看好戏。洛凡走进后山，一步踏入，周遭的空气便陡然一变，外界那驳杂的药香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精纯到极点的天地灵气，其中还夹杂着浓郁的水汽，湿润而温热，仿佛整座山体之下就藏着一条巨大的灵脉温泉。好地方。洛凡深吸一口气，只觉得浑身毛孔都舒张开来。他循着那隐隐传来的水声，不紧不慢地走着，脚下是柔软的青苔，两旁是挺拔的翠竹，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光影斑驳地洒下。穿过这片静谧的竹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不算大的天然湖泊出现在眼前，湖水清澈见底，正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氤氲的白色雾气升腾而起，将整个湖泊笼罩得如同瑶池仙境。而在那片朦胧的水雾之中，一个曼妙婀娜的身影正背对着他浸在温热的泉水里。哗啦，他似乎是听到了竹林这边的动静，缓缓地从水中站起了身。水声响起，泉水顺着他光洁的背脊滑落，
在那挺翘的弧线处分流而下，勾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曲线。他慢慢地转过身来，那是一张怎样颠倒众生的脸，眉如远黛，眼若秋水，琼鼻阴唇，完美的不似凡人。肌肤在水汽的蒸腾下泛着一层细腻温润的珠光，比最上等的羊脂白玉还要无瑕。一头乌黑如瀑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身后和胸前，几缕调皮的发丝紧紧贴着她修长的脖颈与圆润的香肩。视线往下，清澈的泉水堪堪淹到她的腰际，水波荡漾间，那胸前两团被长发遮掩了大半的饱满到惊人的丰盈便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在水下投射出两团巨大而诱人的阴影。那弧度挺拔圆润，充满了肉感的弹性和力量，正是丹峰之主夏雨欣。洛凡的脚步停下了，他站在竹林的阴影里，真没想到此生竟还能有如此机遇。与此同时，他能感觉到一股强大而内敛的气息正笼罩着这片区域，化神境，而且比江清婉那小妮子感觉还要强上几分。当然那是因为江清婉身怀有孕，不能使出全力。有意思，这位宁风师兄还真是给自己送了份大礼啊。竹林深处雾气蒸腾，洛凡站在阴影里并未立刻躲藏，反而好整以暇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饶有兴致地观赏起来。瑶池仙境般的温泉中，那具成熟又丰腴的酮体简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哗啦，水声再次响起，丹峰之主夏雨欣正拿着一方洁白的丝帕，极为细致地擦拭着自己的手臂。那片肌肤在热气与泉水的滋养下已然光洁如玉，不见半点瑕疵，可他依旧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他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仪式感。先是手臂，然后是圆润的香肩，再到那修长白皙被水汽染上一层薄红的天鹅颈。洛凡的目光顺着他的动作缓缓下移，薄薄的水雾像是给那具身体披上了一层最顶级的轻纱，将一切都变得朦胧，却又勾勒出最惊心动魄的轮廓。尤其是他胸前那两团被湿漉漉的乌发半遮半掩的饱满，随着他的呼吸和擦拭动作在水下轻轻晃动，带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水波扭曲了光线，让那片雪白下的阴影显得愈发深邃，仿佛藏着世间最诱人的秘密。这匹号真是病入膏肓了，洛凡在心中啧啧称奇。一块白玉般的肌肤，从他来到现在，粗略一算，至少被他自己反复搓洗了不下5遍。这已经不是爱干净了，这是一种病。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洛凡就像一个最有耐心的猎人，又像一个最挑剔的鉴赏家，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看着夏雨欣将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擦拭到近乎发光，看着他将那头乌黑的长发反复清洗，直到每一根发丝都像是能单独拎出来当琴弦。从日透偏西到月上中天，演舞台上的喧嚣早已落幕，剑锋上的清冷也已被夜色笼罩，而这里的温泉水依旧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洛凡靠在竹子上，都感觉自己站得有些腿麻了。他估摸着差不多有2个时辰了。疯婆子，再洗下去，皮都要搓掉1层了。洛凡打了个哈欠，心里暗暗评价，身材确实是顶级，前凸后翘，腰肢纤细，双腿在水下若隐若现，笔直修长。比起江清婉那青涩中带着圣洁的冰山之美，夏雨欣更像是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饱满多汁，每一个弧度都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可惜脑子有点问题。就在洛凡看得都有些不耐烦，准备悄悄溜走去寻林小棠那丫头的时候，温泉里的夏雨欣似乎终于洗完了。哗啦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响亮的水声传来，她缓缓地从水中站起了身。那一瞬间，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光华都会聚在了她的身上。泉水没过她平坦的小腹，堪堪抵达那不盈一握的腰肢，水珠如同最名贵的珍珠，沿着她光洁的背脊、挺翘的臀波以及大腿两侧完美的曲线，争先恐后的滑落，最终滴入水中，溅起细小的水花。乌黑的长发贴在她的背后与胸前，几缕不听话的发丝粘在那2团丰盈的顶端，深色的发与雪白的肤形成了极致的视觉冲击，那若隐若现的嫣红更是让人血脉奋张。他抬起手，似乎准备用法力将身体蒸干。就在这一刹那，他的动作猛地一顿，一双本是慵懒迷蒙的秋水眼眸瞬间变得锐利如刀，猛地转向洛凡藏身的方向。那眼神冰冷暴虐，充满了被冒犯的杀机。谁在那儿？一声清冷的斥喝如同寒冰炸裂。话音未落，夏雨欣右手在水面上轻轻一抚，咻咻咻，数道由温泉水凝聚而成的锋利水刃破开空气，带着刺耳的呼啸，无声无息地射向洛凡藏身的竹林。速度之快，角度之刁钻，将洛凡所有可以闪避的方位尽数封死，尽显化神境大能的恐怖实力。然而洛凡只是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他的身体像是没有重量的柳絮，又像是黑夜中的鬼魅，
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向后飘出数米，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所有水刃。那些水刃尽数没入他身后的翠竹之中，竟是悄无声息，只在竹竿上留下了几个深不见底的细孔。好狠的手段！洛凡没有半分恋战的念头，他很清楚，此刻的夏雨欣含怒出手，又急于遮掩身体，必然会有一个短暂的空隙，这是他逃跑的唯一机会。转身撒腿就跑，洛凡将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疯狂地冲出后山禁地的范围。他刚一脚踏出那片竹林，就看到前方小道上一个娇小的身影正提着一盏灯笼，急匆匆地朝这边跑来，嘴里还小声地嘀咕着：“宁风师兄怎么回事啊？带洛凡师兄来后山干嘛？这里可是禁地。”正是林小棠。洛凡眼前一亮，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在林小棠惊愕的目光中，一把抓住她柔软的手腕。呀！林小棠被吓了一跳，看清是洛凡后，脸颊一红，正要说话：“快走！你师尊疯了，要杀我！”洛凡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拉着他就往丹峰山下狂奔。啊！洛凡师兄，怎么了？林小棠被他拉得一个趔趄，胸前那初具规模的柔软撞在洛凡后背上，弹了一下，让他的小脸瞬间红得像个苹果。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跟着跑，一边急切地问道：“不可能的，师尊他人很好的，肯定是误会。你是不是闯进后山了？快跟我回去给师尊道歉。”这丫头天真的可爱。洛凡头也不回地拉着他跑，嘴上说道：“道歉？他现在想杀我灭口，回去就是送死。不会的，师尊他……”林小棠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冰冷到极致，仿佛能将人的灵魂都冻结的声音从他们身后悠悠传来：“站住！”那声音里蕴含着滔天的怒火与凛然的杀意。两人脚步一顿，洛凡缓缓转过身，将林小棠半个身子护在自己身后。只见月光下，夏雨欣已然穿上了一袭淡紫色的长裙，湿漉漉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后，绝美的脸蛋上此刻却罩着一层化不开的寒霜，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洛凡拉着林小棠的那只手上，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化为实质。这个登徒子不仅偷窥了他，玷污了他的清修之地，现在竟然还敢染指他最疼爱的徒弟，找死！放开他！夏雨欣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是，师尊。林小棠吓得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想要挣脱洛凡的手，可洛凡的手却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夏峰主，有话好说，别吓着小棠。洛凡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仿佛刚才那个亡命狂奔的人不是他。我让你放开他！夏雨欣耐心耗尽，一声厉喝，一股磅礴的气势轰然爆发，化作一只无形的巨手，朝着洛凡当头压下。林小棠见状，吓得花容失色，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猛地一把挣脱开洛凡的手，张开双臂，像一只护着鸡仔的老母鸡，挡在了洛凡身前。扑通一声，他直直地跪了下去。师尊饶命！林小棠的声音带着哭腔，对着夏雨欣连连叩首。师尊，洛凡师兄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求您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求求您了。那只无形的气势巨手在距离洛凡头顶3寸的地方停了下来。夏雨欣看着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的爱徒，胸中的怒火与杀意剧烈地翻腾着。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将眼前这个男人碎尸万段的冲动。冰冷的目光越过林小棠的肩膀，落在了洛凡那张依旧挂着淡笑的脸上。好，我给你机会。夏雨欣的声音冷得掉渣，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倒要看看这个人赃并获的登徒子如何狡辩。周围闻声赶来的丹峰弟子已经越聚越多，其中就包括了幸灾乐祸的宁风。他们围在远处，对着这边指指点点。那不是外门的洛凡吗？他怎么敢闯后山禁地，还跟林师姐拉拉扯扯的，被夏峰主抓了个正着，这下死定了。夏峰主最讨厌男人，这小子怕是要被废掉修为了。宁风站在人群中，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狂喜。死吧，快点弄死这个小白脸！在所有人或同情或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目光中，洛凡整理了一下自己有些凌乱的衣衫，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夏雨欣微微一笑，那笑容坦然磊落，甚至带着一丝玩味。解释，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没什么好解释的，我就是看见夏峰主您洗澡了。一句话，全场哗然。宁风差点笑出声，这个蠢货竟然直接承认了。林小棠更是急得快要晕过去，拼命给洛凡使眼色。夏雨欣的脸色瞬间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周身的杀气再度沸腾。然而洛凡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的思维都陷入了停滞。他顿了顿，目光直视着夏雨欣那双喷火的凤眸，用一种探讨学术问题的认真语气
补充道，从头到尾一丝不落地看完了。算算时间，应该将近3个时辰吧。算算时间，应该将近3个时辰吧。洛凡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死寂的夜里激起了滔天巨浪。全场哗然之后，是更为彻底的死寂。所有闻声赶来的丹峰弟子都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一个个张大了嘴巴，眼珠子瞪得溜圆，傻傻地看着场中那个依旧面带微笑的男人。疯了，这个外门弟子绝对是疯了。偷窥丹峰之主沐浴被当场抓获，不仅不跪地求饶，反而还把实场给爆出来了。这是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不够惨吗？人群中的宁风脸上的狂喜之色早已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错愕与荒谬。他预想过无数种洛凡被抓后的凄惨下场，唯独没想过这个小白脸会用这种自取灭亡的方式来回应一位化神大能的怒火。蠢货，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人？而跪在地上的林小棠已经彻底懵了，他的小脑袋瓜完全无法处理眼前发生的一切，只是本能地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眼泪都忘了流，急得快要晕厥过去。师兄，你……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完整。全场唯一还清醒的，或许只剩下夏雨欣。他的脸由怒火烧出的绯红，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转为一种冰冷的惨白。那双原本燃烧着滔天怒焰的凤眸，此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寒意与杀机。周遭的空气温度骤降，仿佛瞬间从盛夏转入了寒冬。都给我滚！今天之事，要是敢多言一句，我必杀他。夏雨欣早已经疯魔了一般，每一个字都带着能将人灵魂冻结的寒气。呼啦！围观的弟子们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作鸟兽散，生怕跑得慢了，被风主的怒火波及，化为齑粉。宁风也夹在人群中，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眼神里充满了不甘与恶毒的快意。很好，非常好，这个蠢货成功把风主彻底激怒了。就算有林小棠求情，他也必死无疑。很快，山道上只剩下3人。夏雨欣冰冷的目光落在了还在发抖的林小棠身上。小棠，你也退下。他的声音没有一丝起伏。师尊，我……林小棠还想求情。去吧，小棠师妹，没事的。洛凡的声音却在此刻响起，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魔力。林小棠抬头对上洛凡那双含笑的眼睛，不知为何，心中的慌乱竟然平复了些许。他咬了咬唇，最终还是听话的站起身，1步3回头的朝远处退去，藏在一棵大树后，紧张的望着这边。现在只剩下他们2人了，没有了任何旁观者，夏雨欣那压抑到极致的杀意终于不再掩饰，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洛凡牢牢笼罩。月光下，他一袭紫裙，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背后，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那张冷艳绝美的脸上再无半分慵懒，只剩下被极致羞辱后几乎要溢出的暴虐。他一步一步缓缓走向洛凡，高跟的绣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哒哒哒的轻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人的心尖上。今日受这般凌辱，他又岂会让他死得这么容易？必定要让他感受到世间极刑。你……他终于开口，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微微颤抖。都看到了什么？问出这句话的瞬间，他就后悔了。这无异于承认了对方的窥探，更像是一种不甘的屈辱的确认。洛凡笑了，他好整以暇的上下打量着夏雨欣，那目光不再是单纯的欣赏，而像一个最挑剔的工匠在审视一件即将被他点评的艺术品。都看见了。洛凡的语气坦然的令人发指，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夏风主的身材确实不错，他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腰是腰，腿是腿，尤其是那双长腿在水下晃动的时候，笔直修长，弧度堪称完美。还有那皮肤在温泉里泡了那么久，白的都快反光了。你……夏雨欣的呼吸猛地一滞，胸口剧烈起伏，那宽松的紫裙也无法完全遮掩其下的饱满轮廓。洛凡仿佛没看到他的愤怒，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尤其是那对锁骨形状极美，像是蝶翼一般。哦，对了，还有锁骨下面那颗小小的红痣在雪白的肌肤上，当真是画龙点睛之笔，让整片风景都生动了起来。这番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根滚烫的钢针，狠狠扎进夏雨欣的心里。连他自己都未曾在意过的细节，竟被这个男人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偷窥，这是赤裸裸的亵渎，是对他引以为傲的洁净最恶毒的玷污。就在夏雨欣即将爆发的边缘，洛凡却话锋一转，长长的叹了口气。唉，可惜了，可惜了。那语气中的遗憾浓得化不开。夏雨欣几乎是下意识的接话。可惜什么？洛凡咂了咂嘴，伸出2根手指比划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专业的惋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胸前太平了点。轰！这句话
如同一道9天惊雷，在夏雨欣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凤眸圆睁，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平，他说他平。洛凡完全不理会他石化的表情，继续用一种探讨学术的认真口吻补充道：真的跟个搓衣板似的，完全没有我们剑锋峰主那种波澜壮阔的气势。我估摸着水珠子落在上面都挂不住，呲溜一下就滑下去了。啧，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副上好的身段。他一边说一边摇头晃脑，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其实那2团被乌发半遮半掩的丰盈，在水下荡漾开的涟漪，远比江清晚那青色圣洁的雪峰要壮观得多。那熟透了的蜜桃般的弧度，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只可惜他想杀她。对于一个想杀自己的女人，洛凡从不吝惜用最恶毒的语言去摧毁她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死寂，死一般的寂静。夏雨欣脸上的表情在短短几息之间经历了从惨白到铁青，再到一种诡异的潮红。他笑了，那笑容妖异冰冷，充满了毁灭一切的疯狂。淫贼！一声仿佛从九幽地狱传来的低吼从他喉间发出。原本的打算早已化为死灰，他忍无可忍了。眼前的男人多存在1秒都是对自己的极致侮辱。我要你死！话音未落，一柄流光四溢的紫色长剑凭空出现在他手中，剑身嗡鸣，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恐怖威压。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个男人不仅玷污了他的身体，此刻更是在践踏他的尊严。杀了他，必须杀了他，将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嗡！剑气纵横，紫色的剑芒照亮了整片夜空，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直直地朝着洛凡的咽喉刺去。化神大能含怒一击，别说一个区化海境，就算是元阴境修士在此，也只有引颈救路的份。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洛凡却依旧站在原地，不闪不避。他的脸上甚至连那丝玩味的笑容都未曾褪去。就在那锋锐无匹的剑尖即将触碰到他皮肤的刹那，洛凡的嘴唇轻轻地动了，一句轻飘飘的仿佛情人耳边呢喃的话语，却清晰无比地传入了夏雨欣的耳中。夏峰主，你每到子时，丹田是否如烈火灼烧，随后魔气上冲，令你欲火焚身，难以自持？吃！那足以斩断山岳的紫色剑尖，在距离洛凡眉心只有1分的地方戛然而止。剑气带起的狂风将洛凡额前的黑发吹得狂舞不休，可他的眼神却平静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夏雨欣脸上的疯狂与暴虐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惊、骇然以及深入骨髓的恐惧。他握剑的手开始剧烈的颤抖。这个秘密，这个折磨了他近100年，关系到他身家性命和修为前途的绝密，除了他自己，世上绝无第2个人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他的声音尖锐而色厉内荏，但那剧烈颤抖的瞳孔早已出卖了他内心的惊涛骇浪。胡说！洛凡轻轻一笑，向前踏出半步，主动让自己的眉心贴上了那冰冷的剑尖。一丝刺痛传来，一缕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滑落。此毒名曰断肠红，乃是魔道气毒的变种，毒性并不致命，却能引动心魔，放大7情6欲，尤其是色欲。他的声音像是恶魔的低语，一字一句地敲碎夏雨欣最后的心理防线。我猜夏峰主，你应该是多年前在正魔战场上被一个擅长术炼毒的魔修偷袭了，对吗？这些年来你的修为停滞在化神初期，再无寸进，不是你天赋不够，而是这毒素一直在暗中侵蚀你的丹田和道心。每到月圆之夜的子时，毒性发作的最为猛烈，那种万蚁噬心、欲火焚身的滋味，想必很不好受吧？我说的可有一字差错？当啷！夏雨欣再也握不住手中的仙剑，紫色长剑脱手落地，发出一声清脆的悲鸣。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踉跄着后退了2步，脸色惨白如纸，看向洛凡的眼神如同在看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完了，全完了！他最大的秘密被这个男人，被这个刚刚还在羞辱他的淫贼完全看穿了。就在夏雨欣心神崩溃、道心失守之际，一道清冷如月华的剑光从天而降。夏师姐，深夜在我剑锋与丹锋交界之处大动干戈，不知我的弟子洛凡犯了何事？江清晚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场中，他依旧是一袭白衣，风姿绝世，只是那张清冷的玉容上此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与疑惑。当他看到洛凡额头上的血迹时，眸光瞬间一寒，一股丝毫不逊色于夏雨欣的恐怖剑意冲天而起，遥遥锁定了失魂落魄的夏雨欣。自己的弟子才刚交到手上没几天，就被人欺负到见血了，更何况如今他肚中的孩儿能否活下来，全都要仰仗洛凡，他又岂会袖手旁观？夏雨欣感受到那股凌厉的剑意，浑身一颤，
从失神中惊醒过来。他看着突然出现的江清婉，又看了看站在江清婉身后正对着他笑的洛凡，一颗心彻底沉入了谷底。师尊。洛凡对着江清婉恭敬地行了一礼，随后转过身，脸上的恭敬瞬间变成了贱兮兮的笑容。他朝着面如死灰的夏雨心摊了摊手。夏风主，你看，我师尊来了。他的声音很大，足以让远处的林小棠和刚到的江清婉都听得清清楚楚。紧接着他的嘴唇微动，一道只有夏雨欣才能听见的传音钻入了他的耳朵。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谈关于你的枕经问题了？月华如水，剑气如霜。江清婉的出现像一道劈开混沌的光，瞬间改变了场中的气压。夏雨欣握着剑的手在剧烈颤抖，他看着那道白衣胜雪的身影，又瞥了一眼站在江清婉身后正对着自己笑得一脸无辜的洛凡，一颗心直直坠入冰窖。这个淫贼身后站着的是整个天玄宗最不能轻易招惹的女人，今日这人是杀不成了。江师姐。夏雨欣的声音艰涩，强行压下翻涌的气血，收回了那柄紫光流溢的仙剑。深夜叨扰，师妹只是见你这徒儿根骨清奇，特意与他切磋一二。这借口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脸皮发烫。江清婉清冷的目光扫过洛凡额前那道清晰的血痕，眸中的寒意更盛，却并未点破。是啊是啊。洛凡立刻跳了出来，一脸的感激涕零。夏风主对我真是太好了，亲自下场指点我修行，弟子感激不尽。就是这枕经。他话锋一转，竟真的从怀里摸出纸笔，刷刷刷的写了起来。那模样不像是生死一线，倒像是在街边摆摊算命的神棍。片刻后，他将写满字的纸张递到夏雨欣面前，笑容可掬。夏风主，这是根据您的症状，我初步拟定的调理药方，上面的材料您先费心备齐，此方只能缓解，不能根治。至于想彻底拔除断肠红吗？那还得我亲自出手，手法比较特殊，不方便外人看的。夏雨欣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龙血枝、九叶还魂草、千年冰心髓，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口。这些天才地宝，任何一样都足以让元婴修士抢破头，有几样甚至连他的丹库里都没有存货，需要耗费巨大代价去换取。这个混蛋，他这不是看病，是抢劫。可这药方又是如此的宝贵，想想他修为近几年来未有丝毫进展，每一夜都受毒素侵蚀，苦不堪言。他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抉择。试想一下，被一个男人看光后，还要被对方施舍调教一番，最后被勒索钱财，这谁能忍？他胸口剧烈的起伏着，那袭宽大的紫裙下，饱满的弧度随着急促的呼吸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轮廓，一股血气直冲喉头，他几乎要当场喷出来。可对上洛凡那双带笑的眼睛，再看看旁边面无表情但建议已然锁定自己的江清婉，他只能硬生生将这口血咽了回去。好，很好。夏雨欣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一把夺过那张堪称卖身契的药方，死死攥在掌心。他转头对着远处树后探头探脑的林小棠厉声喝道：小棠，还不送客？是，师尊。林小棠吓得一个哆嗦，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江清婉没有多言，玉起双滑剑，剑光一卷，便将洛凡带上了半空，化作一道流光向剑锋方向飞去。山道上只剩下主仆2人。夏雨欣看着那道消失在夜色中的剑光，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怨毒、不甘、屈辱，最终却都化为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是，师尊，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林小棠跪在地上，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夏雨欣却像是没听见，他忽然扶起林小棠，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小棠，你看那剑锋风主如何？林小棠被问得一愣，结结巴巴地回答：江风主很美，像天上的仙子一样，让人不敢靠近。我问的不是这个。夏雨欣打断了他，目光悠悠，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又像是在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较。他俯身在林小棠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问出了一个让小丫头目瞪口呆的问题：那我与他谁的更大？啊！林小棠彻底傻了，小脑袋瓜宕机，嘴巴张成了 O 型，完全不明白师尊为何会问出这种问题。夏雨欣却没有等他回答，只是自顾自地捏了捏拳头，冷哼一声：哼，搓衣板。夜风清冽，双滑剑快如闪电。洛凡站在江清婉身后，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传来的如同雪后寒梅般的清冷体香。他忽然叹了口气，满是委屈地抱怨道：师尊，您既然早就来了，为何不早点现身？弟子刚才差点就被夏风主给拆成零件了，不过弟子今天可是很有骨气的，你觉得弟子表现得怎么样？江清婉目视前方，声音依旧清冷，却不带丝毫责备。丹峰一脉，仗着掌控宗门丹药，向来行事嚣张，
对我剑锋更是多有苛刻。你今日教训他一番，让他出点血，倒也不错。弟子明白了。洛凡点点头，随即又凑了过去，嘴唇几乎贴上江清婉那白玉般精致的耳廓，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垂上细小的绒毛根根立起。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邀功的暧昧。我说的不是这个表现，我是说，弟子今日面对画神境的威压，面不改色，还弘扬师尊美德成功，让那下封主当众斥贬，师尊就没什么奖励吗？江清婉的身体微微一僵，手臂下一刻便遮掩住胸前的巍峨。下流！洛凡说得很隐晦，不过江清婉还是听出了什么。那平日里毫无血色的耳根瞬间浮现出一抹动人的绯红，并迅速蔓延至白皙的脖颈。他猛地催动剑光，速度骤然加快，试图将身后那个无赖甩开，拉开距离。师尊可知夏封主今天为何非要杀我不可？洛凡的声音却如复古之居，紧紧贴着他。夏雨欣行事刁蛮，我怎知他为何要杀你？江清婉嘴上这么说，脸颊上的红润之色却更加凸显。刚才洛凡与夏雨欣的对话，他隐约听出了一些名堂，只是觉得讨论那些实在是有伤风雅。洛凡哪里会让他如愿？那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他刻意顿了顿，让那灼热的呼吸尽数喷在他的颈窝。如果师尊发现我偷窥你洗澡，你会怎么办？轰！江清婉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张清冷绝俗的玉容涨得通红，羞愤交加。孽徒，休要胡言！师尊不要忘了，现在是谁还怀有身孕？洛凡的声音轻飘飘的，却字字诛心。你就告诉弟子吧，弟子也好有个心理准备。江清婉身体剧烈一颤，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双华剑。你若敢偷看，我必杀你！师尊可要想好。洛凡低笑一声，完全不为所动。我死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可都要跟着陪葬的。你还会杀我吗？我……江清婉的呼吸乱了，清冷的眼眸中满是挣扎与痛苦。我照样要杀你。他咬着牙，声音却带上了一丝颤抖。大不了一死，我本就对这世间没什么牵挂了。他下意识地用手轻轻抚摸自己的小腹，那里平坦依旧，却仿佛有一个小生命在抗议。洛凡也感到一阵寒意，看来这位师尊是真的被逼到绝路了，以后在偷看的时候可要小心了。不过他终究是活了1000年的老怪物，师尊何时变得这般看重贞洁了？洛凡脸上贱兮兮的笑容又浮现出来，真不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何等大人物，竟能让师尊甘愿放下矜持。啧，弟子以后定当好好向他学习一番。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恶劣。那师尊一定很愿意让这孩子的亲生父亲看吧？这句话如同魔咒，江清婉身上刚刚凝聚起的杀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慌乱与紧张。这让他如何回答？他的思绪不受控制地回到了那个噩梦般的夜晚。那个魔头将他囚禁了整整3日。第一日，他被粗糙的麻绳捆缚，每一道绳结都打在最刁钻、最厚重的位置，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以为那魔头只是想羞辱他，可当他尝试反抗时，换来的却是落在风雨蜜桃上那毫不留情的，却又带着奇异节律的拍打。整整1日，他都在这种极致的屈辱中度过，汗水浸透了雪白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他从未想过会向外人展示的属于成熟女子的曼妙曲线。第2日，他早已香汗淋漓，浑身虚软，可那魔头却是没有任何行动，就像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和尚一样，那么不近女色，可又是那么了解女色。当魔头再次出现时，便多出了2枚冰凉的鸽蛋大小的玉珠，正好1前1后。绳结的束缚，玉珠的研磨，双重的折磨让他几乎崩溃。第3日，那魔头却突然答应解开了他所有的束缚，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让他自行离去。他当时竟天真的以为那是折磨的结束，可当他真正脱离束缚，感受到那折磨3日后突如其来的空虚时，他才明白那才是真正的地狱。身体深处那被强行唤醒的渴望，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垮了他所有的理智与尊严。师尊，你的脸怎么红得这么厉害？洛凡的声音将他从屈辱的回忆中拉回。是不是最近身体又不舒服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自己先回去，我还有其他事务要忙。江清婉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尖叫一声，剑光一转，便朝着另一个方向狼狈逃窜。对了，师尊，洛凡在他身后大喊，宁风那小子公报私仇，意图谋害弟子，您可一定要上报宗门，替徒儿找回公道啊！远远的传来江清婉含糊不清的回应。为师知道了。还有，洛凡继续喊道，你飞错方向了，那是出宗门的方向。回答他的只有越来越远的剑光和夜风的呼啸。洛凡站在原地，
看着他仓皇逃离的背影，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片刻后，江清婉去而复返，脸上的红晕还未退尽，眼神却躲躲闪闪，不敢看他。他一言不发，将一枚温润的玉牌丢进洛凡怀里。这是我的本命剑气玉牌，遇上无法应对的危险，捏碎它，我能立刻感知到。说罢，不等洛凡回答，他便再次御剑而起，这次总算找对了方向，逃也似的回了凌霄殿主殿，将殿门重重关上。洛凡低头把玩着手中那枚还残留着师尊体温与清香的玉牌，嘴角的笑意再也抑制不住。敲诈了一位化神境的丹峰之主，获得了一大批珍稀药材的期货，还拿到了正道第一美人的保命护符。最重要的是，他亲手在这位冰山剑仙那古井无波的心湖里投下了一颗永远无法取出的狮子。是夜，洛凡盘膝而坐，脑中回想着从夏雨欣那里敲诈来的药方，修为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涌动。化海境3重，下一个目标就是对那位高高在上的师尊进行最核心的也是最彻底的掌控。夜色深沉，凌霄殿内静谧无声。洛凡回到自己那简陋的偏殿，指尖还残留着江清婉那本命玉牌上的一丝温润与清香。他将玉牌随意地在指尖抛了抛，脸上那副渐兮兮的笑容逐渐敛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古井无波的深沉。敲诈丹峰之主不过是开胃小菜，让这位高傲的冰山师尊在羞愤中狼狈逃窜，也只是过程中的一点小小趣味。真正的目的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这位天玄宗最高不可攀的凌霄剑仙彻底变成只属于自己的所有物，从心灵到身体。不知道等这位冰冷仙子发现自己就是那魔头时会是怎样的反应。第二日清晨，洛凡便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膳，准时出现在了江清婉的寝殿门口。师尊，该用早膳了。殿门无声开启，江清婉一袭素白寝衣，长发仅用一根发带松松束着，清丽的玉容上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慵懒，以及尚未完全褪去的戒备。他的目光落在洛凡手中的玉碗上，那药膳呈碧绿色，散发着一股奇异的清香，其中蕴含的灵力浓郁的几乎要化为实质。这是何物？他声音清冷，带着审视。弟子昨夜深思，师尊体内灵力与胎气时有冲突，寻常食物已无法满足。此乃青鸾养神羹，以100年份的碧心草为主药，辅以36种温性灵植，文火熬制7个时辰而成，可滋养神魂，稳固胎气。洛凡将药膳奉上，侃侃而谈，那专业的模样，仿佛他不是剑修，而是丹峰的首席大弟子。江清婉没有立刻去接，他盯着洛凡，似乎想从他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阴谋。我为何要信你？师尊可以不信我，但你信不过自己腹中的孩子吗？洛凡微微一笑，将碗递得更近了些。师尊如今的状态，每一次灵力紊乱，对他都是一次伤害，或者说，师尊更愿意去丹峰，求那位夏风主给你开一副安胎药。你……江清婉玉容一白，提起夏雨欣，他便想起昨夜洛凡那番无耻的言论，以及夏雨欣被气到吐血的模样，让他去求夏雨欣，无异于自取其辱。洛凡拿捏得恰到好处，江清婉被齿轻咬下唇，那阴色的唇瓣被咬出一道浅浅的白痕。最终，他还是伸出素手接过了那碗药膳。羹汤入口，一股温润平和的暖流瞬间散入四肢百骸，那因怀孕而时常泛起的恶心感，竟真的被压制了下去，就连躁动的灵力也变得温顺了许多。他看向洛凡的眼神，终于少了几分冰冷，多了几分复杂。从今日起，师尊的1日3餐以及后续的调理都由弟子全权负责。洛凡仿佛没看到他神情的变化，继续说道：这只是第一步，还有什么？江清婉皱眉，药力需以外力引导，方能尽数吸收。洛凡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需要辅以特殊的按摩手法，疏通经络。师尊，请到床上去吧。放肆！江清婉勃然变色，一股凌厉的剑意透体而出。洛凡，你莫要得寸进尺。师尊，你又紧张了。洛凡不为所动，指了指他的腹部。你一动怒，胎气便会不稳。弟子只是为了你和孩子的安危着想，并无他意。当然，如果师尊信不过弟子的人品，大可以现在就一剑杀了我。他摊开手，一副任君处置的模样。江清婉胸口剧烈起伏，那身宽松的寝衣下，傲人的曲线随着呼吸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杀了他？他怎么可能杀了他？这个孽徒如今就是他最大的软肋，也正是他的一再容忍，才导致如今尴尬的处境。这哪里还像师徒呀？分明就是一个傲娇女子被男子戏耍的狗血场面。再加上师尊与徒弟这层关系，添加情调，江清婉顿时感到一阵羞愧。僵持许久，江清婉终是泄了气，浑身的剑意消散得无影无踪。他一言不发，转身走到床榻边，侧身躺下，背对着洛凡，紧紧闭上了眼睛。那修长的天鹅颈、光洁的背脊，以及在丝绸寝衣下若隐若现的浑圆曲线，
构成了一幅足以让任何男人疯狂的画面。洛凡走上前，毫不客气地坐在床沿，他伸出手，温热的掌心轻轻贴上了他微凉的后心。江清婉的身体猛地一僵，发出一声压抑的鼻音，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隔着薄薄的衣料，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掌心传来的灼热温度，以及一股陌生的却又带着致命吸引力的男子气息。师尊，放轻松。洛凡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带着一丝蛊惑。你绷得这么紧，灵力郁结于此，会影响胎儿发育。难道是怕弟子吃了你吗？闭嘴，做好你的事。江清婉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脸颊早已红透。洛凡低笑一声，掌心开始缓缓移动。他的手法极其老道，每一次按压，每一次揉捏，都恰好落在他经络最淤堵、最酸胀的位置。那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感受，起初是酸痛，随即是酥麻，最后化为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江清婉紧咬着牙，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羞人的声音，可他的身体却背叛了他的意志，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呼吸也变得绵长而均匀。哦，此处的反应为何这么大？洛凡的手掌停在了他腰后一处脉络上，指尖轻轻一按，江清婉猝不及防，一声娇媚的呜咽从唇边溢出，他整个人都软了下去，一股奇异的电流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让他脚趾都蜷缩了起来。他羞愤欲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看来此处的淤积最为严重。洛凡的声音听起来一本正经，需要多花些时间疏通。说着，他的指腹便在那一处带着某种奇异的节律，不轻不重地画起了圈。江清婉彻底放弃了抵抗，他将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任由那陌生的羞人的快感如同潮水般一波波地冲击着他的神魂。不知过了多久，当洛凡收回手时，江清婉早已香汗淋漓，浑身虚软，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弹。今日的调理便到此为止，师尊好生歇息。洛凡的声音传来，江清婉却连回应的力气都没有。接下来的数日，一切都按照洛凡的剧本进行。每日的药膳加上那羞人却又效果显著的按摩，让江清婉的身体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孕吐的反应彻底消失，紊乱的灵力变得服服帖帖，腹中的胎气也前所未有的安稳。他对洛凡的戒心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点点瓦解，从最初的抗拒到后来的默许，再到如今，他甚至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期待每日这个时间的到来。这种依赖感让他感到恐慌，却又无法自拔。这日，在结束了一次调理后，洛凡并未像往常一样立刻离开。师尊，经过这些10日的调理，你的身体已基本稳固。洛凡看着他潮红未退的脸颊，平静地说道。但若想万无一失，还需进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什么？江清婉的声音有些沙哑。彻底稳固胎气，将你与胎儿的本源灵力彻底融合。洛凡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此法名为同心之印，乃是上古秘法。不过施展此法时会引动你全身修为，一个不慎便有灵力暴走、走火入魔的风险。江清婉的心提了起来，所以需要师尊在施法时完全放开心神，放弃对身体和神魂的全部防御，由我来引导你的灵力运转。你可愿意信我？洛凡的目光灼灼，直视着他的眼睛。完全放开心神，对一个化神境的剑修而言，意味着什么？江清婉比谁都清楚。那等于将自己的性命完全交到了对方手上。若是换作半个月前，他绝对会一剑将这个异想天开的孽徒劈成2半。可是现在，他看着洛凡那双深邃的眼眸，又下意识地抚了抚自己平坦的小腹。为了孩子，良久，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好，我信你。寝殿内，香炉里燃起了安神的檀香。江清婉按照洛凡的指示，盘膝坐在床榻中央，双目紧闭，一点点放开了对身体的控制，放空了所有的心神。一个化神境剑仙，将自己所有的防御毫无保留地向他的仇人敞开。洛凡走到他的身后，缓缓抬起手，将掌心再一次贴在了他光洁的后心上。这一次触感更加清晰，他甚至能感受到他肌理之下那如同溪流般缓缓流淌的灵力。师尊，现在想象你是一片无根的浮萍，而我是你唯一可以停靠的港湾。洛凡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仿佛带着魔力。江清婉的呼吸变得平稳，彻底进入了物我两忘的空灵之境。就是现在，洛凡的眼中一抹幽暗的紫光一闪而逝，他那磅礴如海的魔祖神魂之力伪装成一股柔和精纯的灵力，悄然探入了江清婉的体内。他小心翼翼地引导着江清婉那冰冷的剑源，按照一个玄奥无比的轨迹运转。同时，一丝丝精纯的魔气被他巧妙地混入其中，在他的丹田深处悄无声息地构筑起一个极其隐秘的法印。这法印表面上散发着平和安详的气息，充满了生命力，与胎儿的气息完美契合。
但其核心却是洛凡前世赖以掌控万魔的无上秘法万魔血气的弱化版本。同心印，师尊，接下来请分出一缕你的本命神魂与腹中胎儿的灵性相连，这是为了让他感受到你的爱意。洛凡的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江清婉毫无防备，念头微动，一缕晶莹剔透带着他本源气息的神魂便主动分离出来，朝着那枚法印飞去。嗡！当那一缕神魂完美的融入法印的瞬间，整个法印发出一声极不可闻的清鸣，随即光芒一敛，彻底隐没在他的丹田深处，与他的金丹与那尚未成型的胎儿融为一体，再也不分彼此。成了。洛凡缓缓收回手掌，长舒了一口气。好了，师尊。江清婉缓缓睁开双眼，一道金光从他眸中爆射而出，他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神清气爽，体内灵力奔腾如江河。那困扰了他数十年的化神境中期的瓶颈，竟在此刻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更让他惊喜的是，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腹中那个小生命传来的欢快而亲昵的情绪，那是血脉相连的感觉。他看向洛凡，那双清冷的眼眸中冰雪消融，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柔和。洛凡，多谢你，为师尊分忧，是弟子分内之事。洛凡微笑着接受了他的感谢。然而在他的心底，一个冰冷的声音正在回响第一步完成。通过同心印，他已经能模糊地感知到江清婉所有的情绪波动，喜悦、感激、羞涩尽收眼底。从今往后，这位高高在上的冰山剑仙，喜怒哀乐、生死荣辱，都将在他一念之间。他已经是他网中的鱼。送走江清婉后，洛凡回到偏殿，再也压抑不住体内的力量。他盘膝而坐，将从夏雨欣那里敲诈来的几枚珍稀丹药一口吞下。轰！狂暴的药力在他体内炸开，化作汹涌的灵气洪流，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化海境4重，化海境5重，化海境6重，2个月的时间连破3重。洛凡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距离与夏雨欣约定的治疗之日越来越近了。凌霄殿偏殿之内，洛凡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在空中凝而不散，最终化作点点灵光消散。他睁开眼，双眸之中金光流转，感受着丹田内汹涌澎湃的灵力，化海境6重的修为比预想中还要稳固。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全身骨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算算时间，与那位高傲的丹峰之主约定的日子也该到了。正想着，殿外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清脆软糯的声音：“洛凡师兄，你在里面吗？”殿门被轻轻推开，一道鹅黄色的身影探了进来。来人正是林小棠。洛凡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微微一顿。才2个月不见，这小丫头似乎长大了不少，这是到生长期了，还是在下面嗑药了？只见原本那身还有些宽大的单尸袍，此刻竟被撑得有些紧绷，尤其是胸前不再是当初那青涩的盈盈一握的模样，而是隆起了2座颇具规模的峰峦，随着她的动作勾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少女的腰肢依旧纤细，更反衬出那胸前的饱满与臀后的挺翘，形成了一道完美的 S 型曲线。原本的稚气未脱中平添了几分少女独有的青涩又诱人的风情。这丹峰的伙食当真如此养人。洛凡的目光毫不掩饰，如同带着温度的刻刀在那道曼妙的曲线上来回巡视。林小棠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白皙的脸颊上迅速飞起2团红霞，从脸颊一直蔓延到小巧的耳根。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脯，这个动作让那本就紧绷的衣料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山峰的轮廓愈发鲜明。看什么看？他鼓起腮帮子，气鼓鼓地嘟囔道，声音却细若文瑞，带着一股连自己都未察觉的娇嗔。没见过啊。那模样非但没有半分威慑力，反而像一只炸了毛的小猫，让人忍不住想上手揉搓一番。嘿！洛凡笑出了声，迈步走到他面前。他比林小棠高出1个头还多，此刻居高临下，那股独属于男子的气息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香，将他完全笼罩。林小棠的心跳落了一拍，紧张地向后缩了缩，后背却抵在了冰凉的门框上，退无可退，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洛凡伸出手捏了捏他那仍旧带着婴儿肥的脸蛋，触感滑腻 Q 弹。我们家小棠现在也是个大姑娘了吗？他的声音压低，带着一丝玩味的沙哑，说是不是偷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温热的气息喷在林小棠的耳廓上，激起他一阵细腻的战栗。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反驳，才没有，就是正常吃饭而已。是吗？洛凡的视线缓缓下移，再次落在那片蔚为壮观的起伏上，嘴角的笑意更浓了。看来丹峰的伙食确实非同凡响。说着，他的手掌顺着他的手臂滑下，带着某种熟悉的让他心慌的意图。
林小棠浑身一僵，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向旁边一跳，像只受惊的兔子，险之又险地躲开了那只即将落在自己臀上的大手。不准拍了！他双手捂住身后，脸颊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瞪着洛凡，眼眶里都蒙上了一层水汽。你再拍我就告诉师尊去！这句威胁说的软糯无力，尾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的颤抖，听在洛凡耳中更像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洛凡摊了摊手，一脸无辜。好，不拍，我们家小棠长大了，知道害羞了。他越是这般轻描淡写，林小棠便越是羞愤，偏偏又发作不得。这个坏蛋每次都这样欺负自己。师尊还在等你呢，快走了。林小棠跺了跺脚，不敢再看他，转身就朝殿外跑去。那陶冶式的背影，腰肢款摆，臀儿随着跑动左右晃动，划出2道圆润的弧。洛凡跟在后面不紧不慢，欣赏着这道动人的风景线，养成的快乐果然非同一般。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剑锋，朝着丹峰的后山走去。一路上，林小棠都刻意与洛凡保持着几步的距离，时不时偷偷回头瞄他一眼，见他目光依旧肆无忌惮，又会像被烫到一样迅速转回去，耳根的红晕就没消退过。丹峰后山是一片广阔的药田，各种珍稀灵植在阵法的笼罩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药香。而在药田的尽头，一座古朴的大殿静静矗立。此处是丹峰禁地，平日里除了峰主夏雨欣，无人能够踏足。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残阳如血，将天边染成一片瑰丽的橙红。大殿之内灯火通明，夏雨欣一袭淡紫色长裙，静静地坐在主位之上。她那张冷艳的容颜上，此刻却笼罩着一层肉眼可见的焦躁与不安。她时不时地望向殿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裙摆，将名贵的丝绸捏出道道褶皱。终于，当那2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殿门外时，她猛地站了起来。你还知道来？清冷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怒火与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委屈。再晚一点，你就等着剑锋给你收尸吧。段长虹的毒性比他想象中发作的更加猛烈。自从上次洗澡被看后，这2个月来，每到子时，那股焚心蚀骨的燥热便会准时袭来，再加上脑海中的羞愧画面，使得这毒一次比一次猛烈，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焚烧殆尽。洛凡送的药开始倒是起了些作用，只是最后效果越来越微小，他只能靠着身后的修为强行压制，但这种压制让他本就停滞不前的修为隐隐有了倒退的迹象。洛凡走进大殿，对他的怒火置若罔闻，只是随意地拱了拱手。夏峰主说笑了，这不是还没到子时吗？急什么？他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让夏雨欣气的胸口一阵剧烈起伏，那深合体的长裙将他高挑丰腴的身段包裹得淋漓尽致。此刻随着他的呼吸，胸前那傲人的饱满上下颤动，荡漾开一圈圈惊人的波浪。他肌肤胜雪，头发散在身后，柔滑披肩，上面还有未干的水渍，显然是刚梳洗没多久。他的目光落在洛凡身后的林小棠身上，黛眉微蹙。他挥了挥手，语气恢复了一贯的清冷与不容置疑。小棠，你先下去吧，接下来的事你不宜在场。是，师尊。林小棠虽然好奇，却不敢违逆师命。他担忧地看了洛凡一眼，见他投来一个安心的眼神，这才1步3回头地退了出去。殿门在身后缓缓关闭，发出吱呀一声轻响。林小棠却没有走远，他绕到大殿侧面，寻了一处隐蔽的石缝，那石缝恰好对着殿内的一扇窗户，能将里面的情景看得大概。他不是想偷窥，只是单纯的有些担心。洛凡师兄虽然厉害，但师尊的脾气，万一又打起来怎么办？殿内光线有些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药香和夏雨欣身上散发出的独特的女子体香，2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令人心神摇曳的氛围。此刻这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下洛凡和夏雨欣2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夏雨欣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活了300多年，从未像今天这般将自己的性命与尊严交到一个男人手上，一个还偷窥过她沐浴的无耻之徒。她闭上眼，再睁开时，眼神已经恢复了古井无波的清冷，仿佛又变成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丹峰之主。开始吧。他的声音冰冷，听不出一丝情绪。需要我做什么？洛凡没有回答，而是缓步走到他的面前。他比夏雨欣要矮上半个头，但此刻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掌控一切的气场，却让夏雨欣感到一阵莫名的压迫。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坏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邪气，几分戏谑。夏峰主，别急。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空旷的大殿里。治病救人，总得先看看伤口在哪吧。伤口？夏雨欣一愣，段长虹是奇毒，侵入的是经脉与神魂，哪来的伤口？他正想开口斥责，却见洛凡的目光缓缓地极具侵略性的
落在了他那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淡紫色长裙上。那目光仿佛带着实质的穿透力，让他感觉自己的衣物正在被一层层剥开，每一寸肌肤都暴露在那灼热的视线之下。一股巨大的羞辱感涌上心头。你什么意思啊？夏雨欣的声音在颤抖。洛凡脸上的笑容更盛，他向前又踏了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到几乎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伸出一根手指，轻轻点在夏雨欣胸前衣襟的盘扣上，隔着衣料能清晰地感受到脐下机体的温热与柔软。夏雨欣的身体猛地一颤，发出一声压抑的抽泣声，仿佛被电流击中。意思就是，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同恶魔的低语，充满了不容抗拒的蛊惑。想让我救你，总得让我看看这毒到底把你的身体侵蚀到什么地步。夏风主，请吧。大殿之内，烛火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在墙壁上交织晃动。空气中那奇异的混合香气，似乎也因为洛凡那句话而变得更加浓稠，几乎要凝成实质，钻入人的口鼻，搅乱心神。夏雨欣那张冷艳的脸上血色尽退，只剩下一片苍白。他死死地盯着洛凡，那双总是古井无波的凤眸中第一次流露出惊惶与羞愤交织的剧烈波动。你无耻！他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尖锐，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闻的颤抖。洛凡却像是完全没感受到他的怒火，依旧是那副气死人不偿命的坏笑模样。他甚至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眼神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他起伏的胸口和纤细的腰肢上扫过。夏风主，此言差矣。我是个大夫，在我眼里，你只是个病人。治病救人讲究望闻问切，你这毒已经深入骨髓，毒气如复古之居，早已非寻常丹药可解。毒素浸染经脉，流遍周身肌肤，若不一寸寸探明毒素流向，我如何下针？他摊了摊手，语气里满是我这都是为了你好的无辜与坦然。难道夏风主想让我隔着你这身名贵的长裙，盲人摸象不成？万一我失了分寸，刺错了穴位，引得毒气攻心，到那时可就不是毁你清白那么简单了，而是要你的命。你是要清白，还是要命？这番话句句诛心，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柄重锤，狠狠砸在夏雨欣的心房上。他当然要命，被段长虹折磨了多年，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可是要他在一个男人面前，在一个偷看过自己洗澡的无耻之徒面前脱光衣服，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你看伤口便看，脱衣服做什么？夏雨欣色厉内荏的喝道，攥紧的拳头指节泛白，身体因为屈辱而微微发抖。都说了，你全身都是伤口。洛凡的耐心似乎用尽了，他脸上的笑容收敛，声音也冷了下来。夏风主，我的时间很宝贵，子时一到，毒性爆发，就算是我也得多费数倍手脚。你若是不愿意，大可以现在就请我出去。只不过下次你再求我的时候，这诊金可就不是几株药材那么简单了。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夏雨欣气得浑身发抖，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荡漾开一圈圈惊心动魄的弧度。他瞪着洛凡，恨不得用眼神将他千刀万剐，但他看到的只是那双深邃眼眸里的戏谑与冷漠。他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他只是在享受这种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感。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殿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只剩下几颗零落的星辰。夏雨欣能感觉到体内的那股燥热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像一条蛰伏的毒蛇，随时准备苏醒，将他的理智吞噬。他没有选择了。良久，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夏雨欣闭上了眼，长长的睫毛颤抖着，掩去了眼底所有的挣扎与屈辱。你转过去。他的声音细若文瑞，沙哑的不成样子。洛凡嘴角重新勾起一抹胜利的弧度，听话的转过身，背对着他。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擦声，那声音很轻，但在此时寂静的大殿里，却如同惊雷，清晰地敲在洛凡的心上，也敲在殿外某个偷听者的耳膜上。夏雨欣的手在抖，解开盘扣的动作明明做过无数次，此刻却笨拙得不像话。冰凉的空气接触到肌肤，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淡紫色的长裙从香肩滑落，堆叠在脚边，像一朵凋零的紫罗兰。只剩下一身雪白的亵衣，紧紧包裹着她玲珑浮凸的曲线。她咬着下唇，唇瓣被咬得发白，几乎要渗出血来。最终，她双手环在胸前，缓缓吞下了最后一道屏障。好了，那声音里带着认命般的绝望。洛凡缓缓转过身，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都为之医治。昏黄的烛光下，一具完美的玉体就那样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他面前。他背对着他，雪白光洁的背脊形成一道柔美而诱人的弧线，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再往下是浑圆挺翘的蜜桃，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那微微凸起的蝴蝶骨，宛若一只被折断翅膀即将坠落凡尘的蝴蝶。
圣洁与妖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身上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洛凡走到他的身后，一股独特的混合着药香和女子体香的气味更加浓郁，让他体内的血液都开始加速奔流。他伸出手，冰凉的指尖故意在他光洁如玉的背脊上，从修长的脖颈开始，顺着脊骨缓缓向下滑动。夏风主，放轻松。洛凡的唇贴在他的耳廓边，灼热的呼吸喷在上面，声音低沉而沙哑，充满了蛊惑的魔力。身体这么僵硬，气血不畅，会影响治疗效果的。来，深呼吸。他的一只手顺势环住了他不盈一握的腰肢，将他柔软的身体固定住，另一只手则取出了早已备好的银针。我要开始了。话音落下，他指尖一弹，一根闪烁着寒光的银针精准地刺入了他背后的风门穴。夏雨欣吃痛，身体又是一僵，洛凡却没有停下，手指翻飞，一根根银针带着破空之声，接连不断地刺入肺俞、心俞、膈俞等各大穴位。夏雨欣紧咬着牙，将所有的痛呼都咽回肚子里。随着最后一根银针刺入，洛凡沉喝一声：“凝神，抱元守一。”说罢，他双掌齐出，贴在了夏雨欣光洁的背上。掌心传来的灼热温度让夏雨欣又是一声闷哼，一股磅礴精纯的灵力顺着银针和掌心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体内。那灵力霸道无比，像一条横冲直撞的火龙，在他干涸枯竭的经脉中肆意冲刷。段长红的毒素在他的经脉中盘踞百年，早已与他的气血融为一体。此刻被这股外来的霸道力量一冲，立刻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治疗正式开始。大殿之外，石缝后的林小棠已经看得呆了，他的小脸涨得通红，心脏砰砰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看到了，他居然看到了师尊的身体。虽然只是背影，但那完美的曲线，那雪白的肌肤依旧带给他巨大的视觉冲击。原来女人的身体是这个样子的。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落在自己那被撑得紧绷的胸脯上，又摸了摸自己依旧纤细的腰，一股莫名的酸酸的感觉涌上心头。殿内的治疗还在继续，时间在煎熬中缓缓流逝。很快，夜色渐深，子时将至。洛凡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而夏雨欣的情况却变得越来越不对劲。断肠红积压百年的毒性，在洛凡的强力逼迫下，终于开始进行最猛烈的反扑。而它的副作用，那焚心蚀骨的催情效果，也随之如同火山般轰然爆发。洛凡，夏雨欣的神智开始模糊，他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你今日若是敢毁我清白，我必杀你。”这句最后的警告说得软弱无力，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哀鸣。闭嘴，凝神。洛凡低喝一声，假意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淬心丹，塞入他的口中。这是清心静气的丹药，快咽下去。夏雨欣下意识地将丹药咽下，然而那丹药入腹，非但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反而像是火上浇油，让他体内的燥热更加凶猛。啊，好热，我好热！百年的压抑，百年的煎熬，在这一刻化作了吞噬一切的欲望洪流。该死！这毒性积累太久，已经不是丹药能压制的了。洛凡恰到好处地发出一声咒骂，仿佛也对此束手无策。而就在此时，异变陡生，夏雨欣猛地转过身来，那张冷艳的容颜此刻布满了动情的潮红，一双凤眸水光潋滟，迷离如雾，再无半分清冷，只剩下最原始最赤裸的渴望。给我！他的朱唇轻启，吐气如兰，那声音媚到了骨子里。我好难受，求你！他伸出手托起他滚烫的脸颊，声音沙哑：夏风主，这可是你自找的。是我自找的，要好好怜爱。殿外石缝之后，林小棠将殿内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他的小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才没有惊呼出声。这种现场教学，她这种少女还是第一次见到，怎能不紧张？她的小脸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只觉得一股热流从小腹处升起，迅速传遍四肢百骸。她的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放在了自己胸前，无意识地在衣料上画着圈，双腿不自觉地夹紧，看着殿内那两人身影，听着师尊那闻所未闻的令人面红耳赤的呻吟。林小棠咬紧了嘴唇，心中翻江倒海，最终只会成了一句带着哭腔的暗骂：狗男女。晨曦透过窗棂，在大殿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洛凡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双眼，肩膀上有些沉，还带着温热的触感。他侧过头，一张恬静的睡颜便映入眼帘。夏雨欣像一只温顺的猫，蜷缩在他的怀里。平日里总是梳理的一丝不苟的青丝，此刻如瀑般铺散在床榻和他的胸膛上，几缕发丝还调皮地粘在他因熟睡而泛着红晕的脸颊上。他的一只手臂紧紧环着他的腰，
似乎在睡梦中也在寻求着某种依靠。那张冷艳的容颜此刻褪去了所有的冰冷与孤傲，嘴唇微微嘟着，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呼吸均匀而绵长，温热的鼻息一下下地喷在他的胸口，带着一股奇异的痒。空气中还残留着昨夜疯狂过后药香与女子体香交织的迷你气息。洛凡的目光从他恬静的睡颜缓缓下移，被褥滑落了一半，露出了他大片光洁的背脊，以及那圆润而挺翘的满月弧线。随着他平稳的呼吸，那完美的曲线也在轻微起伏。这哪里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生人勿近的丹峰之主？洛凡的指尖动了动，正想悄无声息地抽身离开，怀中的人儿却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呢喃。那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与慵懒，还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满足。夏雨欣的长睫毛如同蝶一般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起初他的眼神还有些迷茫，像是蒙着一层薄雾的湖面，倒映着近在咫尺的洛凡那张带着玩味笑容的脸。他眨了眨眼，似乎还没完全从沉睡中苏醒，然后他的视线缓缓下移，看到了自己紧紧抱着对方腰身的手臂，看到了床榻上那一片狼藉和点点刺目的嫣红。脑海中无数破碎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按在丹炉上，双腿无力的颤抖，跪在他的身前，被迫仰起头，口中的香唾干露顺着嘴角滑落，在他身下婉转成欢，发出连自己都觉得陌生的破碎的嘤鸣。啊！一声短促的尖叫，迷茫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与骇然。夏雨欣的瞳孔骤然收缩，仿佛被人用针狠狠扎了一下。他猛地松开手，像是触碰到了什么肮脏的东西，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直到后背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身上传来一阵凉意。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竟是一丝不挂，一股巨大的羞耻感瞬间将他淹没。他尖叫着抓过散落在床边的淡紫色长裙，胡乱地裹在身上，遮住那大片暴露在空气中的雪白肌肤。短暂的死寂之后，他的目光重新落在了洛凡身上。那双漂亮的凤眸里，昨夜的迷离与情动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冰冷刺骨的杀意与滔天的羞愤。枪！一声清脆的剑鸣，一把通体碧绿的长剑凭空出现在他手中，剑身流光溢彩，散发着骇人的凌厉波动。那是他的本命仙剑碧落。剑尖直指洛凡的咽喉，剑气森然，让周围的空气都下降了好几度。你回我清白。他的声音冰冷的像是从九幽之下传来，每一个字都带着刻骨的恨意，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微微颤抖。今天你必须死。话音未落，他手腕用力，碧绿的剑尖便带着一股决绝的杀意，朝着洛凡的喉咙刺了过去。他不能让这件事传出去，绝不能。他堂堂丹峰之主，正道赫赫有名的炼丹宗师，居然被一个无耻小贼夺去了完璧之身，还与他荒唐了一整夜。若是此事泄露，他的名节，他的尊严将荡然无存，他会成为整个宗门乃至整个修真界的笑柄。唯有杀人灭口，才能将这桩奇耻大辱永远的掩埋。然而面对这致命的一剑，洛凡却依旧好整以暇地躺在床上。他甚至还有闲心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仿佛那悬在咽喉之上的不是能瞬间取他性命的仙剑，而是一根无关痛痒的稻草。夏峰主一大早就这么大火气，对身体可不好。他慢悠悠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慵懒。就在剑尖即将触碰到他皮肤的刹那，他从散乱的衣物中摸出了一枚眼熟的玉牌。夏雨欣的动作一顿，惊疑不定地看着那枚玉牌，那是江清婉的本命剑气玉牌。你想干什么？他厉声喝问，心中的不安却在迅速扩大。洛凡没有回答，只是将玉牌举到眼前，对着他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抹邪气的笑容。夏峰主想杀我，你可能得先问问我师尊，他答不答应。话音刚落，他屈指一弹，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在大殿内响起，玉牌应声而碎，化作一道璀璨的流光，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殿顶。你！夏雨欣又惊又怒，他没想到洛凡竟如此果决，直接捏碎了玉牌。几乎就在玉牌破碎的同一瞬间，嗡！一股无比清冷、霸道绝伦的剑意，如同一座无形的冰山轰然降临，将整个大殿彻底锁定。殿内的温度骤降至冰点，墙壁和地面上甚至凝结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夏雨欣只觉得一股泰山压顶般的恐怖威压笼罩了自己，让他呼吸一滞，握剑的手都开始不稳。这股剑意是江清婉。一道白色的身影仿佛跨越了空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殿门。江清婉一袭白衣，长发披散，神情冷若冰霜。当他的目光扫过殿内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凌乱不堪的床榻，空气中暧昧不清的气味，衣衫不整的洛凡，以及同样衣衫凌乱、
手持长剑指着洛凡的夏雨欣。这一幕信息量实在太大，江清婉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冰冷转为铁青，再从铁青化作一片煞白。他那双总是清冷如古井的眸子里，此刻掀起了滔天巨浪，震惊、愤怒、失望，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最终化作一股足以冻结灵魂的寒意。他的视线死死地锁在洛凡身上，那目光像是要将他凌迟处死。洛凡，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一时间，大殿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一个要杀人灭口的夏雨欣，一个怒火滔天的江清婉，2个化神境的大佬都对他动了杀心。这可真是刺激，这情况可比当年10大高手围杀他要刺激得多。他到现在还依稀记得上次江清婉散发这种气息时，他与林小棠在一起，而这次。然而就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洛凡的身体却猛地一震，一股极其庞大、极其精纯的能量毫无征兆地从他的丹田深处爆发出来，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冲向他的四肢百骸。这股能量炙热而狂暴，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生命本源气息。是段长虹的毒，不是毒性被他魔祖肢体转化后的本源能量。洛凡立刻明白了，昨夜他与夏雨欣双修，以自身魔元为引，不仅解了他的毒，更是将他300年来因毒性而郁结在体内的所有精元全部引爆，然后通过最原始的方式尽数吸纳入了自己体内。这股能量实在太过庞大，庞大到远远超出了他化海境6重所能承受的极限。洛凡闷哼一声，只觉得全身的经脉像是要被撑爆了一般，剧痛难忍。但他脸上的表情却不是痛苦，而是狂喜。给我破！他心中怒吼一声，疯狂运转万魔式天诀，引导着那股狂暴的能量狠狠地撞向化海境的瓶颈。轰！一声无形的巨响在他体内炸开，那坚不可摧的瓶颈在这股蛮横的力量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冲得支离破碎。一股远比之前强大10倍不止的气势从洛凡身上冲天而起。大殿之内灵气暴动，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狂风呼啸，吹得殿内的桌椅物件东倒西歪。江清婉和夏雨欣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他们震惊地看着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只见他全身皮肤泛起淡淡的金光，丹田的位置更是亮如耀日，一颗龙眼大小、金光璀璨的丹丸正在飞速凝聚成型。化海化丹，一步登天，这是要当场凝聚金丹。凝！洛凡双目圆睁，暴喝一声，那颗金丹滴溜溜一转，爆发出万丈金光，将整个大殿都染成了一片金色。他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瞬间就稳固在了凝丹境一重。成了！洛凡长长吐出一口带着金芒的浊气，感受着体内奔腾咆哮的焕然一新的力量，心中畅快到了极点。他这才彻底明白，这段长虹根本就不是什么原本的段长虹，而是一种被改装的极其恶毒歹毒的炉鼎炼制之法。中毒者会沦为完美的炉鼎，修为停滞，一身精气神都会在破身之后被采补者吸收殆尽，为他人做嫁衣。若非他有魔血滋养，能转化魔教万毒，换作任何一个正道修士，胆敢吸收这股混杂着奇毒的庞大能量，唯一的下场就是当场爆体而亡，神魂俱灭。而他不仅白得了一个化神境大佬300年的完璧之身，还因祸得福，一步登天，直接从化海境突破到了凝丹境。倒是要好好感谢一下种下此毒的这个魔道后辈了，真他妈是个天才。这笔买卖血赚。洛凡缓缓坐起身，无视了身上凌乱的衣物，目光扫过殿内2个因为震惊而呆立当场的绝色女子，嘴角的笑容愈发玩味。一个要杀他灭口的丹峰之主，一个误会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冰山师尊，这修罗场该怎么收场呢？大殿内的金色光芒缓缓敛去，空气中爆裂的灵气也渐渐平息。然而那足以将人冻成冰雕的寒意却不减反增。江清婉就站在殿门处，一袭白衣，纤尘不染，却仿佛与周遭这片狼藉格格不入。他的目光如2把淬了寒冰的利剑，先是扫过那凌乱不堪，甚至还残留着几点刺目嫣红的床榻，又扫过那空气中还未散尽的混合着药香与迷迷体香的暧昧气味。最后他的视线定格在2个人身上，一个是赤着上身好整以暇坐在床上，嘴角还噙着一抹玩味笑意的洛凡，另一个是抓着一件淡紫色长裙胡乱裹在身前，发丝凌乱，满脸羞愤与杀意的夏雨欣。夏雨欣握着本命仙剑碧落的手，在江清婉出现的瞬间便僵在了半空。3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寂静的大殿内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所有人都牢牢困住，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江清婉的脸色从冰冷转为铁青，再从铁青化作一片毫无血色的煞白。他那双总是清冷如万年寒潭的眸子里，此刻正掀起着滔天巨浪。你们！
清冷的声音响起，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每个字都像是从冰川的缝隙里挤出来的，砸在地上都能结成冰。在做什么？这句问话比夏雨欣那致命的剑尖还要冰冷，还要刺骨。夏雨欣被这道目光看得浑身一颤，滔天的羞愤与屈辱涌上心头。他想解释，想嘶吼，想告诉这位剑锋之主，是他的好徒弟毁了自己的一切。可话到嘴边，看着眼前这荒唐的景象，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怎么解释？说自己被一个化海境的小辈给强占了，说他堂堂丹峰之主，一个化神境大能，反抗不了一个内门弟子。这话说出去，谁会信？只会让他沦为更大的笑柄。就在夏雨欣气血攻心，一张俏脸涨得通红，几乎要晕厥过去的时候，洛凡动了。他丝毫不在意自己赤裸的上半身，甚至还当着2位化神境大佬的面伸了个懒腰，露出一身线条流畅、不带一丝赘肉的精壮身躯。然后他才慢悠悠地披上散落在一旁的外衣，从床上站了起来，对着门口那尊即将爆发的冰山露出了一个无辜的笑容。师尊，你来得正好。他开口了，语气轻松的仿佛在谈论天气。我这不是看夏峰主恶疾缠身，痛苦难当，所以才出手为他治疗吗？您瞧，刚刚正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这场面是有些不雅。治疗？江清婉冷笑一声，那笑声里没有半分暖意，只有刺骨的寒风。他的目光锐利如鹰，瞬间就锁定了洛凡身上那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已经稳固在凝丹境一众的磅礴气息。那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江清婉的声音陡然拔高，剑意如潮水般压向夏雨欣，整个大殿的墙壁都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夏师姐，这就是你丹峰的待客之道吗？我剑锋的弟子不过是来你这儿讨几枚丹药，你竟然用它来当你的炉鼎，助你突破瓶颈。炉鼎2字一出，夏雨欣的脑子嗡的一声，彻底炸了。他被江清婉这句话噎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气得浑身发抖，连握剑的力气都快没了。这都什么跟什么？明明是他吃了天大的亏，是他被这个无耻小贼夺了300年的完璧之身，一身精元被吞噬殆尽，修为都隐隐有了倒退的迹象。怎么到了江清婉嘴里，反倒成了自己占了便宜，拿他的宝贝徒弟当炉鼎了？你胡说！夏雨欣终于忍不住尖叫起来，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指向洛凡，声音凄厉：是他强迫我的，是他用卑劣的手段趁我毒发毁了我的清白。然而他这番在旁人听来更像是狡辩的控诉，只换来了洛凡一副比窦娥还冤的委屈表情。只见洛凡立刻转身对着江清婉一摊手，满脸的痛心疾首：夏峰主，你可要讲天地良心啊！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被冤枉的悲愤。昨夜是谁毒性发作，神志不清，衣衫尽退，死死抱着我不放，哭着喊着求我帮你解毒的？又是谁在我耳边用那般羞人的声音求我怜爱他的？我洛凡虽然修为低微，但也算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眼看你就要爆体而亡，在你那化神修为的威胁之下，我才不惜牺牲自己的清白，舍身救你一命。你怎么能如此恩将仇报，反咬一口呢？说到最后，他甚至还挤出了几滴屈辱的眼泪，转向江清婉，哽咽道：师尊，夏峰主他欺人太甚，你可要为徒儿做主啊！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表演直接把夏雨欣看傻了。他张着嘴呆呆地看着洛凡，一时间竟忘了愤怒，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无耻，卑鄙，下流。他活了300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江清婉的目光在洛凡委屈至极的脸和夏雨欣气急败坏的脸之间来回扫视，他心中的天平几乎在瞬间就完成了倾斜。一个是自己的徒弟，是自己悉心培养的弟子，另一个是素来与自己不和的丹峰之主，该信谁，不言而喻。更何况洛凡的说辞确实比夏雨欣的指控听上去合理得多。毕竟一个刚到凝丹境的弟子，怎么可能强迫一个化神境？夏师姐，江清婉再次开口，声音已经恢复了古井无波的清冷，但那股笼罩着夏雨欣的恐怖剑意却越发凝实。此事到此为止，我的弟子无论对错，都轮不到你来动他一根手指头，我自会带回去，好生管教。他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若再有下次，休怪我江清婉剑下无情。话音落下，他不再看夏雨欣一眼，径直走到洛凡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那纤纤玉手冰凉刺骨，力道却大得惊人。我们走。被江清婉拽着向外走去，洛凡还不忘回头，给了实话当场的夏雨欣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那眼神里有得意，有挑衅，还有一丝只有夏雨欣能看懂的名为掌控的信号。砰！殿门被重重关上，空旷的大殿内只剩下夏雨欣一个人。他呆立了许久，才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手中的碧落仙剑也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失神地看着自己身上那件被胡乱裹着的长裙，看着床榻上那片刺目的红，看着自己手臂上、大腿内侧那一片片青紫的暧昧痕迹，眼泪终于不争气地决堤而出。他失了身，被夺走了一身精元，修为倒退，还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一个用人当炉鼎的黑锅。最关键的是，昨夜的疯狂虽然让他痛苦屈辱，却也实实在在地将那折磨了他100年的断肠红旗毒压制了下去。他能感觉到那股毒素并未根除，只是暂时蛰伏了起来，而能解这毒的普天之下似乎只有那个刚刚离去的无耻之徒洛凡。回去的路上，江清婉一言不发，他只是死死地拽着洛凡的手腕，御剑飞行，速度快得吓人，凛冽的罡风刮在脸上，像是刀子一样。洛凡好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都被他那张冰山一样的侧脸给冻了回去。直到回到凌霄峰，进入那间只属于他和他的凌霄殿，江清婉才猛地甩开他的手。大殿的门轰的一声自动关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殿内气氛再次降至冰点。江清婉转过身，一双青眸死死地盯着他，那目光像是要将他的灵魂都看穿。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很轻，却比在丹峰时更加冰冷，带着一股审讯的意味。洛凡看着他这副模样，非但没有半点紧张，反而觉得有些好笑。他向前一步，凑到江清婉面前，鼻尖几乎要碰到他的鼻尖，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那股独有的如雪莲般的清冷体香。他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邪气的笑意，在他耳边轻轻吹了口气。师尊，你这是吃醋了？温热的气息喷在敏感的耳廓上，带来一阵细微的痒。江清婉的身子猛地一僵，一股奇异的酥麻感从耳朵瞬间窜遍全身。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竟唰的一下飞起2片动人的红霞，连带着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粉色。胡说！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后退一步，又羞又怒地呵斥道：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弟子在外面惹是生非，败坏我剑锋的名声。他强行解释着，可那慌乱闪烁的眼神和微微发颤的语调，却彻底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哦，只是为了剑锋的名声吗？洛凡嘴角的弧度更大了，他再次逼近，将江清婉逼到了殿内的梁柱前，退无可退。他抬起手，用指背轻轻蹭过他那泛红发烫的脸颊，感受着那细腻滑嫩的触感。师尊，你放心。他的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清晰地传进他的耳朵里。我的身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只属于师尊一个人。他顿了顿，看着他因自己这句话而骤然收缩的瞳孔，继续用那能让任何女人心慌意乱的语调补充了一句：昨晚在丹峰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意外。江清婉彻底乱了，心跳如肋骨，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看着眼前这张俊美的过分的脸，看着他那双深邃的仿佛能将人吸进去的黑眸，第一次有了种落荒而逃的冲动。你无耻！他憋了半天，最终也只能挤出这句毫无威慑力的话，然后猛地推开洛凡，转身就逃也似的冲进了内殿，仿佛身后有洪水猛兽在追赶。洛凡看着他那略显狼狈的背影，心情畅快到了极点。经此一役，他不仅因祸得福，一步登天，凝聚金丹，更是将夏雨欣那个高傲的丹峰之主彻底拉上了自己的贼船。以后这丹峰不就成了他的后花园？丹药还不任他予取予求，而自己这位冰山师尊也被自己拿捏得死死的。这笔买卖血赚。感受着丹田内那颗金光璀璨、充满爆炸性力量的金丹，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容。修为已到凝丹境，也是时候去取回自己前世留下的第一份宝藏了。那个地方可还藏着一个了不得的惊喜在等着他呢。凌霄殿内，空气里还残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粉色气息，与殿中万年不化的冰冷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暧昧。洛凡好整以暇地靠在通往内殿的门框上，看着那扇紧闭的殿门，嘴角噙着一抹坏笑。他知道自己那位冰山师尊此刻就在门后，心乱如麻。方才他那逃也似的狼狈背影，比起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剑邪模样，可是要有趣多了。他抬手不轻不重地敲了敲门，咚咚咚。师尊，徒儿有事禀报。门内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回应。洛凡也不着急，慢悠悠地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清晰地传进去。徒儿刚刚侥幸突破至凝丹境，根基尚浅，气息虚浮，想去宗门外的黑风谷历练一番。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懒洋洋的调子，斩杀些不长眼的妖兽，正好可以用来巩固修为，还请师尊恩准。又是长久的沉默。就在洛凡以为他打算一直装死的时候，门后终于传来一道清冷中带着一丝压抑着情绪的嗓音：黑风谷。江清婉的声音仿佛隔着一层冰，那里妖兽横行，阴风刺骨，核心地带甚至有堪比凝丹后期的妖王出没。你一个刚刚凝丹一众的弟子进去，与送死何异？哦。洛凡轻笑一声，
将身体的重量都倚在门框上，姿态慵懒。师尊这是在担心徒儿的安危吗？放肆！门内立刻传来一声又羞又怒的呵斥。我只是不希望我剑锋的弟子死在外面，平白丢了凌霄峰的脸面。这心口不一的模样，真是百看不厌。洛凡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嘴唇，压低了声音，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音量说道：“师尊大人，您放心，徒儿惜命得很。再说了，温室里养不出参天大树，暖房里也开不出傲雪寒梅。您也不希望您未来的道侣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吧？”你门后的呼吸猛地一滞，紧接着便是一阵细微的衣物摩擦的声响，似乎是气得不轻。洛凡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那张冰山一样的俏脸上是如何布满了动人的红霞，那双清冷的凤眸里又是如何燃烧着羞愤的火焰。要去便去。许久，江清婉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声音冷得像是要掉下冰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若死在外面，尸骨我会替你收的。多谢师尊。”洛凡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不再继续撩拨。他直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转身向殿外走去。那徒儿这就去了。直到洛凡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内殿的门才吱呀一声被拉开一道缝隙。江清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俏脸上的红晕还未完全褪去，一双青眸复杂地望着空无一人的大殿，贝齿轻咬着下唇。这个混蛋！他心中暗骂一句，可不知为何，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方才他那句未来的道侣。一股异样的燥热从心底升起，让他本就狂乱的心跳又漏了一拍。不行，不能让他一个人去。那个夏雨欣明显对他恨之入骨，谁知道会不会在背后下黑手？而且他刚刚突破，修为不稳，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我和肚中胎儿该如何是好？最终，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身形一闪，化作一道几乎与空气融为一体的流光，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洛凡御剑而行，速度不快不慢。他当然知道，江清婉那个傲娇的女人，嘴上说的再绝情，身体却诚实得很，肯定会偷偷跟在后面有些东西。是时候该让他无意间看一看了。他此行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什么斩杀妖兽巩固修为，而是为了去取回自己前世留下的第一份遗产。想当初，他还是魔祖洛九幽之时，为了扩张势力、颠覆正道，曾在大陆各处都留下了类似的传承之地。这些传承之地名为传承，实为陷阱，里面放置着大量的功法、丹药、灵石，足以让任何一个走投无路的散修或心怀野望的弟子一夜暴富，修为大增。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想要获得传承的人都必须跪在魔祖神像前，接受一场赐福仪式。而那所谓的赐福，便是在其灵魂深处种下一枚无法察觉、无法剔除的魂印。从此以后，这些人的生死、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将由他洛九幽一念掌控。这也是他当年能够以一己之力搅动整个大陆风云，让无数正道宗门闻风丧胆的底牌之一。手下掌控着无数明里暗里的强者，上至一方巨擘，下至贩夫走卒，构成一张笼罩整个大陆的天罗地网。当然，这种歹毒的魂印对他自己自然是无效的。他有上百种方法可以悄无声息地破解掉其中的禁制，将里面的宝物安全地取出来。思绪间，黑风谷已然在望。这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巨大山谷，终年被灰黑色的瘴气笼罩，谷中狂风呼啸，声音如同鬼哭狼嚎，令人不寒而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血腥味和妖兽身上独有的腥骚气，寻常弟子光是站在这谷口，便会觉得头晕目眩，灵力运转不畅。洛凡却像是回到自己家后花园一样，神色自若地降下飞剑，徒步走入谷中。远处云层之上，江清婉隐匿着身形，一双青眸紧紧锁定着下方那道不疾不徐的身影。他的心不知为何越发的不安起来。按理说，历练弟子进入黑风谷都会选择在外围猎杀一些低阶妖兽，一边适应环境，一边赚取功勋。可洛凡，他竟然对那些路边唾手可得的百年灵草视而不见，甚至连几头主动扑上来的二阶妖兽都被他随手一指弹飞，丝毫没有斩杀的意思。他的目标性太强了，就好像他不是来历练的，而是来寻宝的。江清婉的眉头越蹙越紧。只见洛凡一路深入，穿过妖兽嘶吼不绝的外围，走进了人迹罕至的山谷深处。最终，他在一处毫不起眼的乱石堆前停下了脚步。这里瘴气浓郁，灵气稀薄，周围连根杂草都没有，完全不像是有宝物出世的样子。他想做什么？江清婉心中的疑惑达到了顶点。下一刻，他便看到让他此生都难以忘怀的一幕。只见洛凡站在乱石堆前，双手忽然抬起，食指翻飞，结出一连串无比繁复、无比诡异的印法。那每一道手印都仿佛蕴含着某种来自太古洪荒的邪异力量，每一次变换
都让周围的空气发出一阵阵不堪重负的哀鸣，一股纯粹到极致的、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黑暗魔气从他的指尖弥漫开来。这不是正道功法，甚至不是寻常的魔道功法。这股气息，江清婉的瞳孔骤然收缩到了极致。他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一幕画面，那是100年前正魔大战最激烈的时候，他曾远远地看过一眼那个立于亿万魔军之上，以一己之力抗衡数位正道化神老祖的男人。那个男人便是魔道至尊洛九幽。当时他抬手之间打出的印法，释放出的气息，就与眼前洛凡所用一模一样。不可能！江清婉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至冲天灵盖，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他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才没有让那声惊恐的尖叫脱口而出。一个荒谬到让他无法呼吸的可怕猜测，如同疯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了他的心脏，让他几乎要窒息。洛凡是洛九幽，他的徒弟，他腹中孩儿的父亲是那个杀人如麻、血洗了半个大陆、毁他清白的魔头。就在江清婉心神俱震、道心几乎要崩溃的瞬间，洛凡打出了最后一个印法，嗡！乱石堆前方的空间发出一阵水波般的涟漪，紧接着一个漆黑的、不断旋转着的漩涡洞口凭空出现，阴冷、死寂，充满了不祥与邪恶的气息从洞口中狂涌而出。洛凡看都没看一眼，便抬脚走了进去。洞口在他身后缓缓闭合，乱石堆又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留下云层之上那个脸色煞白如纸、浑身颤抖不止的绝美女子。洞口之内别有洞天，这是一座无比巨大的地下宫殿，四周的墙壁上镶嵌着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将整个宫殿照得亮如白昼。宫殿正中央是一座高大的石台，石台上堆放着小山一般闪烁着各色光芒的灵石，粗略一数至少有数百万之巨。灵石旁边是上百个码放的整整齐齐的玉瓶，里面装满了各种早已在外界绝迹的极品丹药，而在丹药和灵石的最顶端则插着一把剑，一把通体漆黑，剑身之上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哀嚎的魔剑，剑柄处雕刻着2个古老的魔纹，噬魂。洛凡的目光直接掠过了那些足以让任何修士疯狂的灵石和丹药，落在了那把剑上。噬魂剑，这曾是他前世早期所用的配件，以吞噬强者的灵魂来提升品阶，威力无穷。虽然后来有了更强的本命魔兵，但这把剑也算得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凶器。嗡！噬魂剑入手，一阵冰凉的触感顺着掌心直窜天灵盖，剑身发出满足的低鸣，仿佛一头沉睡万年的凶兽终于嗅到了主人的气息。剑身上无数哀嚎的魂魄虚影翻涌，却在接触到洛凡气息的瞬间变得无比温顺。洛凡手只轻轻拂过漆黑的剑身，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让他几乎要发出一声舒畅的叹息。老朋友，别来无恙。他话音未落，一股足以让化神境修士肝胆俱裂的恐怖威压骤然从洞口灌入，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岳狠狠地压在了这座地下宫殿之上。咔嚓咔嚓，宫殿墙壁上的夜明珠在这股威压下尽数崩裂，光芒瞬间暗淡，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昏暗，只有石台上那堆积如山的灵石还在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洛凡心中一沉，猛地转过身，洞口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那是一个身穿黑袍、面容清瘦的中年男人，2道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两侧一直延伸到嘴角，下巴上留着一撮精明的山羊须。他双手负在身后，其中一只手不紧不慢地捻动着一串乌黑的佛珠，眼神锐利如鹰，正直勾勾地锁定着洛凡以及他手中的噬魂剑。反虚境，这股气息绝对是反虚境的大能。洛凡的脑海中电光石火间便浮现出了此人的所有信息：天玄宗执法长老赵无极，一个以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著称于世的老家伙。但洛凡的记忆告诉他，这副道貌岸然的皮囊下藏着的是一颗何等贪婪、伪善、狠辣的心。更重要的是，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当年围攻他洛九幽的正道高手中就有这个老东西，想不到第一个找上门来的会是你。洛凡在心里冷笑。赵无极今日原本只是照例巡查宗门地界，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从黑风谷深处一闪而逝的精纯魔气。他立刻赶来，正好看到洛凡从空间漩涡中走出，进入此地。当他的目光落在洛凡手中的噬魂剑上时，他那张古井无波的脸终于变了颜色。这把剑，这把通体漆黑、剑柄上刻着2个古老魔纹的凶剑，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当年镇魔大战，那个立于亿万魔军之上的男人曾用这把剑一剑便吞噬了一位同境界的反虚大能的全部神魂。小子，赵无极终于开口，声音像是2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审判意味。你究竟是谁？他向前踏出一步，
整个宫殿都随之震颤了一下。那如山岳般的威压，瞬间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洛凡一人身上。噗！洛凡只觉得胸口一闷，一口逆血差点喷出，双腿一软，险些当场跪下。宁丹镜一众在反虚镜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赵无极的目光从噬魂剑上移开，落在了洛凡那张即使在重压之下，依旧带着几分邪气的俊脸上。凌霄峰的内门弟子洛凡，对吧？赵无极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玩味。宗门大比上，我倒是留意过你。说说看，一个宁丹境的小娃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何会持有魔祖洛九幽的佩剑？他的声音越来越冷，杀机如同实质的寒冰，将洛凡周身的空气都冻结了。你和那魔头是什么关系？151全部说出来。若有半句虚言，赵无极捻动佛珠的手指一顿，眼中寒光爆射。老夫便让你尝尝我执法堂抽魂炼魄的滋味。威压再次加重，洛凡的骨骼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咯吱声，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滚落。他的身形剧烈摇晃，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压成一滩肉泥。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恐惧，反而缓缓地抬起头，咧开嘴，露出一个充满了嘲弄和不屑的笑容。他笑了，笑声沙哑，却充满了穿透力。老东西，100多年不见，你这耀武扬威的臭毛病还是一点没变啊！赵无极的瞳孔猛地一缩，洛凡迎着他那惊疑不定的目光，用尽全身力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是谁？我他妈是你爹！怎么，当年围攻老子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现在倒是长出息了，敢在一个宁丹镜面前耍你反虚镜的威风！轰！这几句话如同9天惊雷，在赵无极的脑海中轰然炸开，他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张清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骇之色，就连手上捻动的佛珠都停了下来。你不可能！赵无极的声音都在发颤。洛九幽已经神魂俱灭，形神俱消，绝不可能还活着。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却掀起了滔天巨浪。眼前这个小子的语气，他说话时的神态，他眼神深处那古视天下苍生为刍狗的漠然与邪气，和当年的洛九幽一模一样。就是现在，就在赵无极心神失守的这一瞬间，洛凡动了。他没有攻击，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左手猛地一挥，将石台上那小山一般的灵石和上百个丹药玉瓶全部卷入怀中，右手紧握噬魂剑，转身就朝着宫殿深处另一条漆黑的备用通道狂奔而去。小畜生，你敢耍我！赵无极瞬间反应过来，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勃然大怒。被一个宁丹境的小辈当面戏耍，这简直是他毕生的奇耻大辱。想跑！他怒吼一声，抬手便是一掌隔空拍出。嗡！一个由精纯真元凝聚而成的巨大手印瞬间脱手而出，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洛凡的后心狠狠抓去。空间在这一掌之下都发出了扭曲的悲鸣。这一掌，别说宁丹境，就算是化神境的修士，也绝对会被当场拍成一团血雾。致命的危机感从背后袭来，洛凡全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他能感觉到那股力量已经将他完全锁定，避无可避。妈的，玩脱了！洛凡心中暗骂一句，已经准备好承受着致命一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清冷如月华的剑光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这道剑光快到了极致，也精准到了极致，仿佛穿越了空间。后发先至，悄无声息地斩在了那巨大的真元手印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狂暴的能量肆虐。吃了一声轻响，如同滚烫的刀子切入牛油，那足以将洛凡拍成齑粉的真元手印，竟被这道剑光从中一分为二，继而化作点点光斑，消散在了空气中。紧接着，一道白衣胜雪的绝美身影飘然落在洛凡身前，将他牢牢护在身后。来人身姿高挑，一袭素白长裙不染纤尘，3000青丝仅用一只白玉簪松松挽住。他手持一柄秋水长剑，剑尖斜指地面，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彻骨寒意。正是江清婉。他俏脸之上此刻覆满了寒霜，那双总是清冷如古井的凤眸正死死地盯着洞口的赵无极，眼底深处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与决绝。他终究还是放心不下，悄悄跟了过来。然后他便看到了让他道心险些崩溃的一幕。他听到了洛凡与赵无极的全部对话，那个荒谬到让他无法呼吸的猜测，在这一刻几乎变成了铁一般的事实。赵无极看到突然出现的江清婉，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仿佛吞了一只死苍蝇。江清婉，他的声音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想包庇这个与魔祖有所牵连的孽障吗？江清婉没有回答，他只是站在那里，娇躯微微有些颤抖。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的内心正在经历着何等天人交战的挣扎。他会是他吗？还是他就是洛凡？可那说话的语气，那面对反虚境大能依旧敢出言不逊的狂悖，还有那把噬魂剑，一切的一切都指向那个让他恨之入骨却又让他无可奈何的男人。洛凡站在江清婉身后，看着他那虽然单薄却无比坚定的背影，嘴角再次微微上扬。他一边调息着体内翻涌的气血，一边慢悠悠地开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场中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师尊大人，您来的可真是时候。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懒洋洋的调侃，仿佛眼前对峙的不是一位反虚境的宗门长老，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我还以为您真的要等我被人拍成肉泥了才肯出手替我收尸呢。江清婉听到这话，握剑的手猛地一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这个混蛋，都什么时候了，还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赵无极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眼神中的猜忌和杀意越来越浓。江清婉，你听到了吗？这小子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赵无极厉声喝道。他身怀魔祖凶器，又懂得魔祖的秘法，定是魔道余孽。你身为我天玄宗剑锋之主，正道表率，难道要为了这么一个孽障与整个宗门为敌吗？你若现在让开，老夫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休怪老夫以执法长老的身份将你二人一并拿下，打入镇魔塔。听后宗主发落，三方对峙，空气仿佛凝固，地下宫殿内死一般的寂静。江清婉背对着洛凡，贝齿死死地咬着下唇，一丝血迹从他那平日里淡色的唇瓣上渗出，他却毫无察觉。他该怎么办？大义灭亲，可他腹中的孩子要怎么办？那是他的骨肉，是他唯一的软肋。包庇他，那便是背叛宗门，背叛他坚守了300年的正道。洛凡看着他那剧烈起伏的香肩和那片因为用力而绷紧的光洁背脊，眼神变得幽深。他再次上前一步，几乎贴在了江清婉的后背上，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充满了蛊惑的魔力般的嗓音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师尊，别怕，现在你我才是一边的，选我还是选他，你应该很清楚吧。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魔力，每一个字都精准地敲打在他紧绷的神经上。江清婉的娇躯微不可察的一颤，他背对着洛凡，所以他看不见他此刻脸上那交织着羞愤、挣扎与决绝的复杂神情。他只觉得耳根处一阵滚烫，那片被他气息拂过的肌肤像是被炭火燎过，一路烧到了心底。选他，这个满口仁义道德，100年前就对自己图谋不轨，如今更是想杀人夺宝的伪君子赵无极，还是选身后这个身份成谜、言语轻佻、举止梦浪，却可能是自己腹中孩儿亲生父亲的混蛋？这个选择需要思考吗？赵无极见江清婉迟迟不语，只当他是心虚，脸上的讥讽之色更浓。怎么，江师侄无话可说了？赵无极向前踱步，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捻动佛珠的手只发出哒哒的轻响。你身为凌霄峰主，与自己弟子传出那等不堪入耳的流言，已是让我天玄宗蒙羞。如今你竟还要包庇一个身怀魔气的魔道余孽。他声色俱厉，每一个字都像是罪名的判决。江清婉，你可知罪？你若再执迷不悟，休怪老夫不念同门之意，将你二人一同镇压，废去修为，打入镇魔塔，日夜受的火灼烧之苦。他话音刚落，便不再废话，抬手便是一抓。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留手，目标不是洛凡，而是洛凡手中的噬魂剑。一只枯瘦的手爪撕裂空气，带着反虚境的法则之力，径直抓向剑柄。同时另一股磅礴的威压再次锁定洛凡，分明是想将他震开，强夺魔兵。找死！一声轻斥，冷若冰霜。一直沉默不语的江清婉终于动了，没有半分犹豫，手中秋水长剑挽起一朵绚烂的剑花，剑光如一泓清泉自下而上，精准无比地迎上了赵无极的手爪。枪！金铁交鸣之声刺耳欲聋。赵无极只觉得一股锋锐无匹的剑意顺着指尖传来，逼得他不得不收回手，后退半步。他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背上竟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白痕。赵无极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好一个江清婉，你竟敢真的为了这个孽障对本长老动手！他怒极反笑，看来宗门内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啊！你二人早已私通款曲，否则你岂会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护着他？江清婉的俏脸瞬间附上一层寒霜，握剑的手因为用力，指节根根分明。他胸口剧烈的起伏，那身素白的长裙下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他很想开口反驳，可话到嘴边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就在他心神激荡之际，那道温热的气息再次贴上了他的耳朵。师尊，别跟他废话了。洛凡的声音带着一丝戏谑，仿佛完全没将眼前的反虚大能放在眼里。
这个地方我当年闲着无聊，布置过一个有趣的玩意儿，一个专门用来保全自身的困杀大阵。江清婉心头一跳，美眸中闪过一丝惊异。不过，洛凡的语气一转，带着几分无奈。启动它需要海量的能量，而且一旦启动，阵法内的杀伐之气连我都无法完全控制，我只能勉强引导方向。他的唇几乎贴上了他的耳垂，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致命的蛊惑。所以，我需要你，师尊，做我的剑，做主攻手。我负责扰他心神，乱他阵脚，你负责给他致命一击。怎么样，我的好师尊，敢不敢陪我玩一场大的？江清婉能感觉到他的胸膛正紧紧贴着自己的后背，那隔着衣衫传来的灼热温度和那强而有力的心跳声，让他一阵心慌意乱。玩？拿一个反虚境大能的性命来玩？这个疯子！你……他刚想开口质问，没时间了，师尊。洛凡打断了他，不等他回答，已然当着赵无极的面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动作。他左手一挥，将刚刚收入怀中的那小山一般的灵石，连同上百个装着极品丹药的玉瓶，一股脑地全都倾倒进了宫殿中央一处不起眼的凹槽之中。哗啦啦，灵石与玉瓶碰撞，发出清脆而奢侈的声响。那浓郁到近乎化为实质的灵气，瞬间充斥了整个地下宫殿。小畜生，你做什么？赵无极也被洛凡这堪称败家的行为惊得一愣。刚到手的绝世宝藏就这么扔了？洛凡却根本不理他，只是冲着江清婉邪魅一笑。然后他双手闪电般接出一个繁复、诡异、充满了远古气息的魔印，重重地按在了那个凹槽之上。以我魔血为引，以万灵为祭，九幽路神阵起！嗡！一声沉闷的轰鸣自地底深处传来，整个宫殿乃至整个黑风谷的山腹都在这一刻剧烈地颤抖起来。地面之上，无数道尘封已久的血色纹路，如同活过来的血管，瞬间亮起。它们从凹槽处疯狂蔓延，转眼间便勾勒出一个巨大无比、结构复杂到令人头皮发麻的阵法图腾。一道血色的光幕冲天而起，将洛凡、江清婉、赵无极三人同时笼罩在内。不好，是上古魔阵。赵无极脸色巨变，他终于意识到洛凡要做什么。他毫不犹豫，口中念念有词，单手向虚空一划，空间挪移。这是反虚境大能的保命神通，可以直接撕裂空间遁走。然而他的手划过之处，空间坚固如神铁，没有泛起半点涟漪。阵法隔绝了法则。赵无极那张总是挂着伪善笑容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真真切切的惊骇与恐惧。他猛地看向洛凡，那眼神像是要活吞了他。你到底是谁？你绝不可能是洛凡。一个宁丹境的弟子，怎么可能掌握这等连反虚境都能禁锢的上古魔阵？洛凡站在阵法中央，嘴角噙着一抹冰冷的笑意，周身翻涌着淡淡的血色雾气。他没有回答赵无极的问题，只是将目光投向了身旁的绝美佳人，那眼神灼热而充满了侵略性。然后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仿佛君王下达谕令般的口吻，轻轻吐出三个字：师尊，杀了他。这三个字让江清婉的娇躯再次巨震。徒弟在向师尊下达命令，这传出去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可偏偏在此情此景之下，他竟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念头，因为他知道，从他选择出手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被绑在了一条船上，一条驶向未知深渊的魔船。嗡！阵法之内风云变色，洛凡单手掐诀，操控着整个大阵。无数由血气凝聚而成的魔头幻象发出凄厉的尖啸，从四面八方朝着赵无极扑去。同时，一道道凌厉的杀伐之气凭空出现，如同无形的利刃，不断地切割着赵无极的护体真元。区区幻象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赵无极怒吼一声，反虚境的庞大真元爆发开来，瞬间便将靠近的数十个魔头幻象震得粉碎。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幻象和杀伐之气根本无穷无尽。更要命的是，这些攻击不仅仅是骚扰，每一头幻象扑来都在影响他的神识，每一道杀伐之气划过都在消耗他的真元。他就像陷入了一片泥潭，空有一身力量，却处处受制。就是现在，在赵无极一掌拍碎身前幻象，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的一瞬间，一道冰冷刺骨的流光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身后。他没有说一个字，只是用行动回应了洛凡的命令。双华剑的剑尖之上，寒气凝聚，仿佛能冻结灵魂。扑哧一声轻响，赵无极那足以抵挡化神境全力一击的护体真元，在这一剑面前脆弱得如同纸糊。剑尖瞬间洞穿了他的防御，在他的后腰上留下一个深可见骨的血洞。啊！赵无极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他怎么也想不到，江清婉的剑竟然变得如此锋利，如此致命。他猛地转身，
一掌拍向江清婉。江清婉一击得手，毫不恋战，身形飘然后退，如同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血色的阵法中翩然起舞，姿态优美到了极点，剑招却狠辣到了极点。老狗，看哪儿呢？洛凡那带着嘲讽的声音响起。赵无极心头一凛，还未来得及反应，脚下的地面突然化作一片血色沼泽，一股巨大的吸力传来，让他身形猛地一沉。而他的头顶，一柄由阵法之力凝聚的血色巨剑已然当头斩下，他只能狼狈不堪地侧身躲避，可刚一稳住身形，将清婉那神出鬼没的剑光又从一个刁钻无比的角度刺向他的丹田要害。这一刻，正道第一剑仙与未来的魔道至尊竟在这上古魔阵之中上演了一场堪称完美的联手绞杀，一个正面强攻，剑剑致命；一个幕后操控，幻象、陷阱、杀伐之气层出不穷，将一个反虚境大能玩弄于股掌之间。赵无极彻底陷入了疯狂，他空有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却被两个小辈逼得手忙脚乱，身上不断增添着新的伤口。两个孽障，老夫就是死也要拉你们陪葬！赵无极状若疯魔，浑身气势猛然暴涨，竟是打算自爆神魂与金丹。想自爆？问过我了吗？洛凡冷笑一声，加大了对阵法的操控。血色沼泽的吸力陡然增强10倍，无数血色藤蔓破土而出，如同蟒蛇一般，死死地缠住了赵无极的四肢百骸，让他积蓄的力量为之医治。就是这个破绽，江清婉的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他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惊天长虹，以一种一往无前的决绝姿态，瞬间洞穿了赵无极的胸膛。噗！赵无极的动作僵住了，他低头看着穿透自己心脏的双华剑，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也就在他神魂震荡，生机飞速流失的这一瞬间，一道漆黑的影子以比江清婉的剑更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是洛凡，以及他手中那柄散发着无尽凶戾之气的噬魂剑。老东西，你的神魂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洛凡的声音如同地狱魔神的低语，噬魂剑的剑尖没有丝毫阻碍地贯穿了赵无极的眉心。不！赵无极发出一声凄厉而不甘的嘶吼，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为飞灰，一道散发着磅礴能量的虚幻人影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飞灰中强行抽出，那正是他修炼了上千年的反虚境神魂。神魂在空中剧烈挣扎，却被噬魂剑死死吸住，最终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嚎，化作一道流光被剑身彻底吞噬。嗡！吸收了一个反虚境大能的完整神魂，噬魂剑发出一阵满足而欢愉的剑鸣，剑身上的魂魄虚影翻涌沸腾，那股凶戾之气比之前强盛了何止10倍。随着赵无极的形神俱灭，血色大阵也失去了目标，缓缓隐去。地下宫殿内恢复了寂静，只剩下洛凡和江清婉两个人静静地对立着，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洛凡随手挽了个剑花，将噬魂剑扛在肩上，他偏着头，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江清婉。从他那沾染了一丝血迹却更显绝美的俏脸，到他因为喘息而剧烈起伏的饱满胸脯，再到那盈盈一握柔韧有力的纤细腰肢，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他那紧紧握着双华剑、骨节分明的小手上。师尊，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语气轻佻而暧昧。你看，我们两个配合起来，是不是天生一对？咔嚓咔嚓，坚不可摧的古老阵法，在黑风妖王最后的自爆冲击下，终于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裂痕，如同蛛网般在光幕上迅速蔓延。洛凡的脸色苍白如纸，强行催动超出自身修为太多的阵法，几乎抽干了他刚刚凝聚的金丹。他毫不犹豫，一把抓住身旁同样摇摇欲坠的江清婉的手腕。他的手很凉，指尖甚至在微微颤抖，显然也是灵力耗尽的征兆。走！洛凡低喝一声，不由分说地将他拉起，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黑风谷外急射而去。轰！身后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阵法轰然爆碎，狂暴的能量乱流化作毁灭性的风暴，席卷四方，将他们刚才立足的山头瞬间夷为平地。凛冽的罡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江清婉被洛凡拽着，在昏暗的天幕下急速飞行。他看着身前这个弟子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若非有他，今日自己恐怕……就在这时，一股远比灵力枯竭更让他恐惧的剧痛猛地从他小腹深处传来。江清婉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那感觉像是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疯狂搅动他的五脏六腑，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体内的胎气因刚才的剧烈交手和灵力透支彻底暴动了。他眼前一黑，护体灵光瞬间溃散，整个人如同一片断了线的落叶，从半空中笔直地坠落下去。清婉，洛凡心头一跳，几乎是本能的转身，在千钧一发之际将那柔软而冰冷的娇躯揽入怀中。属于他独有的
如雪莲般的清冷体香混杂着一丝血腥气窜入鼻尖。怀中的人儿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那张总是附着寒霜的绝美脸庞，此刻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眉头紧蹙，长长的睫毛上甚至凝结了一层细密的冷汗，显得脆弱而无助。洛凡抱着他迅速降落，神识扫过，很快在山壁一侧找到一个被藤蔓遮掩的隐蔽山洞。他抱着江清婉闪身而入，将他在一块干净的石台上轻轻放下，随即转身来到洞口。只见他并指如剑，在虚空中行云流水般的刻画起来，一道道玄奥复杂的符文凭空而成，闪烁着微光，没入洞口的岩壁之中。不过短短数息，数个隐匿、防御、隔音的阵法便已布置完成，其手法之精妙，远超江清婉平日里所见的任何阵法宗师。做完这一切，洛凡才快步回到石台边，伸手搭在江清婉的手腕上一探之下，他的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灵力枯竭，经脉受损，胎气大乱，真是胡来。洛凡低声自语，声音里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恼火与心疼。再这样下去，别说腹中那个与他血脉相连的小东吸保不住，就连江清婉这个化神境的剑仙也会因此根基大损，轻则境界跌落，重则香消玉殒。他凝视着他昏迷中依旧痛苦的睡颜，眸色几经变幻，最终化为一片深沉的决绝。师尊，事急从权，得罪了。他俯下身，在他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拂过他冰凉的耳廓。他的手指修长而有力，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轻轻解开了他腰间的系带。那件象征着凌霄峰首座身份的月白色广袖长裙，如同褪去的蝶翼，被缓缓拨开。山洞内光线昏暗，只有几缕月光透过藤蔓的缝隙洒落，月光如水，静静地泻在他初绽的玉兰般的肌肤上，勾勒出柔和的弧线。从修长的天鹅颈到线条优美的锁骨，再往下是那被素色亵衣包裹着，依旧能看出惊心动魄起伏的轮廓。洛凡的目光没有半分淫邪，只有一种近乎于外科医生般的专注。他褪去他层叠的外衣，直至那平坦光洁的小腹完全展现在眼前。他的指尖带着一丝灼热，轻轻附了上去。怀中女子的娇躯猛地一颤，即便是昏迷之中，身体的本能也让他感受到了这陌生的侵犯。别怕，洛凡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这是唯一的办法，你也不想我们的孩子出事吧？他一边说着，一边引动丹田内的金丹，指尖之上开始浮现出一种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古老而霸道的暗金色符文。他口中开始念诵起一种晦涩难懂的音节，那不是此界的任何一种语言，而是属于上古魔族的古老密语，每一个音节都仿佛带着撼动灵魂的力量。随着他的念诵，他的手指在他的小腹上缓缓滑动，将那些暗金色的魔纹一道道烙印上去。那片雪白的肌肤在他指尖下泛起阵阵涟漪，一股奇异的酥麻感似乎穿透了昏迷的屏障，让江清婉的眉头舒展了些许。以我魔族本源为引，血脉共鸣，阴阳相济。洛凡眼中金光一闪，他体内的魔族本源之力彻底爆发，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与江清婉腹中那缕微弱却同根同源的魔胎气息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嗡！一股温暖而霸道的力量从洛凡的掌心源源不断地渡入江清婉的体内。这并非单纯的灵力输送，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本源的交融。与此同时，洛凡的心神沉入到了两人的灵魂深处，在那里，一道由他种下的同心印正维系着彼此的联系。还不够。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意，他一边维持着阴阳调和的表象，用精纯的本源之力安抚着那暴动的胎气，修复着他受损的经脉，一边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一缕神念，如同最狡猾的毒蛇，缠绕上了那道同心印。他在篡改契约，他在引导，在诱骗。他将自己的意志伪装成最纯粹的生命能量，诱使着江清婉那因为剧痛和虚弱而毫无防备的本命神魂，主动地一点点地向着同心印靠拢融合。这个过程比直接的强行奴役要精妙100倍，也恶毒100倍。从此同心亦是同命，我为主，你为仆。昏沉的黑暗中，江清婉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一片冰冷刺骨的深海，无尽的痛苦要将他撕碎。就在他即将被黑暗吞噬时，一道温暖霸道的光芒照了进来，那股力量强势地涌入他的四肢百骸，驱散了冰冷，抚平了剧痛，如同最温柔的大手，轻轻安抚着他腹中那躁动不安的小生命。干涸的经脉被重新注满，甚至比以往更加坚韧宽阔。一直以来牢不可破的化神境中期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竟然也产生了丝丝缕缕的松动迹象。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被完全掌控和滋养的感觉，让他沉沦，让他无法抗拒。双修结束，山洞内恢复了宁静。洛凡缓缓收回手，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他的修为不但彻底稳固在了凝丹境一众，
更是一跃达到了此境的巅峰，距离二重也只有一步之遥。而石台上的江清婉呼吸已然平稳，苍白的俏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血色，体内的伤势与隐患被一扫而空，一切完美。许久，那蝶一般的睫毛轻轻颤动了一下，缓缓睁开。江清婉的眼眸在迷茫了片刻后，瞬间恢复了清冷与警惕。他醒了，映入眼帘的是洛凡那张近在咫尺的俊美的过分的脸。他正低头看着他，黑色的眸子深邃如渊，嘴角噙着一抹让他心悸的坏笑。然后他感觉到了胸口传来的不同于山洞的微凉空气。他猛地低下头，只见自己身上那件月白色的长裙早已被推到了腰际，素色的亵衣也被推高，露出了胸前那一道温柔而饱满的弧线，以及大片羊脂白玉般的肌肤。更让他羞愤欲绝的是，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光洁平坦的小腹上还残留着一丝属于某个男人的灼热的温度。你！羞辱与怒火直冲天灵盖，他下意识的便要凝聚灵力，一掌拍死这个胆敢亵渎自己的逆徒。然而就在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他的灵魂深处仿佛响起了一声冰冷的锁链碰撞之声，一股源自神魂最深处的无法抗拒的战栗与臣服感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意志和力量。他甚至无法再对眼前的男人升起一丝一毫的敌意，仿佛他是天是地，是他必须遵从的唯一法则。这是怎么回事？江清婉彻底呆住了，那双清冷的凤眸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恐和茫然。他能感觉到自己和洛凡之间的联系变了，不再是平等的同心印，而是一种主与仆的绝对枷锁。他看着他那双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睛，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屈辱攫住了他的心脏。洛凡缓缓俯下身，嘴唇几乎要贴上他那敏感小巧的耳垂，用一种沙哑而充满魔性的声音轻轻吹着气，低声笑道：师尊，你醒了，感觉如何？他顿了顿，满意的看着他因为自己的靠近而僵硬的身体和骤然收缩的瞳孔，声音压得更低，如同魔鬼的呢喃。这阴阳调和的滋味可还满意？山洞内光线昏暗，只有几缕残月的光辉透过藤蔓的缝隙斑驳地洒在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女子独有的清冷体香。一声细微的呻吟，江清婉那如同蝶一般纤长的睫毛剧烈地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视线从模糊到清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俊美的有些邪异的脸，正是洛凡。他正半跪在石台边，低头凝视着他，那双黑色的眸子在昏暗中亮得惊人，嘴角噙着一抹他看不懂却让他心底发寒的笑意。随即一阵不同于山洞的微凉空气从胸口传来，江清婉猛地垂下眼帘。他身上那件象征着凌霄峰首座身份的月白色长裙早已被推到了腰际，那件贴身的素色亵衣也被粗鲁地推高，大片雪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胸前那惊心动魄的饱满弧线在月光下勾勒出让人目眩神迷的轮廓，甚至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光洁平坦的小腹上还残留着一丝属于某个男人的灼热的温度。洛凡！羞辱与怒火如同火山爆发，直冲天灵盖。江清婉的声音仿佛淬了万载寒冰，他坐起身，不顾一切地拉好衣衫，想也不想便要凝聚毕生修为，一掌拍死这个胆敢亵渎自己的逆徒。你对我做了什么？杀意在掌心凝聚成一道恐怖的灵力漩涡，可就在这念头升起的瞬间，一声冰冷的锁链碰撞声仿佛直接从他的灵魂深处响起，一股源自神魂最深处的无法抗拒的战栗与剧痛瞬间击溃了他所有的意志与力量。那刚刚凝聚的灵力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甚至无法再对眼前的男人升起一丝一毫的敌意，仿佛他是天是地，是他必须遵从的唯一法则。这是怎么回事？江清婉彻底呆住了，那双总是清冷如古井寒潭的凤眸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惊恐和茫然。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和洛凡之间的那道同心印已经彻彻底底地变了质，不再是平等，而是一种主与仆的绝对枷锁。洛凡看着他煞白的脸，欣赏着他眼中的恐惧，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双手抱胸，居高临下。师尊想对我做什么？他毫无惧色，甚至饶有兴致地开口。想杀我灭口，可惜你现在做不到了。江清婉咬着下唇，唇瓣被咬得发白，身体因屈辱和无力而微微颤抖。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洛凡轻笑一声，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游走，从他紧蹙的眉头到微微颤抖的红唇，再到被衣衫遮掩却更引人遐想的饱满曲线。师尊不是都感觉到了吗？为了救你，也为了救那个还未出世的孩子，我帮你疗伤，顺便看了看你的身子。他顿了顿，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评价一件瓷器。你的腰很细，
一只手就能握住，皮肤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像最上等的羊脂美玉，滑得不像话。他微微轻身，目光落在他起伏的胸口，补充了一句：“还有这里，弧度很完美，比天玄宗任何一座山峰都挺拔。可惜。”他咂了咂嘴，一脸的意犹未尽。山洞里光线太暗，还没看够。你无耻！江清婉气得浑身发抖，一口气血上冲，眼前阵阵发黑。身体的虚弱，灵魂的枷锁，再加上这赤裸裸的言语羞辱，让他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软，便向着一侧倒去。下一刻，他落入一个算不上宽阔，却异常有力的怀抱。洛凡顺势将他搂入怀中，温热的鼻息喷在他的耳畔，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师尊这么大反应做什么？洛凡的嘴唇几乎贴上了他敏感小巧的耳垂，用一种只有两人能听见的恶魔般的低语说道：“又不是第一次被我看了，上次在凌霄殿后山的温泉，我就在树上，你洗了足足半个时辰，水珠从你的锁骨滑下去，流过那2座雪山，啧，很美。”凌霄殿后山温泉，他瞬间想起了3个月前自己心烦意乱，在凌霄殿后山的禁地温泉中沐浴，总感觉有人在窥视，当时他以为是错觉，可现在原来不是错觉，原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自己亲手收下的弟子就已经在暗中觊觎着他。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侵蚀着他的内心，他在他怀中颤抖着，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无边的恐惧。眼前的这个人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内门弟子，他的心机，他的手段，他的胆大包天，都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你……江清婉的声音在发颤，他艰难地抬起头，那双漂亮的凤眸里第一次被惊恐和迷茫所填满。你到底是谁？洛凡笑了，他松开江清婉，后退一步，好整以暇地看着他。洞外的月光恰好从藤蔓缝隙中投射进来，照亮了他半边脸，一半光明，一半阴影。他眼中的戏谑和懒散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江清婉只在100年前见过的，视万物为刍狗的漠然与霸道。我是谁？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像一记记重锤，狠狠砸在江清婉的心上。我是天玄宗凌霄峰首座江清婉仙子的亲传弟子洛凡。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他骤然收缩的瞳孔，嘴角的弧度愈发邪异。也是几月前在凌霄殿要了你的身子，让你怀上我孩儿的魔祖洛九幽。仿佛一道9天惊雷在江清婉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洛凡就是洛九幽，洛九幽就是洛凡，那个他恨之入骨，发誓要亲手斩杀的魔道巨擘，那个毁了他清白，让他怀上孽种的罪魁祸首，竟然就是自己朝夕相处了数月的徒弟。这个认知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冻结，绝望、屈辱、愤怒、荒谬，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他的神魂撕碎。但在这片混乱的废墟之下，却又有一丝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心安。是的，心安。那个困扰他数月，让他夜不能寐的谜团终于解开了。哪怕这个面目是他最大的仇人，可至少不确定性消失了。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洛凡缓步上前，重新将他揽入怀中。这一次他没有挣扎，或者说他已经失去了挣扎的力气和念头。洛凡的手掌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轻轻抚上他依旧平坦的小腹，那灼热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衣衫熨烫着他的肌肤，也仿佛熨烫着他的灵魂。师尊，别激动。他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真正的温柔，虽然这温柔里依旧裹挟着不容置疑的掌控。为了我们的孩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你看，他刚刚很不高兴，差点就要闹脾气了。江清婉的身体猛地一颤，下意识的想要推开他的手，却被他握得更紧。师尊，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洛凡的目光变得幽深，他低头凝视着他。如果看你身子的是洛九幽，你会怎么样？再联合天下正道，杀我一次吗？他贴着他的耳朵，声音压得极低，充满了蛊惑。你心里其实有我，对不对？不然当时围困我之时，你为何迟迟不出手？过来，让我好好看看我们的骨肉。你休想！江清婉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这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然而他的身体却诚实的可怕，在他的怀抱中，在他的抚摸下，那股源自血脉和灵魂的双重共鸣，让他紧绷的娇躯正一点点地软化，变得温热。或许是出于对腹中孩子本能的亏欠，或许是这几个月压抑在心底的迷茫与挣扎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又或许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是洛九幽，是那个曾经以一己之力压得整个正道抬不起头的男人，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进入过他身体和生命的男人。他发现自己对这个昔日的仇人，今日的徒弟，再也生不出一丝一毫真正的反抗之念。所谓的恨意，在这绝对的掌控和血脉的连接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洛凡感受着怀中人儿的变化，满意的笑了。他低下头，准确地寻找到那2片冰凉而柔软的唇瓣，吻了上去。江清婉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便彻底放弃了。山洞内温度开始急剧攀升，衣衫被更有耐心地褪去，月光毫无保留地洒在那具完美的如同神造的玉体之上。修长的天鹅颈，精致的锁骨，挺拔的玉峰，不盈一握的纤腰，以及那双笔直修长的玉腿，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师尊，你真美。洛凡的声音沙哑，充满了最原始的欲望。江清婉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泪珠，不知是屈辱还是别的什么。他口中溢出压抑的细碎的呻吟，身体在他霸道的探索下泛起一层迷人的粉色。师尊，你当时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如果看你身体的是洛九幽，你会怎么样？你。江清婉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用破碎的音节回应。不说，那我就当你默认了。洛凡低笑一声，不再废话。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来做点魔祖和剑仙该做的事情。一场酣畅淋漓的阴阳调和结束，江清婉如同被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浑身香汗淋漓，瘫软在石台上，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他那高傲的清冷的凤眸，此刻水雾迷蒙，失去了所有焦距，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迷离。娇躯无骨，玉体横陈，在屈辱与复杂的情绪交织中，他忽然感觉到体内那股让他绝望的剧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浩瀚精纯的能量在他的四肢百骸中奔腾。那道困扰了他近100年的化神境中期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如同纸糊的一般应声而碎。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体内冲天而起，搅动了洞内的气流。化神境后期，他竟然在这样荒唐的情况下突破了。与此同时，洛凡也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他体内的金丹滴溜溜的旋转着，光芒大盛，比之前凝实了数倍不止。双修的余韵让他也顺利的冲破了瓶颈。凝丹境2重，洛凡看着身下已经彻底失去反抗意志的冰山美人，心中一片满足。他扶起她虚脱的娇躯，拿起一旁的月白长裙，仔仔细细的为她穿上，甚至体贴的为她整理好凌乱的发丝和略带褶皱的衣襟，动作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江清婉低着头，一言不发，任由他摆布，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只是那通红的耳根和依旧在微微颤抖的身体，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回宗门吧，师尊。洛凡为他系好腰带，声音恢复了平日的平静，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纠缠从未发生过以后。你要学着习惯我的存在。江清婉依旧低着头，沉默不语。这沉默便是默认。昔日高高在上的冰山剑仙，如今成了他魔祖洛九幽的痉挛。天玄宗执法殿，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大殿深处响起，仿佛平地惊雷。守殿弟子一个机灵，连滚带爬的冲向供奉长老命牌的魂灯堂。只见最高处那块属于执法长老赵无极的本命玉牌已经4分5裂，散落在地，其上萦绕的魂火也已彻底熄灭。赵长老的命牌碎了。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天玄宗清晨的宁静。半个时辰后，黑风谷昔日魔祖洛九幽的传承之地外，此刻已是风声鹤唳，数十道强横的气息封锁了整片山谷。为首之人一袭玄色道袍，面容清癯，双目开合间有日月星辰流转，正是如今西新任的天玄宗宗主和道境巅峰的继承。他的目光扫过眼前一片狼藉的废墟，眉心紧蹙。回禀宗主，此地残留着一座上古杀阵的余韵，阵法品阶极高，已然超出了我等的认知范围。一名行事唐长老躬身回话，语气凝重，阵法能量狂暴驳杂，但其中确实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魔气。另一名长老补充道，除此之外，我们还感应到了江师妹的双华剑意。所有人的目光瞬间汇集到了不远处那道白色身影上。江清婉俏脸苍白，一身月白长裙纤尘不染，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手按着秋水长剑的剑柄，周身散发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只是那微微颤抖的眼睫和藏在袖中紧攥的玉手，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在他身旁，洛凡低着头，一副受到了极大惊吓的模样，身体还不时地抖一下，看起来像个无助的内门弟子。清婉，继承的声音响起，听不出喜怒。你来说。江清婉娇躯微不可察的一颤，抬起头，清冷的凤眸直视着继承，声音如冰泉数十。回宗主，弟子与猎徒洛凡在黑风谷遭遇一名魔道妖人，那妖人修为高深，布下恶毒杀阵，欲将我2人炼化。弟子拼死反抗，与洛凡联手，最终将其斩杀。他的话语简洁而清晰，将早已编好的说辞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魔道妖人。
季晨的目光变得锐利。这魔修可是反虚境，为何会出现在我天玄宗腹地？他有何图谋？弟子不知。江清婉垂下眼帘，长长的睫毛掩盖住眸中的所有情绪。他出现的极为突兀，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哦，季晨语气平淡，却带着无形的压迫。那妖人尸身何在？江清婉咬了咬下唇，那2片淡色的唇瓣此刻失了血色，更显娇弱。被弟子双华剑意彻底绞杀，形神俱灭。殿内一片死寂。一个反虚境的大能，说形神俱灭就形神俱灭了，连一根毛都没剩下。这话说出去，谁信？一名与赵无极私交甚好的长老忍不住站了出来，高声道：“宗主，此事疑点重重。赵长老乃反虚境强者，僵尸值就算突破再级，也只是化神中期，如何能将赵长老形神俱灭？更何况还带着一个凝丹境的累赘。”他指向洛凡，眼神鄙夷。依我看，此事必有蹊，说不定就是僵尸值与人合谋，残害同门。此话一出，众人哗然。江清婉的脸色愈发苍白，握着剑柄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饱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他想反驳，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反驳。就在这时，洛凡忽然走出，对着宗主深鞠一躬，带着哭腔道：“赵长老一定是被那魔道妖人所害，不然我天玄宗又怎会潜伏如此妖人？还请宗主明鉴。我师尊说的句句属实啊！那魔头太可怕了，弟子差点就死了。要不是师尊拼死护着我，弟子就再也见不到您老人家了。您老要是不信，可以请夏封主前来。夏封主曾与我们相遇。”他一边说，一边用袖子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演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看着他这副拙劣的表演，江清婉气得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这个混蛋是嫌场面还不够乱吗？季晨看着干嚎的洛凡，又看了看脸色铁青的江清婉，眼神幽深，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沉吟片刻，目光转向丹峰的方向，去请夏雨欣封主过来一趟。听到夏雨欣3个字，江清婉的心猛地沉了下去。夏雨欣他也牵扯其中，若是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完了。江清婉的娇躯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洛凡依旧跪在地上，嘴角却在无人察觉的角度勾起一丝玩味的笑意。他悄然运转一丝魔气，凝成一线，对着丹峰的方向传去了一道只有特定之人能听见的声音：“夏封主，想必也不希望段长虹的秘密被公之于众吧？你应该知道怎么说。”不多时，一袭火红长裙的夏雨欣姗姗来迟。她风姿绰约，身段妖娆，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男弟子的目光。只是她此刻的脸色并不好看，尤其是看到洛凡时，美眸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怨毒。“夏师妹。”季晨开口道，“听闻昨日你曾与江师妹和她的弟子洛凡在一起。”夏雨欣娇躯一震，下意识地看向洛凡。洛凡抬起头，对他露出了一个纯良无害的笑容。夏雨欣却读懂了那笑容下的威胁，她银牙暗咬，心中把洛凡骂了1万遍，面上却挤出一丝妩媚的笑容。“回宗主，确有此事。昨日雨欣毒伤复发，恰好被江师姐与洛凡失职所救。”他顿了顿，声音带着一丝后怕。“后来我们准备回山，谁知半路杀出一个黑衣人，那人气息诡异，满身魔气，二话不说就对我们下杀手，似乎是想将雨欣掳走。后面的事情就跟江师姐说的一样了。”他的话瞬间补全了江清婉说辞里最大的漏洞，动机。一个反虚境的魔头，为何要对2个后辈出手？原来是看上了丹峰之主夏雨欣，想将他掳走当炉鼎。这一下逻辑就通顺了。胡说！那明长老依旧不信，一个魔头为何偏偏在你们3人都凑齐的时候动手？夏雨欣风情万种地白了他一眼，娇声道：“李长老这是什么话？难道非要等雨欣落丹了，被魔头掳走蹂躏，尸骨无存，你才满意吗？”那娇媚又委屈的声音，听得在场不少男弟子骨头都酥了。“你……”李长老被噎得说不出话。季晨摆了摆手，制止了争吵。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清婉，又看了一眼夏雨欣，最后目光落在洛凡身上。2个化神境的美女封主，同时为一个凝丹境的弟子作证，这事有意思。但他没有再追问。赵无极死了，天玄宗损失了一位高手，但江清婉却在这一战后气息圆融，隐隐已经触碰到了化神后期的门槛。此事到此为止。季晨一锤定音：“赵无极长老为宗门除魔，不幸陨落，当厚葬。江清婉、洛凡斩杀魔道妖人，护卫同门有功，宗门当赏。”他目光威严地扫过全场：“都散了吧。”李长老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最终只能不甘地哼了一声，拂袖而去。一场足以掀翻天玄宗的风波就此被强行压下。洛凡走到江清婉面前，咧嘴一笑。江清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转过身，
化作一道剑光，径直返回了凌霄峰，连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凌霄峰，洛凡的别院内，洛凡舒舒服服地躺在摇椅上，清点着赵无极储物袋里的战利品。不愧是执法长老，真够肥的。上品灵石堆积如山，足有数百万之多，各种珍稀丹药、炼器材料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还有几本赵无极私藏的功法秘籍，其中一本纯阳无极功似乎是他的根本大法。这些资源足够我修炼到凝丹境后期了。洛凡满意的将储物袋收好。就在这时，院外传来一阵弟子们的议论声。听说了吗？仙盟那边传来消息，10年一度的天骄大比要提前召开了。提前？为什么？还能为什么？魔道越来越猖獗了呗。听说几月前陨落的老魔头洛九幽，他那个最得意的弟子苏九叶，整合了魔道残余势力，自封血域魔帝，最近在九州闹出了好大的动静，连灭了好几个正道宗门呢。苏九叶，我听说他手段极其狠辣，而且对他那个死鬼师尊忠心耿耿，扬言要踏平整个正道，为洛九幽报仇，可不是吗？所以仙盟才急了，准备选拔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共同对抗魔道。哎，说到年轻一辈，咱们天玄宗是真的没落了。你们看那个好事者编的九州圣女普墨，瑶池圣地的云溪月，补天阁的秦梦瑶，一个个都跟天仙似的，实力又强，名动九州咱们宗门连个上榜的都没有，真是丢人。嘘，小声点，别让僵尸叔听见。议论声渐渐远去，摇椅上的洛凡缓缓睁开了眼睛。苏九叶，那个当年跟在自己屁股后面整天师尊师尊叫个不停，胆小又爱哭的小丫头，如今也成了血域魔帝了，还要为自己报仇。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扎着双压髻，总是怯生生跟在自己身后，扯着他衣角，用软糯的声音叫着师尊的小丫头。这小丫头是他当年游历时救下的一个孩子，看他有天赋，曾经给过他传承并教导过一番，当然该有的入宗仪式还是要有的。后来自己为了壮大魔道势力，独自一人传到天下，便将其放在魔殿中，如今算算也有500年未曾回去见他一面，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竟如此努力。这倒是令洛凡没有想到，他到如今还依稀记得当年苏九叶的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魔道之人。尤其是他哭起来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都哄不好，只会在自己把他抱起来时，才肯把挂着泪珠的小脸埋进自己怀里，抽抽噎噎的睡着。如今也成了杀伐果断的血域魔帝了，还要为自己报仇。一丝莫名的情绪如暖流划过心底，却又在瞬间被他魔祖的本性扭曲成了另一种更具侵略性的念头。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弧度，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嘴唇，自语呢喃：我的好徒儿真是长大了，知道心疼师尊了。等着，等师尊回去一定好好的疼爱你。1个月后，洛凡盘膝而坐，体内那颗璀璨的金丹滴溜溜旋转，光芒愈发凝实，随着他最后一口浊气吐出，一股强横的气息轰然散开。凝丹境4重。此次天骄大比事关重大，天玄宗派出了最高规格的非洲法宝，通体由流云玉打造，长达100丈的楼船。宗门之中各大峰整装待发，不过由于所需设备或是药材众多，仍然未曾收拾稳妥，因此宗门前只有剑锋的非洲停靠在空中。船内每个房间中都住着一位内门剑锋弟子，这些都是宗门的老弟子，实力都是凝丹境，比洛凡稳高一筹。船首江清婉一袭月白长裙，迎风而立，海风吹拂起她的发丝和衣袂，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像是随时会乘风归去的广寒仙子。她的气息已然稳固在了化神境后期，那股清冷的气质中又多了一分难以言喻的韵味，让她本就绝色的容颜更添魅惑。只是没人知道，这尊冰山神女的体内早已被她最憎恨的男人种下了最霸道的奴役。洛凡从船舱里晃悠悠地走出来，站到她身侧，鼻尖萦绕着她身上独有的清冷的体香。师尊一个人站在这里吹风，是在想我吗？江清婉娇躯微不可察的一僵，没有回头，声音依旧清冷放肆。师尊还是这么嘴硬。洛凡凑近一步，温热的鼻息几乎喷在他的耳廓上，他压低了声音，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音量说道：昨晚在床上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是谁哭着喊着求我？你闭嘴！江清婉猛地回头，那双清冷的凤眸里此刻满是羞愤和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慌乱，他的耳根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洛凡欣赏着他这副羞恼的模样，低低的笑了。师尊别动怒，小心动了胎气。他意有所指地瞥了一眼他依旧平坦的小腹，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得乖乖听话。江清婉死死咬着下唇，将所有屈辱和反驳都咽了回去。他转过身不再理他，可那剧烈起伏的饱满胸口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经过数日颠簸，非洲终于抵达了九州大陆的中心——中州皇朝。
天骄大比的会场设在皇朝的登天殿内，此刻殿中早已人声鼎沸，汇聚了来自九州各地的宗门天骄、圣地神子。当看到天玄宗的非洲降临时，殿内不少人都投来了玩味的目光。哟，这不是当年正道第一宗的天玄宗吗？怎么还有脸来啊？听说他们宗门青黄不接，没落的厉害。你看他们这次派来的代表，一个宁丹境4重的，这是来凑数的吗？哈哈，恐怕是来丢人的。天玄宗是真的没人了。一个穿着华服、面带淫邪之色的青年，目光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江清婉身上游走。不过，他们凌霄峰的江仙子倒真是人间绝色，这身段，这气质，啧，真想知道这样的冰山美人是何等滋味。魏师兄，小声点，那可是化神境大能。化神境又如何？我太乙门的长老可不怕他，他再强，不也是个女人？不堪入耳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江清婉的俏脸一片冰霜，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恐怖的剑意开始弥漫。一群苍蝇，真是聒噪。洛凡懒洋洋的声音响起，他从江清婉身后弟子中走出，环视了一圈那些议论纷纷的弟子，眼神里满是鄙夷。你们的师门长辈就是这么教你们背后说人闲话的？还是说，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骨子里都是些只会摇唇鼓舌的废物？那名为首的魏师兄脸色一沉，站了出来。小子，你说谁是废物？谁应声？我说的就是谁。洛凡掏了掏耳朵，目光落在他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眼，嫌弃道：尤其是你，长得跟屎似的，也敢觊觎我师尊，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找死！魏师兄勃然大怒，真元鼓荡，便要出手。怎么想动手？洛凡歪了歪头，来啊，让我看看太乙门的天才是不是只有嘴上功夫。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殿内忽然响起一道威严的声音：够了，大比在即，谁敢在此地私斗？众人噤声。洛凡却在这片刻的安静中，忽然感觉到自己灵魂深处有2道微弱的带着敬畏与狂热的印记被轻轻触动了万抹血气。他眼神微动，看似随意地扫过全场。很快，他的目光锁定了2个角落里的人。左侧角落是百花谷的席位，带队的是一名看起来30多岁的美妇。她身穿一袭粉色宫装，身姿丰腴，眉眼间带着一股成熟妩媚的风情。长裙包裹下，那惊人的胸脯曲线和不盈一握的腰肢形成的夸张弧度，足以让任何男人侧目。他似乎察觉到了洛凡的目光，娇躯轻轻一颤，那双妩媚的桃花眸中闪过一丝质疑与惶恐，随即飞快地低下了头。花千媚，当年的魔道妖女之一，最擅长媚术与采补，被自己亲手调教成最听话的魔奴。100年不见，这骚狐狸倒是越来越有味道了。而另一侧，玉寿宗的席位上，一个沉默寡言的壮汉，如同一座铁塔般坐在那里。他身材魁梧，肌肉虬结，气息沉稳如山。他的反应更加细微，只是身体僵硬了一瞬，便不动声色地垂下了头。石破天，一个从蛮荒走出的体修，脑子一根筋，被自己救下后变成了最忠诚的看门犬。没想到这2个老部下居然都混进了正道宗门，还当上了长老。洛凡心中有了计较，他决定先从花千媚这只骚狐狸下手。他整理了一下衣袍，缓步走向百花谷的席位。这位师妹，走路不看路的吗？洛凡的身子恰好挡在了一个百花谷女弟子的身前，让对方撞了个满怀。啊，对不起，对不起。那女弟子吓得花容失色，连忙道歉。无妨。洛凡温和一笑，目光却转向了他身后的花千媚，躬身行礼，态度谦卑的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这位想必就是百花谷的花长老吧？晚辈天玄宗洛凡，久闻长老一手培育灵芝的妙法冠绝九州，晚辈在修行上有些许困惑，不知可否请长老一步为晚辈解惑一二。花千媚身后的弟子们都愣住了，他们这位长老平日里眼高于顶，何曾对一个别派的宁丹境小子这么客气过？花千媚强压下心中的狂跳，挤出一丝得体的微笑，那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这位小友太客气了，谈不上解惑，互相交流罢了，请。洛凡做了个请的手势，便领着他朝着大殿侧面一处偏僻的园林走去。园林内月色如水，花影摇曳，远离了殿内的喧嚣，空气中只剩下淡淡的花香和2人一前一后的脚步声。走到一处假山旁，洛凡停下了脚步，他没有回头，只是看着池水中自己的倒影，用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说道：昙花只为主开，一夜尽则枯荣。扑通，身后传来一声闷响，花千媚那保养得宜的膝盖重重地砸在了冰冷的青石板上。她那成熟妩媚的脸上此刻写满了狂热与激动，再无半分平日里作为长老的威严。她匍匐在地，整个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用一种夹杂着哭腔的压抑至极的声音喊道：奴婢花千媚恭迎无主归来。
洛凡缓缓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脚下的女人。月光下，他俯首的姿态将那浑圆挺翘的臀部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细腰不堪一握，与那饱满的弧线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没想到呀，真是没有想到，竟会在此地看到我的好奴。洛凡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他伸出脚，用靴尖轻轻挑起她光洁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那张美丽的脸庞上，此刻已是泪水纵横，眼神里混杂着恐惧、屈辱，以及一种病态的几乎要溢出来的兴奋。180年不见，倒是比以前更会勾人了。这身子熟透了。洛凡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他身上寸寸刮过。能再见到主人，是千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奴婢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主人。花千妹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身体软的几乎要化成一滩春水。行了，别在这哭哭啼啼的。洛凡收回脚，语气冰冷，说：苏九叶是怎么回事？磨到现在什么情况？是主人。花千妹不敢起身，依旧保持着跪姿，一边抑制着身体的战栗，一边将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从苏九叶如何强势整合魔道残部，自封血域魔帝，到如今魔道内部人心不齐，不少新晋魔君阳奉阴违，甚至有传言说有一个名为逆魔盟的组织正在暗中串联，企图架空苏九叶。洛凡听着，手指却不安分地划过他精致的锁骨，再到他修长的脖颈，那冰凉的指尖带来的触感让花千妹的汇报声都带上了断断续续的喘息。废物，一群饭桶。洛凡嗤笑一声，连各家都看不好，那你呢？这100年可还算安分？奴婢对主人的忠心天地可见。花千妹急忙表态，奴婢这副身子一直为主人守着。哦。洛凡俯下身，在他耳边低语，此次前来观礼的使者中可有我们的人？有。花千妹感觉耳朵一阵酥麻，连忙道，除了奴婢，还有御兽宗的石破天，他也是主人最忠心的狗。还有一个来自逆魔盟的奸细，他也混在观礼的使者中，主人千万要小心。很好。洛凡直起身，指尖凝聚出一缕精纯无比的本源魔气，直接点入了花千妹的眉心。啊！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爽与庞大的能量瞬间冲刷着她的四肢百骸。花千妹再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压抑的满足至极的呻吟，整个人瘫软在地。她能感觉到那困扰了她数十年的元婴后期瓶颈，竟然在这股力量下有了松动的迹象。主人的恩赐，奴婢没齿难忘，这点东西就满足了。洛凡一把将她从地上拎起来，粗暴地按在假山之上，温热的身躯紧紧贴了上去。你这守了100年的身子，难道就不寂寞主人？花千妹的呼吸彻底乱了，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他一直都是主人的，那就让主人检查检查这件东西有没有保存完好。洛凡的低笑伴随着女人压抑的细碎的求饶与呻吟，一同消融在深沉的夜色里。许久之后，洛凡才松开手，任由那个浑身发软、衣衫不整的女人靠着假山剧烈喘息。花千妹此刻媚眼如丝，脸上还带着未褪尽的潮红，哪里还有半分百花谷长老的端庄模样？回吧，别让人看出来。洛凡声音恢复了冷淡。那个逆魔盟的奸细叫什么？他叫叶苍。花千妹整理着凌乱的衣衫，声音还带着一丝沙哑的魅意。明面上是青云宗的弟子，实际上是逆魔盟安插在正道的棋子。叶苍。洛凡点了点头。我知道了，找个机会让石破天来见我，记住要分开。是，主人。花千妹不敢多言，踉跄着行了一礼，便匆匆引入黑暗之中。洛凡站在原地，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登天殿，那里汇聚了9州年轻一辈最顶尖的所谓天骄。他的脸上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苏九叶，我的好徒儿，看来在你我师徒重逢之前，为师得先帮你清理一下门户了。天骄大比的驻地设在皇城东侧，是一片占地极广的院落群。天玄宗被安排在了最东边的角落，与其他顶级宗门的核心区域隔了相当一段距离，其地位的衰落从这细微之处便可见一斑。院内几名先前在非洲上对洛凡颇有微词的剑锋内门弟子，此刻却一反常态，前倨后恭地围了上来。洛师兄，您一路辛苦，这是弟子特意为您准备的房间，绝对是咱们院里灵气最充裕的一间。洛师兄，您看还需要什么？尽管吩咐，跑腿的活儿我们来干就行。他们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敬畏。宗门比试中洛凡打败张宇时，大家对洛凡的态度早有改观，再加上黑风谷一役，洛凡与江清婉联手斩杀反虚境大能的消息早已在宗门内部传开。无论过程如何，结果便是这个看起来只有宁丹境的年轻弟子，
拥有着远超他们想象的能量。修仙界终究是实力为尊。行了，都散了吧，我想自己待会儿。洛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众人悻然退下，只有一个看起来颇为机灵的弟子留了下来。他快步上前，从储物袋里小心翼翼地摸出2本薄薄的册子，躬身递到洛凡面前。洛师兄，这是弟子孝敬您的。洛凡斜靠在院中的石椅上，瞥了一眼那2本册子，一本封面烫金，书写着九州天骄名册，另一本则更加香艳，粉色的封皮上画着一个身姿曼妙的女子剪影，书名是九州圣女芳华谱，有心了。洛凡懒洋洋地接过，王浩受宠若惊，连忙介绍道：师兄，这天骄名册是白晓生编撰的，记录了这次大比所有值得注意的高手。至于这本圣女谱吗？嘿嘿，是好事者私下流传的，上面不仅有各大圣女的画像，还有他们的身段评级和性格小传，师兄姐们最好不过。其他弟子也纷纷附和：是啊，王师兄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从黑市搞到的。听说这圣女谱上排名第1的瑶池圣女云溪月，被誉为300年一遇的绝世神颜，那身段……洛凡来到屋中，将门紧闭。洛凡随手翻开那本圣女芳华谱，图文并茂，画师的笔法极为传神。他目光扫过几个名字：瑶池圣地、云溪月。画像上的女子一袭白裙，面容圣洁，眉宇间却带着一股拒人千里的骄傲，胸前撑起的弧线堪称完美。补天阁、秦梦瑶，紫衣妖娆，一双狐狸眼勾魂夺魄，长裙开叉处，白皙修长的腿部线条若隐若现。百花谷、苏清露，鹅黄短裙，一脸天真无辜，双马尾垂在胸前，整个人看起来像一颗清纯多汁的水蜜桃。就在这时，砰！房门被人从外面粗暴地撞开，一道娇小的身影旋风般冲了进来，带着一股清新的丹药香气。洛凡哥哥！林小棠气喘吁吁地停在桌前，圆圆的杏眼一眼就看到了摊开的九州圣女芳华谱，以及上面那个衣着暴露、身姿妖娆的补天阁妖女画像。小丫头的脸颊瞬间鼓成了一个可爱的包子。你这个大色狼，你是不是见一个爱一个？她伸出白嫩的手指，指着画像，声音里满是委屈和控诉。这个女人哪里好看了？穿得这么少，一点都不知道害臊。洛凡哥哥，你的眼光怎么这么差？洛凡看着她气鼓鼓的可爱模样，乐了。他一把伸出手，直接将咋咋呼呼的小丫头拉进自己怀里，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哎呀！林小棠惊呼一声，身子一软，脸蛋瞬间红透了，挣扎着想起来：你放开我！别动！洛凡空着的手捏了捏她婴儿肥的脸颊，凑到她耳边低声笑道：看他们哪有看我们家小棠好看？我们小棠气鼓鼓的样子，比画上这些女人可爱100倍。温热的气息喷在耳垂上，痒痒的，麻麻的。林小棠的挣扎立刻没了力气，身子都软了半边。洛凡继续用充满蛊惑的语调说道：再说了，她们再美，能有我们小棠身上的丹香好闻吗？来，让我闻闻。说着，他真的把脸埋进了林小棠的颈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真香，又甜又糯，跟刚出炉的百花糕一样，闻着就想咬一口。你讨厌！林小棠被他这番露骨的骚话弄得羞愤欲死，小脑袋埋在他怀里，跟鸵鸟一样，连耳朵根都变成了诱人的粉红色。我这是在研究对手，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才能安安稳稳的活着呀。洛凡轻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傻丫头，连这个都不懂。林小棠被他连哄带骗，心里的那点小脾气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满心的羞涩和一丝丝的甜蜜。他扭捏了半天，才从自己的储物袋里一股脑掏出好几个玉瓶，全都塞进洛凡手里。给你，这都是我新炼的9转丹，疗伤效果可好了。你跟人打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受伤了。他一边说，一边紧张的四处张望。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师尊不让我来找你，我不能待太久。他顿了顿，又小声补充道：洛凡哥哥，我们炼丹师的大比跟你们不一样，只比炼丹不动手的，你不用担心我。洛凡看着手里的丹药，又看了看女孩那双写满关切的眼睛，心底某处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碰了一下。知道了，快回去吧，别让你师尊发现了。林小棠点了点头，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猛地抬起头，飞快地在洛凡的脸颊上亲了一下。不，柔软的触感一闪而逝。我走了。林小棠整个人像是被点燃的炮仗，瞬间从洛凡怀里弹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房间，只留下一道苍黄又可爱的背影。洛凡摸了摸脸颊上残留的温润，失笑着摇了摇头。他关好门窗，布下几道简单的禁制，随即盘膝而坐，心神沉入丹田。随着功法的运转，院落中那本就充裕的灵气仿佛找到了宣泄口，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流，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
灵气经过经脉的淬炼，最终汇入丹田之中，被那颗滴溜溜旋转的金色丹丸所吸收。咔嚓！不知过了多久，洛凡体内传来一声清脆的微响，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壁垒被冲破。他身上的气势骤然暴涨，原本停滞在宁丹四重巅峰的修为，在这一刻成功突破，稳稳地踏入了宁丹五重的境界。洛凡缓缓睁开双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感受着体内比先前雄浑了数倍的灵力，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实力精进之后，他想起了此前的战利品，心念一动，一个样式古朴的储物袋出现在手中，正是当初在黑风谷斩杀赵无及时缴获的。神识探入其中，一番翻找，除了堆积如山的灵石和一些品阶不高的丹药外，并无太多亮眼之物。就在他准备放弃时，神识却在储物袋最深处的角落触碰到了一个被层层禁制包裹的玉盒。洛凡花了一番功夫破开禁制，打开玉盒，只见一枚通体漆黑、篆刻着山川纹路的古朴小印正静静地躺在其中。他将小印托在掌心，入手即沉。当他尝试注入一丝灵力时，那黑色小印猛然光芒大放，一股厚重如山岳般的气息弥漫开来，竟压得整个房间的空气都为之一滞这，竟然是一件真正的法宝。这绝非寻常灵气，而是蕴含着一丝法则之力的重宝。观其气息，应是一件主镇压与防御的法宝，威力无穷。有了此物，我的底牌又多了一张。夜色如墨，月光如水，房间内一片寂静，只有桌上的烛火在轻轻跳跃。洛凡盘膝而坐，正在调息。一道清冷的、不带丝毫烟火气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房间中央。江清婉依旧是一袭月白长裙，3000青丝仅用一只白玉簪松松挽住，清丽的容颜在月光下更显绝尘，宛如广寒宫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只是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凤眸深处，藏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复杂与挣扎。他看着盘膝而坐的洛凡，沉默了片刻，抬手一挥，铮！一声清越的剑鸣，一柄通体晶莹如秋水的长剑悬浮在了洛凡面前。如今天玄宗没落，没有什么好的法宝赠予你，与人对敌恐会吃亏。江清婉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听不出任何情绪。这是我的佩剑秋水，里面封印了我3道剑气，危急时刻可保你性命。洛凡缓缓睁开眼睛，他看着眼前的秋水剑，又看了看江清婉那张故作冷漠的脸，忽然笑了。他没有去接那把剑，反而站起身，一步步朝江清婉走去。师尊，这是在关心徒儿。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懒洋洋的戏谑。可我是一代魔祖，又怎么会没有准备？话音未落，洛凡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伸出手，没有去拿那柄价值连城的秋水剑，而是顺势一揽，直接将江清婉那具散发着清冷体香的惊愕娇躯紧紧地搂入了怀中。你！江清婉大惊失色，浑身灵力下意识的就要爆发。洛凡却将嘴唇贴在了他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邪意的低语：而且你现在还真把自己当作是我的师尊？混账！你给我放手！他又羞又怒，神念一动，便要催动灵力震开这个胆大包天的逆徒。洛凡却只是冷笑一声，心念微动，嗡！一声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枷锁震鸣，瞬间传遍了江清婉的4肢百骸。那股他无比熟悉的带着绝对威严与掌控力的冰冷力量，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瞬间将他体内奔腾的灵力彻底封印锁死。涓滴不剩。江清婉那双清冷的凤眸瞬间睁大了，里面充满了惊恐与难以置信。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海洋在这一刻被彻底冻结，无论他如何催动，都激不起半点波澜。他引以为傲的化神后期修为，在这个男人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一般。现在还要我放手吗？你这个魔鬼，无耻！江清婉的身体僵硬的像一块石头，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死死咬着嘴唇，用尽全身的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回应他的是清脆的一声啪。洛凡毫不犹豫的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拍在了他浑圆挺蜜桃上，声音不大，在这寂静的房间里却显得格外响亮，也格外的侮辱。江清婉整个人都懵了，他长这么大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教主 Rain。 洛凡冰冷而不容抗拒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休想！江清婉的嘴唇被咬得发白，眼中弥漫起一层浓浓的水雾，倔强地扭过头。啪！又是一巴掌打在了同一个位置，力道比刚才更重了几分。那挺翘的蜜桃隔着薄薄的裙衫，甚至荡起了一阵羞人的波浪。江清婉喉间溢出一声压抑的呜咽，身体软得几乎站不住。看来师尊很不听话。洛凡看着他这副宁死不屈的模样，低低的笑了。他不再逼他，而是直接低下头，狠狠地吻住了他那准备开口斥骂的冰凉的唇瓣，将他所有的声音都堵了回去。江清婉疯狂地挣扎，
却像是落入蛛网的蝴蝶，所有的反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许久，洛凡才松开他。江清婉瘫软在他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那张清冷的脸上此刻布满了屈辱的潮红。洛凡顺势将他打横抱起，走向了内室的大床，在他耳边用如同恶魔般的沙哑声音缓缓低语：既然师尊这么不听话，那今晚我们就来玩几个游戏好了。第一个游戏叫盲人摸象。晨光熹微，透过窗棂，在床榻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洛凡从一片温软馨香中醒来，怀中的玉人仍在沉睡。江清婉侧躺着，如瀑的青丝散乱在枕上，几缕粘在因汗水而晶莹的脸颊，遮住了那双平日里清冷孤傲的凤眸。经过一夜的苦战，他早已精疲力尽，此刻的睡颜带着一种被彻底蒸发后的疲惫与脆弱，黛眉微蹙，似乎在梦中也摆脱不了那份屈辱。洛凡抽出被他胸前那惊人饱满压得发麻的手臂，指尖还残留着细腻滑腻的触感。他俯下身，欣赏着这尊被自己拉下神坛的冰山神女，目光落在她微张的阴唇上，将嘴角残留的一丝晶莹吻入口中，带着一丝战利品般的甜腻。他顺势吻住了那双唇瓣，舌尖撬开贝齿，肆意搅动。江清婉在窒息感中猛然惊醒，美眸睁开，先是迷茫，随即被羞愤与惊恐填满。他用力将洛凡推开，玉手下意识地抓紧颈背，遮住自己不着寸缕的娇躯，声音又急又低：你转过去。洛凡靠在床头，双臂抱胸，好整以暇地欣赏着他慌乱的窘态，嘴角挂着戏谑的笑意。怎么，一觉醒来，江仙子又变回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贞洁烈女了？她的声音懒洋洋的，却字字诛心。我记得昨晚是谁主动掰开，哭着求我，让我看的你。江清婉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她咬着牙，低下头，慌乱地在凌乱的被褥间翻找自己的衣物。可她越是慌乱，越是找不到，尤其是那件贴身的素白裹胸，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洛凡就这么看着她，如同在欣赏一出绝妙的戏剧。他目光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游走，从那因急促呼吸而剧烈起伏的胸口，到那不堪一握的纤细腰肢，再到背景被遮掩的神秘地带。江仙子这是在找什么？洛凡明知故问，声音里满是恶意的调侃。穿个衣服都这么扭捏，莫不是昨晚余温未尽，在这里故意卖弄风骚，好让徒儿再疼你一次？你胡说！江清婉抓起一件外袍，胡乱的想要披上，却因动作太大，让颈背滑落了几分，那拥雪成风的景致便暴露在晨光下。啧啧，怪不得是正道第一美人。洛凡的目光变得灼热，这身段，这起伏，当真是骚啊！他顿了顿，又慢悠悠地补上一刀。当着自己徒弟的面发骚，没想到冰清玉洁，被誉为年轻一代正道楷模的江仙子，私下里竟是如此不知检点，还懂得勾引自己的徒弟。这要是传出去，天下男人的心怕是都要碎了。下流，无耻！江清婉被他说得浑身发抖，抓起一个枕头就朝他砸了过去。你快闭嘴！枕头被洛凡轻易接住，他把枕头放在一边，脸上却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徒弟只是实话实说，师尊莫不是恼羞成怒，要杀人灭口？哎呀，这是要谋杀亲夫啊！江仙子好狠的心肠。他话锋一转，声音压低，带着一丝蛊惑的沙哑。江仙子昨夜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记得江仙子可是饥渴得很，死去活来的求着我疼爱她，还说要为我生下孩，将她培养成超越你我的大剑仙呢。这番话像是一道惊雷，劈得江清婉脑中一片空白，所有的理智和羞耻心在这一刻彻底崩盘。他气急败坏之下脱口而出：混蛋，还不是因为你不给我！话说到一半，他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一双美眸瞪得溜圆，里面满是惊恐和悔恨。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竟然会说出这种不知廉耻的话。洛凡看着他羞愤欲绝的模样，笑得更加开怀。江清婉知道自己已经没了退路，只能先将外衣披上。可没有了裹胸的束缚，胸前那两团丰盈便失了约束，只是松松垮垮地披着外袍，将衣襟撑开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随着他的动作，那两团雪白更是波涛起伏，若隐若现。这哪里还是那个清冷高贵的凌霄峰主，分明就是一个刚刚承欢、睡眼惺忪的浪荡美妇。他试着走了2步，胸前的动静让他脸颊滚烫，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他真的害怕这2个不听话的小东西会突然从衣襟里跳出来，这让他如何去面对外面的弟子，如何去参加那万众瞩目的天骄大比？他崩溃地将衣领扯开，又烦躁地合上，最终还是转过身，对着那个罪魁祸首低吼道：还不快闭嘴，把我的裹胸还给我！洛凡摊了摊手，一脸无辜。徒儿怎会知道师尊的裹胸在何处？师尊可要仔细想想，莫不是昨晚被那个魔道妖人洛九幽给顺手偷了去？师尊可不能什么脏水都往我洛凡头上泼啊！你！
江青婉气的胸口剧烈起伏，却又无从反驳。洛凡看着他那副快要被气哭的模样，这才慢悠悠地说道：“不过嘛，徒儿这里倒是有一件贴身衣物，兴许能解师尊的燃眉之急。”江青婉眼睛一亮，语气急切：“还不快拿来！你想违抗师命不成？”徒儿不敢。洛凡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只是那洛九幽老魔临走时曾交代徒儿，这件衣物必须在师尊您亲口叫一声主人后方可得到，否则那老魔定会将徒儿挫骨扬灰。师尊，徒儿害怕呀！你少给我装蒜，再不拿来，我就……江青婉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狠话。洛凡歪了歪头，凑近他，低声笑道：“你就怎样？当着徒儿的面再拖一遍吗？”师尊，他后退一步，叹了口气：“那老魔凶残得很，不好对付。要不你就委屈一下，叫一声吧。你看，再这么耽搁下去，要是外面的人来了，可就不好了。”咚咚咚，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院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是弟子恭敬的请示声：“江峰主，洛师兄，时辰差不多了，宗主已经下令，各大宗门都已动身前往登天殿了。”这声音成了压垮江青婉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是大比开始的日子，他身为剑锋领队，天玄宗的脸面之一，绝不能迟到失仪，更不能以这副衣衫不整的样子出现在众人面前。他闭上眼，长长的睫毛不住颤抖，暴露出内心的剧烈挣扎。最终他银牙紧咬，从齿缝间挤出2个字：“孽徒。”师尊说什么？风大，徒儿没听清。洛凡掏了掏耳朵。江青婉深吸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那声音轻如文瑞，却带着无尽的屈辱与颤抖。主人。洛凡仿佛没听见，凑近了些，一脸疑惑：“叫谁啊？”江青婉猛地睁开眼，凤眸中水雾弥漫，他死死地瞪着洛凡，一字一顿地重复道：“洛凡，主人。”弟子不敢。洛凡嘴上说着不敢，脸上却笑开了花。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物，随手抛给了江青婉。江青婉急忙接住，可定睛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那根本不是他那件素白的棉布裹胸，而是一件用艳丽的红色纱织制成的肚兜，上面用金线绣着一对交颈吸水的鸳鸯，旁边还有几朵含苞待放的并蒂莲，精巧的系带上还穿着几颗米粒大小的珍珠。这东西风骚露骨，充满了情欲的暗示，分明是世俗青楼女子才会穿的物件。我要的是裹胸，不是肚兜，更何况还是如此。他羞得说不下去。洛凡挑了挑眉：“师尊是嫌弃弟子准备的肚兜不好看吗？这鸳鸯戏莲不合师尊的心意。可是弟子就只有这一个肚兜呀。”咚咚咚，外面的催促声再次响起，而且脚步声越来越近，似乎已经到了院门口。江峰主。江青婉心头一颤，再也顾不上羞耻，含着泪，颤抖着手，将那件风骚的肚兜穿在身上，再飞快地套上外袍。洛凡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施施然地上前打开了院门。门外，剑锋的内门弟子们早已集结完毕，正一脸焦急地等候着。看到门开，众人刚想行礼，却见他们那位清冷如仙的峰主面色潮红，眼角还带着一丝未干的水汽，嘴唇更是红肿的厉害，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娇媚韵味。众人看得都有些发愣。洛凡从院内走出，恰到好处地挡在江青婉身前，对着众人歉意一笑，随后又满脸关切地回头看向江青婉：“师尊，您脸色怎会如此红润？可是身体不适？”他声音洪亮，饱含担忧：“定是徒儿最近修行不精，惹您忧心了。请师尊放心，此次天骄大比，徒儿定当为宗门争光，不负师尊厚望。”众弟子闻言，看向洛凡的眼神顿时充满了羡慕与敬佩。能与江峰主同住内院，时时聆听教诲，这是何等的福分！看洛师兄对师尊如此恭敬，师尊对弟子又如此关怀，真乃师徒楷模。江青婉站在洛凡身后，听着他那颠倒黑白的话，感受着胸前那件风骚肚都传来的异样触感，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差点一口血喷出来。天玄宗的飞舟抵达中州皇朝的登天殿广场时，几乎是最后一个。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各大宗门的旌旗迎风招展，数不清的强大气息纵横交错。当看到天玄宗那艘略显寒酸的飞舟降临时，无数道目光投了过来，其中夹杂着轻蔑、玩味和毫不掩饰的嘲讽。哟，这不是当年号称正道第一宗的天玄宗吗？怎么还有脸来参加大比啊？听说他们宗门青黄不接，没落的厉害。你们看这次派来的弟子，竟然还有宁丹境4众，这是派来凑数的吗？哈哈，恐怕是来丢人的。天玄宗是真的后继无人了。一阵高过一阵的议论声中，一个穿着太医门华服、面带淫邪之色的青年，目光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江青婉那玲珑有致的曲线上来回扫视。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正道盟服饰的河道境修士飞至广场中央的高台，威严的声音压过了所有嘈杂。肃静！他面无表情地宣布道：“本次天骄大比规则有变，不设擂台，不计名次，所有参与者将进入万象秘境，其中机缘与危机并存，生死自负，所得尽归己有。若遇不敌，捏碎玉牌即可传送出局。此番目的只为筛选能于血与火中崛起的真正精英，以应对魔道之劫。”话音刚落，现场气氛陡然变得凝重而血腥。登天殿中央的高台上，随着那名河道境修士威严的话音落下，一道道玄奥的符文自地面亮起，瞬间交织成覆盖整个广场的巨大传送阵法。嗡！刺目的白光冲天而起，所有天骄弟子脚下都亮起了炫目的光芒，一股强烈的空间拉扯感瞬间包裹了全身。洛凡在被传送的瞬间，飞快地对身旁的江清婉使了个眼色，同时手指微不可察的一弹，一道几乎无法察觉的魔气印记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另一侧林小棠的丹尸袍内。下一秒，天旋地转，眼前的一切都被无尽的白光吞没。当脚下重新传来坚实的触感时，洛凡的身体只是微微一晃，便稳住了身形。一股浓郁到近乎液态的灵气扑面而来，夹杂着潮湿的泥土芬芳与各种奇花异草混合的蛮荒气息。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片广袤的原始丛林，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巨大的藤蔓如囚笼般盘绕，地上铺满了厚厚的腐叶、血龙涎、紫猴花，还有三叶断魂草。对于只有宁丹境的来说，这些可都是难得的珍品。洛凡的目光扫过几株在外界千金难求的灵植，嘴角翘起。这万象秘境果然名不虚传。他没有急着去寻找江清婉或是天玄宗的其他人，而是闭上眼，神识如潮水般铺散开来。很快，一道熟悉又让他厌恶的气息被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真是冤家路窄。洛凡冷笑一声，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融入林间的阴影，循着那股气息悄然靠近。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他隐藏在一棵需要蜀人合抱的巨树之后，看向前方的一片空地。只见太医门的魏长明正带着4名同样身穿华服的太医门弟子，将3名衣着朴素、看起来来自某个小宗门的弟子团团围住。那3名弟子修为最高不过宁丹境3重，此刻正满脸惊恐与愤怒。魏长明手持一个罗盘状的法宝，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倨傲与轻蔑，用一种施舍般的语气开口：“我再说一遍，这片区域的天才地宝，我太医门包了。看在同属正道的份上，给你们2个选择。”他伸出2根手指，慢条斯理地说道：“1. 交出你们身上所有的储物袋，然后滚。2. 现在就捏碎你们的保命玉牌，滚出秘境。”其中一名小宗门的青年弟子涨红了脸，鼓起勇气反驳：“魏师兄，你这也太霸道了！这秘境乃是9州共享，里面的机缘各凭本事，你凭什么？凭什么？”魏长明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哈哈大笑起来。他身后的几名弟子也跟着发出阵阵讥笑。就凭我叫魏长明，就凭我身后的宗门是太医门。他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眼神变得阴冷。给你脸你不要脸，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师弟们，动手，送他们出去。是，魏师兄。4名太医门弟子狞笑着上前，真元鼓荡，眼看就要动手。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一道粗犷的嗓门如洪钟般响起：“太医门的，欺负几个修为低的算什么本事？人多欺负人少，俺最看不过眼了。”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如同铁塔般的壮汉从林中大步走出。他身穿兽皮缝制的坎肩，裸露的古铜色手臂上肌肉虬结，肩上还蹲着一只拳头大小、浑身毛发如火焰般燃烧的迷你灵猴。来人正是御兽宗的天才弟子熊汉山。熊汉山一双铜铃大眼瞪着魏长明，瓮声瓮气地说道：“有种跟俺的火眼金刚练练。他一拳下去，你可能会死。”他肩上的小猴子仿佛听懂了主人的话，龇着牙对着魏长明滋滋叫了2声，挥舞着不成比例的小拳头。魏长明看到熊汉山，脸色明显沉了下来。御兽宗的弟子是出了名的难缠，个个皮糙肉厚，悍不畏死，而且身边总跟着稀奇古怪的妖兽，真动起手来，就算能赢也得脱层皮。熊汉山，我劝你别多管闲事。魏长明冷声道：“这是我太医门和他们之间的事情，与你御兽宗无关，俺就看不惯。”熊汉山一根筋地回道：“你要打他们，就先跟俺打。”场面一时僵持住了。哎呦，这不是魏师兄吗？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巨树后传来，洛凡拍了拍手，慢悠悠地晃了出来。他环视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魏长明身上，啧啧称奇：“几天不见，魏师兄的威风又长了不少吗？以前在登天殿，只是敢偷偷摸摸地盯着别人的师尊流口水，
现在进了秘境，都学会拦路打劫了，这进步真是神速，可喜可贺啊！洛凡，魏长明看到洛凡，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炸毛，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那张还算英俊的脸庞因愤怒而扭曲，咬牙切齿地吼道：“你这个废物，居然也敢出现在我面前！你找死！我找死！”洛凡掏了掏耳朵，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魏师兄，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上次是谁被吓得屁滚尿流？要不是我师尊拦着，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周围的小宗门弟子和熊汉山都听得一愣一愣的，目光在洛凡和魏长明之间来回移动。你胡说八道！魏长明气得浑身发抖。上次不过是赵长老有要事，本少不与你计较罢了。今天我看谁还能护着你。他话音未落，便要拔剑。洛凡却像是没看见他的动作，忽然指着魏长明身后，脸上露出极为惊恐的表情，大声喊道：“小心！”后面是3阶顶峰妖兽地魔蛛。这声喊叫又急又响，充满了真实的恐惧。魏长明心头一跳，几乎是本能的转身回头，同时运起了护身罡气，全身戒备。然而他身后空空如也，除了树还是树，哪有什么妖兽的影子？你耍我！魏长明勃然大怒，刚要转回头找洛凡算账，就在他回头愣神的那一瞬间，洛凡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屈指一弹，咻！一颗早就准备好的沾染了某种妖兽血液的小石子，带着破空声，精准无比地打在了魏长明的后袍下摆上。一股极淡的奇异的腥气迅速散开，混在丛林复杂的气味中，几乎无法察觉。耍你又如何？洛凡摊了摊手，一脸无辜。魏长明还没来得及发作，就听到头顶的树冠中传来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嘶嘶声。他猛地抬头，只见一只体型如同牛犊般巨大，长着一张酷似人类女子的惨白脸庞，8只猩红复眼闪烁着凶光的恐怖蜘蛛正从交错的枝桠间倒挂而下。地魔蛛！他无视了近在咫尺的洛凡和熊汉山，也无视了那几个小宗门的弟子，8只血红的眼睛死死锁定了魏长明，口气中滴落着腥臭的咸水。吼！地魔蛛发出一声尖啸，庞大的身躯如同一颗黑色的炮弹，径直扑向了身上带有标记的魏长明。该死！保护我！魏长明尖利的嗓音划破了丛林的寂静，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都愣着干什么？给我上！拦住他！谁敢后退，本少回宗门扒了他的皮！他惊骇欲绝地指着那头扑来的地魔蛛，自己却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4名太医门的弟子脸色煞白，但宗门铁律和魏长明的淫威让他们不敢违抗。太医见绝，浩然正气，上！杀了这畜生！4人咬着牙，强行鼓动真元，手中灵剑绽放出各色光华，化作4道剑气，从不同方向斩向地魔蛛庞大的身躯。然而剑气落在地魔蛛漆黑的甲靠上，只迸发出一连串金铁交明的火花，连一道白痕都没能留下。地魔蛛被人攻击，彻底暴怒。他那张酷似女人的惨白脸庞上，8只猩红复眼，凶光大盛，猛地张开狰狞的口气。噗噗噗！数张粘稠的白色蛛网带着一股恶风，如同天罗地网般喷射而出。不好，快躲！一名弟子惊呼，可蛛网的速度太快，范围又广，他们根本来不及闪避。啊！一名弟子被蛛网当头罩住，蛛网瞬间收紧，将他捆成了粽子。一股青烟冒起，伴随着皮肉被腐蚀的滋滋声，那名弟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嚎。他身上的法衣和护身罡气在强烈的腐蚀性毒液下迅速消融。眨眼之间，4名太医门弟子尽数被蛛网缠住，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哀嚎，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下去。废物！一群废物！魏长明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一边咒骂，一边继续后退。周围那几个小宗门的弟子更是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洛凡懒洋洋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熊熊，别看了，搭把手。这畜生看起来凶，其实是个银样蜡枪头，弱点就在腹部那块巴掌大的白色软甲上。咱们联手干掉他，妖丹平分。”熊汉山正看得愣神，听到洛凡的话，铜铃大眼一亮，瓮声瓮气的大吼一声：“好，俺信你！区区一只大蜘蛛，看俺不把它锤成肉酱！”他话音未落，整个人已经如同出膛的炮弹般冲了出去，肩上那只火红色的小猴子吱的尖叫一声，身形暴涨至半人高，浑身燃烧着熊熊烈焰，紧随其后。火眼金刚，给俺砸！一人一猴几乎同时跃起，对着地魔蛛那微微隆起的腹部狠狠地挥出了拳头。砰砰，2记沉闷的重击声响起，如同肋骨。然而地魔蛛只是身形晃了晃，腹部那块所谓的白色软甲
非但没有破碎，反而亮起一层幽光，将两股巨力尽数卸去。熊汉山一愣，咦，不疼？吼！地魔蛛彻底被激怒了。腹部是他孕育后代的地方，防御力最强，也最是敏感。此刻被攻击，他放弃了蛛网中奄奄一息的太乙门弟子，八只复眼齐刷刷地转向熊汉山，充满了暴虐的杀意。庞大的身躯猛地一转，八条锋利如长矛的猪腿疯狂舞动，带着撕裂空气的厉效，狂风暴雨般的攻向熊汉山。我操！来真的啊！熊汉山怪叫一声，瞬间手忙脚乱。他皮糙肉厚，一时还能抵挡，但他那灵宠火眼金刚却被一条猪腿扫中，惨叫着飞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敢打俺的猴！熊汉山眼睛都红了，彻底陷入了狂暴的缠斗之中。而另一边，魏长明看到熊汉山成功吸引了地魔蛛的全部火力，眼中闪过一抹狂喜和怨毒。他不再犹豫，飞快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张流光溢彩的符箓。洛凡，还有你这头蠢熊，你们给我等着！他怨毒地嘶吼一声，将灵力注入符箓。嗡！空间一阵扭曲，符箓化作一团白光，将他包裹。下一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竟是抛下所有同门，独自逃生了。跑得还挺快。洛凡撇了撇嘴，不再看戏。他对还在苦苦支撑的熊汉山喊道：熊熊，开个玩笑，打他眼睛！你他娘的！熊汉山气得破口大骂，却还是下意识地照做了。洛凡的身影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鬼魅般出现在地魔蛛的侧上方。这片秘境对修为压制极大，化神境进来几乎寸步难行，但他这凝丹境的修为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手中的秋水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在空中挽出一朵绚烂的剑花扑。噗噗，剑光如电，精准无比地刺入了地魔蛛八只复眼中的三只。嘶嘎！地魔蛛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庞大的身躯疯狂扭动，攻击瞬间乱了章法。好机会！熊汉山抓住这个空当，怒吼一声，双拳之上亮起土黄色的光芒，如同两颗流星，狠狠地砸在了地魔蛛剩下的几只眼睛上。爆裂声接连响起，红白之物四处飞溅，地魔蛛的惨嚎戛然而止，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洛凡轻飘飘地落在尸体旁，用秋水剑熟练的一剖，从地魔蛛体内取出一枚拳头大小、妖气精纯的内丹。做完这一切，他看都没看熊汉山，径直走向那四个被蛛网困住、只剩半口气的太乙门弟子。在熊汉山和几个小宗门弟子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洛凡手脚麻利地将四人腰间的储物袋全部扯了下来，揣进自己怀里。洛兄弟，你这是？熊汉山挠了挠头，满脸不解。洛凡一本正经地转过身，脸上满是悲天悯人的神色。哎，他们被妖蛛毒气侵蚀，神志不清，眼看就要不行了。我拿走储物袋，是帮他们减轻负担，免得有外物拖累，好让他们能安心捏碎玉牌回宗门疗伤。你看我是不是很善良啊？哦，熊汉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几个小宗门的弟子则是一个个嘴角抽搐，看向洛凡的眼神充满了敬畏。这脸皮简直比地魔蛛的甲壳还厚。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林中传来，伴随着一阵若有若无的香风，两道身影一前一后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名女子，一袭紫色的紧身长裙，将她那妖娆惹火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饱满的胸脯仿佛要撑破衣料，纤细的腰之下是浑圆挺翘的弧线，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在裙摆开叉处若隐若现，每走一步都摇曳出惊心动魄的风情。她生着一双顾盼生辉的桃花眼，眼波流转间媚意天成，正是补天阁的天之娇女秦梦瑶。在她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一名男子，穿着青云宗的普通弟子服，面容普通，气息内敛，低着头，像个不起眼的仆从。秦梦瑶美眸在狼藉的战场上一扫，最后落在洛凡和他手中的腰丹上，唇角漾开一抹动人的笑意。哥，这位师弟好手段，竟能如此轻松地斩杀三阶顶峰的地魔蛛，真是让小女子大开眼界呢。小女子补天阁秦梦瑶，佩服佩服。她的声音又甜又腻，像抹了蜜糖，尾音微微拖长，带着一丝慵懒的沙哑，钻进人的耳朵里，让人骨头都酥了半边。洛凡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将手中的妖丹抛了抛，感受着那股精纯的妖力，懒洋洋地回道：天玄宗洛凡，仙子有事。哎呀，师弟真是个急脾气。秦梦瑶掩嘴轻笑，胸前那惊人的弧线随之轻轻颤动。小女子只是见师弟神勇，心生仰慕，想结交一番罢了。这万象秘境危机四伏，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师弟说对吗？他一边说着，一边莲步轻移，朝洛凡靠近。然而就在他与洛凡交谈之时，他身后那名低着头的青云宗弟子叶苍，那被长长刘海遮住的眼眸深处
一抹微不可察的金光悄然闪过。在他的识海中，一面古朴的镜子正微微震动，镜面上清晰地映照出洛凡的身影。而在洛凡的身影之上，一缕极其微弱却至高无上，仿佛凌驾于诸天万道之上的魔道本源气息正缓缓流转。这股气息比他见过的逆魔盟盟主还要纯粹，还要古老，还要尊贵。叶苍的呼吸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滞，他立刻垂下眼帘，将所有情绪都掩藏在那张普通的面容之下。杀了他！一个疯狂的念头如同种子般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必须在他成长起来之前将这个魔道的源头彻底扼杀。一股冰冷的杀意转瞬即逝，洛凡眉头一挑，感受到了那股一闪而过的敌意。他抬眼，目光越过秦梦瑶那片诱人的雪白，落在了他身后那个不起眼的叶苍身上。有意思，他心中冷笑一声，忽然换上一副豪爽的表情，大步走到熊汉山面前。熊兄，他从怀里摸出一块刻着猛兽图腾的令牌，塞到熊汉山手里。这是玉兽宗石破天长老给我的信物，他老人家说了，见到玉兽宗的兄弟就是自家人。拿着这个，以后咱们就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接着他不由分说地将那枚硕大的地魔珠妖丹整个塞进熊汉山怀里。这玩意儿血气太重，跟我功法不合，你拿着补补身子，刚才辛苦你了，别跟兄弟我客气。熊汉山捧着令牌和妖丹，彻底懵了，感动的眼眶都有些发红。洛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客气。洛凡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忽然捂住肚子，脸色一变。哎呦，不行了，熊兄，你先走，我忽然肚子疼，要去方便一下，咱们回头再聊。说完，他也不管熊汉山和那边一脸错愕的秦梦瑶，一溜烟钻进了旁边的密林里。熊汉山感激地看了看洛凡消失的方向，又宝贝似的将妖丹和令牌收好，扛起他那还在哼哼唧唧的猴子，大步流星地朝着另一个方向离去。秦梦瑶看着这出闹剧，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消失在密林中的洛凡并没有走远，他收敛了全身气息，如同与阴影融为一体的幽灵，悄无声息地绕了一个圈。那道转瞬即逝的杀意他记下了，不过现在有比陪这些小家伙玩过家家更有趣的事情。他鼻翼微动，捕捉到空气中一缕若有若无，清冽中夹杂着处子幽香的凌厉波动，那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他循着那缕气息朝着秘境深处前行而去。在密林中七拐八绕，确认没人跟踪后，他便放慢了脚步。这片万象秘境对于寻常弟子来说，处处是危机、瘴气、毒虫、天然的迷惑阵法，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可在他这位曾经的魔族眼中，这些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的玩意儿。他信步穿行在一片紫色的瘴气林中，脚下步伐看似随意，却总能精准地避开所有隐藏的阵法节点。用3叶迷魂草做阵眼，再以地脉浊气催发，想法不错，可惜手法太嫩，漏洞百出。他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点评。随着不断深入，空气中的灵气愈发浓郁，同时一股若有若无的清冽香气开始钻入他的鼻腔。这香味很特别，不似花香，不似草木之息，倒像是一块万年寒玉在烈日下散发出的丝丝凉意，清冷中又带着一丝勾动人心的忧郁。哗啦啦，前方传来了清晰的水流声。洛凡的脚步停下了，他施展出魔道秘法，敛息归寂，整个人的气息、心跳乃至灵力波动在瞬间被压缩到了极致，与周围的一草一木再无分别。他就像一缕风，一片影子，悄无声息地朝着水声的源头前行而去。拨开最后一丛灌木，眼前豁然开朗，一挂银链般的瀑布从数十丈高的悬崖上垂落，砸入下方碧绿的水潭，激起万千水珠。而那股独特的幽香和水声，正是从瀑布之后传来的。洛凡没有贸然闯入，他走到潭边，指尖在水面轻轻一点，一圈涟漪散开，潭水中的水汽迅速在他面前汇聚，凝结成一面清晰无比却没有丝毫灵力波动的水镜。魔道水系侦察法术，水镜窥天术。镜中的景象让洛凡的呼吸有那么一瞬间的停滞。瀑布之后别有洞天，那是一个被水汽笼罩的天然石窟，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从石窟中央穿过，一名女子正背对着他半蹲在溪边。她身上那件月白色的剑士服已经退到了腰间，松松垮垮地系着，上半身完全裸露在外，光洁如玉的背脊在朦胧水汽中泛着象牙般温润的光泽，脊柱的沟壑线清晰而优美，向下延伸，没入那不盈一握的纤腰之中。那腰肢细的仿佛一只手就能完全掌握，与下方被衣物包裹出的浑圆挺翘的弧线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哗啦啦，哗啦，一阵断断续续、清脆悦耳的水流声从他身下响起，汇入面前的小溪。原来如此。洛凡的目光从那完美的背部曲线滑到他修长白皙的天鹅颈，
再到那用一根白玉簪随意挽起的乌黑秀发，尽管只是一个背影，却已美得不似凡间之物。洛凡几乎在瞬间就认出了她。九州圣女芳华谱上名列前茅，被誉为冰魄剑仙的太昊剑宗首席大弟子云溪月。而那股独特的幽香也并非什么异宝，而是顶级的先天剑胎道体在无意识间散发出的灵气。这种体质对于修炼采补之术的修士而言，是天底下最完美的鼎炉，没有之一。镜中，云溪月似乎解决完了，那清脆的水声停歇，她微微直起身，舒展了一下柔韧的腰肢，带起一片令人目眩的雪白。她转过半边身子，似乎是想用溪水清洗一下身下污渍。洛凡终于看清了她的侧脸，眉眼疏淡，鼻梁高挺，唇色极淡，整张脸庞宛若冰雪雕琢，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冷得让人不敢靠近，却又美得让人心头发颤。就在他纤纤玉手即将探入溪水中的瞬间，洛凡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故意加重了一丝呼吸。呼，这一丝微弱的气流穿过瀑布，扰动了石窟内的水汽。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根本无法察觉，但对于云溪月这等灵丹巅峰、神识敏锐如针的顶尖剑修而言，却像是黑夜中突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他的动作猛然僵住，那双冰冷的凤眸瞬间迸射出骇人的寒光。谁在那里？声音冰冷如万载寒冰，不带一丝感情。话音未落，他甚至看都未看，反手并指如剑，对着洛凡藏身的方向遥遥一斩。咻！一道凝练到极致，几乎化为实质的白色剑气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瞬间跨越数十丈的距离，狠狠斩在了洛凡身前的一块巨石上。轰！巨石应声而裂，被从中整齐地劈成了两半，切口光滑如镜。洛凡从碎石之后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拍了拍手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脸上挂着一抹玩味的笑容，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那还未完全遮掩的雪白娇躯上游走。别紧张，仙子。他懒洋洋地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云溪月的耳中。我只是循着溪水声过来，想看看是哪条山泉流淌得如此清冽动听。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没想到欣赏到了一幅更美的活泉图。云溪月那张万年冰封的俏脸，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彻底变了。他猛地转过身，也顾不得整理衣衫，任由那月白色的剑符松垮地挂在腰间，露出大片惊心动魄的春光。当他看到洛凡脸上那玩味的笑容，再联想到他话语中那无耻至极的含义，一股前所未有的羞辱与愤怒如同火山般从心底喷发。那双冰冷的凤眸中此刻只剩下凛冽刺骨的杀机。天玄宗的弟子，他认出了洛凡身上的服饰，声音里的温度足以将整个水潭冻结。一个区区凝丹境5重的蝼蚁，竟敢窥伺他最私密的一刻，还敢用如此污言秽语来羞辱他，你找死！云溪月再不多说一个字的废话。嗡！一柄通体晶莹剔透，仿佛由冰雪凝聚而成的长剑凭空出现在他手中。下一秒，他的身形化作一道快到极致的白虹，携带着足以撕裂虚空的恐怖剑意，直刺洛凡的眉心。这一剑是他的必杀一击，他要将眼前这个亵渎了他的无耻之徒，连同他的灵魂一起彻底碾成齑粉。那柄通体晶莹的冰雪长剑裹挟着冰封万物的剑意，如一道自9天坠落的流光，瞬息之间便已抵至洛凡眉心。剑尖吞吐的寒芒甚至让空气都凝结出细碎的冰晶。云溪月那张冰雕玉琢的脸上除了杀意再无他物，他要将这个胆敢窥探并亵渎他的人，连同他那肮脏的视线一并从这个世界上抹除。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剑，洛凡却站在原地动也未动。就在剑尖即将刺入他皮肤的前一刹那，他整个人以一个肉眼难以捕捉的诡异角度微微一侧，紧接着他伸出食指与中指，不偏不倚，精准无比地夹住了那高速刺来的剑身。叮！一声轻微的金铁交鸣，那足以洞穿山岳的恐怖剑势戛然而止，剑尖停在洛凡眉前半寸，再难寸进分毫。云溪月那双冰冷的凤眸中第一次出现了杀意之外的情绪，惊骇。他试图抽回长剑，可剑身像是被一座无形的山岳死死焊住。无论他如何疯狂催动体内的灵力，那柄与他心神相连的法宝长剑都纹丝不动。这个男人，这个区区凝丹境5重的男人，他的力量，他的技巧。仙子的剑很快，洛凡懒洋洋的声音响起，打破了这死寂的对峙。他夹着剑身歪了歪头，目光再一次放肆地从他那半露的雪白香肩滑到那因屈辱而微微起伏的饱满胸脯上。就是力气小了点。他邪笑着，故意在某些字眼上加重了读音。怎么，是不是刚才把力气都流光了？你闭嘴！羞辱，极致的羞辱。云溪月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冲上了头顶，那张万年冰封的俏脸涨得通红。他嘶吼一声，果断放弃了长剑，左手迅速捏出一个玄奥的剑诀，口中轻斥：皓月无影。
嗡！空气中发出一阵细微的颤鸣，一道道透明的、几乎看不见的月牙状剑气，凭空在他周身浮现，然后从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地斩向洛凡周身各处要害。这是瑶池圣地的顶尖绝学，剑气无形无影，最是防不胜防。洛凡松开夹着剑指的手，面对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无形剑气，脸上没有半分慌乱，他的身形陡然变得虚幻起来，像一缕在月光下飘忽不定的青烟。那些足以轻松斩断金刚的剑气从他身体中穿梭而过，却连他的衣角都没能碰到。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脚踩着一种诡异的步伐，在密集的剑气风暴中逆流而上，不断拉近与云溪月的距离。云溪月瞳孔收缩，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身法。就在他失神的瞬间，一道残影已然从他身侧一闪而过，他只觉得头皮一轻，那根束着他乌黑长发的白玉簪已被洛凡信手拈来，握在手中把玩哗啦，如瀑般的青丝瞬间散落，调皮的发梢拂过他光洁的脸颊，带来一阵微痒的触感。云溪月彻底懵了，他引以为傲的剑法，他赖以成名的速度，在这个男人面前竟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可笑。就是这万分之一刹那的愣神，洛凡身形一转，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一把夺过他手中那柄失控的长剑。他反手一转，握住剑柄，目光落在那因身着贴身剑士服而勾勒出浑圆挺翘弧线的臀部上，然后他高高扬起手中那柄属于他的冰雪剑，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石窟中回荡不休，甚至盖过了瀑布的水声。云溪月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彻底僵住，如同被施了定身咒。啊！他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尖叫，似痛苦，似羞愤，更似一种信仰崩塌的绝望。他那张美的不似凡人的俏脸，血色尽退，变得一片惨白，眼神中的惊骇与愤怒在这一刻尽数化为了实质性的疯狂的杀意。理智正在濒临崩溃。品质不错，料很足。洛凡将剑随手丢还给他，后退了几步，拉开一个安全的距离，嘴角的笑意愈发邪异。云仙子，你的剑用来打人软肋，可比杀人好用多了。他晃了晃手里的白玉簪，继续用言语追击，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狠狠扎在云溪月那高傲的自尊心上。要不要再试试？我杀了你！云溪月披头散发，双目赤红，状若疯魔。常规的手段已经奈何不了眼前这个诡异的弟子，他很清楚这一点。他毫不犹豫地猛一咬舌尖，噗！一口嫣红的精血喷吐而出，没有落在地上，而是尽数洒在了他左手手腕上的一面古朴的八角宝镜之上。那宝镜吸收了精血，瞬间光芒大盛，镜面之上浮现出无数玄奥的符文。锁魂追光镜，瑶池圣地秘宝，一旦被主人的精血催动，便能锁定敌人的神魂气息，千里之内无所遁形，不死不休。你以为你逃得掉吗？云溪月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冷的不带一丝人类的情感。与此同时，他祭出另一柄通体雪白、剑气更盛的飞剑。此剑一出，周围的温度骤然下降，空气中仿佛有雪花飘落。那凛冽的剑意比之前的冰雪剑强了不止一个档次。仙子这是要杀人灭口，好狠的心啊！洛凡看着那两件威势惊人的法宝，脸上的笑容却丝毫不减。嗡！锁魂追光镜猛地一颤，射出一道无法闪避的金色光柱，瞬间将洛凡的身形牢牢笼罩。一种被远古凶兽盯上的巨大压力瞬间降临，洛凡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仿佛被烙上了一个滚烫的印记，无论他跑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道金光的追踪。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今日必死。云溪月脸上恢复了那种冰山般的冷漠，但眼底的疯狂却愈发浓烈。他并指一点，那柄雪白的飞剑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化作一道长虹就要斩出。然而被金光锁定的洛凡脸上非但没有恐惧，反而露出一个计谋得逞的笑容。想杀我？仙子，你还是先追上我再说吧。话音未落，他转身就跑，目标明确，径直朝着秘境中一处他早已看好的弥漫着浓郁腐朽与死亡气息的密林深处飞奔而去。他的速度极快，几个闪烁间便消失在了密林边缘的阴影之中。嗖！一道凝如实质的剑气贴着洛凡的耳廓险险擦过，劲风割得他脸颊生疼。身后一株核爆粗的古木应声而断，轰然倒塌，激起一片尘土。那道烙印在他神魂上的金色光柱如枯骨之躯，黏腻而沉重，将他的速度拖慢了不止一筹。跑啊！我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云溪月冰冷的声音在后方紧追不舍，带着不死不休的疯狂。他每一次挥剑都是一道致命的杀招，剑气纵横，将洛凡周遭的陵墓斩得七零八落，碎屑纷飞。他要将这个亵渎他的男人碎尸万段。洛凡身形一矮，钻入一片光线骤然昏暗的林区，阳光被层层叠叠的枯败藤蔓彻底隔绝，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潮湿的死亡气息，灵气稀薄的近乎枯竭。云溪月毫不犹豫地追了进来，凛冽的剑意与这片死域格格不入。我看你……他话音未落，却见前方的洛凡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那张让他恨不得剁碎的脸上竟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仙子，不追了。洛凡懒洋洋地问。云溪月俏脸冰寒，以为他已是黔驴技穷，正欲催动飞剑给予最后一击，却见洛凡从储物袋中取出一颗鸽卵大小、通体血红的珠子。邪门歪道！云溪月冷哼一声，手中剑诀更快。洛凡没理他，手臂一扬，那颗血珠划出一道抛物线，不是砸向他，而是径直摔向他脚下的地面。啪！血珠应声破碎，一股浓郁到刺鼻的血腥气混合着庞大的灵气波动，瞬间炸开，如同在死寂的湖面投下一颗惊雷。云溪月立刻撑开护身剑罡，美眸中闪过一丝不屑，又是这种引诱妖兽的低劣伎俩。然而他预想中妖兽扑向血珠的场面并未发生，周围那些如死蛇般垂挂的枯藤纹丝不动。他嘴角刚要勾起一抹讥讽，脚下的地面却猛地一颤，不是错觉，是剧烈的震动。什么？云溪月瞳孔一缩，只见周围那些枯萎的藤蔓竟在这一刻活了过来，他们完全无视了不远处血气冲天的珠子碎屑，也无视了气息平平的洛凡，他们的目标是他。无数漆黑如墨的藤蔓如同蛰伏万年的毒蛇，从地下，从树干上，从四面八方疯狂地破土而出，朝着他席卷而来。血魔藤！洛凡嘴角的笑意更浓。这血珠只是个影子，一道打破平衡的隐性，对于这些专以吞噬高阶灵体为生的妖藤来说，那颗三阶妖兽的血珠不过是一碟开胃小菜。而云溪月这具先天剑胎道体，这纯净浩瀚如江海的灵力，才是他们渴望了不知多少年的饕餮盛宴。真正的诱饵从来不是血珠，是他自己。你……云溪月瞬间明白了什么，脸上血色尽退，但晚了。咔嚓！他引以为傲的护身剑罡在无数妖藤的疯狂绞杀下，仅仅坚持了不到一息，便如同脆弱的蛋壳般寸寸碎裂。啊！他惊呼一声，还未来得及反应，数不清的藤蔓便以蟒蛇般缠上了他。纤细的脚踝，不盈一握的腰肢，雪白的手腕，顷刻间便被捆缚得结结实实。一根最粗壮的藤蔓更是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道，粗暴地穿过他修长的双腿之间，猛地向上收紧，将他整个人高高吊起，悬在半空。这个姿势将他那因常年练剑而挺翘饱满的臀部曲线毫无遮掩地极具羞辱性地展现在洛凡眼前。他体内的灵力如同开闸的洪水，被那些贪婪的藤蔓疯狂抽取。云溪月喉间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哼，那张冰雕玉琢的俏脸此刻一片惨白，连那总是带着冰霜的嘴唇都失去了血色。哐当！那面锁魂追光镜因为失去灵力支撑，光芒暗淡地从他手中滑落，掉在地上。猎人在瞬间变成了猎物。洛凡闲庭信步般走上前，弯腰捡起地上的八角宝镜，在手里随意地抛了抛。仙子，你看，现在这东西归我了。他走到被藤蔓紧紧捆缚吊在空中的云溪月面前，他披头散发，平日里一丝不苟的剑斧此刻凌乱不堪，几处布料更是在挣扎中被扯开，露出的肌肤在昏暗的林中白得晃眼。洛凡伸出手指，轻轻抬起他那因屈辱而倔强的低下的下巴。你看，我早就说过，你今天会落在我手里。他的指尖划过他优美的下颌线，最后停在他那因剧烈起伏而更显饱满的胸口轮廓上。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洛凡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猫系老鼠般的残忍。你喊一声主人，我就帮你砍断一根藤蔓，怎么样？公平吧？你做梦！云溪月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那双冰冷的凤眸里此刻只剩下滔天的火焰。他宁愿被这些妖藤吸干，也绝不受此奇耻大辱。还是这么练？洛凡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惋惜的神色。他手中的剑鞘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刺向他，反而极其缓慢地顺着他被藤蔓勒出的身体曲线轻轻划过，从那浑圆的香肩到那被挤压而更显惊心动魄的弧度，再到那平坦紧致的小腹。云溪月身体猛地一颤，那不是痛，而是一种让他头皮发麻的陌生的酥痒感。你这身体真是个宝物。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如同魔鬼的低语。对这些藤蔓是，对我也是。就在云溪月双目喷火，羞愤欲绝之际，吼！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猛地从林外传来，整个藤林都在这声咆哮中剧烈摇晃，无数枯叶簌簌落下。一个庞大如小山的阴影笼罩了这片区域，挡住了唯一透下来的一丝天光。洛凡的游戏被打断了，他微微皱眉，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云溪月那原本充满恨意的脸上
瞬间涌上一股绝望。那一声兽吼并非来自藤林之外，而是近在咫尺，整个地面都在剧烈的颤抖，腐朽的落叶被震得跳起。一个庞大如小山的阴影伴随着浓重的土腥与硫磺气息，从密林的另一侧缓缓挤了进来。那是一头通体覆盖着厚重青黑鳞甲的巨兽，形如巨蜥，四肢粗壮有力，一条长尾布满了骨刺，每一次扫动都将河蚌粗的古木轻易抽断。它的头颅狰狞，一双浑浊的树瞳里燃烧着贪婪而暴虐的火焰。元婴初期妖兽地形龙，这等阶的妖兽已经有了不低的灵智。他一进入这片死域，便立刻无视了气息平平的洛凡，也无视了那些对他毫无吸引力的血魔藤。他的目光如两道滚烫的探照灯，死死地一瞬不移地锁定了被藤蔓高高吊起，灵力波动如同黑夜明灯的云溪月。补品，绝佳的补品。地形龙的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低鸣，那是极度渴望时唾液分泌的声音。他能清晰地感知到，只要吞噬了那个女人，他就能轻易冲破瓶颈，踏入元婴中期。云溪月那张惨白的俏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前有恶狼，后有猛虎。不，眼前这个男人比猛虎更可怕，而那头地行龙则会将他带入比死亡更凄惨的境地，被生吞活剥，成为妖兽进阶的食粮。吼！地形龙显然没什么耐心，他张开那足以吞下一头牛的血盆大口，露出口中密密麻麻的如同匕首般的利齿，朝着动弹不得的云溪月猛扑过来。腥臭的狂风扑面而来，吹得云溪月几乎要窒息。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孽畜，我的东西你也敢碰？洛凡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地形龙的必经之路上，他单手托着那枚古朴的八角宝镜，另一只手却翻出了一方毫不起眼的巴掌大小的古朴小印。他甚至没有看那头的行龙一眼，只是将灵力注入小印之中。嗡！那方小印迎风变长，只一瞬间就从巴掌大小暴涨至一座小山般巨大，黑沉沉的阴影将地形龙和云溪月全都笼罩了进去。一股厚重、苍茫，足以镇压山河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去！洛凡口中轻吐一字，那化作山岳的巨印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以万钧雷霆之势朝着地形龙的头顶狠狠砸了下去。地形龙那双贪婪的树瞳中第一次露出了惊恐，他想躲，可那巨印散发的威压仿佛凝固了空间，让他的动作变得无比迟滞。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巨印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地形龙的头颅之上，大地猛地下沉了数尺，无数巨大的裂缝如蛛网般向四周蔓延。嗷！地形龙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痛吼，坚不可摧的头顶鳞甲被砸得寸寸碎裂，鲜血混合着脑浆迸射而出。他庞大的身躯被这股无可匹敌的巨力直接砸趴在地，四肢抽搐，头晕眼花，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攻势被硬生生止住了。洛凡收回镇山印，那巨山又变回了巴掌大小，落在他掌心。他好整以暇地吹了吹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这才踱步到被吊在半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的云溪月面前。仙子，你看这畜生对我这件玩具好像挺感兴趣的。他的目光从他因震惊而微张的阴唇滑到那被藤蔓勒得愈发惊心动魄的饱满曲线上，笑容玩味。不过他好像对你更感兴趣。啧啧，先天剑胎道体对妖兽来说可是大补之物。你说等他缓过劲来，是先吃了你这道主菜呢，还是先解决我这个碍事的？云溪月死死咬着嘴唇，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淬满了冰霜与屈辱的眸子瞪着他。我呢，可以救你。洛凡伸出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摇了摇。不过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凑近了些，温热的鼻息喷在他的耳廓上，那声音轻得如同魔鬼的呢喃，却一字一句都清晰地烙进他的灵魂深处。立下心魔大事，从今以后做我的剑士，奉我为主，随叫随到，不得有丝毫违抗。只要你发誓，我便救你。你做梦！云溪月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让他瑶池圣地首席大弟子，未来的圣地执掌者，去给一个宁丹境的无耻之徒当剑士，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以接受。吼！恰在此时，地上的地形龙晃了晃还在流血的脑袋，挣扎着爬了起来。他看向洛凡的眼神里充满了忌惮，但看向云溪月的眼神却依旧是无法遏制的贪婪。看来你选了另一条路。洛凡摊了摊手，后退两步，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模样。地形龙再次咆哮着扑来，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笼罩下。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血盆大口，闻着那令人作呕的腥臭，再看看一旁那个好整以暇、胜券在握的男人，云溪月那颗高傲的心终于在现实面前被碾得粉碎。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报仇的希望。他猛地闭上眼，两行清泪终于无法抑制地从眼角滑落，那不是恐惧的泪，是屈辱、
是崩塌，是与自己过往一切荣耀和尊严的诀别。我云溪月以道心立誓，自今日起，奉眼前之人为主，为其见事，随唤随到，若有违背，心魔缠身，修为尽废，神魂俱灭，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刀子在他的心上刻画。誓言落下的瞬间，一道微不可察的玄光从他眉心一闪而没。洛凡嘴角的弧度终于满意地扬了起来。很好，他没有再去看那扑来的地形龙，而是身形一闪，来到藤林边缘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凭借着魔祖的见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片血魔藤的命门所在。他抬手将江清婉赠予他的那柄秋水剑狠狠刺入地下，噗嗤一声闷响，仿佛刺破了什么皮革。下一秒，所有疯狂生长的血魔藤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生命力，在一瞬间变得枯萎焦黑，失去了所有力量。被高高吊起的云溪月也随之衰落在地。藤蔓的束缚解除了，但他体内大半的灵力都已被吸走，此刻浑身酸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瘫软在地上，狼狈地喘息着。吼！地形龙眼看就要到嘴的美味脱困，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转而攻向洛凡。洛凡随手将云溪月那柄冰雪长剑丢到他面前，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拿着，用你的皓月归一剑刺他的左眼。他顿了顿，语气里满是讥讽：别告诉我，我新收的剑士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话音未落，他已再次催动镇山印。这一次巨印没有从天而降，而是带着呼啸的风声从侧面狠狠撞向地形龙的腰腹，意在牵制。你！云溪月又气又辱，但求生的本能和刚刚立下的心魔大势让他不得不服从。他强撑着拿起自己的佩剑，将体内残余的为数不多的灵力尽数灌入剑身。皓月归一！他娇斥一声，人随剑走，化作一道凄美的白色剑红，精准无比地刺向了形龙那灯笼大的左眼。而另一边，镇山印也已呼啸而至，左右夹击。这本是两个第一次见面，充满了仇恨与屈辱的人，但此刻的配合竟如演练了千百遍一般，默契无间。地形龙顾此失彼，最终选择硬抗镇山印的撞击，也要先解决云溪月这个让他感到威胁的剑修。噗嗤，云溪月的剑成功刺入了地形龙的左眼。与此同时，镇山印也狠狠撞在他的腰上，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嗷！地形龙遭受重创，彻底陷入了狂暴。他不顾一切地张开大嘴，一道混合着毁灭气息的暗红色龙息，如同绝地的岩浆，朝着近在咫尺的云溪月和洛凡横扫而来。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云溪月脸上只剩下绝望。就在龙息即将吞噬他的瞬间，一只手臂猛地揽住了他不盈一握的纤腰，将他用力向后一拽，他整个人撞进一个坚实的胸膛。紧接着，他便看到那个男人用自己的后背硬生生挡在了他的身前。啧，一声夹杂着轻蔑与不爽的低骂在他耳边响起：我的剑士可不能这么快就死了，我还没玩够呢。轰！毁灭性的龙息结结实实地轰在了洛凡的后背上，恐怖的冲击力将两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狠狠轰飞出去。他们身后的山壁在一瞬间被撞得粉碎，那片被植被和藤蔓掩盖的区域竟露出了一个漆黑幽深的山洞。两人翻滚着径直跌入了那片无尽的黑暗之中。洞外身受重伤的地形龙发出一声不甘的咆哮，他挣扎着想追进山洞，可刚一靠近洞口，就像是感受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气息，浑身的鳞甲都炸了起来，发出一声恐惧的悲鸣，镜头也不回的转身，一瘸一拐地逃离了此地。山洞内重归死寂，只有浓重的血腥味与暧昧的喘息声在黑暗中交织弥漫。山洞幽深，黑暗如浓墨，只有远处洞口投来一抹微弱的死灰色的天光，空气里混杂着岩石的潮湿、龙息的焦臭，以及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寂静中，只有水滴从钟乳石上落下，砸在水洼里，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仿佛在为这无尽的黑暗计时。洛凡坚实的胸膛紧紧贴着一片惊人的柔软与温热，那具常年练剑而充满弹性的娇躯，此刻在他怀中微微颤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压抑的喘息。他松开揽在他腰间的手臂，云溪月身体一软，险些瘫倒在地，连忙用手撑住湿滑的石壁，稳住身形。他背对着他，凌乱的青丝下，雪白的脖颈和耳根已是一片滚烫的绯红。洛凡靠在另一侧的石壁上，剧烈的咳嗽起来。他捂着嘴，一缕黑中带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溢出，散发着一股旁人无法察觉的精纯魔气。他重重地喘息着，声音沙哑，脸上却挂着一丝不正经的笑。仙子，不对，我的剑士，你的身体真软，抱起来比我宗门那些娇滴滴的师妹还舒服。云溪月猛地回头，那双冰冷的凤眸里此刻满是羞愤与复杂。他看到他靠在石壁上，脸色苍白，后背的衣衫被龙息烧得焦黑一片，隐约可见血肉模糊的伤口，那副凄惨的模样
让他心头莫名一动。这个男人方才确实用后背替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可他嘴里吐出的话却又如此轻佻无耻。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内心的天平剧烈摇摆。良久，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通体温润的白玉瓶，看也不看他，冷冷地扔了过去。拿着，这是还你的，我们两清了。玉瓶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洛凡伸手稳稳接住，拔开瓶塞，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瞬间在洞内弥漫开来。九转玉露，瑶池圣地独有的顶级疗伤圣药，一滴便可生死人肉白骨。他毫不客气地仰头灌了一口，长出了一口气，脸上恢复了些许血色。一瓶丹药就想两清。他把玩着手中的玉瓶，懒洋洋地笑道：剑士，你刚刚用道心立下的心魔大事，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吃着玩的，别忘了，从现在起，你云溪月是我洛凡的私有物品。你……云溪月气的胸口剧烈起伏，那被汗水和溪水打湿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他想反驳，可那道心誓言如同无形的枷锁，死死地束缚着他的神魂，让他连一句忤逆的话都说不出口。他只能死死咬着下唇，用那双能冻死人的眸子狠狠地剜着他。就在两人对峙，洞内气氛再次变得剑拔弩张之时，洞口处传来了细碎的脚步声和压低了的交谈声。叶师兄，这山洞里阴气好重，那地行龙会不会就躲在里面？哼，一头畜生罢了，受了重伤，谅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我感应到西月的皓月剑意就是在这里消失的，他一定在里面。声音由远及近，几乎是声音响起的瞬间，洛凡身体的本能快过思考，他一个闪身挡在了云溪月身前，将他护在自己身后，双眼警惕地眯起，望向洞口的光亮处。这个下意识的保护动作让身后的云溪月再次一愣，他看着眼前这个并不算魁梧，甚至还带着伤的背影，眼神变得无比复杂。这个男人前一刻还在用最恶毒的言语羞辱他，下一刻却又本能地将他护住。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两道身影逆着光走进了山洞，为首的是一名青年，身穿青云宗月白色的首席弟子服饰，手持一柄白玉折扇，面容称得上英俊，只是那双眼睛过于狭长，眼角微微下垂，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鸷。在他身后跟着一位身段妖娆浮凸的女子，她穿着百花谷标志性的绣满繁花的绿色长裙，裙摆开叉极高，随着她莲步轻移，一双圆润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她媚眼如丝，顾盼之间风情万种，正是之前与洛凡有过一面之缘的补天阁弟子秦梦瑶。只是不知为何，她此刻换上了一身百花谷的衣裳。在他们二人身后还跟着几名百花谷的女弟子，一个个低眉顺眼，不敢言语。西月，那名为首的青年，青云宗首席弟子叶苍，一进洞，目光便死死锁定了云溪月。他认定的炉鼎也是他这次参与试炼的重要目标。进入秘境之前，他曾与云溪月有过一面之缘，可惜碍于众目，未敢施展手段。溪月，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叶苍的声音尖锐而愤怒，他手中的白玉折扇唰地一下合拢，遥遥指向洛凡，怒喝道：这个废物对你做了什么？他根本不给洛凡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将他定义为废物，那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已经死了的物件。洛凡懒得理会这条疯狗，他的目光越过叶苍，在那几名百花谷女弟子身上一扫而过。其中一名相貌平平站在角落里的女弟子，在与他对视的一瞬间，瞳孔微不可察的一缩，随即迅速低下头，身体绷紧，双肩下沉，做出了一个极其细微的表示恭敬臣服的姿态，是花千媚的人。看来自己那位忠心耿耿的花奴已经把自己的消息和信物传达下去了。我的事与你无关。不等洛凡开口，一道冰冷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云溪月从他身后走出，冷冷地瞥了一眼暴跳如雷的叶苍。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何会如此狼狈，也没有撇清和洛凡的关系。他那与生俱来的高傲不允许他向任何人解释，尤其是在这种屈辱的状态下。然而这种不解释的冷漠，在妒火攻心的叶苍看来却是默认，是心虚，是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之后无言以对的默认。好，好，好！叶苍怒极反笑，英俊的面孔都扭曲了。西月，你竟为了这么一个废物如此对我说话，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资格站在你身边。话音未落，他身上凝丹巅峰境的恐怖威压轰然爆发，如同山崩海啸，直直地朝着洛凡碾压过去。他要用绝对的实力将这个让他蒙羞的废物碾成肉泥。洛凡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那股威压到了他身前3尺，便如同春雪遇骄阳，无声无息地消融了。哎呀，叶师兄何必发这么大火气嘛？一阵香风袭来，秦梦瑶扭着水蛇般的腰肢，笑着上前打圆场。他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按在叶苍的手臂上，娇声道：你看这位小哥也受了伤，说不定是人家英雄救美，
才让云仙子脱困的呢。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洛凡抛了个媚眼，那眼神里的钩子能把人的魂都勾走。叶苍的脸色稍缓，但看向洛凡的眼神依旧充满了杀机。就在此时，一道只有洛凡能听见的酥媚入骨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小帅哥，我看上你了，想不想跟我合作，一起把这外冷内骚的冰山美人弄到手？姐姐我最喜欢看神女坠落凡尘的戏码了。脑海中那道酥媚入骨的声音仿佛带着钩子，轻轻搔刮着神魂。小帅哥，我看上你了，想不想跟我合作，一起把这外冷内骚的冰山美人弄到手？姐姐我最喜欢看神女坠落凡尘的戏码了。秦梦瑶笑意盈盈地看着他，那双狐狸眼波光流转，媚态天成。他一边用手轻抚着叶苍抱起的臂膀肌肉，安抚着他，一边却在暗中向洛凡递出最恶毒的橄榄枝。洛凡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些。他同样以神念传音，声音里带着几分懒洋洋的戏谑：哦，仙子想怎么合作？你这么热心，莫不是想一箭双雕，借我的手办了他，再把脏水泼到我身上，自己坐收渔利？他顿了顿，神念化作一道带着温度的吐息，直接吹在秦梦瑶的魂海之上。还是说，仙子想先试试我的长处，看看我有没有那个本事，能同时伺候好你们两位天之娇女？秦梦瑶的身子微不可察的一颤，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这个男人竟然一语道破了他的部分心思，还敢反过来用如此露骨的话调戏他。他随即笑得愈发娇艳，传音的语气也变得黏腻起来，仿佛情人间的低语：小帅哥，你可真坏，不过姐姐就喜欢你这样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蛊惑：只要你帮我毁了云溪月的清白，让他身败名裂，事成之后，我不但帮你彻底得到他这具冰清玉洁的身子，连我也随你处置，如何？极度的毒液包裹在最甜蜜的蜜糖里。云溪月瑶池圣地首席，九州圣女谱上高高在上的存在，凭什么？只要毁了他的清白，破了他的道心，他秦梦瑶就有机会取而代之，成交。洛凡的神念干脆利落，下一刻他不再理会脑海中的勾心斗角，往前一步，手臂极其自然地揽住了云溪月那因灵力亏空而绵软的腰肢。那不盈一握的触感隔着薄薄的衣衫传来，紧致而充满弹性。云溪月身体一僵，下意识就想挣脱，可浑身提不起半分力气。那男人温热的手掌贴在他的腰侧，像一块烙铁，烫得他心尖都在发颤。洛凡完全无视了他的反应，抬头看向面色扭曲的叶苍，嚣张地咧嘴一笑：听不懂人话吗？我说云仙子现在是我的女人了。他揽着云溪月的手臂微微收紧，将她柔软的身体更紧地贴向自己，感受着那胸前惊人的饱满，隔着衣物传来的压迫感。他低下头，鼻尖几乎要蹭到云溪月羞愤的通红的耳廓，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洞内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这种连给他舔脚都不配的货色，现在立刻给我滚！啊啊！叶苍彻底疯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内定的炉鼎，那个圣洁不可侵犯的瑶池仙子，被一个宁丹五重的废物如此亲密地搂在怀里，还用那种姿态说着话，妒火与杀意彻底烧毁了他最后一丝理智。废物，我要将你千刀万剐！叶苍怒吼一声，手中的白玉折扇猛地张开，扇骨之上符文流转，他另一只手却从储物袋中撤出一条青色的绳索，缚风索。去！那绳索如一条活过来的青蛇，见风就长，瞬间化作一道青色电光，带着尖锐的笑声，朝着洛凡当头照下。这是青云宗的顶级法宝，一旦被缚，任你修为通天，也会被锁住经脉，一身灵力再难动用分毫。哎呀，叶师兄真是动了真火了！几乎在同一时间，秦梦瑶娇斥一声，向后飘退。她双手结印，身周那绣满繁花的绿色长裙无风自动，无数鲜红欲滴的花瓣从裙摆上飞旋而出，化作一片密集的刀雨，从侧面封死了洛凡所有的退路。小哥，你自求多福吧！他口中喊着，看似在与叶苍联手。一时间，洞内杀机四溢，青色的索影与血红的半羽从两个方向对着洛凡形成了绝杀之势。你，云溪月看着眼前这一幕，心头一紧，他想也不想就要催动体内残余的剑意，哪怕拼着神魂受损，也要出剑抵挡。这个男人再无耻，再混蛋，刚刚也确实救了他一命，可那心魔大势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死死压制着他的反抗念头，灵力更是如同干涸的河床，根本无法凝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揽着自己腰的男人即将被两大法宝同时命中。就在叶苍全力催动缚风索，脸上已经露出狰狞的笑容，以为胜券在握的瞬间，异变陡生，那片本该将洛凡搅成碎片的漫天花瓣，在即将触碰到他身体的一刹那，突然诡异地一个急转，所有花瓣利刃竟在空中重新汇聚，化作一张巨大而柔韧的红色花网，兜头盖脸地朝着洛凡身后的云溪月照了过去。吃吃吃！
云溪月本就灵力空虚，哪里抵挡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偷袭？花网瞬间将他捆缚得结结实实，网格收紧，深深勒进他那被汗水浸湿的剑腹里，将他那成熟饱满的娇躯勾勒出一道道令人血脉奔张的弧线。秦梦瑶，你做什么？叶苍的副封锁扑了个空，他惊怒交加地看向秦梦瑶。你……云溪月更是又惊又怒，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补天阁的妖女竟会对自己出手。咯咯喽！秦梦瑶发出一连串银铃般的娇笑，她扭动着水蛇般的腰肢，得意地看着被花网束缚动弹不得的云溪月，眼神里充满了快意。叶师兄，我这不是帮你吗？他朝着叶苍抛了个媚眼，声音甜得发腻。你看，我已经帮你把这冰山美人制住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他舔了舔鲜红的嘴唇，话语里的暗示恶毒至极。只要你在这里当着这个废物的面把生米煮成熟饭，他云溪月就算再清高，以后还不是得乖乖听你的话？到时候瑶池圣地未来的圣女可就是你叶师兄的痉挛了。一箭三雕，既借叶苍之手玷污了云溪月的清白，让他身败名裂，又将脏水泼给了在场的洛凡，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最后他再以揭发者的身份出现，博取名声，何乐而不为？叶苍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被花网捆缚的云溪月身上，那凹凸有致的曲线，那因愤怒而剧烈起伏的饱满胸脯，那张沾染着屈辱与惊惶的绝美脸蛋，理智与欲望在他的脑海中疯狂交战，最终那原始的贪婪战胜了一切。溪月，这都是你逼我的。他狞笑着一步步走向动弹不得的云溪月。啪啪啪，清脆的鼓掌声在死寂的山洞中突兀地响起，显得格外刺耳。洛凡松开揽着云溪月的手，好整以暇地拍了拍手掌。演得不错，声情并茂，跌宕起伏。他脸上挂着玩味的笑容，仿佛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滑稽戏。可惜剧本是我写的。话音落下的瞬间，秦梦瑶那张得意俏媚的脸上笑容猛然凝固，一股让他神魂都为之冻结的阴冷力量毫无征兆地从他体内爆发。他惊骇地低头，只见一道道漆黑如墨的诡异符文如同活物一般从他的皮肤下浮现出来，迅速缠绕蔓延，形成一道道无形的锁链，瞬间封死了他四肢百骸的每一处经脉。啊！秦梦瑶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灵力在这一刻被彻底抽空，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无比，连一根手指都无法动弹。他脸上的血色尽退，那双勾人的狐狸眼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恐惧。你对我做了什么？那是在天玄宗与他对视的那一瞬间，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他身上种下了如此霸道、如此诡异的禁制？给你一个惊喜而已。云仙子早就是我的人了，我又怎会与你合作？不过是让你放松警惕罢了。洛凡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轻轻挑起他那因恐惧而僵硬的下巴。他的目光在秦梦瑶和同样被束缚的云溪月身上来回扫视，最后落在了那个还在犹豫的叶苍身上。现在轮到你了。洛凡无视了一脸呆滞的叶苍，也无视了被心魔大势和现实双重打击而神情复杂的云溪月，以及被禁制捆缚、满脸惊恐的秦梦瑶。他首先看向那几名瑟瑟发抖的百花谷女弟子，她们如同惊弓之鸟，见洛凡看来，扑通一声连忙跪倒一片。为首的一名女弟子正是之前在角落里向洛凡行礼的那位，她叫小翠，是花千妹的心腹。小翠头也不敢抬，声音带着哭腔，连珠炮似的喊道：洛师兄饶命，我们都是被逼的，是这个叶苍还有秦梦瑶，他们用卑鄙的手段封了我们的修为，逼我们来此，还想对太昊剑宗的苏青陆师解行不轨之事。幸亏洛师兄您及时出现，才救了苏师姐，也救了我们。他一边说一边拼命磕头，身后的几名女弟子也有样学样，哭哭啼啼的附和。是啊，洛师兄，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求洛师兄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叶苍和秦梦瑶蛇蝎心肠，根本不配做正道弟子。这番话主动为洛凡的所有行为都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哦，是吗？洛凡饶有兴致地听着，嘴角噙着笑。洞口，叶苍的脸色已经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他亲眼目睹洛凡用那诡异无比的手段，瞬间就制服了同为宁丹巅峰的秦梦瑶。那股力量的本质，让他心底升起一股极度危险的警兆。作为逆魔盟的死士，他自诩对天下魔功了如指掌，却从未见过如此霸道诡谲的禁制之法。你用的可是魔道功法？叶苍声音冰冷，狭长的双眼死死盯着洛凡，一字一顿的质问：你到底是谁？云溪月猛地看向洛凡，心头狂跳。魔道功法？呵。洛凡发出一声轻笑，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这个叶苍不仅是逆魔盟的余孽，
还敢觊觎他的女人，现在又识破了他的手段，留着就是祸害。杀机在洛凡眼中一闪而过，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的废话，右手一翻，那柄江清婉赠予他的佩剑秋水便出现在手中。嗡，剑身轻颤，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洛凡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一丝精纯至极的属于化神后期的剑意悍然灌注其中。刹那间，整柄秋水剑光芒大放，一股足以令天地变色的恐怖剑压轰然席卷了整个山洞。云溪月瞳孔剧缩，秋水剑，他认得这把剑，这是江清婉的佩剑，还有这股剑意，这绝对不是宁丹境能拥有的力量，这是化神境，而且是化神后期，他怎么可能？不等他想明白，洛凡已经动了。聒噪，伴随着一声懒洋洋的低语，他手腕一抖，一道璀璨到极致的剑光，如同9天之上坠落的银河，撕裂了黑暗，封死了所有退路，朝着洞口的叶苍悍然斩去，一击必杀。你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剑，叶苍亡魂皆冒，他没想到对方一言不合就直接下死手，想杀我，你还嫩了点。他发出一声嘶吼，双手急速结印，一枚通体漆黑、雕刻着鬼脸的魂玉从他怀中飞出，瞬间在他面前撑开一道扭曲的黑色结界。与此同时，他又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布满古怪血色符文的阵盘，真元疯狂涌入，阵盘滴溜溜旋转，洒下大片血光，形成第2道防御。然而这一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过是螳臂当车。那道精纯的化神剑意所化的剑光摧枯拉朽，咔嚓一声不堪重负的悲鸣，那道漆黑的魂玉结界如同被铁锤砸中的玻璃，应声碎裂，寸寸瓦解。紧接着剑光于是不减，狠狠地斩在了那血色阵盘之上。轰！阵盘连一息都没能坚持住，便轰然炸开，黄暴的能量向四周疯狂宣泄，将洞口的岩壁都炸得碎石飞溅。叶苍所有的防御被一剑尽破。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叶苍发出一声绝望而又不甘的咆哮，他再也顾不得任何隐藏。轰隆！一股远超宁丹巅峰的恐怖威压，如同沉睡的火山，猛然从他体内爆发。汹涌澎湃的漆黑魔气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如海啸般向外喷涌，瞬间充斥了整个山洞。元婴中期？什么？他是魔修？元婴境的魔修？百花谷的女弟子们发出惊恐的尖叫，就连一向清冷的云溪月脸上也写满了骇然。谁能想到，这位青云宗的首席弟子正道天骄，竟然是隐藏得如此之深的元婴境大魔头。可即便他爆发了全部修为，也晚了。洛凡的攻击来得太快太突然，他仓促间凝聚的魔气护盾在化神剑意面前只抵挡了微不足道的一瞬，便被撕开一道巨大的口子。噗嗤，剑气余波扫过，叶苍的整条左臂连同半边肩膀瞬间炸成了一片血雾。啊啊！叶苍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被狠狠地轰飞出洞外，在地上翻滚出10几丈远，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他挣扎着爬起来，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左肩，脸上满是怨毒与恐惧。洞内一片死寂。洛凡收起秋水剑，并未立刻去追，他好整以暇的转身看向洞内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众人。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那几名百花谷女弟子身上，语气平淡的开口：我送你们离开此地，如何？啊，多谢洛师兄。小翠等人如蒙大赦，拼命磕头。洛凡不再理会他们，径直走到动弹不得的秦梦瑶身前，在他惊恐的注视下取下了他的储物袋，神念一扫，轻易就找到了几枚刻着百花谷标志的玉牌。他拿着玉牌回到秦梦瑶面前，当着他的面慢条斯理地一枚一枚捏碎。咔嚓咔嚓，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山洞里如同重锤敲在秦梦瑶的心上。这个男人在用最直接最残忍的方式告诉他，他所有的依仗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他的宗门救不了他。秦梦瑶的身体剧烈的颤抖起来，那双勾魂夺魄的狐狸眼里此刻只剩下无尽的屈辱与恐惧。他引以为傲的美貌心计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做完这一切，洛凡将储物袋随手扔还给秦梦瑶，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转过身，目光在同样被束缚的云溪月和已经瘫软在地的秦梦瑶身上扫过。你们两个在此地等我。他丢下一句不容置疑的话，我去把他杀了。说话间，他冰冷的目光特意在秦梦瑶那张煞白的俏脸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里的警告让他浑身冰凉。下一刻，洛凡的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洞口，只留下满洞的震惊、恐惧以及那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洞内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几名百花谷的女弟子看着地上的玉牌碎片，面面相觑，
脸上交织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对叶苍魔修身份的后怕。而一向清冷孤高，如同天上明月的云溪月，此刻却愣愣地站在原地。他看着被花网捆缚在地上，衣衫凌乱，曲线毕露，正因为恐惧而不住颤抖的秦梦瑶，那个不久前还与他齐名，同列九州圣女谱的补天阁妖女，又望向洛凡消失的那片幽暗深邃的洞口。洞外天光晦暗，密林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鬼祟的私语。叶苍一手捂着断臂处血流不止的伤口，另一只手勉强支撑着身体，那张扭曲的英俊脸庞上满是怨毒与惊骇。他死死盯着洞口，魔气在他周身翻涌，准备随时发动雷霆一击。洛凡的身影就在这时不紧不慢地从黑暗中夺了出来。他甚至没有看叶苍一眼，而是抬头望了望天色，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阵噼啪脆响。你……叶苍刚吐出一个字，洛凡却突然动了。他没有冲向叶苍，而是猛地调转方向，身形化作一道残影，朝着与叶苍逃跑路线截然不同的密林深处亡命般的奔逃而去。想跑？叶苍先是一愣，随即怒火烧穿了理智。他认定了洛凡是黔驴技穷，要仗着诡异步伐逃离此地。今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他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不顾伤势，化作一道黑色魔光，紧追不舍。林间，洛凡的身影如同鬼魅，在树影间穿梭。身后，叶苍含怒出手的魔气攻击不时呼啸而至，将碗口粗的大树轰成碎屑，泥土翻飞。真是吵闹的狗啊！洛凡嘴里嘀咕着，头也不回。他左手一翻，那枚从赵无极处得来的镇山印便滴溜溜浮现在掌心。古朴的小印迎风渐长，散发着厚重的土黄色光晕，悬于他身后3尺。咚！一道漆黑的魔气爪硬狠狠抓来，却被那土黄色光晕稳稳挡住，只发出一声闷响，便消弭于无形。洛凡的右手则好整以暇地拖着那面从云溪月身上借来的八角宝镜——锁魂追光镜。这宝镜本是锁定神魂的杀伐利器，但在他这位魔族手中却成了一件顶级的扫描罗盘。他将一丝魔气注入其中，懒洋洋地开口，声音只有自己能听见：“来，让我看看今天的第一份开胃菜会是哪位幸运儿呢？”镜面光滑流转，无数细小的光点在上面浮现游走，代表着这片秘境中活动的修士。洛凡的心神沉入其中，仔细筛选着。他一边奔行，一边在心中构筑着接下来的情节。青云宗叶苍，实为元婴魔修，屠戮同道。我天玄宗弟子洛凡，不畏强敌，与之周旋，最终拼死将其斩杀，还挣到一个朗朗乾坤。洞里那几个花瓶就是最好的人证，到时候谁还会怀疑我用了魔功？他们只会赞我一句少年英雄。不过前提是这条疯狗必须死，而且要死得理所当然。就在这时，镜面上一个熟悉的光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太医门，魏长明。神识稍稍探去，便发现对方正带着5名弟子，个个带伤，气息萎靡。哼，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洛凡脸上的笑意更浓了。魏长明，你这废物终于能发挥点作用了。他不再犹豫，身形猛地一折，朝着魏长明所在的方向径直冲了过去。一处狼藉的林间空地上，魏长明正一脸阴沉地给一名弟子包扎伤口。该死的地魔蛛，该死的洛凡，等我找到他，一定要把他扒皮抽筋。魏长明愤愤地咒骂着。师兄，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疗伤吧，大家都快撑不住了。旁边一名弟子脸色苍白地劝道。魏长明刚想发作，眼角余光却瞥见一道人影正飞速向他们靠近。他定睛一看，先是一愣，随即狂喜。洛凡！魏长明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才是被选中的猎物，只当是天降的复仇良机。师兄，他后面好像有人在追他。一名眼尖的弟子喊道。管他谁在追，正好，给我上，抓住他，看他这次还怎么逃。魏长明大手一挥，直接下令。6名太医门弟子立刻散开，各自祭出法器，将洛凡团团围住，脸上都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洛凡停下脚步，环顾四周，脸上挂着一丝古怪的微笑，仿佛在看一群跳梁小丑。就在魏长明等人准备动手的瞬间，一股来自元婴境的充满暴虐与血腥的恐怖气息，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轰然从天而降，死死锁定了这片区域。这是元婴境。魏长明脸上的狂喜瞬间被无尽的恐惧取代，他惊恐地抬头望向气息传来的方向，却只看到一片翻涌的魔气。他猛地回头，嘶吼着冲着场中唯一还站着的洛凡喊道：洛凡，你到底做了什么？你把什么怪物引过来了？怪物？洛凡歪了歪头，脸上的笑容天真又残忍。不，
我只是把你们这些垃圾带到了垃圾该去的地方。话音未落，他右手一招，嗡，一柄通体漆黑，剑身上仿佛有无数怨魂在哀嚎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噬魂剑，那令人心悸的幽光让魏长明等人的神魂都为之战栗。魔剑，快！捏碎玉牌。魏长明第一个反应过来，凄厉的尖叫着就要去摸怀里的传送玉牌，可惜晚了，开饭了。洛凡低语一声，身形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他如同一只穿花蝴蝶，优雅而致命地穿梭在6名弟子之间。黑色的剑光如同一道道墨痕在空中一闪而过。几声短促到几乎无法分辨的惨叫戛然而止。魏长明惊恐地看着自己的一名师弟在他眼前，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枯萎，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水分和生命，最后化作一具皮包骨头的干尸，然后砰的一声碎成漫天飞灰。他甚至没看清洛凡是如何出剑的。庞大的生命精元与神魂之力如同决堤的江河，通过噬魂剑疯狂涌入洛凡的体内。轰！洛凡身体猛地一震，一股强横的气息以他为中心轰然爆发。宁丹5重的修为瓶颈在这股蛮横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瞬间被冲破。宁丹7重。洛凡舒服地长出了一口气，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脸上露出极为满足的表情。他看了一眼魏长明等人消失的地方，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不错的开胃菜。他舔了舔嘴唇，将目光投向远处那道正急速接近的魔气。接下来该上正餐了。在接下来的1个时辰里，相似的场景在秘境各处不断上演。洛凡凭借诡异步伐和镇山印，始终与身后的叶苍保持着一个微妙的距离，像是在戏耍一只疲于奔命的猎犬。同时，他手中的八角镜成了最致命的催命符。一对正在采摘灵药的大佛寺弟子被他恰好撞见。你们的慧通师祖当年围杀我的时候可是出尽了风头。洛凡拎着噬魂剑，笑着走向那几个瑟瑟发抖的光头和尚。现在轮到你们这些徒子徒孙为我的重生贡献一点力量了，很公平，不是吗？黑光闪过，又是几道精纯的能量入账。又有几个不长眼的小宗门弟子见他被追杀，想上来捡便宜，结果转眼就成了噬魂剑下的亡魂，为洛凡的修为添砖加瓦。一场又一场的单方面屠杀，一场由洛凡亲手导演的猎杀之宴。他的修为也在这种血腥的吞噬中硬生生被推到了宁丹境巅峰。根基虽略显虚浮，但那股暴虐的力量已然翻天覆地。远处的叶苍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宁丹境的小子气息非但没有在追杀中衰弱，反而一次比一次强，那种成长的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强烈的危机感如同冰冷的毒蛇缠住了他的心脏。再这样下去，等他伤势加重，灵力耗尽，而对方越来越强，死的就是自己。叶苍眼中的疯狂与怨毒在这一刻尽数化作了决绝。他猛地停下脚步，不再追击。小杂种，这是你逼我的。他发出一声沙哑的嘶吼，双手接出一个诡异的法印。噗！他一口精血喷在胸前，原本汹涌的魔气瞬间变得狂暴，一丝丝黑红色的血焰开始从他体表的毛孔中燃起。他在燃烧自己的精血与魔魂。小杂种，这是你逼我的。叶苍的身体彻底化作了一只燃烧的血色火炬，黑红色的血焰从他每一个毛孔中喷薄而出，将他包裹。他那元婴中期的恐怖魔威在精血与魔魂的双重燃烧下节节攀升，直至一个令人心胆俱裂的顶峰。周遭的空气被这股力量灼烧的扭曲，发出滋滋的悲鸣。死！一声咆哮，叶苍将所有力量汇聚于右拳，朝着洛凡的方向隔空轰出。那红芒所过之处，空间肉眼可见地向内塌陷扭曲，沿途所有的树木岩石都在触及他气息的瞬间无声无息地化为齑粉。洛凡平静如常，他没有躲闪，只是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为剑。嗡！精纯的化神剑意自秋水剑中倾泻而出，璀璨的剑光不再是之前的银河道谢，而是凝练成了一道细不可见的白线，精准地迎向了那团毁灭的红芒。白线与红芒相撞的瞬间，天地间的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黑一白，两个极致的点在半空中僵持了那么一瞬。下一刻，光芒轰然爆发，狂暴的能量冲击波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环形气浪，向着四面八方疯狂扩散。方圆数百丈内的密林如同被无形的巨手抚过，所有树木齐腰而断，而后被搅成漫天木屑。噗！洛凡的身影被这股巨力狠狠震退了10几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地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他闷哼一声，一丝鲜血从嘴角溢出，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同时取出丹药立即服下。对面的叶苍比他更惨。
叶苍看着洛凡嘴角的血迹，发出一阵癫狂而又虚弱的笑声。你的底牌用尽了吧？宁丹境的蝼蚁，借来的力量终究是借来的。现在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是吗？洛凡擦去嘴角的血，脸上却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他故意喘着粗气，大声喊道：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只剩最后一道剑气了。不过接下来这招你必死无疑。这番话听在叶苍耳中，不过是色厉内荏的最后挣扎。死到临头还敢嘴硬？叶苍狞笑着，正准备催动最后的力量，给予洛凡致命一击。洛凡动了，他猛地抬起右手，将遗物朝着叶苍狠狠掷了过去。那是一柄剑，剑身暗淡无光，没有丝毫灵气波动，就仿佛一块从哪个废品堆里刨出来的凡铁。叶苍的狞笑僵在了脸上，他甚至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对方做了什么。在耗尽了那惊天动地的化神剑意之后，最后的底牌就是扔一把破铜烂铁过来。这是被自己打傻了，可笑至极。叶苍脸上露出极度的轻蔑与不屑。作为逆蒙培养的新生代精锐，他见过的法宝魔兵不计其数，却从未见过如此寒酸的兵器。他甚至懒得去躲，只是心念一动，那枚一直护在他身前的黑色魂玉再次爆发出浓郁的黑光，迎向了那柄飞来的破剑。在他看来，这枚魂玉能轻易将那柄破剑磕飞，甚至直接震成碎片。当一声极其沉闷的轻响，魂玉与破剑相撞，那柄破剑果然被轻易地弹开了，翻滚着向一旁坠去。就这，叶苍正要开口嘲讽，脸上的笑容却猛然凝固，一股无法形容的来自灵魂最深处的恐怖拉扯感，毫无征兆地从那柄被弹开的破剑上传来。那根本不是物理攻击，那是一只无形的魔爪，穿透了他的肉身，穿透了他的护体魔气，穿透了魂玉的结界，死死地扣住了他的元婴神魂。噬魂剑啊！叶苍想要惨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拼尽全力想要操控自己的身体，却发现四肢百骸已经完全僵硬，灵魂被强行撕扯拉拽的剧痛让他的一切思维都陷入了停滞。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柄翻飞出去的破剑如同一个贪婪的黑洞，正疯狂地吞噬压制着自己的神魂之力。所有的法宝，所有的魔功都需要神魂来驱动，在神魂被钳制的这一瞬，他成了一个无法动弹的活靶子。而洛凡等的就是这连一息都不到的破绽。游戏结束了。他并指如剑，指尖一道微弱却精纯到极致的剑芒悄无声息地一闪而过。叶苍的头颅冲天而起，无头的尸身在失去了神魂的支撑后轰然跪倒，随即向前扑倒在地，再无声息。洛凡招了招手，噬魂剑发出一声满足的嗡鸣，化作一道黑光飞回他手中。他走到叶苍的尸身旁，看着那具元婴期的魔躯中正在快速溢散的精纯魔元，不禁摇了摇头，轻声自语：可惜了，这么精纯的一身魔元没能成为我的养料，白白便宜了这方土地。他熟练地上前，将叶苍腰间的储物袋摘了下来，神念探入，里面除了一些丹药灵草和几本他看不上的残缺功法外，只有那枚黑色的魂玉以及一枚雕刻着奇特凶兽图案的黑色令牌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将这两样东西取出，令牌入手冰凉，非金非铁，上面用两个古老的魔纹刻着两个字：逆蒙。远处林间传来一阵轻微的悉悉索索声，伴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清甜花香。此地的战斗波动终究还是引来了旁人。洛凡收敛了所有气息，转身望去，只见一名身穿花棕淡粉色长裙的少女正小心翼翼地从林中走出。她约莫17、18岁的年纪，拥有一张极具欺骗性的初恋脸，一双小鹿般的杏眼清澈见底，不含一丝杂质，鼻头小巧微翘，唇瓣是天然的粉润灵唇，不笑时也带着一丝无辜的弧度，肌肤更是细腻的如同上好的羊脂玉，在林间斑驳的光影下泛着一层冷白的光晕。一头青丝如瀑，只在发尾用一根淡粉色的发带松松系着，手腕上还系着一串极小的银铃，随着她的动作发出几乎听不见的清脆的叮当声。正是花宗这一代的圣女苏清露。她一走出密林，便看到了这片如同被犁过一遍的狼藉战场，以及站在战场中央浑身浴血的洛凡和不远处那具无头的尸体。她清澈的眸子先是微微一缩，随即认出了洛凡，也认出了那具尸身属于谁。你是天玄宗的洛凡师兄？他的声音软糯，带着一丝不确定，目光在洛凡和叶苍的尸体之间来回移动。我在宗门大殿前见过你，花长老他对你的评价很高。他顿了顿，似乎在组织语言，那双小鹿眼中流露出恰到好处的震惊。叶苍，青云宗的叶苍，是你杀的？洛凡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好一副天真无邪，我见犹怜的模样。若不是他早就通过花千妹知道了这女人的底细，
恐怕真要被他这副纯良无害的外表骗过去了。苏清露的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回洛凡身上，那张清纯的小脸上浮现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担忧和焦急。对了，洛凡师兄，补天阁的秦梦瑶之前与叶苍一起抓走了我们花宗许多姐妹，说要做一些不好的事。他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仿佛有些难以启齿，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抖。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放心吧，你的那些姐妹已经被我救下了。苏清露闻言，眼睛瞬间一亮，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喜悦。真的吗？太好了，多谢洛凡师兄仗义出手。洛凡摆了摆手，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不过嘛，秦梦瑶我留着还有用。他伸出手指点了点叶苍的尸体，然后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破烂的衣衫和血迹，用一种充满了无奈，实则又带着一丝掌控感的语调，懒洋洋地说道：毕竟要不是他把我引来此地，我又怎么会被叶苍这个元婴境的大魔头追杀得这么惨呢？洛凡看着眼前这位花宗圣女，那张清纯无辜的脸蛋上正恰到好处地展露着担忧与后怕。既然你的那些姐妹们都安然无恙，你也可以放心了。洛凡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地颇为危险，你还是先走吧。他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地上叶苍那具无头的尸身，继续说道：我这里还有些收尾工作需要处理。苏清露何等聪慧，那双小鹿般的杏眼飞快地眨了眨，立刻就明白了洛凡的意思。他不敢多问，盈盈一拂，声音软糯地应道：是，多谢洛凡师兄提醒。清露这就离开。他转身欲走，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回头补充了一句：洛凡师兄，花长老他很记挂你，若师兄有空可来我花宗坐坐。说完，他不再停留，娇小的身影迅速没入了幽暗的林间，腕上的银铃发出一串细碎的轻响，很快便消失不见。洛凡收回目光，转身好整以暇地踱步回了山洞。洞内的景象与他预料中的分毫不差，篝火噼啪作响，将洞壁映照得忽明忽暗。原本捆缚着云溪月的红色花网，此刻已然灵光暗淡，松松垮垮地落在地上。而他的前主人秦梦瑶正喘着粗气，一步步走向不远处那个倚着石壁、神情恍惚的绝美女子。云溪月灵力枯竭，又接连遭受心魔大师和现实的冲击，精神已然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跳动的火焰，连秦梦瑶的靠近都未曾察觉。云溪月，我的好姐姐，你没想到吧？秦梦瑶的声音里满是劫后余生的快意与压抑不住的狰狞。他以为洛凡与叶苍的惊天一战，最终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现在正是他收拾残局、篡改真相的最佳时机。他走到云溪月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位宿敌，脸上是胜利者的笑容。叶苍那个废物死了，想必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洛凡也活不了。现在只要你也死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就都是元婴魔修叶苍犯下的滔天罪过，而我则是那个侥幸从魔头手中逃生的可怜受害者。一团粉红色的灵力在他掌心凝聚，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你说这个剧本好不好听？他抬起手对准了云溪月光洁的眉心，准备彻底了结这位太昊剑宗的未来。就在他掌中灵力即将喷薄而出的瞬间，一个懒洋洋的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悠悠地从洞口传来：哦，我的好梦瑶，这么急着杀人灭口，是想把我也一并算进死人的名单里吗？秦梦瑶浑身一僵，猛地回头，只见洛凡正倚在洞口，手里把玩着一枚玉牌，正是他用来传送逃命的最后一掌。话音未落，秦梦瑶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叫，他只觉丹田之内一道被他忽略了许久的诡异符文轰然引爆。一股无法形容的钻心剧痛，如同无数根烧红的钢针，瞬间传遍了他的四肢百骸。他手中的灵力瞬间溃散，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所有骨头，瘫软在地，不住的抽搐，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洛凡缓步走入洞中，皮靴踩在碎石上的哒哒声，如同敲在秦梦瑶心头的丧钟。他走到秦梦瑶面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洛凡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山洞，也传进了旁边云溪月的耳中。还像那个在男人堆里游刃有余、搅动风云的补天阁妖女吗？他转过头，对着神情复杂的云溪月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容。溪月剑士，你来说说，对于这种不听话还妄图弑主的宠物，我该怎么惩罚他才算有趣呢？云溪月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只是看着眼前这荒诞而又真实的一幕，心乱如麻。洛凡，秦梦瑶因为突然的惊吓，此刻浑身香汗淋漓，那张美艳的脸蛋因为愤怒而扭曲，却依旧色厉内荏地威胁道：你敢动我，我们补天阁绝对不会放过你。洛凡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大笑起来，随即蹲下身，一把捏住秦梦瑶精致的下巴，强迫她看着自己的眼睛。
补天阁。他一字一顿，声音森冷。我会告诉他们，你秦梦瑶与元婴魔修叶苍私通，在此地设伏，谋害同道，证据确凿。你猜，他们是信我这个拼死斩杀魔头的正道英雄，还是信你这个声名狼藉、不知检点的妖女？这番话如同一盆冰水，将秦梦瑶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浇灭。他眼中的愤怒与怨毒飞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他看着洛凡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只觉得那里面藏着比魔头叶苍更恐怖的深渊。在秦梦瑶因恐惧而不断放大的瞳孔注视下，洛凡抬起另一只手，咬破指尖，逼出一滴嫣红的精血。他以指为笔，慢条斯理的在秦梦瑶光洁饱满的额头上画下了一个无比复杂、散发着不祥气息的血色符文。这叫魂血奴印。他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音量轻声解释，温热的气息吹得秦梦瑶耳廓一阵战栗。从此以后，你的命、你的修为，甚至你的喜怒哀乐，都只在我一念之间，懂了吗，我的女奴？血色符文闪烁了一下，便没入肌肤，消失不见。秦梦瑶的娇躯猛地一颤，她感觉到自己的神魂深处仿佛被烙上了一道永世无法挣脱的枷锁。那个男人的意志如同高悬于顶的神明，让他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反抗之念。不要！秦梦瑶彻底崩溃了，泪水混合着汗水滑落，她泣不成声地哀求道：洛凡，你放过我，我与你没有什么仇恨，我只是针对云溪月，你不该这么对我。凭什么不可以？洛凡松开她的下巴，站起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要不是你这个蠢女人，我又怎么会这么早就跟叶苍那个废物对上？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愿意将你这身子献给我。洛凡的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怎么，现在想反悔了？秦梦瑶语塞，只能不住地摇头。我可没时间跟你耍嘴皮子。洛凡失去了耐心。现在你有2个选择：一，乖乖当我的奴儿，让我干，我心情好了自然会保你无事；二，你反抗，我照样干，干完了再把你勾结魔道的事情传出去，你会有什么下场？不用我多说了吧？不！秦梦瑶发出绝望的呻吟。你说不要就不要。洛凡冷笑一声，俯身一把撕开她本就凌乱的粉色长裙。骚货，你不是最喜欢毁别人的清白吗？今天我就当着西月仙子的面，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女人。洛凡，求求你杀了我！秦梦瑶看着不远处云溪月那冰冷的视线，羞耻与恐惧彻底淹没了她。我不要被她看着。不要！洛凡充耳不闻。他转头看向云溪月，脸上挂着恶劣的笑。西月仙子，我的剑士，今天你就好好欣赏一下，就当是我帮你报仇了。多学一些，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说不定下次我们就用得上了。下流！云溪月咬着银牙，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脸颊却不受控制地泛起一抹绯红。不要在我面前做这种事，这只会让我感到恶心。那可由不得你。洛凡轻笑一声，我倒要看看仙子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心如止水，高洁无瑕。他不再多言，用行动宣告了惩罚的开始。好了，春宵一刻值千金，该给我们的仙子表演节目了。山洞内篝火噼啪作响，偶尔溅起几点火星。洛凡的低语，秦梦瑶从压抑到失控的哭泣与呻吟，衣物的摩擦声，种种令人心乱的靡靡之音交织在一起，充斥着每一寸空间。被花网的残骸束缚在不远处的云溪月死死地闭着眼睛，将头扭向冰冷的石壁，仿佛这样就能隔绝一切。可他那从耳根一直红到修长脖颈的肌肤，还有在摇曳火光下如蝶一般微微颤抖的睫毛，却无情地暴露了他内心的极度不平静。这一夜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太昊剑仙而言，注定无眠。山洞的篝火只剩下了最后一点摇曳的红光，将息未息。第一缕晨光穿过洞口的藤蔓，斜斜地照了进来，洞内的景象也随之清晰。洛凡懒洋洋地睁开眼，神清气爽。他低头看去，一条光滑如玉藕的手臂正紧紧缠着他的腰，身旁那具成熟妖娆的娇躯曲线起伏，像一只慵懒满足的猫。秦梦瑶睡得很沉，一张原本艳丽逼人的脸蛋此刻竟带着几分纯然的憨足，嘴角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她本就破碎的裙衫经过一夜的翻滚早已不成样子，胸前那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毫无遮掩地压在洛凡的手臂上，随着呼吸微微起伏。这女人的适应能力当真惊人。昨天开始前还哭喊着求死，来回几下就被制服的服服帖帖主动承欢，还以为在云溪月面前她会死硬到底，没想到竟会如此不堪，真是一个骚货。洛凡心中暗道。洛凡盯着这张媚脸，上面的泪痕清晰可见，有的是屈辱，有的是快乐，而现在却像是找到了归宿的雏鸟。果然要想女人听话，还是得男人的资本大才行。洛凡的目光越过她，投向了山洞的另一角。
云溪月背对着他们，蜷缩在冰冷的石壁下，单薄的白色剑服上沾满了灰尘，一头青丝瀑布般散乱地披在身后，看不清表情。但从他那微微颤抖的肩膀，还有紧握成拳、指节泛白的手，不难猜出他昨夜过得有多么煎熬。哟，我的好剑士，醒了，昨晚没吵到你吧？洛凡坐起身，故意舒展了一下身体，骨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昨晚睡得可好？我亲自为你准备的现场教学，感觉如何？有没有从中学到什么剑道之外的更深层次的人生真谛啊？云溪月的身体猛地一僵，他缓缓转过身，一双清冷的凤眸此刻布满了屈辱的血丝，原本光洁无瑕的俏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与混乱。他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几乎能杀人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洛凡。无耻下流，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东西。云溪月冷冷道，目光瞥向一旁。就在这时，洛凡怀里的秦梦瑶被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那双媚态天成的狐狸眼，看到洛凡后，眼中瞬间漾满了痴迷与顺从。主人，他的声音带着初醒时的沙哑与慵懒，像羽毛一样骚弄着人的心间。他完全无视了不远处的云溪月，柔软的娇躯主动向上蠕动，像一条美女蛇缠上了洛凡的脖子，然后在他的脸颊上重重地亲了一口过，声音清脆而响亮。做完这一切，他才仿佛刚刚发现云溪月的存在，懒洋洋地靠在洛凡宽阔的胸膛上，嘴角勾起一抹胜利者般的充满优越感的微笑，那眼神里的得意与挑衅毫不掩饰地射向云溪月。这个动作，这声轻响，这副姿态，成了压垮云溪月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无耻下流！他猛地从地上弹坐起来，指着二人，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剧烈颤抖。他胸前那原本并不夸张的曲线，此刻也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着。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说出如此粗鄙的骂词。然而这句骂词非但没有伤到对方，反而引来了更恶毒的反击。不等洛凡开口，秦梦瑶便痴痴地笑了起来。他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整个人几乎都挂在了洛凡身上，纤长的手指在他结实的胸肌上轻轻画着圈，媚眼如丝地看着气得发抖的云溪月。哟，这不是我们九州闻名高洁无瑕的西月仙子吗？怎么了？这是一大早就发这么大的火？他的声音又甜又腻，话语却像淬了毒的针。我们家主人与我这女奴之间的私事，怎么仙子你好像比我们还上心？一口一个狗男女叫得这么顺口，莫不是看了一晚上也春心萌动，羡慕了？你胡说八道！云溪月一张脸涨得通红。我胡说？秦梦瑶笑得更欢了，她甚至故意挺了挺自己傲人的胸脯，用一种过来人的怜悯眼神看着云溪月。我与主人之间乃是人之常情，倒是仙子你嘴上说着不要，眼睛却瞪得那么大，想必耳朵也竖得那么直吧？秦梦瑶的声音压低了些，充满了蛊惑的味道，一字一句刀刀诛心。你敢说你昨晚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去想？你看你现在这满脸的红晕，到底是气的还是羞的？我什么我？秦梦瑶的攻势没有丝毫停歇，她凑到洛凡耳边，用只有云溪月能听见的音量发出一声娇媚的呻吟，随即又轻笑着说道：可惜了，云溪月，有些东西的滋味，你这种守着所谓清白过一辈子的女人是永远都无法体会的。以前我还真是蠢，居然想毁了你的清白，现在想想，那反倒是成全你了，就让你抱着那可笑的坚持孤独的老去吧。这一番话说的云溪月哑口无言，一张俏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最后只剩下无尽的屈辱。他气得浑身发抖，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的对手像一件所有物般依偎在那个恶魔的怀里，对自己进行着最恶毒的羞辱。好了，洛凡看戏看得差不多了，挥手打断了秦梦瑶的喋喋不休。他随手从储物袋中摸出几枚灵光四溢的丹药，屈指一弹，精准地飞到了云溪月面前。吃下去，恢复灵力。他的语气不带丝毫感情，充满了命令的口吻。我的剑士可不能是个连剑都提不动的废物。云溪月看着悬浮在面前的顶级疗伤圣药，那浓郁的药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自己与这个男人之间那屈辱的誓约。他闭上眼，在睁开时，眼中的情绪已被冰封。他张开嘴，将那几枚丹药一口吞下，丹药入腹，化作温暖的洪流，迅速修复着他枯竭的经脉。洛凡不再管他，而是拍了拍怀里秦梦瑶挺翘的臀部。啪！一声轻响，让不远处的云溪月娇躯又是一颤。行了，我的好梦瑶，也别欺负他了。洛凡懒洋洋地说道。现在该你发挥作用了，告诉我，这被地形龙守护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宝贝？一提到正事，秦梦瑶立刻来了精神。
他不愧是补天阁这一代最杰出的弟子之一，对各种秘闻异录知之甚详。主人，您有所不知，他献宝似的说道，那地形龙不过是个看门犬。根据我阁中古籍记载，此处乃是上古药宗丹顶门的一处核心药源，因有强大的天然禁制笼罩，才隔绝了外界探查。那地形龙也是常年受泄露出的药香滋养，才侥幸进阶元婴的。哦，上古药源。洛凡眼睛一亮，他站起身，在秦梦瑶的指引下走到了山洞的最深处。在一处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壁前，秦梦瑶咬破指尖，以鲜血为引，画出一个繁复的法阵。嗡！石壁发出一阵轻颤，随即如水波般荡漾开来，一个充满了浓郁生命气息与药香的入口出现在三人面前。甫一踏入，一股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灵气便扑面而来，各种外界早已绝迹的奇花异草在这里如同野草般肆意生长。而在整个药园的最中心，有一株不过尺许高，通体宛如羊脂白玉雕琢而成，周身缭绕着9色霞光的人参，正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它的形态酷似一个酣睡的婴儿，9个天然的孔窍中不断吞吐着精纯的天地灵气。9窍玲珑参。秦梦瑶发出一声惊呼，此乃天地奇珍，蕴含的灵气庞大到足以让元婴修士都为之疯狂。洛凡看着那株神药，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他之前吞噬了那么多修士的精元神魂，体内早已积蓄了庞大驳杂的力量，只差一个影子便能将其彻底引爆，冲破桎梏。他没有任何犹豫，身形一闪便出现在药园中心，一把将那9窍玲珑参摘下，看也不看，直接塞进了嘴里。咔嚓，清脆的咀嚼声响起。下一刻，庞大无匹的灵气如同积蓄了万年的火山，在洛凡体内轰然炸开。他甚至来不及回到原地，便直接盘膝坐下。璀璨的9色光华从他体内迸发而出，瞬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茧，将他整个人包裹轰隆隆。他凝丹境大圆满的修为瓶颈，在这股蛮横的力量面前，脆弱的如同一张薄纸，瞬间被冲得支离破碎。整个万象秘境的空间都因为这股力量的爆发而开始剧烈的颤抖哀鸣。山洞外，刚刚恢复些许灵力的云溪月和一脸兴奋的秦梦瑶，此刻都满脸骇然地看着那个巨大的光茧。他们能清晰地感知到，在那光茧之中，一股浩瀚、苍茫、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恐怖气息正在飞速凝聚成型。秘境的天空不知何时已是乌云密布，无尽的灵气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直灌而下。那赫然是传说中唯有突破至更高境界时才会引动的天地异象——元婴天象。云溪月失声喃喃，看着那光茧的眼神充满了无尽的复杂与震撼。光茧之内，洛凡的丹田气海中，那枚旋转了无数个日夜的凝丹境金丹，终于在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中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随即轰然破碎。金丹碎裂并未化作虚无，而是散为最精纯的本源能量。这些能量没有四散，反而向着中心疯狂坍缩凝聚。一个与洛凡面容一般无二，通体晶莹剔透的迷你小人缓缓盘膝而坐，凝聚成型。元婴。当那元婴睁开双眼的刹那，一股远比寻常元婴初期修士强横数倍的恐怖威压，如同无形的潮汐，瞬间席卷了整个药园。包裹着洛凡的9色光茧应声而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他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那奔腾如江海的雄浑法力，每一寸血肉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元婴境总算回来了。他收敛气息，转头看向身旁的2个女人，眼神玩味。主人。一声甜到发腻、媚到骨子里的呻吟响起。秦梦瑶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狂热与崇拜，她像一条没有骨头的美女蛇，主动贴了上来，挤压着洛凡的手臂上，吐气如兰。您又变强了。他伸出纤纤玉手，无比自然地为他整理着衣衫上本不存在的褶皱，那姿态仿佛是在侍奉着自己唯一的生命。而另一边，云溪月只是静静地站着，一双清冷的凤眸复杂到了极点。他手中紧紧握着秋水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却再也生不出拔剑相向的勇气。那股磅礴浩瀚的威压，如同一座无形的大山，彻底压垮了他身为太昊剑宗首席弟子的所有骄傲。剩下的只有敬畏、恐惧，以及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悸动。试炼结束，我们该出去了。洛凡的声音很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与此同时，万象秘境之外，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关闭时间。秘境入口处那片扭曲的光幕却依旧存在，只是波动得越发剧烈。各大宗门的长老弟子们都聚集在此地，人声鼎沸，议论纷纷。听说了吗？青云宗那个首席大弟子叶苍，他娘的竟然是个元婴境的魔修，一名魁梧的散修唾沫横飞地说道。何止！我听花宗的师妹们哭着说，叶苍那畜生绑了他们好多姐妹，还想对花宗的苏清露仙子图不轨之事。真的假的？那也太不是东西了。
那后来呢？后来天玄宗那个叫洛凡的弟子为了救人跟叶苍打起来了，那场面据说打得天崩地裂。天玄宗洛凡就那个宁丹境的小子，他跟元婴魔修打，那不是送死吗？哎，谁说不是呢？多半是凶多吉少了，可惜了，是条汉子。这些议论一字不落地传入了高台之上各宗长老们的耳中。青云宗的带队长老面如死灰，站在那里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质问与冷眼。自家百年难遇的天才弟子，竟是潜伏多年的魔道奸细，这丑闻足以让青云宗百年声誉蒙羞。此事你们青云宗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花宗的长老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妇，此刻却是满脸煞气。瑶池圣地长老也冷哼一声，我宗圣女云溪月至今未归，若她有半点损伤，我瑶池的剑可不认人。大殿之内气氛剑拔弩张，这些话同样清晰地传入了天玄宗队伍中江清婉的耳中。你说什么？他身影微动，瞬间出现在那名谈论的散修面前，周围的空气温度骤然下降，一股化神境的威压让那散修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前辈饶命！洛凡，他怎么了？江清婉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他为了救人和元婴魔修叶苍同归于尽了。那散修在威压下哆哆嗦嗦地将道听途说的消息说了出来。江清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晃了一下，那张绝美的脸蛋瞬间血色褪尽。人群的另一侧，丹峰之主夏雨欣依旧是一脸清冷，仿佛事不关己，但他身旁的林小棠却早已急得快要哭了出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通红，小手紧紧攥着衣角，不停地朝秘境入口望去。师父，洛凡师兄他不会有事的，对不对？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助。夏雨欣没有回答，只是那藏在宽大袖袍下的手不知何时已紧紧攥住，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洛凡虽令他讨厌，可毕竟也是天玄宗弟子，就这样被一个魔修杀害，当真是可惜。让开！一声轻斥如同寒冬里的惊雷，炸响在每个人耳边。江清婉眼中只剩下疯狂的决绝，化神后期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冲天而起，竟是要硬闯那即将关闭的秘境入口。江长老，冷静，不可！秘境空间即将崩溃，此时闯入，九死一生。守护入口的几名元婴长老脸色大变，连忙出手阻拦，布下层层结界。江清婉却充耳不闻，秋水剑已然出鞘，一道足以撕裂天穹的剑光毫不犹豫地斩向结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嗡！那片剧烈波动的秘境入口光幕忽然爆发出刺目的光芒，随即竟奇迹般的稳定下来，光幕如同被一双无形的大手向着两侧缓缓拉开，形成了一道稳定的深邃的门户。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数千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洞开的门户。在一片死寂的注视中，一道修长的身影不紧不慢地从门户中走了出来。来人一袭黑衣，俊美无愁，嘴角挂着一丝懒洋洋的笑意，正是洛凡。但他不是一个人，在他的左手边，太昊剑宗的圣女云溪月神情复杂地与他并肩而行，那张清冷的俏脸此刻却带着一抹旁人看不懂的苍白。而在他的右手边，补天阁的妖女秦梦瑶更是整个人都几乎贴在了他的身上，手臂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将胸前那傲人的丰盈挤压出惊心动魄的弧度。秦手还幸福地靠在他的肩膀上，看向众人的目光里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全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无数人揉着自己的眼睛，以为看到了幻觉。那可是瑶池圣女和补天阁妖女，正道与魔道年轻一代中最顶尖、最出名的两位绝色女子，此刻竟然如同左右护法一般，簇拥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天玄宗弟子。江清婉持剑的手僵在了半空，他那双冰冷的眸子死死地锁在洛凡的身上，然后缓缓划过他右臂上那只属于秦梦瑶的白嫩玉手，最后定格在与他并肩而立的云溪月那张复杂的脸上。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无形的电光与刺骨的寒意在三个绝色女子之间激烈碰撞，让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分。洛凡却仿佛没看见江清婉眼中那足以冰封万物的滔天寒意，反而抬起手对着他露出了一个灿烂而又无比欠揍的笑容，挥了挥。哟，师尊，搞这么大阵仗，是专门来迎接徒儿凯旋的吗？那是天玄宗的洛凡，他没死，何止没死？你看他身边那两个女人，我的老天，左边那个是瑶池圣地的云溪月仙子吧？右边那个不是补天阁的妖女秦梦瑶吗？这他娘的是什么情况？正道圣女和妖女怎么会跟在他一个人身边？还那么亲密。秘境入口外，原本因为江清婉爆发而剑拔弩张的气氛，在此刻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寂。数千道目光
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死死地钉在那道从宫门中缓步走出的黑色身影上，以及他身边那一左一右风姿绝世的2位女子。洛凡沐浴在这万众瞩目的视线中，神情自若，甚至还有闲心打量了一下周围的阵仗。他的左手边，云溪月神情复杂地与他并肩而行，他低着头，清冷的俏脸上带着一抹旁人看不懂的苍白，握着剑柄的手指微微收紧，似乎想与他拉开距离，却又不敢。而在他的右手边，秦梦瑶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他整个人几乎都贴在了洛凡的身上，藕臂亲密地挽着他的胳膊，将胸前那傲人的丰盈挤压出惊心动魄的弧度，琴手幸福地靠在他的肩膀上，那双媚态天成的狐狸眼扫过全场，尤其是在看到那些目瞪口呆的男弟子时，嘴角扬起的弧度更是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与占有。全场寂静无声，无数人揉着自己的眼睛，以为在秘境崩溃的灵气波动中产生了幻觉，那可是瑶池圣女和补天阁妖女，正道年轻一代中最顶尖最出名的2位绝色女子，此刻竟然如同左右护法一般，簇拥着一个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天玄宗弟子。这画面比听说元婴魔修被名单境反杀还要来的荒诞与颠覆。他还活着。人群中，林小棠捂着小嘴，通红的眼眶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只是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他身旁的夏雨欣，那张万年不变的清冷脸蛋上也难得的出现了一丝松动，藏在袖袍下的手掌缓缓松开了被指甲掐出深痕的掌心。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感到喜悦。高台之上，江清婉持剑的手僵在了半空，他那双冰冷的眸子死死地锁在洛凡的身上，然后缓缓划过他右臂上那只属于秦梦瑶的白嫩玉手，最后定格在与他并肩而立的云溪月那张复杂的脸上。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无形的电光与刺骨的寒意在3个绝色女子之间激烈碰撞，让周围的温度都骤然下降了好几分。秦梦瑶感受到了那股刺骨的杀意，非但不惧，反而更加得意地将身子向洛凡怀里缩了缩，胸前那惊人的柔软隔着衣料，放肆地摩擦着洛凡的手臂，还冲着江清婉的方向投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洛凡像是没看见江清婉眼中那足以冰封万物的滔天寒意，反而抬起手对着他露出了一个灿烂而又无比欠揍的笑容，挥了挥。师尊是特来接徒儿的，是徒儿让师尊担心了。江清婉的俏脸瞬间又冷了3分，他身影微动，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已然出现在洛凡面前。他完全无视了像八爪鱼一样缠在洛凡身上的秦梦瑶，纤手如电，一把抓住洛凡的手腕，动作看似轻柔，却蕴含着不容抗拒的力道，硬生生地将其从秦梦瑶的臂弯中强行拉了出来。秦梦瑶吃痛，不满地轻哼一声，看向江清婉的眼神充满了怨毒。江清婉却连一个眼神都欠奉，她只是死死盯着洛凡，嘴唇微动，一道冰冷刺骨的传音如同钢针狠狠扎进洛凡的耳中。回去再收拾你。洛凡脸上笑容不减，心里却暗道一声痛快，这熟悉的味道。对了，就在这修罗场即将全面爆发，气氛压抑到极致的瞬间，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如同洪钟大吕从高台之上传来，瞬间压过了所有的议论和紧张。天玄宗弟子洛凡，上前听令。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身穿正道盟制式长袍，须发皆白，面容古拙的老者，不知何时已站在高台正中。他明明只是静静站着，却自有一股渊庭月至的气息，压得在场所有元婴长老都有些喘不过气。反虚境，这等大能竟然亲临此地！正道盟使者的出现，强行打断了现场的僵持。江清婉冷哼一声，松开了洛凡的手腕，但那冰冷的视线却依旧如影随形。片刻之后，在一处由法宝临时搭建的大殿内，洛凡好整以暇地站在殿中，接受着3方的审视。正上方是那位气息深不可测的正道盟使者，左手边花宗的花千妹正满脸妩媚与感激地看着他，右手边则是一位身穿瑶池圣地道袍，手持拂尘，神情冰冷的道姑。洛凡，正道盟使者率先开口，声音不带一丝情感，将你在秘境之内遭遇并斩杀魔修叶苍的经过详细道来。是。洛凡拱手，言简意赅地说道。弟子在秘境中偶然发现青云宗叶苍行迹可疑，暗中跟踪，最终撞破他残害同道的魔修真面目。弟子自知修为不敌，便利用秘境地形与其周旋，最终侥幸在一处险地，借助地利拼死将其斩杀。具体细节恐涉及弟子自身保命之法，恕难详述。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突出了自己的功劳，又完美地隐去了所有关键信息。好一个拼死斩杀！花宗长老立刻抚掌赞道。洛凡小有高义，若不是你，我花宗弟子此番定然损失惨重，此等恩情，我花宗上下铭记于心。瑶池圣地的道姑长老却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郑道盟使者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对他那些语焉不详的托辞似乎并不在意。对于他这种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而言，过程不重要，结果才是一切。叶苍身为元婴魔修，潜伏正道多年，罪大恶极。你以宁丹修为，逆境斩之，乃是大功一件。老者一挥手，一枚通体乌黑、散发着森然气息的锥形法宝凭空悬浮在洛凡面前。此乃破魔锥，专破魔道修士护体魔功与神魂，算是我正道盟对你此次功绩的赏赐。谢使者大人。洛凡不卑不亢地将其收下。使者点了点头，话锋一转。如今羽魔战场前线战事吃紧，魔崽子们攻势愈发猖獗，我正道栋梁折损颇多，正是我辈修士为天下苍生立功之时。他的目光落在洛凡身上，带着一丝审视。你功绩卓著，且潜力非凡，一直待在宗门之内，未免可惜。经我正道盟商议，特许你组建一支精英小队，由你担任队长，不日启程，前往羽魔战场积累战功，磨砺己身。小队成员可由你在各宗弟子中自行挑选，你可愿意？此言一出，殿内几位长老神色各异。这已经不是赏赐，而是破格提拔了。从一个普通弟子一跃成为正道盟编制内有合法招兵买马权力的小队队长，这等机缘百年难遇。洛凡心中一动，脸上却依旧平静。弟子愿为正道万事开太平。很好。使者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挥了挥手，具体事宜稍后会有人与你接洽，你先退下吧。是。洛凡躬身行了一礼，转身退出了大殿。洛凡回到天玄宗临时搭建的营帐时，外面那些嘈杂的议论声依旧没有停歇。看见没？就是他，那个叫洛凡的，一个人把瑶池圣女和补天阁妖女全给嗨带出来了。这小子什么来头？我怎么感觉他身上的气息好像比进去前强了不止一点半点？何止？我听说他一个人干掉了元婴魔修叶苍，正道盟的大人物都亲自出面了。吹吧，他一个宁丹境怎么可能？声音越来越小，因为说话的人看到了洛凡投过来的那似笑非笑的眼神。洛凡懒得理会这些蝼蚁的聒噪，径直走入分配给自己的独立营帐。正道盟的任命，捧杀与拉拢的阳谋罢了，想让他洛凡去羽魔战场当那出头的船子。可他们又怎会知晓，那片血腥的绞肉场本就是他这位魔祖即将回归的舞台。他走到桌案前，随意地坐下，取出了纸笔，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将4封信函随意丢给门外守候的弟子，命其送出交给他选定的队友。洛凡这才伸了个懒腰，他指尖微动，一道旁人无法察觉的微弱神念如同一滴墨落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散开。不过片刻，营帐的门帘被无声掀开，2道身影一前一后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风韵十足的美妇，正是花宗长老花千妹。她今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紧身长裙，将那熟透蜜桃般的丰腴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每走一步，腰肢都如水蛇般款款摆动，饱满的胸脯更是荡漾出惊人的波浪，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甜腻的体香。跟在她身后的则是一个铁塔般的壮汉，古铜色的皮肤，虬结的肌肉几乎要撑爆身上的兽皮坎肩，面容坚毅，沉默如山。他一进来，整个营帐的空气似乎都凝重了几分。御兽宗长老石破天。2人走到洛凡面前，在看到他那张脸的瞬间，身体同时僵硬了一下。扑通，没有任何犹豫，上一刻还高高在上的2位正道长老，下一刻竟齐刷刷的双膝跪地，额头紧紧贴着冰冷的地面，身体因极度的激动而微微颤抖。奴花千妹，奴石破天，恭迎主人回归。花千妹的声音此刻再无半点在外的妩媚妖娆，只剩下深入骨髓的卑微与狂热。石破天则言语简短，但那沉重的呼吸声同样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澜。起来吧。洛凡靠在椅子上，双腿交叠，语气平淡。谢主人。2人这才敢起身，却依旧弓着身子，连头都不敢抬。不错，潜伏100年，一个混成了花宗长老，一个成了御兽宗的门面。洛凡的目光扫过2人，看来我当年没选错人，都是主人栽培。花千妹媚声应道，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我问你。洛凡敲了敲桌子，打断了他的表忠心。魔道那边高层可有人知晓我还活着？回主人。花千妹立刻收敛媚态，恭敬地回答，无人知晓。当年你与正道那几位老不死的同归于尽后，苏九叶便独掌大权，所有人都以为魔祖已然陨落。洛凡点了点头，目光转向那个沉默的壮汉。石破天，前线现在是谁在指挥？血屠将军。石破天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如同金石相击。
是苏九夜麾下第一心腹。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关键信息：主人，战场之上，除了我等与正道盟，还有一股势力，自称逆魔盟。他们行踪诡异，手段狠毒，不仅猎杀正道修士，连我魔道中人也从不放过。血屠将军曾下令，欲之格杀勿论。逆魔盟。洛凡手指轻轻叩击着桌面，眼中闪过一丝玩味。叶苍那块令牌，行了，你先退下，继续潜伏，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暴露。是。石破天没有一句废话，躬身一礼，便如同山岳般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营帐。帐内只剩下了洛凡和花千妹，空气中那股甜腻的香味似乎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浓郁。花千妹没有动，她那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眸此刻水汪汪地看着洛凡，里面是毫不掩饰的痴迷与欲望。主人，她吐气如兰，声音黏腻的几乎能拉出丝来。她缓步上前，每一步都摇曳生姿，胸前那对惊人的柔软随着她的步伐微微晃动，仿佛随时要挣脱束缚。她走到洛凡身侧，并没有停下，而是直接跪坐在了他的脚边，扬起那张妩媚动人的脸蛋。主人，奴婢好想您。他说着，伸出纤纤玉手，大胆地附上了洛凡的大腿，温热的掌心隔着布料缓缓向上游走。同时他缓缓解开了自己衣襟的盘扣，露出了一片雪白的香肩和精致的锁骨。那饱满弧度的上半部分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100年了。奴婢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主人的恩赐。他的吐息带着湿热吹拂在洛凡的手背上，另一只手已经开始不安分地去卸洛凡的腰带。啪一声轻响，洛凡面无表情地抓住了他作乱的手腕。收起你的骚妹，现在不是时候。花千妹的动作一僵，眼中闪过一丝委屈与失落，却不敢有半分反抗，只是低声呜咽。主人，奴婢只是魔道大业为重，懂吗？洛凡俯视着他，眼神深沉。若是因你一时的私情误了我的大事，你知道下场。花千妹娇躯一颤，脸上血色褪尽，连忙叩首。奴婢知错，请主人责罚。看着他那腹既恐惧又渴望的模样，洛凡心中冷笑，却松开了手。他反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本薄薄的玉册，丢在了他的面前。玉册上天玉玄女经5个古字流光溢彩。这个赏你的。洛凡的语气恢复了懒散，用它尽快将花宗那几个老钱婆给我掌控在手里。花千妹看着那本功法，眼中瞬间爆发出无与伦比的狂喜与感激。这可是魔道中的顶级功法，主人非但没有责罚他，反而赐下了这等神物。谢主人恩赐。奴婢定不辱命。他如获至宝的将功法紧紧抱在胸前，那对丰盈被挤压的变了形。他看向洛凡的眼神已经狂热到了极点。滚吧。是。花千妹不敢再多停留片刻，整理好衣衫，对着洛凡恭恭敬敬地3叩9拜之后，才满脸潮红地倒退着走出了营帐。帐内终于恢复了安静。洛凡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推开了隔壁属于自己的主帐门帘。今夜总算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然而当他踏入帐内的瞬间，脚步却停住了。营帐内没有点灯，清冷的月光从帐篷顶部的通风口洒落下来，如同水银泻地。一道绝美的身影静静地坐在桌边，一袭月白色的单衣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勾勒出她窈窕而略显单薄的曲线。3000青丝如瀑般披散在肩头，发梢还带着未干的水汽，显然是刚刚沐浴过。正是江清婉。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2样东西，一杯上在冒着氤氲热气的清茶，以及一把出了鞘的秋水剑。剑刃在月光下泛着森森的寒芒，映照出他那张冰封血素的俏脸。洛凡反手将门帘放下，隔绝了外界所有的窥探与嘈杂。帐内的空气瞬间凝滞得如同万年玄冰。他像是没有看见那把能斩断山岳的利剑，径直走到桌边坐下，端起那杯上温的清茶，仰头一饮而尽。温热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驱散了几分夜的寒意。洛凡咂了咂嘴，将空杯子随手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目光毫不避讳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名义上的师尊，嘴角噙着一抹坏笑。师尊深夜造访，还将剑都拔出来了，这是想与徒儿彻夜论剑。他的声音顿了顿，眼神变得玩味起来。还是想论点别的？江清婉那双冰冷的凤眸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仿佛在看一个死人。秦梦瑶，补天阁妖女，为何与你同行？他的声音比帐外的月光还要清冷，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寒冰。云溪月，瑶池圣女，又为何与你并肩而立，神态亲密？洛凡，给我一个解释。洛凡闻言非但没有半点紧张，反而笑出了声。解释？师尊，
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质问徒儿？他向前倾了倾身子，凑近了几分，一股混杂着男子气息和淡淡血腥味的热气扑向江清婉的面门。是天玄宗剑锋之主的身份，还是……他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蛊惑的沙哑我孩儿他娘的身份。你放肆！江清婉猛地拍案而起，胸前那被月白单衣包裹的饱满弧度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着。他握着剑柄的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洛凡，休要再提此事。不提？为何不提？洛凡依旧稳稳地坐着，仰头看着他因愤怒而微微泛红的脸颊。师尊，你该不会是吃错了吧？我没有。江清婉的回答快得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声音也拔高了几分，那份属于化神剑仙的从容正在一点点崩塌。真没有。洛凡挑了挑眉，眼神愈发戏谑。那你深夜至此，杀气腾腾的，是为了什么？总不能是……许久不见，想徒儿了吧？我是来找你算账的。江清婉咬着银牙，一字一顿地说道。哦，算账。洛凡故作好奇地问。算什么账？算我在秘境里九死一生，让你担心的账，还是算我在外面沾花惹草的账？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看着江清婉的脸色又白了3分，才慢悠悠地继续说道。那师尊打算怎么惩罚徒儿呢？是废我修为，还是将我逐出师门？或者……洛凡的目光落在了他紧握着剑柄的纤纤玉手上，又缓缓下移。用你的小手打我屁股？你无耻！江清婉气得浑身发抖，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偏偏这孽徒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针一样，精准地扎在他心底最隐秘、最不愿承认的地方。你还敢跟我开玩笑？他胸口起伏不定，那对被单衣勾勒出的巍峨山峰几乎要裂衣而出。我不是在闹着玩，洛凡，你今日必须接受惩罚。好啊！洛凡摊了摊手，一脸无所谓。那师尊想怎么罚，徒儿受着便是。他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更是让江清婉气不打一处来。他刚想开口呵斥，洛凡却忽然站起身，一步步向他逼近。不过在领罚之前，徒儿有个问题想问师尊。江清婉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后背却抵在了冰冷的营帐支柱上，退无可退。洛凡已然来到他面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足1尺。他比他高出一个头，俯视下来时带着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你想做什么？江清婉的声音里终于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洛凡没有回答，只是抬起手，用手指轻轻勾起他月白单衣的衣襟。师尊，你这身衣服里面穿的是什么？江清婉娇躯一僵，脸色瞬间血色尽退，变得煞白。师尊不说话，是想让徒儿亲自动手检查吗？洛凡低笑一声，手指微微用力，作势欲扯。住手！江清婉终于崩溃了，一把按住他作乱的手，声音都在颤抖。是你给的。那件让他羞耻了无数个日夜的鸳鸯系水肚兜，此刻正紧紧贴在他温热的肌肤上。哦，原来师尊一直穿着。洛凡恍然大悟般的点了点头，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我可没说，师尊这段时间不可以换掉他，你穿着它来见我，还说不是在想我。他俯下身，灼热的呼吸喷在江清婉敏感的耳廓上。承认吧，师尊，你就是想我了，想得发骚了。我没有，还不是你。江清婉语无伦次，大脑一片空白，只能无力地辩解着。这病得治。洛凡的声音充满了不容抗拒的霸道。今晚徒儿就好好帮你治一治。话音未落，他猛地出手，不等江清婉反应过来，一只铁钳般的大手已经揽住了他不盈一握的柳腰，另一只手穿过他的膝弯，将他整个人拦腰抱起。啊！孽徒，快放手！江清婉惊呼一声，本能地挣扎起来，粉拳捶打在他的胸膛上，却软绵无力，更像是欲拒还迎的邀请。不放！洛凡抱着他，大步走向营帐角落那张简陋的床榻。谁让师尊先来勾引我的？既然师尊这么主动的要惩罚我，徒儿自然要好好领受了。我没有勾引你，休要胡言！快放开我！那你为什么穿着我送你的肚兜？洛凡低头在他耳边轻佻地吹了口气。承认吧，师尊，你就是故意在取悦我。不过比起穿着，我更喜欢师尊什么都不穿的样子。砰！洛凡将他扔在床榻上，高大的身影随之附了上去。今晚就让徒儿看看师尊的剑到底有多利。次日清晨，江清婉从一片混沌中挣扎着醒来，她扶着酸痛的腰肢缓缓坐起身，月白色的单衣早已凌乱不堪，几缕湿漉漉的青丝粘在绯红的脸颊上，口干舌燥。她下意识地舔了舔有些红肿的微干嘴唇，一股淡淡的咸腥味在味蕾上散开，嘴角似乎还有一道未干的水痕。奇怪，
他晃了晃昏沉的脑袋，环顾四周。我的长笛呢？他明明记得自己昨夜似乎吹了一夜的长笛，吹得腮帮子都酸了，可现在那只心爱的长笛却不见了踪影。他掀开被褥，四处寻找着，目光最终落在了旁边盘膝而坐，正在闭目调息的洛凡身上。长笛还在，只是被他藏起来了。那孽徒的裤子高高鼓起一个惊人的弧度，仿佛在向他炫耀着什么。师尊，你醒了。洛凡睁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怎么一直盯着我的裤子看？莫非是今早又饿了？你……江清婉的俏脸轰的一下，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昨夜那些羞耻到极点的画面，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他尖叫一声，手忙脚乱地抓起衣物，甚至来不及整理，便狼狈不堪地化作一道流光，逃出了营帐。洛凡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心情大好，神清气爽地伸了个懒腰，起身走出了营帐。刚一掀开门帘，一个娇小的身影便嗖的一下从旁边窜了出来，张开双臂拦住了他的去路。正是丹枫的林小棠。小丫头今天穿了一身鹅黄色的单湿袍，衬得那张娃娃脸愈发白里透红，她气鼓鼓地叉着腰，腮帮子鼓得像只仓鼠。洛凡，你这个大坏蛋！他一开口便是软糯又带着愤怒的控诉。你为什么邀请云溪月他们去羽魔战场，都不邀请我？你是不是不喜欢小棠了？小丫头说着，眼眶一红，晶莹的泪珠就在眼眶里打转，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我也要去前线，带上我，不然我就不让你走。洛凡看着他这副模样，只觉得有些头疼。胡闹，羽魔战场是去玩的地方吗？你一个宁丹境的小丫头，去了不是送死？我才不是去玩的。林小棠立刻反驳，她猛地扑上来，一把抱住洛凡的大腿，说什么也不松手。我会炼丹，我能给你们炼制好多好多的丹药，我很有用的。他一边说，一边用小脸在洛凡的裤腿上蹭来蹭去，嘴里发出呜呜的哭声，活像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小奶猫。周围不少路过的弟子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洛凡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丫头简直是滚刀肉。行了行了，怕了你了。他弯腰捏住林小棠的后颈，像提猫一样把她提了起来。让你去可以，但必须一切听我指挥，不许乱跑，懂吗？耶，太好了。林小棠瞬间破涕为笑，在半空中手舞足蹈。洛凡你最好了。洛凡随手将他放下。正当他准备前往集合点时，眼角余光瞥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丹枫之主夏雨欣，他正站在不远处，神情冰冷地看着林小棠，似乎是来找自己徒弟的。洛凡嘴角一勾，迈步走了过去。他路过夏雨欣身边时，脚步微顿，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意有所指地轻笑道：夏峰主，看你气色不佳，近日过得可还好？夏雨欣那张冷艳的脸庞瞬间变得铁青。洛凡嘴角的笑意不减，目光却饶有兴致地在夏雨欣那张冰冷而略显苍白的脸上打转。他向前一步，压低了声音，温热的气息几乎要拂过夏雨欣的耳廓。夏峰主，看你气色不佳，最近毒素可还有复发？需不需要徒儿再帮你好好瞧瞧？夏雨欣的身体猛地一僵，那双冷艳的凤眸中瞬间燃起2簇火焰，混合着羞耻与愤怒。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将那深淡紫色的长裙撑起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混蛋！他咬牙切齿地挤出2个字：我是来找小棠的。说着，他转头看向正抱着洛凡大腿不放的林小棠，语气变得严厉起来：小棠，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离这小子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林小棠抬起那张挂着泪珠的娃娃脸，委屈地瘪了瘪嘴。可是师傅，洛凡师兄人很好的啊。他眨巴着天真的大眼睛，似乎想到了什么，又补充道：而且我觉得师傅对洛凡师兄肯定有什么误解。师傅你其实也很在意洛凡师兄的吧？夏雨欣心头一跳，厉声呵斥休要胡说，为师是怎么教导你的？可是师傅你每天晚上睡着后都在喊洛师兄的名字呀，小棠都听见了。林小棠的声音越说越小，却如同一道惊雷在夏雨欣耳边炸开。轰！夏雨欣的大脑一片空白，脸上最后的一丝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他真的在梦里喊了那个孽障的名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没有。他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哦，洛凡恰到好处地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感叹，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惊讶与了然。没想到夏峰主对我如此念念不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他俯下身凑到夏雨欣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音量暧昧的低语：是因为那一夜我伺候的不够尽兴，让峰主食髓知味，还想再来一次？你无耻！夏雨欣浑身颤抖，又羞又怒，却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
他甚至不敢去看旁边林小棠那双好奇又迷茫的眼睛。洛凡直起身，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不再理会濒临崩溃的夏雨欣。他拍了拍林小棠的脑袋，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说道：行了，小棠妹妹今天不能跟你回去了，我已经决定将她定为我这支小队的正式队员。他瞥了一眼面色铁青的夏雨欣，慢悠悠地补充道：这也是正道盟使者的意思，夏封主有意见吗？夏雨欣死死地瞪着他，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最终却只能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好自为之。说完，他再也待不下去，拂袖转身，几乎是落荒而逃。第二日，天玄宗驻地前的巨大广场上人声鼎沸，数千名在秘境中幸存下来的各宗弟子汇聚于此，他们神情各异，有的兴奋，有的紧张，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茫然。高台之上，正道盟的使者宣读完成员名单与注意事项后，一座巨大的空间传送阵在广场中央缓缓亮起，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洛凡站在人群中，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望向高台一角。江清婉一袭白衣，静丽如雪，他的视线与他对上，清冷的眸子里似乎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脸颊上不易察觉地浮现一抹淡淡的红晕，随即又被冰霜覆盖。在他的不远处，丹峰之主夏雨欣也站在那里，那怨毒和羞愤交织的目光仿佛两把利剑，直直刺来。洛凡冲着他们的方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然后转身带着身后的5人毫不犹豫地踏入了那片扭曲旋转的光幕之中。一阵天旋地转的失重感袭来，空间法则在耳边发出刺耳的撕裂声。当脚下再次传来坚实的触感时，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味和铁锈味便混杂着冲天的煞气，直灌鼻腔。眼前不再是仙气缭绕的宗门驻地，天空是诡异的暗红色，厚重的千云低垂，仿佛随时会滴下血来。大地一片焦黑，随处可见巨大的骸骨和断裂的冰刃，无数道细小的空间裂缝如同黑色的闪电在空气中不时闪现，发出滋啦的轻响。这里就是陨魔战场。一名身穿制式铠甲、神情麻木的守卫走上前来，声音毫无波澜：正道盟新来的，跟我走。他领着洛凡一行人穿过肃杀的营地，周围来往的修士个个面带煞气，眼神警惕，与宗门内养尊处优的弟子截然不同。最终，守卫在一座最大的主帅营帐前停下。到了，刘将军在里面等你们。洛凡掀开厚重的门帘，一股淡淡的檀香混合着皮革的味道扑面而来。帐内空间极大，正中摆放着一座巨大的沙盘，其上地势起伏，光点闪烁，显然是一座精密的军用阵法沙盘。一名女子正背对着众人，俯身研究着沙盘。她身穿一套黑金相间的紧身战服，材质不明，却完美地勾勒出她高挑丰腴的身段。惊心动魄的弧线从挺翘的臀部向上延伸，在纤细有力的腰肢处收束成一个完美的倒三角，再向上，饱满的胸脯将胸甲撑起一个惊人的轮廓。一双长腿笔直修长，被包裹在特制的军用皮裤之中，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力量与野性的美感。听到动静，女子直起身转了过来，那是一张极为美艳的脸，眉眼锐利，鼻梁高挺，红唇饱满，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与威严。她没有笑，眼神如鹰隼般扫过洛凡一行人，自带一股久经沙场的铁血杀伐之气。都坐吧。他的声音清冽，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同时吩咐旁边的亲卫上茶。待众人落座，他才开口：我叫刘玲珑，来自中州皇朝，是你们这支小队的直属上级。你们今天刚到，舟车劳顿，先下去休息。明天我会给你们布置第一个任务。刘玲珑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可以离开。洛凡，你留下，我有些事情要单独交代。待其余人都退出营帐，帐内只剩下洛凡和刘玲珑2人。刘玲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却没有喝，一双锐利的凤眸审视着洛凡。你们的资料我都看过了，说实话，这几年很少有像你们这么出色的年轻一代了。他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不过这里是陨魔战场，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宗门秘境，我不希望你们抱着任何侥幸的心态，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洛凡靠在椅子上，懒洋洋地翘起2郎腿，脸上挂着那副招牌的欠揍笑容。哦，将军是觉得我斩杀那个元婴魔修是靠侥幸？刘玲珑的眉峰微不可察的一蹙，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直接地顶回来。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耐着性子解释，叶苍之事你功劳甚伟，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平安活下去，毕竟你们代表着正道的未来，未来不未来的太遥远了。洛凡摆了摆手，打断了他冠冕堂皇的说辞，身体微微前倾，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我这个人比较实际，就想知道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能不能捞到足够的好处，有没有相应的奖励。
刘玲珑似乎被他这毫不掩饰的功力给噎了一下，但还是公式化的回答：自然有。盟内有功勋兑换制度，只要你的功勋足够高，任何要求盟内都会尽力满足。任何要求？洛凡的眼神变得玩味起来，目光放肆地在刘玲珑那被战俘包裹的火爆曲线上游走。刘将军，你也是盟内成员吧？他慢悠悠地问。刘玲珑感觉到他那灼热的视线，心中升起一丝不快，但还是点了点头。是，那我的功勋要是足够高，将军你也会满足我的要求。刘玲珑的眼神冷了下来，但还是保持着上位者的风度。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并且不违反正道盟的规矩，我会尽量协助你。哦，洛凡拖长了音调，脸上露出了然的笑容。真的？协助我？他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那语气暧昧的仿佛情人的耳语。那我若是说我的某些长处需要将军你在床上协助我才能好好发挥，你也愿意？轰！一股强大的元阴劲威压猛地从刘玲珑身上爆发开来，帐内的空气瞬间凝固，桌上的茶杯被这股气势震得粉碎。混蛋！刘玲珑猛地拍案而起，那张美艳的脸庞此刻布满寒霜，胸前饱满的甲胄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你把我当成什么了？要不是盟规所限，就凭你刚才那句话，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不是将军亲口说的会协助我吗？洛凡却丝毫不惧，依旧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摊了摊手。刘玲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帐门，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住口！这里是军营，不是你寻花问柳的风月场所。滚！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不要再让我看见你。洛凡耸了耸肩，站起身，吊儿郎当地理了礼衣襟，转身向外走去。在与刘玲珑擦肩而过时，他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轻笑一声：将军火气别这么大嘛，说不定以后你还真会求着我呢。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掀开门帘走了出去。帐内，刘玲珑死死地盯着他消失的背影，气得娇躯颤抖，饱满的胸脯上下起伏，将那坚硬的甲胄顶得更高。洛凡吸收着这久违的混杂着血与火的空气，心情格外舒畅。他信步走向后方分配给自己的独立营帐。与此同时，洛凡屋中床榻上，秦梦瑶正慵懒地斜躺着，她身上只松松垮垮地罩着一件绯红色的丝绸外袍，光滑的布料根本遮不住内里的春光。衣襟大开，露出一片雪腻的香肩和精致的锁骨，胸前那对惊人的丰盈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轮廓。一条修长匀称的玉腿更是从袍子的开叉处肆无忌惮地伸出，银白如玉，脚踝纤细，让人忍不住想握在手中把玩整个营帐，都弥漫着她身上那股甜腻又勾人的体香。而在床边，林小棠正端着一个玉碗，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涨得通红，眼中蓄满了水汽，死死地瞪着床上的秦梦瑶。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找洛凡自然是有要事相商啊。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胸，那对柔软在丝袍下晃动出货人的波浪。倒是小棠妹妹，这么晚了跑到我们家洛凡的帐篷里做什么？我给洛师兄送疗伤的丹药过来。林小棠气鼓鼓地反驳。你快从洛师兄的床上下来，你穿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想勾引洛师兄。秦梦瑶闻言发出一串银铃般的娇笑，笑得花枝乱颤，胸前的风景更是波涛起伏。不下，他瞥了一眼林小棠那略显青涩的小脸，眼神中充满了胜利者的炫耀。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凭什么让我下来？就凭我是洛师兄的小师妹，凭我在他身边陪他醉酒。林小棠攥着小拳头，理直气壮地说道：这里不欢迎你，你快下来。哦，小师妹啊。秦梦瑶不怒反笑，笑意盈盈地看着他。我还以为你是洛凡的小相好呢，闹了半天只是单纯的师兄妹啊。他伸出舌尖舔了舔自己饱满的红唇，动作风骚入骨。那我就更不能让开了，因为我可是和洛凡有过实实在在关系的人。换句话说，他看着林小棠，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洛凡的女人，按辈分你还得叫我一声姐姐呢。啊，我不信，你骗我。林小棠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身体摇摇欲坠。骗你？秦梦瑶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她缓缓坐起身，丝袍滑落，露出更多诱人的雪白。她轻柔地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用一种既炫耀又带着母性光辉的语气抛出了致命的一击。小棠妹妹，你还不知道吧？我们两个在秘境里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而且她看着林小棠彻底呆滞的眼神，满意地笑道：我还怀了她的孩子。不信你过来摸摸。我不摸。你住嘴。我不听。林小棠捂住耳朵，拼命地摇头，晶莹的泪珠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秦梦瑶看着她崩溃的模样，心中畅快无比。她当然是没有怀孕，说这话不过是气林小棠，
不过这效果倒是不错。怎么了？这就受不了了。他娇笑着重新躺下，双腿交叠，裙摆下的风光若隐若现。我就是在等洛凡，我就是要勾引他。怎么了？不怕告诉你，你的洛凡师兄啊，就喜欢看我这副发骚的样子呢。夜幕下的军营，肃杀与血腥味被晚风吹散了些许，混杂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洛凡信步走着，身后的营帐内，刘玲珑的怒火似乎还未平息。他并不在意那种带刺的玫瑰，要一点点拔掉他的刺，过程才有趣。他的脚步在一片空地前停下，月光下，一道清冷的蓝色身影正在练剑，剑光如水，泻地无声，却带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寒意。云溪月每一剑都刺得极稳，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烦乱与屈辱都倾注于这冰冷的剑刃之上。不远处，一个穿着淡粉色衣裙的少女正百无聊赖地坐在石墩上，双腿晃荡着，纤细的脚踝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正是花宗的苏青露。他注意到洛凡清澈的杏眼眨了眨，却没有说话。练得不错，就是杀气太重，心不静。洛凡的声音懒洋洋地响起，打破了这片宁静。云溪月的剑招一致，剑尖在离地面3寸处停下。他缓缓回头，那张绝美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眸光更冷了几分。要你管？明天就要接第一个任务了，我作为队长自然要管。洛凡无视他的冷淡，径直走了过去，又冲着苏青露招了招手。你也过来。苏青露乖巧地跳下石墩，迈着小步子跟了过来，手腕上的小银铃发出细碎的轻响。洛凡对着2个风姿各异的绝色女子慢悠悠地开口：你们2个跟我来，明天就要接受任务了，我有事与你们商量。云溪月皱了皱眉，似乎很不情愿，但队长和任务这2个词还是让他收起了剑，冷着脸跟在了洛凡身后。3人一前2后走向分配给洛凡的独立营帐。一路上，云溪月刻意与他保持着3步的距离，浑身都散发着离我远点的气息。苏青露则好奇地打量着洛凡的背影，眼神天真又无辜。一个瑶池圣女，一个花宗圣女，再加上我这个天玄宗的英雄，郑道盟还真是看得起我。洛凡走在前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他们听。云溪月冷哼一声，没有接话。很快，3人来到了洛凡的营帐前。洛凡伸手正准备掀开门帘，砰！门帘猛地从里面被人撞开，一道娇小的身影带着哭腔，不管不顾地从里面冲了出来，直直的一头撞进了洛凡的怀里。一股淡淡的馨香和药草味瞬间扑鼻而来，怀里的身躯柔软而娇小，正因激动而剧烈颤抖。洛凡低头细细一看，怀中之人正是林小棠。此刻他那张可爱的娃娃脸哭得梨花带雨，一双大眼睛红得像兔子，蓄满了水汽，写满了委屈与绝望。他原本因为撞到人而带着一丝怒意，但在抬头看清是洛凡的瞬间，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火山般的爆发。这是谁惹我们家小棠不开心了？洛凡下意识地调侃了一句。然而林小棠的反应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用尽全身力气死死地抱住了洛凡的腰，将脸埋在他的胸口。紧接着一句足以让天地失色、鬼神惊泣的话从他口中用尽全力地哭喊了出来：洛师兄，上我！声音尖锐，带着哭腔，却又无比清晰。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洛凡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整个人都懵了。他身后的云溪月和苏青露更是如遭雷击，目瞪口呆地愣在原地。瑶池圣女那张清冷的俏脸瞬间血色褪尽，嘴巴微微张开，显然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苏青露那双小鹿般的杏眼则瞪得滚圆，写满了纯粹的震惊与不可思议。难道洛师兄让我们过来就是让我们见识一下自己的魅力？你说什么？洛凡怀疑自己听错了，低头问道。林小棠猛地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上是一种豁出去的偏执与疯狂。他踮起脚，再次冲着洛凡的耳朵用更大的声音哭喊道：我说，我让你上我，我要给师兄你生孩子。洛凡彻底无言以对，他能感觉到身后那2道视线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惊骇，仿佛在看一个丧心病狂的淫魔。不上！洛凡果断拒绝，伸手想把他拉开。小棠，你冷静点，我今天还有事情要交代，那交代完事情再上我。林小棠死死地缠着他，完全失去了理智，逻辑也变得异常清晰。不上！洛凡再次拒绝。你是不是不喜欢小棠呀？他哭着质问。还是你今天晚上要上秦师姐？是不是他不让你上我？说着，他的目光越过洛凡，恶狠狠地瞪向他身后那2个呆若木鸡的女子。还是要上这2位姐姐？我们不是。你胡说什么？云溪月和苏青露几乎是同时惊跳起来，慌忙摆手辩解。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直白粗俗的场面，尤其是云溪月
作为高高在上的瑶池圣女，何曾被人这般当众污蔑清白？一张俏脸又羞又气，涨得通红，连带着雪白的颈子和耳根都染上了一层绯色，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应对这荒唐的局面。小唐，到底怎么了？洛凡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他按住林小唐不住扭动的肩膀，神情严肃了几分。是不是有谁刺激你了？这句关心的话语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小唐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所有的恐惧，所有认为自己被抛弃的绝望，全都化作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哭喊。我的师傅可以，秦师姐可以，为什么我就不行？为什么？这句话如同一道紫色的九天神雷，毫无征兆的在云溪月和苏清露的耳边轰然炸响。办了，他的师傅，林小唐的师傅不就是丹峰之主，那个清冷如仙、地位尊崇的夏雨欣吗？云溪月感觉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在这一刻冻结了。他之前虽然对洛凡和自己师尊江清婉的关系有所猜测，但那终究是猜测。可现在从林小唐这个最不可能说谎的人口中，却听到了更加离谱、更加禁忌的事实：洛凡这个混蛋不仅染指了秦梦瑶，还对天玄宗丹峰之主下了手。而苏清露则是小嘴张成了圆圆的 O 型，那双清纯的眸子里第一次浮现出名为恐惧和敬畏的复杂情绪。他看着眼前这个被师妹当众求欢的男人，仿佛在看一个披着人皮的怪物。而就在这极致的死寂与混乱之中，营帐的门帘被一只涂着鲜红扣丹的玉手悄无声息地掀开了一道缝隙。秦梦瑶那张妖媚入骨的脸蛋露了出来，她身上那件绯红色的丝袍半掩半开，露出大片雪腻的肌肤和深不见底的沟壑。秦梦瑶那张妖媚入骨的脸蛋在门帘的缝隙后一闪而过，随即便想缩回去。然而洛凡的目光已经如同钉子一般越过怀里哭得一塌糊涂的林小唐，精准地落在了那道缝隙上。出来！他的声音不大，甚至还带着一丝安抚怀中之人的温和，但那股不容置疑的意味却让门帘后的娇躯微微一僵。帘子被一只涂着扣丹的玉手不情不愿地掀开，秦梦瑶踩着帘布，扭着水蛇般的腰肢走了出来。她身上那件绯红色的丝袍半掩半开，随着她的动作，胸前那惊人的饱满轮廓若隐若现，一双修长的玉腿在裙摆下勾勒出诱人的线条。她刚想露出惯常的媚笑，却对上了洛凡那双似笑非笑但眼底毫无温度的眸子。你欺负我们家小唐了？洛凡低头用手指轻轻擦去林小唐脸上的泪痕，话却是对着秦梦瑶说的。没有，主人，你别听这小丫头胡说。秦梦瑶脸上立刻堆起妩媚的笑容，声音甜得发腻。我就是看她一个人在您帐篷里，怕她乱动您的东西，就进来跟她聊了几句。她一边说，一边不着痕迹地向洛凡靠近，那股成熟蜜桃般的体香带着强烈的侵略性，试图将周围的空气都变成自己的领域。聊了几句，洛凡挑了挑眉，聊得我们家小唐都哭着要给我生孩子了。秦梦瑶的笑容僵硬了一瞬，不等她编出新的说辞，怀里的林小唐猛地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瞪着秦梦瑶，用尽全身的委屈和愤怒，尖声哭喊道：他骗我，他说她是你的女人，还说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孩子，让我以后不准再碰你一下。此言一出，如同一道惊雷在众人耳边炸响。秦梦瑶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平日里八面玲珑的妖媚姿态瞬间崩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慌乱。我没有，你可别血口喷人！他急得声音都变了调。洛凡身后的云溪月那张冰山般的俏脸彻底失去了血色，握着剑柄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感觉自己的认知正在被一次次地碾碎重组。而一旁的苏清露则依旧是那副天真无辜的模样，只是那双清澈的信念瞪得更圆了。他好奇地在秦梦瑶平坦的小腹和洛凡的脸上来回打量，仿佛在研究什么稀奇的物种哦。洛凡脸上的表情变得玩味起来，他低头看向秦梦瑶那被丝袍包裹着的纤细腰肢和紧致小腹，慢悠悠地问道：你怀了我的孩子？我怎么不知道？这话问的秦梦瑶魂都快飞了。没有，绝对没有，主人，他是瞎说的。秦梦瑶连连摆手，急得额角都渗出了细密的香汗。他只是想吓唬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谁知道她会当众喊出来，还编得有鼻子有眼。真的。一旁的林小唐抽噎着，泪眼婆娑地看着这个刚才还嚣张无比，此刻却狼狈不堪的女人。真的。不信你摸一下。秦梦瑶为了自证清白，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挺直了腰杆，将自己平坦的小腹展现在众人面前。林小唐将信将疑地从洛凡怀里挪开一点，伸出白嫩的小手，小心翼翼地贴在了秦梦瑶隔着一层薄薄丝绸的肚子上。细腻的丝绸下是温热紧实的肌肤触感，
林小棠闭上眼睛，像模像样的用心感受了一下。帐篷前陷入了一片诡异的寂静，云溪月和苏清露的目光也都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只小手上。片刻后，林小棠猛地睁开眼，发出一声惊奇的轻呼。咦？众人心头一紧，还真没有。全场再次陷入沉默。秦梦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快虚脱了。然而他这口气还没松完，林小棠就猛地转过头，一把扯住洛凡的衣角，刚刚止住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满脸都是被欺骗的愤怒。洛师兄，他骗我，他刚才就是这么说的，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他用力地摇晃着洛凡的手臂，撒娇中带着不容拒绝的执拗。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秦梦瑶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看似纯良无害的小丫头居然如此难缠，刚想开口辩解几句，却发现洛凡打量她的眼神已经变得极具侵略性。说得对。洛凡点了点头，煞有介事地说道，既然我们家小唐都这么说了，那确实要好好惩罚一下才行。他捏着下巴，目光在秦梦瑶那玲珑起伏的火爆身段上游走，尤其是在那被紧身丝袍包裹的浑圆挺翘的臀部上停顿了片刻，省得他以后不分场合到处发骚。秦梦瑶心中警铃大作，抢笑道，主人，奴家知错了，下次再演就当众打他吧。洛凡直接打断了他的话，笑眯眯地看向林小棠。小棠妹妹觉得这个惩罚如何？不行！秦梦瑶的尖叫声几乎要划破天际。绝对不行！太羞耻了！我不同意。她好歹也是补天阁的妖女，在外面也是人人敬畏的存在。上次在山洞里那是迫于无奈，现在要当着瑶池圣女和花宗圣女的面，这让她以后还怎么见人？反对无效。洛凡的脸瞬间冷了下来。谁让你管不住自己的嘴，也管不住自己的腿，既然做了就要受罚。他的目光扫过秦梦瑶，带着绝对的压迫感。这是规矩。主人，奴家真的错了，求求你饶了奴家这一次吧。秦梦瑶的声音带上了哭腔，丰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整个人都在发抖。一旁的云溪月和苏清露已经彻底说不出话来了。这到底是什么荒唐至极的闹剧？不行，主人！秦梦瑶的求饶变成了短促的惊呼，因为洛凡已经懒得跟他废话，一番功夫将其安排得明明白白。骚货，别废话！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冰冷而无情。自己动手吧，难道还让我帮你不成？在洛凡那不带任何感情的注视下，他终究不敢反抗。主人，奴家真的知错了。云溪月呆呆地看着，雪白的俏脸先是涨得通红，然后又变得一片煞白。他下意识地想别过头去，可眼睛却不听使唤。苏清露则歪着头，小手托着下巴，像是在欣赏一幅绝美的画卷。他那双纯净的眸子里映着秦梦瑶羞愤欲绝的模样，闪烁着好奇与探究的光芒。不知过了多久，声音终于停了下来。洛凡拍了拍手，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转过身，看到秦梦瑶还趴在那里，香肩不住耸动，便不耐烦地说道，行了，起来吧，还要我请你？秦梦瑶这才颤颤巍巍地站直身体，慌忙将裙摆放下，双手捂着身后，低着头，连耳根都红透了，再也没有了半分平日的妖娆与嚣张，像一只斗败了的孔雀。屋中林小棠已经不哭了，大眼睛里带着一丝报复得逞的快意。云溪月和苏清露则神情各异地站在原地，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洛凡环视一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走到帐内的桌案前坐下，对着4个风姿各异的女子招了招手。好了，闹剧结束，都过来坐吧。他顿了顿，脸上的笑容收敛，眼神变得深沉。接下来该谈点正事了。帐内烛火摇曳，光影将几道窈窕的身影拉得忽明忽暗。秦梦瑶背对着众人，她的香肩微微起伏，似乎在努力平复着体内的燥热与心底的屈辱。林小棠则乖乖地坐在她不远处，双手捧着还有些婴儿肥的脸蛋，红肿的眼睛里满是得意的光，嘴角止不住地上扬，活像一只偷吃了鱼还顺便挠了宿敌一爪子的小猫。秦姐姐，你站着不累吗？屁股还疼不疼呀？秦梦瑶的身体猛地一僵，肩膀抖动得更厉害了。洛凡在主位落座，给自己倒了杯茶，吹了吹飘起的热气，慢悠悠地开了口，好了，都到齐了，那就开始讲正事。我们现在身处羽魔战场，接下来会很危险，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无条件听从我的安排。洛凡的目光在4个风情各异的女人脸上一一扫过。小棠，这是破解魔域瘴气的丹方，叫破瘴丹，以后小队的丹药供给就全交给你了。林小棠眨巴着大眼睛，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张纸，展开一看，小嘴顿时惊讶地张成了 O 型。天呀，这是失传的古方破瘴丹。他发出一声控制不住的惊呼，而且
上面还标注了3种可以互相替代的主药材。洛师兄，你好厉害！这丹方比他师尊夏雨欣交给他的任何一张都要精妙玄奥。洛凡抬手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别大惊小怪的，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小队的首席丹师，负责所有人的小命，知道吗？林小棠被委以重任，小鸡啄米般用力点头，脸上的泪痕早就干了，只剩下灿烂又崇拜的笑容。洛凡这才将目光转向其他人。进入魔域深处，我们会遇到魔物，还有魔修，到时候一切行动听我指挥，不准擅自行动，更不准乱杀。魔物？苏清洛好奇地晃了晃脑袋，手腕上的小银铃发出清脆的响声。是什么东西啊？一种以魂魄为食的特殊生灵。洛凡耐心地解释，顺便瞥了他一眼。他们实力分阶，最强的9阶魔物，堪比渡劫境大能。帐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渡劫境？云溪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高阶魔物能驱使低阶魔物，而许多魔修也懂得如何驱使魔物。洛凡懒得解释来源，他从怀里掏出一块传音符，屈指一弹，符篆便准确地飞到了秦梦瑶面前。还有，通知一下熊汉山。秦梦瑶条件反射般的伸手接住符篆，他媚眼如丝地看着洛凡，声音又恢复了那种入骨的酥麻。主人吩咐，奴家自然会办得妥妥帖帖的。云溪月看着两人这自然无比的主奴互动，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个洛凡到底是什么来路？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接下来的1个时辰里，洛凡详细讲述了各种注意事项，从如何通过气息分辨魔修的派系，到如何利用地形对付不同阶位的魔物，再到如何在毒雾中辨认方向，事无巨细，一一交代。他的讲述清晰而精准，仿佛他不是第一次来，而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数百年。直到帐外天色泛白，洛凡才停了下来，伸了个懒腰。好了，休息1个时辰，1个时辰后去主帅营帐领任务。清晨，晨雾还未散尽，洛凡带着4个环肥燕瘦、风姿各异的绝色女子，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主帅刘玲珑的营帐前。守门的卫兵看到这阵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进去通报。报告刘帅，那个洛凡队长带着他的队员们来了。洛凡一行人走进营帐，刘玲珑正站在一张巨大的沙盘前，他依旧是那身凸显身材的黑金战甲，胸前的甲胄被撑得高高鼓起，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腰间悬挂着一根盘龙长鞭，眉眼间带着一股久经沙场的肃杀之气。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洛凡，最后落在他身后的4个女人身上。当他看到风情万种的秦梦瑶、清冷绝尘的云溪月、娇憨可爱的林小棠和纯真无辜的苏清露时，那双漂亮的凤目微微眯了起来。洛队长，刘玲珑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你的小队倒是莺莺燕燕，好不热闹啊。刘帅过奖。洛凡懒洋洋的一笑，都是精英，能打就行。刘玲珑冷哼一声，显然还记着洛凡昨天那句在床上协助的混账话。他懒得再废话，伸出白皙的手指，在沙盘上一处被染成血红色的区域重重一点。东面，死亡山脉，近期有大量魔物异常聚集，已经威胁到了我军侧翼。既然骆队长对自己的队伍这么有信心，这个清剿任务就交给你们了。他将一块军令丢给洛凡，语气冰冷：天黑之前必须回来复命，否则军法处置。洛凡接过军令，看了一眼沙盘上那个位置，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死亡山脉，这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焦黑山脉，天空永远笼罩着一层诡异的暗红色，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和腐烂气息，脚下的黑土踩上去会发出咯吱的声响，仿佛踩在碎骨之上。洛凡一行5人站在山脉外围，云溪月握着剑，秀眉紧蹙。这里的煞气太重了，能直接侵蚀灵石。废话，不然怎么叫死亡山脉？洛凡收起地图，扫了一眼阴森的山谷入口。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先进去探探路。你一个人？云溪月一惊，太危险了。对啊，洛师兄，我们一起去。林小棠也急忙拉住他的袖子，满脸担忧。洛凡抬手在林小棠的头顶上揉了2把，笑道：乖，在外面等着，有些老朋友，不方便让你们见到。说完，他不再给几人反驳的机会，转身便大步朝那如同巨兽之口的漆黑山谷走去。洛凡踏入山谷的一瞬间，身后的世界便被隔绝，那股熟悉的混杂着腐肉、硫磺与陈年血腥的气味争先恐后的涌入鼻腔，脚下的黑土发出咯吱的轻响，不是踩碎了枯枝，而是碾碎了不知堆栈了多少年的骨渣。天空是永恒的暗红色，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对于云溪月他们来说，这里是地狱，但对洛凡而言，这里是故乡。他嘴角咧开，露出一口白牙，总算能松快了。话音未落，
一道黑影从侧面的岩石缝隙中猛地扑出，那是一头3尺来高、形如兽猴的低阶魔物，尖锐的利爪在昏暗的光线下划出5道黑气，直取他的喉咙。洛凡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随意地伸出左手，迎着那利爪按了上去。没有灵气爆散，没有金铁交鸣，滋，一阵牙酸的轻响。那魔物仿佛被烧红的烙铁烫中的冰块，自爪尖开始迅速干瘪枯萎。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一身的血肉精华与魔气就被那只白皙的手掌吞噬得一干二净，最后化作一撮黑色的飞灰，随风而散。洛凡收回手，五指轻轻一握，仿佛在回味着什么。开胃小菜，聊胜于无。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气息，体内沉寂的魔族本源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开始缓缓苏醒。万化归元诀自行运转，将这片天地间游离的驳杂魔气一丝丝的牵引炼化，补充着他刚刚突破元阴境后略显空虚的魔元。他如闲庭信步般向山谷深处走去，沿途不断有不开眼的低阶魔物扑上来，下场都与第一只一般无二，尽数化作了他功法的养料。在连续吸收了10几只魔物的精元后，洛凡的脚步忽然一顿，他的鼻翼微微耸动，空气中那股浓郁的血腥腐臭里混入了一缕极淡却又无比清晰的异香，不是花香，也不是果香，而是一种能直接勾动神魂，让魔道修士为之疯狂的芬芳。他眼底的慵懒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猎食者发现目标的锐利。他循着那股香气，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残影，在崎岖的山岩间几个闪烁，便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山洞前。洞口漆黑，如同深渊巨兽张开的大嘴，正不断吞吐着浓郁到近乎实质的魔气。那股异香正是从这洞穴深处传来。洛凡没有贸然闯入，他收敛全身气息，整个人如同融入了岩石的阴影，悄无声息地挪到洞口，朝里望去。洞内别有洞天，这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巢穴，密密麻麻，足有数百只形态各异的魔物匍匐在地，像是在朝拜着什么。而在巢穴的最中央，是一个冒着幽幽黑气的潭水，水潭之上，一朵碗口大小、通体漆黑，仿佛由最纯粹的暗影凝聚而成的莲花，正静静悬浮着。它的每一片花瓣都流动着玄奥的魔纹，那股勾魂夺魄的异香，正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幽冥黑莲。洛凡的呼吸有了一瞬间的停滞，瞳孔深处名为贪婪的火焰一闪而过。这可是能洗炼魔躯、纯化魔元，甚至助人感悟死亡法则的无上异宝。他的目光从黑莲上移开，落在了水潭边，那里盘踞着一头体型远超其他魔物的庞然大物。它形似巨猿，却生有6臂，浑身覆盖着骨质般的黑色甲胄，一双猩红的眼眸死死盯着那朵黑莲，每一次呼吸都引得周围的魔气随之起伏。5阶魔物，实力堪比元婴后期，显然他是在等待黑莲完全成熟，想借此突破瓶颈，晋升6阶。硬抢是下策，动静太大，会把刘玲珑那娘们引来。洛凡心念电转，那就只能智取了。他的视线在洞穴周围飞快扫过，最后定格在洞口不远处一丛生长在岩石缝隙里毫不起眼的灰败植物上。腐尸草，一种低阶灵草，本身无毒，但燃烧后释放的气味却是绝大多数魔物天生厌恶的。一个计划瞬间在脑中成型，洛凡悄然后退，避开所有魔物的视线，迅速在附近收集了一大捧腐尸草。他用魔气引燃，催发其药性，随后看准风向，将那冒着滚滚浓烟的草树猛地朝洞穴深处丢了进去。嘶啊！刺鼻的恶臭如同滴入沸油的冷水，瞬间在洞穴内炸开。那些匍匐在地的低阶魔物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骚动起来。它们发出不安的嘶吼，烦躁地刨着地面，阵型一片大乱。吼！6臂魔猿首领发出一声暴虐的怒吼，试图镇压骚乱。但腐尸草的气味对他们的刺激是源自本能的，根本无法压制。终于有第一头魔物忍受不住，尖叫着冲出了洞口，紧接着便是第2头、第3头，如同决堤的洪水，成百上千的魔物争先恐后地向洞外涌来，场面彻底失控。6臂魔猿首领暴怒不已，他猩红的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一边是即将成熟的至宝，一边是即将哗变的部下。但高阶魔物的灵智让他做出了判断，他狠狠地捶打着胸口，发出威慑的咆哮，身躯却依旧死守在水潭边，寸步不离。他在赌这股气味会很快散去，而洛凡等的就是这一刻。就在6臂魔猿的注意力被洞口骚乱吸引的瞬间，洛凡动了，他的身影如同鬼魅，从阴影中扑出，一把拧断了一头正要逃窜的2阶魔物的脖子。他没有丝毫停顿，任由那腥臭的魔血溅满全身，将自己伪装成其中的一员。他弯下腰，混在混乱的魔物群中，逆流而上，借着同类的掩护，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巢穴深处，逼近了那个仍被首领守护的水潭。越来越近了，50步，30步，10步。
幽冥黑莲那醉人的芬芳近在咫尺。六臂魔猿正对着洞口咆哮，完全没有察觉到一个渺小的人类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就是现在，洛凡的身影从一头高大魔物的阴影下抱起，脚尖在水面轻轻一点，整个人化作一道离弦之箭，直扑那朵黑莲。他的指尖触碰到了黑莲冰凉滑腻的花瓣，摘取，收入储物间。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没有半分拖泥带水。在得手的刹那，洛凡看也不看，反手将手中那具上有余温的魔物尸体用尽全力朝着六臂魔猿的后脑勺砸了过去。做完这一切，他转身就跑，将速度催动到了极致。砰！魔物尸体砸在六臂魔猿的头上，并未造成任何伤害，却成功的干扰了他一瞬。就是这一瞬，足够了。六臂魔猿疑惑的回头，当他的目光落在空空如也的水潭上时，先是愣了一息，随即一股足以掀翻整个山谷的狂怒到极点的咆哮轰然炸响。吼！那声音里蕴含的愤怒与杀意，让所有正在逃窜的魔物浑身一僵。下一秒，无论是洞内的还是已经逃出洞外的所有魔物，仿佛收到了最严厉的指令，齐刷刷地调转方向，上千双猩红的眼睛瞬间锁定了正在亡命飞奔的洛凡大帝，开始剧烈地震战。一股由数百只魔物组成的黑色洪流带着滔天的怒火，朝着他逃离的方向疯狂追来。山谷之外，焦黑的土地微微震颤，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与腐臭。轰隆隆，沉闷的巨响由远及近，仿佛天际有万马奔腾，大地在哀鸣。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动静？林小棠的小脸吓得煞白，紧紧抓着身旁云溪月的衣袖。云溪月握着剑柄的手沁出冷汗，他凝望着那如同深渊巨口的谷口，美眸中满是惊疑与不安。秦梦瑶和苏清露也站了起来，神情凝重。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漆黑的谷口狼狈地冲了出来，正是洛凡。他身上沾满了腥臭的魔血，但脸上却挂着一丝兴奋的笑意。洛师兄！林小棠惊呼一声，就要迎上去。别过来！洛凡低喝一声，回头看了一眼。下一刻，四个女人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山谷之内，黑压压的浪潮正疯狂涌出，那是由成百上千只形态扭曲、眼冒红光的魔物组成的洪流，它们发出震天的嘶吼，带着滔天的煞气，目标明确地朝着洛凡的方向席卷而来。洛凡，你到底做了什么？云溪月的声音都变了调，他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景象。捅了个马蜂窝而已。洛凡毫不在意，一把拉过离他最近的林小棠和苏清露，动作粗暴地将他们护在身后，随即对另外两人喝道：跑什么？听我指挥。秦梦瑶、云溪月，把这些东西点燃，沿路扔出去，快！他甩手丢出几大把灰败的腐尸草。秦梦瑶反应最快，媚眼一横，立刻催动灵力点燃草树，浓烈的恶臭瞬间炸开。他腰肢一扭，将燃烧的草树向后方抛去。云溪月虽然满心惊疑，但也知道此刻不是质问的时候，他咬着银牙，依言照做。撤，回营地。洛凡一声令下，拉着两个小丫头，率先向着正道盟营寨的方向狂奔而去。一行五人亡命飞奔，身后是紧追不舍的黑色兽潮。燃烧的腐尸草被不断抛下，那刺鼻的恶臭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竟真的让那股滔天兽潮的速度稍稍减缓，追击的势头也变得有些混乱。奔出数十里，洛凡在一处地势相对隐蔽的临时营地停下脚步，身后的兽吼声依旧清晰可辨，仿佛随时会追上来。你到底想干什么？云溪月喘着气，胸前饱满的弧线剧烈起伏，他死死盯着洛凡。这些魔物为什么追着我们不放？问那么多干什么？执行命令。洛凡随手抹去脸颊上的一道血痕，嘴角噙着一抹邪异的笑。小唐、青洛，你们去找一种紫色的花瓣像女人嘴唇一样的花，叫吞灵花。梦瑶、西月，你们继续收集腐尸草，别走远，半个时辰后在这里集合。主人又有什么好玩的计划吗？奴家好期待啊！秦梦瑶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干涩的红唇，身体因为剧烈运动而泛着一层诱人的潮红。洛凡没有回答，只是走进队伍的营帐，留下四个面面相觑的女人。半个时辰后，众人带着采集到的植物回来。洛凡接过他们手中的东西，一言不发地走进了自己的主帐。喂，你干什么去？云溪月忍不住喊道。洛凡掀开帐帘，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平静的可怕。魔物马上就要冲到营寨了，我进去闭个关，很合理吧？你疯了！云溪月的声音尖锐起来。你现在闭关，你这是在找死！别大惊小怪的。洛凡的手指在自己嘴唇上轻轻一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守好帐篷，别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我，尤其是别让刘玲珑那个女人找到我。说完，帐帘落下，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帐内，洛凡盘膝而坐，
他摊开手掌，那朵通体漆黑、流淌着玄奥魔纹的幽冥黑莲静静悬浮。他闭上眼，将黑莲一口吞下。轰！庞大而精纯的魔能在他体内轰然炸开，如同绝地的江河，疯狂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他体内的元婴小人张开嘴，贪婪地吞噬着这股力量。原本略显虚幻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实壮大。元婴初期，元婴2重，元婴3重。3日后，呜呜呜，凄厉而悠长的号角声响彻云霄，将整个陨魔战场的营寨从沉寂中唤醒。大地开始剧烈地震战，仿佛有什么巨兽正在撞击着世界的地基。一直守在帐外的4个女人脸色煞白，她们知道那股被洛凡引来的兽潮终于到了。也就在此时，帐帘被掀开，洛凡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他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爆响，身上那古元英劲的气息比3日前雄浑了数倍不止。走吧，该去看好戏了。主帅营帐内气氛压抑的能滴出水来。身材火辣的刘玲珑一身黑金战甲紧紧包裹着他那惊心动魄的曲线。他站在巨大的沙盘前，平日里英气逼人的俏脸此刻一片冰寒，胸前的甲胄随着他急促的呼吸不断起伏。爆！刘帅顶不住了，东面的防线快被冲垮了，魔物太多了，根本杀不完。一名将领浑身是血的冲进来，声音嘶哑：必须马上向后方求援。另一名独臂队长吼道：否则营地必破。求援？等援军来了，我们都成魔物嘴里的肉渣了。依我看，应该战略性放弃营地，保存有生力量。放屁！临阵脱逃，你担得起这个罪责吗？总比全死在这里强。闭嘴！刘玲珑猛地一拍桌子，那双漂亮的凤目燃着怒火，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陨魔战场，寸土不让，谁再敢言退，军法处置。帐内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时，洛凡带着他那4个莺莺燕燕的女队员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他悠闲的姿态与帐内末日般的气氛格格不入，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刘玲珑看到他，眼中的怒火更盛。苏清露仰着那张纯真无辜的小脸，悄悄凑到洛凡身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文瑞般的问道：洛凡，外面的魔物是你引来的，对不对？秦梦瑶和云溪月就在旁边，闻言娇躯皆是一震。洛凡的目光饶有兴致地在刘玲珑因愤怒而不断起伏的丰满胸膛上扫过，头也不回地轻声答道：算是吧。他的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眼看帐内的将领们又要因为如何防守而争吵起来，刘玲珑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无助与绝望。洛凡不紧不慢地走上前，打断了所有人的争吵。吵完了吗？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营帐。一名队长怒视着他：洛凡，你一个新来的懂什么？这里没你说话的份。洛凡看都未看他一眼，径直走到沙盘前，用手指点了点那片代表着兽潮的红色区域，嘴里吐出2个字：废物。你放肆，混账东西！帐内群情激愤，洛凡却全然不顾。他抬起头，目光直勾勾地锁定了主位上的刘玲珑，那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侵略性。刘帅，我有办法解决眼下的难题。一句话让所有的喧哗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包括刘玲珑，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刘玲珑的红唇紧抿，他盯着这个让他恨得牙痒痒的男人，声音沙哑地问：什么办法？洛凡笑了，他的目光缓缓下移，从他愤怒的脸划过他修长的脖颈，最后停留在他那被甲胄撑得高高鼓起的雄伟轮廓上，笑容愈发玩味。不过他拖长了音调，清晰地说道：需要将军你好好配合一下。营帐之内空气仿佛凝固成胶，洛凡那句轻飘飘的好好配合，像一根无形的针，刺破了所有将领紧绷的神经。放肆！一名独臂老将猛地一拍桌案，怒目圆睁：黄口小儿，乳臭未干，也敢在刘帅面前大放厥词？你知道什么是兽潮吗？另一名满脸横肉的将领跟着唾沫横飞的吼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老子在陨魔战场砍了30年魔物，也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新兵蛋子，还配合？你也配？来人，给我把他插出去！帐内群情激愤，一道道能杀人的目光全都聚焦在洛凡身上。洛凡却恍若未闻，他的视线始终落在主位上那个女人身上。刘玲珑的俏脸已是一片冰寒，那身黑金战甲下的饱满胸膛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着，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他紧握着腰间的盘龙长鞭，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都给我闭嘴！刘玲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他那双漂亮的凤目死死盯着洛凡，一字一句地说道：洛凡队长，这里是战场，不是你逞口舌之快的地方。你的办法本帅不需要。他豁然转身，
面向帐内所有将领，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决绝的意味。传我将令，全军死守防线，后退一步者斩，与营地共存亡。是，刘帅。众将领轰然应诺，看向洛凡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不屑。洛凡脸上的玩味笑容更浓了。刘帅真是英明神武，洛某佩服。他懒洋洋地拱了拱手，希望一会儿将军的骨头能和你的嘴一样硬。说完，他不再看刘玲珑那张快要喷火的脸，转身带着自己那4个风情各异的女队员悠哉悠哉地走出了营帐。一整天，喊杀声、魔物的咆哮声、凌厉爆炸的轰鸣声，隔着营帐的帷幕不断地传来，像是奏响了一曲末日哀歌。洛凡的营帐内却是一片祥和，他盘膝坐在床榻上，闭目调息，稳固着刚刚吞噬幽冥黑莲后暴涨的修为。洛凡，你真的不去帮忙吗？云溪月终究是忍不住了，他站在帐门口，看着外面冲天而起的血光，秀眉紧蹙。外面死了很多人，洛师兄，我有点怕。林小棠小脸发白，双手紧紧绞着自己的单尸袍衣角。秦梦瑶斜倚在角落，伸出粉嫩的舌尖舔了舔红唇，媚眼如丝地瞥了他们一眼。主人自有安排，你们2个急什么？一群蠢货自寻死路，关我们什么事？洛凡连眼睛都没睁开，只是淡淡的吐出几个字：都待着，看戏就行。期间，刘玲珑派了3波传令兵，言辞从请到命令再到勒令，要求洛凡小队立刻参战。洛凡的回应只有一个字：滚。随着时间推移，外面的声响越发凄厉和混乱。傍晚时分，吼！一声仿佛能撕裂天穹的恐怖咆哮从东面防线的方向传来，那声音蕴含的威压让整个营寨的地面都剧烈地颤动了一下。紧接着，原本还算有序的喊杀声瞬间被惊恐到极点的惨叫和哭喊所取代。防线破了，东门防线破了，是6阶魔物，6阶的6臂魔猿，快跑啊！救命啊！混乱的声浪如同潮水般涌来，无数浑身是血的士兵从前方溃败下来，向着城内最后的壁垒疯狂逃窜。云溪月和林小棠的脸已经没有一丝血色，唯有洛凡在听到那声咆哮时嘴角微微上扬。他睁开眼，活动了一下脖子，骨骼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正餐终于来了。夜色深沉，主帅营帐内死一般的寂静。参与会议的将领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人带伤，个个垂头丧气，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和绝望的气息。刘玲珑依旧站在沙盘前，但他那身曾威风凛凛的黑金战甲已经多处破损，一缕秀发凌乱地贴在沾染了灰尘的脸颊上，平日里挺得笔直的腰杆此刻也显得有些无力。只是那剧烈起伏的胸口昭示着他内心的极度不平。可恶啊！那名独臂老将一拳砸在桌上，牵动了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就差一点，我们就能顶住了。谁能想到那畜生居然还藏了一手，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另一人颓然坐倒在地。6阶魔物带着至少5头5阶魔物，还有数不清的低阶魔物，已经把内城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的补给线断了，丹药也快耗尽了。总将，先前劝刘玲珑的老将声音沙哑的开口，趁现在还有余力，向后方求援吧。再这样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那些畜生的口粮。求援？等援军赶到，我们的骨头都凉了，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等死吗？就在一片绝望的争吵中，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起：哟，这么热闹呢！洛凡带着他的女队员们施施然地走了进来，仿佛是来逛后花园的。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绝望变成了愤怒，齐刷刷地定在他们身上。洛凡，那名满脸横肉的将领猛地站起来，用手指着他，眼睛里布满血丝。为什么？今天一天，你们为什么不出战？这个问题像是点燃了火药桶。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早就知道有6阶魔物会出现？我们的人在外面拼死厮杀，你们却躲在帐篷里。你们还是不是正道修士？可恶！我们死了，你们以为自己能活下去吗？面对此起彼伏的质问和唾骂，洛凡脸上的笑容不变。他环视一圈，最后将目光定格在那名将领身上。吵完了，他掏了掏耳朵。没错，我的确早就知道了。帐内瞬间一静，洛凡无视所有人震惊的表情，慢悠悠地继续说道：我当然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刘玲珑的身体晃了晃，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洛凡。这个男人脸上的笑容在他看来比最狰狞的魔物还要可怕。洛凡根本不理会那些叫嚣的废物，他一步步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刘玲珑的面前。他俯下身看着他那双失神的凤目，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我昨天提醒过你，可惜刘帅的耳朵不太好使。
他欣赏着他脸上从震惊到愤怒再到屈辱的精彩变化，嘴角的弧度更大了。现在外面的局面解决不了，你手下的兵也只是去送死。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他那被战甲包裹却依旧惊心动魄的曲线上，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致命的蛊惑。而我有办法。主帅营帐内空气凝固得如同铁块，刘玲珑那张英气逼人的俏脸此刻铁青一片，他紧紧握着腰间的盘龙长鞭，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根根发白，胸前那被黑金战甲撑起的惊心动魄的弧线正随着他压抑的怒火剧烈起伏。洛凡，你这是在找死！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哈哈，看来刘将军这是不愿意了。洛凡不怒反笑，摊了摊手，佩服，真是佩服。希望一会儿将军的骨头能和你的嘴一样硬。刘帅，不能再犹豫了。一名独臂老将正是之前劝说过刘玲珑的刘老，他焦急地走上前。您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吗？老刘，你疯了！另一名满脸横肉的将领怒斥道。一个毛头小子的话你也信？他这是在羞辱将军，羞辱我们整个东县大营。羞辱？命都要没了，还在乎什么羞辱？够了！刘玲珑猛地一拍桌案，震得沙盘上的令旗一阵乱晃。本帅就是战死，也绝不受此等数字胁迫。洛凡看着他那副宁死不屈的模样，脸上的玩味笑容更浓了。他懒洋洋地转身，对着身后姿态各异的女队员们招了招手。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走，让刘大帅自己去和魔物们玩吧。就在他即将踏出帐门的瞬间，爆！帐帘被猛地掀开，一个浑身浴血的传令兵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嘶吼。将军，不好了！东城门被攻破了，那头六阶魔猿，他冲进来了，数不清的魔物正涌入城内。轰！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炸响。帐内所有将领，包括刚才还嘴硬的那位，脸上瞬间血色尽退。城门破了，这意味着最后的防线已经崩溃，他们成了瓮中之鳖。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的齐刷刷地投向了那个停下脚步的背影。洛凡缓缓转过身，脸上依旧是那副欠揍的笑容，仿佛刚才的消息只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无视了所有人震惊、祈求、复杂的眼神，只是对着自己队伍里的两个队员说道：熊汉山、苏清路，你们两个去处理一下。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露出了一个铁塔般的壮汉和一个抱着小银壶看起来纯真无辜的少女。熊汉山瓮声瓮气地挠了挠头。洛凡，怎么处理？记得我教你们的方法吗？洛凡伸出手指在空中画了个圈。去吧，把垃圾都清理干净。是。两人领命，转身便冲出了营帐，那方向正是喊杀声与惨叫声最密集的东城门。整个营帐内落针可闻，所有将领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洛凡。派2个人去对付涌进城的上千只魔物。这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洛凡迈步走回营帐中央，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悠哉地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吹了吹热气，轻啜一口，才慢悠悠地开口：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太清楚我的真正实力，也罢，今天就免费给大家展示一下。他抬眼，目光越过众人，精准地落在刘玲珑那张苍白而倔强的脸上，嘴角的弧度愈发邪异。至于要不要接受我的条件，选择权还在刘帅你手里。说完，他便不再理会众人，带着剩下的3个女人径直走到了营帐一个偏僻的角落，仿佛事不关己落师兄。林小棠拉了拉洛凡的衣袖，仰着那张还有些婴儿肥的小脸，大眼睛里全是好奇和担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那个刘将军，他为什么那么讨厌你？秦梦瑶在一旁掩嘴轻笑，那身段在烛火下摇曳，饱满的胸脯随着笑声微微颤动，媚眼如丝。小棠妹妹，这你就不懂了。秦梦瑶的声音又软又媚，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主人的手段岂是你能看透的？那刘玲珑自视甚高，主人这是在教她怎么做个听话的女人呢？洛凡瞥了一眼偷笑的秦梦瑶，秦梦瑶立即会意，乖巧地闭上了嘴。他转头揉了揉林小棠的脑袋，岔开了话题。别问那么多。对了，小棠，你今天晚上把我们采集来的那些药草都按照这个方子混合起来，磨成粉末。一张写满古怪符号的单方递到了林小棠面前。哼，卑鄙！一声清冷的轻哼从旁边传来。云溪月暴击而立，他那张清丽绝尘的脸上附着一层寒霜，目光中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洛凡闻声转过头去，视线肆无忌惮地从他优美的脖颈滑到他被道袍包裹依然能看出轮廓的胸前，再到那盈盈一握的腰肢。我的做法，云仙子好像有些不满呀。他的声音压低，凑到云溪月耳边，
温热的气息吹得他耳根瞬间泛红。别忘了，云仙子现在可是我的剑士，换句话说，我是你的主人。云溪月的娇躯猛地一僵，握着剑的手指收紧，指节发白。若是刘将军不肯协助我，洛凡的语调带着一丝蛊惑的沙哑，我倒是乐意与云仙子好好合作一番。下流！云溪月羞愤交加，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猛地后退一步，拉开了距离。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主帅大帐内的气氛从最初的震惊渐渐变成了焦灼与绝望。外面的惨叫声似乎越来越近，每个人都如坐针毡。刘玲珑背对着众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沙盘前，像一尊即将破碎的玉雕。刘老，他声音沙哑地开口：“你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刘老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帐内，等待的每一息都漫长如1个世纪。就在众人快要被这死寂逼疯时，刘老的身影再次出现。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苏清露和熊汉山，两人身上纤尘不染。刘老看着手座上的刘玲珑，嘴唇哆嗦着，眼睛里是翻江倒海般的震撼。他张了几次嘴，才终于发出声音：“刘帅，不到半个时辰，闯进城内的所有魔物，全被他们2个击杀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天哪！2个人，半个时辰，帐内瞬间炸开了锅。所有将领都用看鬼一样的眼神看着那若无其事的少女和壮汉。原本还支持刘玲珑的几个强硬派将领，此刻也白了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寂静了片刻后，所有的目光再次聚焦到了手座上那道孤高的身影上。这一次，眼神里不再有犹豫，只剩下催促和施压。刘将军，现在只有洛凡队长能救我们了，你就答应他吧。是啊，刘帅，我们不能为了个人尊严，让所有人都跟着陪葬啊。刘老更是上前一步，声音沉痛：“刘帅，您还记得当年在黑水玄渊吗？若不是我等拼死相护，您恐怕早已……今日我等不求您报恩，只求您给大伙一条活路啊！”扑通，几名跟随刘玲珑多年的老将竟齐刷刷的单膝跪地，请刘帅为全军将士祭。这一下彻底压垮了刘玲珑最后的防线，他身体剧烈的一晃，几乎站立不稳。那张曾让无数敌人闻风丧胆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了无助与屈辱。洛凡在这时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仿佛刚刚睡醒。既然没事了，那我就先带人回去了。诸位，自求多福。他嘲讽的目光像一根针，狠狠扎在刘玲珑的心上。洛凡的身影消失在帐门之外，那句轻飘飘的自求多福却像一根烧红的铁签，烙在主帅营帐内每一个人的心上。刘帅，将军，不能再犹豫了。残存的将领们再也绷不住了，他们围了上来，一张张沾满血污和灰尘的脸上全是惊恐与哀求。我们的人快死光了，将军，就当属下求您了，都给我滚出去！刘玲珑猛地回头，一声怒喝，他的双眼赤红，那身破损的黑金战甲下的饱满胸膛因为剧烈的喘息而上下起伏，勾勒出一条惊心动魄的弧线。他紧握着腰间的盘龙长鞭，骨节处一片青白，手背上青筋毕露。众将领被他眼中的疯狂吓得一滞，呐呐的不敢再言，最终只能垂头丧气，如同行尸走肉般一个个退出了营帐。帐内终于只剩下他一人。刘玲珑身体一软，险些跌倒，他用手撑住冰冷的沙盘，才勉强站稳。营帐外的惨叫声、魔物的咆哮声、濒死的哀嚎声，像是无数只手撕扯着他名为骄傲的最后一件外衣。夜深了，洛凡的营帐内与外界的末日景象截然不同。他盘膝坐在床榻上，双目微合，气息悠长。秦梦瑶和云溪月等人早已被他打发去休息，偌大的营帐内只剩他一人。烛火摇曳，将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不知过了多久，帐门帘布被一只素白的手轻轻掀开，一道高挑的倩影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来人正是刘玲珑，他已经脱下了那身标志性的黑金战甲，换上了一身利落的黑色劲装。紧身的衣物将他那令人血脉奋张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胸前的弧度挺拔的惊人，腰肢纤细柔韧，往下则是浑圆挺翘的曲线。一双长腿在紧身裤的包裹下显得笔直而充满力量感。只是他那张英气逼人的俏脸，此刻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往日里亮如星辰的凤目，此刻也暗淡无光，只剩下无尽的屈辱与挣扎。洛凡没有睁眼，只是懒洋洋地开口：“想通了。”刘玲珑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死死咬着自己的下唇，几乎要咬出血来，空气中弥漫着他身上传来的淡淡血腥味和硝烟味。我答应你的条件。他的声音很低，沙哑的厉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是你必须解决这层魔巢，而且事后今晚的事情不准向任何人提起。洛凡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没有丝毫温度，
肆无忌惮地从他苍白的脸滑到他剧烈起伏的胸口，再到那被紧紧包裹的挺翘臀线，最后停留在他那双修长的玉腿上。将军的记性似乎不太好。洛凡的嘴角挑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我说的是好好配合，这可不是你口头上答应一句就这么算了的。刘玲珑的呼吸一滞，攥紧了拳头。洛凡慢条斯理地从床榻上起身，他赤着脚一步步走到刘玲珑面前。他比他高出一个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那眼神像是在欣赏一件即将被自己亲手打碎的艺术品。合作就要有合作的态度。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恶魔般的蛊惑。想让我出手，可以，先换上这个，让我看看刘帅的诚意。话音未落，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团饰物，随手扔在了刘玲珑的脚边。那是一件衣服，一团黑色的薄纱轻飘飘地散开，落在尘土之上。薄如蝉翼的黑纱之上，用血色的丝线绣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妖异凤凰。那凤凰的身体盘踞在胸前，堪堪遮住弧线，翅膀则延伸到腰际，而裙摆短得令人发指，仅仅只能遮住臀部的弧线。布料少得可怜，通透的黑纱根本遮不住任何春光，反而更添几分若隐若现的诱惑。这根本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风尘之地女子用来取悦男人的情趣之物。你无耻！刘玲珑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一股血气直冲头顶，让他眼前阵阵发黑。他猛地抬头，那双凤目中燃烧着几乎要将洛凡焚烧殆尽的怒火。你这是在羞辱我，羞辱整个东县大营！他嘶吼着，声音都变了调。洛凡却只是抱着双臂，好整以暇地看着他。羞辱？他轻笑一声，现在是我再给你机会，或者你更喜欢看着你手下那几万将士一个个被魔物撕成碎片，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你……刘玲珑被他这句话堵得哑口无言，他的胸口起伏得更加厉害，仿佛随时要炸开。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那些士兵绝望的惨叫，浮现出刘老等人跪在他面前老泪纵横的脸。骄傲、尊严、荣誉在数万条鲜活的生命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漫长的死寂，帐内只能听到刘玲珑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终于他缓缓地无比艰难地弯下了那从未向任何人弯曲过的腰杆。他的手在发抖，抖得不成样子。当指尖处碰到那冰凉丝滑的黑纱时，他整个人都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一滴滚烫的泪珠从他眼角滑落，砸在那妖异的血色凤凰上，迅速晕开。他捡起那件堪称耻辱的衣物，紧紧攥在手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破碎的呜咽。好，我换。洛凡脸上的笑容更盛了。他转身走到一旁的矮桌前，慢悠悠地倒了2杯茶，然后指了指身边的座位。不急。他端起一杯茶，轻啜一口。坐下，喝杯茶，我们慢慢聊。他的目光像是带了钩子，紧紧锁在刘玲珑身上，那眼神中的侵略性毫不掩饰。这只是一个开始。洛凡的声音轻得如同情人的呢喃，却让刘玲珑如坠冰窟。解决魔潮的方法我有很多种，至于用哪一种，他顿了顿，欣赏着他脸上血色尽退的绝望，嘴角的弧度愈发邪异。就要看刘帅今晚能配合到什么程度了。帐内烛火摇曳，将2道身影拉得忽长忽短。刘玲珑就那么站着，身上那件薄如蝉翼的黑纱像是长在她雪白肌肤上的一层黑色烙印。血凤盘踞胸前，翅羽微起，紧固的身前2朵，却将那惊人的饱满轮廓以及因为屈辱而微微颤抖的起伏暴露无遗。短得令人发指的裙摆下，2条笔直修长的玉腿绷得紧紧的，脚趾因为用力而蜷缩着，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她那张英气逼人的脸蛋上已是一片惨白，唯有眼角还残留着未干的泪痕。好，你先告诉我方法。刘玲珑的声音沙哑的厉害，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今晚我让你如愿。呵呵。洛凡轻笑一声，端起矮桌上的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热气。怎么个如愿法？还请将军说明白点。他的目光像长了钩子，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寻觅，最后停留在他身前那道烛光透不过的沟壑上。两岸在香汗的滋润下泛着一层诱人的油光。将军深夜至此，穿着这么一身来见我，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洛凡呷了口茶，慢条斯理地说道：若是我现在就告诉将军方法，将军听完就走，反悔了怎么办？这让我如何信得过你？刘玲珑呼吸一滞，攥紧了拳头。洛凡将茶杯放下，站起身，那股淡淡的茶香混杂着他身上独有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刘将军生的一副好皮囊，尤其是胸前这2朵，正如你的名字一样，玲珑有致，娇若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傲如岭东寒梅。他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却没有触碰，只是隔着寸许的距离比划着那诱人的弧线。要不先让我吃上一口。
洛凡的声音带着玩味的笑意。不行！刘玲珑猛地后退一步，像是被蝎子蛰了，那双凤目中再次燃起怒火。你先告诉我方法，不然休想碰我一下。他的态度很强硬，可那身衣服实在没什么说服力，剧烈的动作反倒让胸前那对玉峰晃荡出惊心动魄的波浪。既然不让我碰你，洛凡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他忽然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暧昧不清。那你就碰我的吧。刘玲珑愣住了，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像将军这样的女人，这世上可不多见，若不好好疼爱一番，会很可惜的。洛凡一步步逼近，声音压得极低，充满了蛊惑的味道。我洛凡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对自己的女人还是会好好疼爱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女人对我死心塌地。你看那补天阁的秦圣女，还有那瑶池圣地的云仙子，哪一个不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宁死不屈？现在呢，不都老老实实跟在我身后，求着我疼爱？他的目光落在那张精致的五官上，柳眉凤眼，琼鼻薄唇，此刻因为极致的憋屈，整张脸都显得生动无比。洛凡只觉得有些可爱。难道将军就不想看看我到底有什么长处吗？刘玲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他这才反应过来，这个混蛋在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告诉我方法，就别想得到我。他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都变了调。把我逼急了，大不了我们一起死。那双漂亮的凤目死死瞪着洛凡，充满了决绝。将军，你好骚啊！洛凡答非所问，反而露出一副沉醉的表情，生气的样子都快把我迷死了。你，将军别急着寻死觅活嘛。洛凡打断他，脸上的笑容邪异的让他心头发慌。我是为了将军好，难道将军就不想体验一下什么叫欲仙欲死吗？你要是只会说这些，我想我们今晚恐怕谈不下去了。刘玲珑咬牙切齿地说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来将军是不打算协助了。洛凡的表情冷了下来，他忽然抬起手，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只通体乌黑的长笛。洛凡打量着刘玲珑，手中的长笛直指着其面容。别拿这东西指着我，你的眼神令我恶心。刘玲珑看着他那下流的动作，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洛凡像是没听到，反而饶有兴致地问道，将军可会吹长笛？我听说边疆的女子最是勇猛，长笛、玉箫都不在话下。他用手指缓缓摩挲着乌黑的笛身，不知今晚可否请将军为我吹奏一首？他晃了晃手中的长笛，那赤裸裸的暗示让刘玲珑的脸色由红转青，再由青转白。你做梦！他嘶声尖叫，转身就想逃。刘玲珑，别给你脸不要脸！洛凡的声音陡然拔高，语气中的懒散和玩味消失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冰寒与不容抗拒的霸道。你以为你今天还逃得掉？砰！营帐的门帘无风自动，重重的合上，将外面漆黑的月色与凄厉的惨叫声彻底隔绝。洛凡一步步向刘玲珑走去，那眼神像是盯着笼中猎物的饿狼。从第一天见面起，你的结局早已注定，这是你轻视我的代价。刘玲珑刚想怒斥，却忽然觉得浑身一软，一股燥热自小腹升起，迅速流遍四肢百骸。你对我做了什么？他身体晃了晃，眼前阵阵发黑，双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瘫软在地。身体里的无力让他又痒又麻，一股难以言喻的空虚感从骨子里冒了出来。洛凡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这个不久前还高高在上的女将军，此刻像一条缺水的鱼，狼狈地趴在地上，急促地喘息着。没什么。他蹲下身，欣赏着他迷离的眼神。只是在刚才那杯茶水里加了些软筋散和逍遥粉，帮助将军成为真正的自己罢了。你卑鄙！将军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洛凡并不急着动手，反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不然等一会儿药效彻底发作，可是要你跪下来求我的。你做梦！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让你得逞。刘玲珑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可那声音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威慑力，反而更像是在撒娇。嘴硬！洛凡嗤笑一声，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少秒。他将那根乌黑的长笛缓缓递到刘玲珑的唇边，那冰凉的触感让他浑身一激灵。将军，你看这长笛如何？你可愿意为我演奏一曲？拿开！他的身体在发烫，理智正在被那股汹涌的浪潮吞噬。洛凡的手指轻轻转动笛身，让那光滑的表面摩擦着他同样滚烫的唇瓣。将军，这长笛长不长？不长。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只剩下本能的抗拒。那你想不想吹长笛？不。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身体不受控制地扭动起来。那件黑纱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身上，将每一寸曲线都勾勒得淋漓尽致。不，我想要。晚了。洛凡收回长笛，
站起身，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脸上是残忍的笑容。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听你吹长笛了。不，求你！刘玲珑彻底崩溃了，他抱着洛凡的小腿，用脸颊不住地撕磨着，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狼狈不堪。求你就让我吹一下长笛吧，我保证会好好爱惜你的长笛的。洛凡低头看着他那张沾满泪痕，却因为情欲而显得分外妖冶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这可是将军自己说的。他用脚尖轻轻勾起他的下巴，可不算在我们之前的交易里。不算。刘玲珑已经顾不上任何尊严，他疯狂地点着头，声音嘶哑而急切。快给我吹一下。既然如此，洛凡俯下身，一把将他从地上拎起，扔到了柔软的床榻上。那就如将军所愿。鼻尖是女子发丝间残留的硝烟味，混杂着一缕若有若无的幽香。洛凡缓缓睁开眼，首先感受到的是掌心那惊人的柔软与温热。低头一看，两团雪白细腻的事物正被他握在手中，那触感宛如上好的软玉，温润而富有弹性。哪来的兔子？洛凡啧啧称奇，指尖无意识地动了动。这两只大白兔生得当真奇特。洛凡轻轻地抚摸着洁白的兔子，忍不住捏了捏兔子挺翘的粉红色小鼻子。两只兔子格外的乖巧，一动不动，任由洛凡把玩。他记得昨夜与刘玲珑这位女将军秉烛夜谈，深入交流吹奏长笛的技巧，一直谈到夜半三更，最后两人似乎都累得睡了过去。这兔子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洛凡的记忆有些模糊，他努力回想着，莫非是昨夜梦里为我开门的那两只？他记得那个梦里有一扇紧闭的玉门，门后藏着生命的真谛，有一颗珍珠，还有一眼汩汩而流的酒泉，泉中美酒香甜可口，回味无穷。可现在梦醒了，所有的都不见了。小兔子乖乖。洛凡捏了捏掌中的温软，你看到昨天那扇藏着美酒的门了吗？你在干什么？一声夹杂着羞愤与惊恐的尖叫在耳边炸响，怀中的娇躯猛地一颤，随即挣脱了他的掌控，狼狈地向床榻深处缩去。被子滑落，露出一具布满暧昧红痕的雪白胴体。刘玲珑双手死死抱在胸前，那张英气逼人的脸蛋上血色尽退，看着洛凡的眼神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哦，我知道了。洛凡却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拍大腿，恍然大悟。我终于知道这兔子的主人是谁了，原来是你带进来的。他看着蜷缩在角落浑身发抖的刘玲珑，脸上的笑容愈发玩味。原来门没有消失，只是被兔子的主人给合上了。原来昨晚的一切都不是梦啊。他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品尝了最甘甜的美酒。畜生，洛凡，你这个畜生！刘玲珑终于反应过来，他抓过一旁的黑纱劲装，胡乱地披在身上，遮住那满身春色。你对我做了什么？我要杀了你！将军自己记不清了。洛凡懒洋洋地靠在床头，欣赏着他气急败坏的模样。当然是把你给办了，而且还是将军哭着喊着求我干的。你胡说！我可没有胡说，我还留下了证据。洛凡指尖灵光一闪，一枚漆黑的石头出现在他掌心，他将灵力注入其中，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便投射在营帐的布幔之上。画面中，一个身穿黑色薄纱的女子正死死抱着一名男子，如同即将可死的恶鬼。那张脸赫然便是刘玲珑。原来将军也会这么骚啊！洛凡啧啧赞叹，昨晚可是差点把我榨干呢。不，这不是我。刘玲珑看着那不堪入目的画面，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脑门，眼前阵阵发黑，喉咙里一阵腥甜。快把这东西给我，我杀了你！他再也无法忍受，尖叫一声，凝聚起全身所剩无几的灵力，一掌朝着洛凡轰了过去。洛凡身形一晃，轻巧地躲开。够了，你这个疯女人！他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把这刘隐石扔到外面去，让你手底下那几万将士都来好好欣赏一下他们英明神武的刘大帅在床上是何等风骚的模样。你还分不清现在的局势吗？骚货！最后两个字如同一盆冰水，将刘玲珑所有的疯狂与愤怒浇得一干二净。他浑身一僵，动作凝固在半空，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瘫软在地。不要！他抱着头发出绝望的呜咽。求你放过我吧！他抬起那张沾满泪痕的脸，声音嘶哑的哀求。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现在可以把解决魔潮的方法告诉我了吗？不行！洛凡干脆的拒绝。刘玲珑的身体猛地一颤，不敢置信地看着他。昨晚可是将军你自己主动求我的。洛凡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蹲下身捏住他光洁的下巴。那可不算在我们的交易里，将军是不是忘了？你无耻！刘玲珑气得浑身发抖。不过嘛，洛凡话锋一转，脸上又挂上了那副欠揍的笑容。
看在你昨晚表现不错的份上，我现在心情很好，可以给你一个重新交易的机会。他的目光缓缓下移，落在那被黑色劲装包裹却依然汹涌的曲线上。只要将军现在把那藏酒的那扇门打开，我想再取些美酒喝。他伸出手指隔空点了点他的胸口，或者将军用那2只可爱的小兔子帮我再吹一次长笛也行。洛凡欣赏着刘玲珑那张由青转白再由白转为死灰的脸，反正将军也不是第一次了，主动些，对你我都好。帐内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刘玲珑粗重而压抑的喘息声。许久，他闭上那双暗淡的凤目，2行清泪无声滑落。最后一次，这3个字仿佛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他颤抖着缓慢地靠近了洛凡，黑色的劲装滑落，那2只被黑纱包裹的大白兔再次呈现在眼前，乖巧又可爱。洛凡满意的笑了，忍不住又伸手安抚了一番。不过他此刻更在意的是那门中的酒泉，不知经过1晚上的酝酿，今日的口感是否会更加醇厚甘美。洛凡低头迫不及待地饮上一口，苦涩中带着一丝香甜，清冽而醇厚。好酒！他忍不住发出一声满足的赞叹，抬头看着上方媚眼紧闭、娇躯轻颤的刘玲珑。将军藏有如此好酒，为何不早些拿出来？我甚是喜爱。咚咚咚！就在这时，帐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骆队长，刘将军可与您在一起。末将刘成有紧急军情汇报。刘玲珑的身体猛地一僵，瞬间睁开眼，瞳孔里全是惊恐。不要进来！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尖叫出声，双手死死按住洛凡的头，想要将他推开。我与骆队长有要事相商，你且退下。将军，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一丝冰冷的威胁。如果将军再乱动，我们的交易可就取消了。刘玲珑的身体瞬间僵住，不敢再动分毫。别，我不乱来了，都听你的。他带着哭腔小声哀求。帐外的士兵显然听到了他声音里的异样。将军，您没事吧？您的声音。我没事。刘玲珑急忙打断他，可身体里传来的异样感让他的话语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颤音。魔物的事情，我与骆队长正在商讨，你先退下。可是将军，外面的魔物越聚越多，内城的防线快要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说了，退下。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直冲头顶，刘玲珑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那羞人的声音溢出喉咙。不要，我快撑不住了。他扭动着腰肢，对着身下的男人无声的哀求。将军，士兵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既然将军正在商议要事，那末将先去召集其他几位副将，一同前来听令。不要！刘玲珑彻底慌了。然而门外传来的却是脚步声缓缓离去的声音。晚了。洛凡站起了身体，鼻尖是女子发丝间残留的硝烟味，混杂着汗水与一缕若有若无的幽香。他从刘玲珑汗湿的娇躯上起身，拿起那件被丢在一旁的鲜红肚兜，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那把被酒水沾染、温润如玉的长笛。啪！鲜红的肚兜被他随手丢出，正好盖住了刘玲珑那张混合着屈辱与迷离的侧脸。他将其翻了个身。还来？不行了，我不行了，放过我吧。刘玲珑挣扎着身体，声音带着哭腔，想要挣脱洛凡的束缚。洛凡俯下身，嘴唇贴着他的耳廓，热气喷在上面。我说过要让将军见识一下我的长处，将军可还满意？放过我吧，疼。刘玲珑的声音细若文瑞。就当我求你了。洛凡抓住刘玲珑那双无力反抗的手，他整个人则蹲伏在酒泉之上。就在这时，帐帘外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伴随着一个清脆的声音：洛凡师兄，你在吗？我把药草都磨好了，你快看。声音戛然而止，帐内的2人同时惊醒。刘玲珑更是浑身一僵，像是被冰水从头浇到脚，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血色瞬间褪尽。门口，林小棠端着一个木盘，正张着小嘴，呆呆地看着帐内的景象。空气仿佛凝固了。呀！林小棠终于反应过来，一张娃娃脸瞬间涨得通红，手里的木盘筐当一声掉在地上，药粉洒了一地。你们在干什么？洛凡师兄，你最讨厌了！他尖叫一声，像是受惊的小鹿，猛地转身，捂着脸跑了出去。糟了，这下子可有的要忙活了。洛凡看着落荒而逃的背影，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咧嘴一笑。刘玲珑却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又像是找回了一丝神智。他惊叫一声，死死地抱着怀中那2只险些暴露的大白兔，浑身抖得如同风中落叶。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洛凡看了看身下那溢出的酒水，摇了摇头。他随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鸡蛋大小的暖玉，
将那酒泉严严实实地堵了上去。玉石温热，触感微凉。你干什么？洛凡拍了拍手，欣赏着自己的杰作。美酒洒出来太多了，太浪费了。他俯身在刘玲珑耳边低语，剩下的要密封好，等我有时间了再来慢慢品尝。记住，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将这块酒泉打开，听明白了吗？洛凡看着刘玲珑的眼睛，露出一个自认为和善的笑容，帮他理了理耳边的碎发。这句恶魔般的低语让刘玲珑的身体再次僵住。这混蛋把他当成什么了？洛凡站起身，开始慢条斯理地穿上衣服，一边穿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对了，下次再来见我，里面不要穿那件红肚兜了。兔子就应该自由自在的才好，总关着会憋坏的。刘玲珑趴在床上一动不动，仿佛一具失去了灵魂的木偶。直到洛凡穿戴整齐，他才缓缓抬起头，一双眼睛看不出喜怒，不过却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现在可以告诉我方法了吗？你说的我都照做了。洛凡嘿嘿一笑，随手从怀里抛出一包药粉，落在他面前。这就是你要的方法。将这包药粉在营寨四周点燃，烟雾所及之处，3阶以下的魔物会暂时失去行动能力，如果不够的话再来找我要。刘玲珑看着那包药粉愣住了。这么简单？他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包平平无奇的药粉？当然不是。洛凡走到他身边，蹲下身捏住他光洁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这些药粉只能解决杂兵，3天之后药效会彻底消失。你们必须在那之前集结所有力量，杀掉外面那头6阶的6臂魔猿。杀了他，魔潮自会退去。刘玲珑的眼神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好了，去忙你的吧，我的刘大将军。洛凡松开手，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别忘了，我们的交易还没有结束。他的声音冰冷，不带一丝感情。今晚的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我能办你一次，就能办你第2次。你可以走了。刘玲珑在洛凡告诫后，捡起地上破碎的衣物，狼狈地遮住自己的身体，如同一个行尸走肉般踉跄着走出了营帐。洛凡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帐外，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他摊开手掌，一道繁复的奴印在他的掌心微微闪烁着荧光。你还走得掉吗？主帅营帐内早已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汗臭和浓重的焦虑。残存的将领们个个带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躁的来回踱步。帐帘猛地被掀开，一道高挑却显得有些踉跄的身影走了进来。原本嘈杂的营帐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回头，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来人身上。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刘帅将军，你可算来了。独臂老将刘成一个箭步冲上前，他看到刘玲珑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和空洞无神的双眼时，心头猛地一沉。将军，你与骆队长商议的如何了？他可愿意告知方法？刘成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刘玲珑的目光扫过众人，那眼神麻木的吓人。他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干涩沙哑。他将方法告诉我了。太好了，我就知道将军出马定能马到成功，这下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另一位断了条腿拄着拐杖的老者扶了扶袖子，浑浊的眼睛里闪着金光，审视着刘玲珑。果然还是得将军亲自出马才行。只是那姓骆的小子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不知将军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才让他松口。将军自有将军的办法，我等只管听令行事，休要过多揣测。眼下还是办正事要紧。听着他们的争吵，刘玲珑的脸色愈发苍白。他只觉得小腹处那块温热的玉石仿佛活了过来，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带动着他在体内微微研磨。一股股奇异的暖流从源头涌出，顺着大腿根部缓缓滑落，让他浑身止不住地燥热。他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清明。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眼中战无不胜的将军刚刚才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下委身求全，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这副身躯此刻正藏着何等屈辱的物件，刘玲珑不敢想下去。光是这个念头就让他羞愤欲死。身体的异样感让他不得不拼命集中精神。没过一会儿，细密的香汗便浸透了他背后紧身的劲装。他挣扎着走到沙盘前，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粉丢在桌上。这是他给的方子，传令下去，将药粉均分，在营寨四周同时用火把点燃，烟雾所及，可解燃眉之急。他顿了顿，补充道：传令全军休整3日，3日之后在此地集合，出城迎战。是。众将领命，神情振奋。刘玲珑扶着沙盘的边缘，挣扎着想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许是动作幅度太大，酒塞猛地向更深处滑进了一大截。一股难以言喻的酥麻感瞬间窜遍全身，
他只觉双腿一软，眼前发黑，整个人无力的摇晃，险些向前栽倒。将军，将军您没事吧？可是伤势复发了。没事。刘玲珑猛地推开他，声音发颤。都退下吧，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许进来。是。众将领虽然担忧，却不敢违抗军令，只能躬身退出了营帐。随着帐帘落下，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刘玲珑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一软，瘫倒在地。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屈辱的泪水混合着汗水，不断从眼角滑落。他挣扎着，手脚并用地向营帐深处的床榻爬去。在他身后，湿漉漉的黑色净裤下，一道浅浅的水痕在地上蔓延开来，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奇异的酒香。不多时，营寨四周升起了数十道浓烟，诡异的药香随着风迅速向外扩散。原本狂暴地冲击着防线的低阶魔物，在吸入烟雾后，动作肉眼可见地变得僵硬迟缓，最终他们一个个如同被抽走了骨头的烂泥，瘫倒在地，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有效，真的有效！天啊，魔物不动了，我们守住了！城墙之上，原本死气沉沉的士兵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绝处逢生的狂喜让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战场之外，密密麻麻近100丈范围内的魔物都如同死物般倒伏在地，而且这个范围还在随着浓烟的扩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继续蔓延，10米、20米、50米。洛凡带着秦梦瑶等人负手立于城头，身后是云溪月、熊汉山和苏清露，他们一个个看着城外的景象，脸上写满了震撼。只是这人群中唯独少了林小棠的身影。太好了，我们真的做到了！云溪月激动地看着洛凡的侧脸，眼神里是抑制不住的崇拜。一旁的秦梦瑶却没看战场，她媚眼如丝，悄悄靠近洛凡，整个柔软的娇躯几乎都贴了上去，在他耳边吐气如兰。主人，昨夜过得可还舒服？奴儿可是独守空房，忍了一整晚的寂寞啊。他的话语又软又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怨。啪！一声清脆的响声，洛凡反手一巴掌，不偏不倚，精准地落在那被群山包裹的浑圆挺翘的曲线上。死！秦梦瑶娇哼一声，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眸中水光更盛，身子扭动了一下，贴得更紧了。不是让你看好小棠吗？你怎么让他跑了？洛凡空着的手在他丰腴的大腿上狠狠掐了一下，引得美人又是一阵轻颤。主人，奴儿知错了吗？秦梦瑶委屈地撅起红润的嘴唇。那小丫头，我实在是劝不住呀，奴儿甘愿受罚，只求主人不要生气。骚货，把你的姿势收回去，别不分场合的发骚。洛凡低声斥道。是，主人。秦梦瑶这才诺诺地应了一声，乖巧地站直了身子，只是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依旧粘在洛凡身上。狗男女！一旁的云溪月看着两人的互动，俏脸一红，啐了一口，转身就走，眼不见为净。这时苏清露走了过来，她清丽的脸庞上带着一丝担忧。洛师兄，今天早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小棠妹妹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了，饭也不吃，谁叫都不理，你不去看看她吗？没事。洛凡的目光投向远方，语气平淡。他只是受了些刺激，小孩子闹脾气，自己会想通的他很清楚。现在要是进了林小棠的屋，恐怕今天就别想出来了。那丫头多半会把他撂倒，非得把他榨干不可。哦，苏清露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洛师兄，我陪你走走吧。好。苏清露走在前面，洛凡跟在身后，两人沿着宽阔的城墙一路向东走去。晚风吹起苏清露的秀发，露出了她那张清雅秀丽的侧脸。他忽然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洛凡，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对了，洛凡师兄，花长老他常常跟我们花宗的弟子们提起你，说你如何优秀，如何与众不同。他顿了顿，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可是我记得你与花长老似乎也只是一面之缘，你是怎样做到让他对你如此刮目相看的？洛凡闻言停下脚步，摸了摸下巴，假装思考了片刻。你觉得呢？他反问道。我不知道呀。苏清露摇了摇头，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俏皮地眨了眨眼。难道是因为洛凡师兄长得太帅的缘故？嗨嗨，这一点也算是个原因。洛凡厚着脸皮承认，随即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笑道。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因为我有一些你看不见的长处，一般人轻易见识不到。讨厌。苏清露瞬间听懂了那话里的深意，一张俏脸腾地一下红了，红晕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脖颈。她连忙转过身去，将脸颊的绯红深埋于秀发之间，心头小鹿乱撞。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丝，轻声说道。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花宗的那些同门。
洛凡走到他身后，嗅着他发间的清香，声音带着一丝玩味：“不用谢，我说过，我对女人一般都不会见死不救的。”他的目光落在苏清露那纤细柔韧的腰肢上，声音更低了。尤其一想到他们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师姐，我就更不忍心置之不理了。夜色如墨，厚重的化不开。洛凡推开自己营帐的门帘，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混杂着药草燃烧后的焦糊味扑面而来。他随手解开外袍，准备上床休息。营帐内没有点灯，一片漆黑。他摸索着走到床边，一屁股坐了下去。触感不对。他的床榻一向简陋，木板上只铺着一层薄薄的被褥，可现在身下却传来一阵惊人的柔软与温热，像是坐进了一团上好的云锦里。空气中还飘荡着一丝不同于刘玲珑身上硝烟味的甜丝丝的如同牛乳般的少女幽香。洛凡动作一顿，嘴角扯出一抹玩味的弧度。他没有出声，只是伸出手缓缓探入那团温暖柔软的被褥之下。指尖触及之处，一片光滑细腻，随即一个温热柔软的物体被他抓住。呀！被子里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呼，那声音又软又糯，带着几分被吓到的慌乱。一个娇小的身影猛地在被子里一缩，想要挣脱他的手。洛师兄，你干什么啊？黑暗中那声音细若文瑞，还带着一丝委屈的哭腔。小唐。洛凡挑了挑眉，手上的力道却没松开。你这只小兔子怎么跑到我的窝里来了？被子里的人不动了，只有轻微的颤抖。洛凡松开手，翻手从储物戒中取出一颗照明用的月光石，柔和的光芒瞬间洒满整个营帐。他这才看清自己的床上正蜷缩着一个少女。林小棠身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齐胸襦裙，裙摆皱巴巴地堆在腿边。她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颗小脑袋。那张纯真无害的娃娃脸上，一双杏核般原亮的眼睛里盛满了水汽，脸颊红扑扑的，像是熟透的苹果。我……林小棠咬着下唇，长长的睫毛不住地颤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洛凡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靠在床边的柱子上，慢悠悠地开口：“哦，对了，我记得下午某人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尖叫一声就跑了。怎么，现在不跑了？”他故意提起下午撞破他与刘玲珑好事的场景，想看看这小丫头是什么反应。我……林小棠的脸更红了，她把头埋得更低，声音小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不是故意的。小唐，不想洛凡师兄一个人。洛凡看着他那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心里的那点乐子人属性又开始作祟。他故意板起脸，语气沉了下去。怎么，下午跑了，晚上又自己送上门来，是想替那位刘将军再跟我商讨一下军情？林小棠闻言猛地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瞪着他，那副模样活像一只被逼急了的小兔子。不是的，他大声反驳，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才不要像他那样。那你想怎样？洛凡一步步走到床边，俯下身与他平视。两人的脸离得很近，他甚至能闻到他呼吸间那股甜腻的奶香。小唐妹妹还在生我的气啊。他换上一副温柔的语气，伸手想去摸摸她的头。林小棠却躲开了，她鼓着腮帮子用力地摇了摇头。我不生气，我想通了。他看着洛凡，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哦，洛凡来了兴致。那你倒是说你想通什么了？这小丫头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他倒是有些好奇。能在半天之内就从那种刺激场面中走出来，倒是省了他不少事。我知道。林小棠像是找到了组织，腰杆都挺直了几分。洛师兄，你一定是被那个坏女人胁迫的，对不对？她肯定是用军情威胁你了。洛凡看着他一本正经分析的模样，差点没笑出声。那个刘将军一看就不是好人，穿的那么少，肯定是在勾引师兄你。林小棠越说越气愤，小拳头都握紧了。是小棠不懂事，下午不该跑掉的，害得师兄你一个人面对那个坏女人，我给你惹麻烦了。说着，他掀开被子，主动凑了过来，伸出两只白嫩的小手，一把搂住了洛凡的手臂。洛凡只觉得自己的手臂瞬间陷入了一片惊人的柔软与温热之中。所以林小棠把小脸贴在洛凡的胸膛上，满足地蹭了蹭，声音变得黏糊糊的。小棠决定了，今晚要一直陪在洛师兄身边，这样就能保护洛师兄，不让别的坏女人再来欺负你了。果然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洛凡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触感，有些无奈地笑了。那你倒是说小棠要怎样保护我啊？他低头看着怀里那颗毛茸茸的小脑袋。当然是先抢占先机啊。林小棠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撅着粉嫩的小嘴。洛凡哥哥只有一个，我抢到了，秦师姐他们就只能在外面排队了，到时候他们要是敢欺负你，我就不让他们见你。洛凡，这丫头的脑回路真是清奇。先不说这个了，洛凡的目光从他那张写满快夸我的得意小脸上
缓缓下移，落在了自己那只被紧紧夹住的手臂上。那2团惊人的弧线将她鹅黄色的襦裙撑得满满当当，仿佛随时要裂衣而出。他伸出另一只手，指了指那处几乎要将他手臂吞没的封印。你的这里是怎么回事？洛凡的语气带着几分审视。我记得上次见你还没有这么壮观。林小棠的脸颊唰的一下又红了，一直红到了耳根。她有些害羞地低下头，但搂着洛凡手臂的力道却更紧了。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洛凡哥哥，他的声音细若文瑞，带着一丝被发现秘密的羞怯和不易察觉的得意。他挺了挺胸，那2团柔软便更加放肆地压迫着洛凡的手臂。这是小棠特意为洛凡哥哥准备的惊喜。他抬起水汪汪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满眼都是期待。洛凡哥哥喜不喜欢？洛凡盯着那2颗几乎要跳出来的巨物，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了一下。我滴个童颜句。他没有把话说出口，因为他发现林小棠的呼吸已经变得急促起来，那双清澈的杏眼里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气，胸口的起伏也越来越剧烈。他身上的奶香味似乎也变得更加浓郁了。小棠今天来找我，不只是为了保护我吧？洛凡收敛了玩笑的神色，声音压低了几分，带着一丝蛊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说？帐内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变得粘稠起来。林小棠的身体微微发烫，她看着洛凡那双深邃的眼眸，感觉自己像是要被吸进去一样。她咬了咬唇，像是下定了巨大的决心。小棠想借洛师兄的长笛一用。话音未落，还未等洛凡反应过来，怀中的柔软便猛地扑了上来，唇与唇相触的瞬间，像是有电流划过。少女的唇瓣柔软而滚烫，带着一丝青涩的笨拙和不顾一切的决绝。她不懂什么技巧，只是凭着本能用力地碾磨着，将自己的香甜与急切尽数渡了过来。这一夜注定漫长。林师妹如此好学，洛凡这个做师兄的自然要倾囊相授。帐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甜，混杂着汗水的味道，像是熟透了的水蜜桃被人用力捏碎，汁水四溅。洛凡只觉得全身骨头都快散架了，腰酸背痛，身体仿佛被掏空。他闭着眼，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一具温热柔软的娇躯却不知疲倦地缠了上来，那张可爱的娃娃脸在他的胸口蹭来蹭去，声音又软又糯。洛师兄，我请你吃桃子，你再教我一招好不好吗？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小丫头初尝吹笛的乐趣已然上了瘾，积攒了那么久的寂寞，哪里是一夜就能疏解干净的？洛凡睁开一只眼，有气无力地推了推那颗小脑袋。不教了，你都吹了一晚上了，到底学会了什么？他的脑瓜子嗡嗡作响，眼前仿佛有无数只白花花的大兔子在蹦来蹦去，数都数不过来。我学会好多呢。林小棠一听这话，立刻来了精神，她从洛凡身上爬起来，跪坐在床榻上，掰着白嫩的手指，一脸兴奋地数道：昨夜洛师兄教了我好多曲子，我都很喜欢，有儿歌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古风歌曲采莲曲，还有大开大合的关公耍大刀。他越说越兴奋，脸蛋红扑扑的，一双大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洛凡。还有戏剧呢，比如盲人摸象、猴子上树、猴子摘桃、猴子捞月，对不对？哦，对了，还有一首佛家的曲子叫观音坐莲。洛凡看着他那傅献宝的得意模样，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不错，不枉我真操实弹的陪你练习了一晚上，你的技艺算是入门了。他敷衍的点点头。那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首？林小棠歪着脑袋，认真的想了很久。我最喜欢那首歌，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他一字一顿，笑嘻嘻的回答。哦，为何？因为那是洛师兄亲手教我的第一首曲子呀。洛凡眉毛一挑，难道其他的就不是我教的了？不一样。林小棠摇摇头，小脸上的表情格外认真。因为每次吹那首曲子的时候，我都会想，门后面会是谁呢？但我知道，开门的一定是洛师兄。你的眼睛不是被挡住了吗？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是小兔子告诉我的呀。他挺了挺胸，那2团惊人的饱满随之颤动。他们说洛师兄可温柔了，会用手帮他们梳理，还会捏他们的小鼻子，所以啊，他们只为洛师兄一个人开门。洛凡的目光落在他胸前，喉咙有些发干。那我倒是要好好感谢你的小兔子了。他低声笑道。不，现在应该叫大白兔了。师兄你真讨厌。林小棠娇嗔一声，脸颊绯红，又缠了上来。师兄，我请你吃桃子吗？洛凡无语问苍天。师兄，你再教小棠一首吗？就一首。林小棠抱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用那软软的小脸磨蹭着他。小棠真的很喜欢师兄的长笛。不行。洛凡果断拒绝，他感觉自己再不休息，真要英年早逝了。林小棠的动作停住了，
他撅起小嘴，水汪汪的眼睛里瞬间蓄满了雾气。师兄，不爱小唐了吗？不是，师兄很爱小唐的。那你就再教我一手嘛。见洛凡还是摇头，林小唐忽然低头，目光落在了某处，随即发出一声惊奇的轻呼。咦？他眨了眨眼，有些困惑地看着那根短了一截的玉笛。师兄，你是不是不行了呀？这一句话像是一道惊雷，在洛凡脑中炸响。他猛地坐起身，死死盯着林小唐。林小唐被他吓了一跳，随即露出一个委屈又内疚的表情，小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根疲软的玉笛。都是小唐的错。他声音细若文瑞，带着哭腔。是小唐没有好好爱惜师兄的长笛，把他给吹坏了。没有，别乱说。洛凡一把抓住他作乱的小手，咬牙切齿地说道：师兄再教你最后一招，你给我好好学，男人的尊严不容挑衅。林小唐立刻破涕为笑，重重的点头。洛凡将他翻了个身，让其趴在床榻上，那浑圆挺翘的曲线在昏黄的烛光下显得格外诱人。这最后一招是压轴的戏曲，名为霸王硬上击。他俯下身，声音沙哑地在他耳边说道：这首曲子最讲究的是配合，等会儿你可要听话。当洛凡再次走出帐篷时，已是黄昏，夕阳的余晖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脚步虚浮，脸色苍白，仿佛被榨干了最后一丝精气。还好帐内那只精力旺盛的小妖精总算是累得睡过去了，不然他这条小命今天真要交代在这里。洛师兄，今天气色不错呀。一个洪亮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身材高大魁梧的熊汉山正大步流星地走来，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洛凡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在地。他看着一脸真诚的熊汉山，扯了扯嘴角，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错，我不错你大爷。还行还行。洛凡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刘将军传令说今天要去猎杀几头高阶魔物，清剿城外残余的主力。熊汉山兴奋地搓着手，将军特意嘱咐了，希望洛师兄你能加入我们的小队，一同前往。洛凡的精神顿时一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软了。高阶魔物那可是浑身是宝，他们的魔核、筋骨、血液都是炼制丹药和法宝的上好材料，当然要去。洛凡一口答应下来，告诉刘将军我稍作准备，马上就到好嘞。熊汉山得到肯定的答复，高高兴兴地转身去了。洛凡看着他的背影，眼神变得深邃。正好他手头还缺几位关键的材料，这些送上门来的高阶魔物可不能浪费了。第二天清晨，洛凡打着哈欠，慢悠悠地晃进了中军大营。与昨日那种人人带刺、剑拔弩张的气氛完全不同，今日的营地里，所有见到他的将士脸上都挤满了讨好的笑容。骆队长，您来了，昨夜休息得可好？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将快步迎了上来，脸上笑得跟朵菊花似的。此人正是刘玲珑的左膀右臂冯老。洛凡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绕过他，径直往里走。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早。冯老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伸出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骆队长，末将给您备了一匹上好的汗血宝马，日行千里。另一个年轻将领不信邪，连忙凑了上来。妈！洛凡终于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懒洋洋地说道：我昨晚累着了，现在只想找张床补个觉，要马有什么用？此话一出，周围顿时鸦雀无声。一群五大三粗的将军们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憋得脸都红了。谁能想到这少年居功至伟，却如此放浪不羁。洛凡懒得理会这群蠢货，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精准地落在了帅案之后的那道倩影上。刘玲珑端坐于主位，一身紧身的银色软甲将他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胸前那对被甲胄紧紧束缚的丰盈，弧度饱满的几乎要挣脱而出。他本在低头研究沙盘，此刻却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来，四目相对。刘玲珑那张平日里冷若冰霜的俏脸，腾的一下，从脸颊到耳根，再到雪白的脖颈，瞬间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绯红。他握着旗标的手不自觉地收紧，身体也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洛凡的嘴角扬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这女人还挺守信。看来那枚小小的玉石确实让他彻夜难眠了。他种下的奴印正在悄无声息地发酵，一点点侵蚀着他高傲的灵魂，让他在反抗与沉沦的快感中逐渐迷失自我。感受到那道肆无忌惮的视线在自己身上最羞人的地方游走，刘玲珑的呼吸都乱了。他强迫自己移开目光，双腿在帅案下用力并紧，似乎这样才能抵御那股从身体深处不断涌出的让他羞愤欲死的异样感。可他重重地清了清嗓子，试图用威严掩盖自己声音里的一丝沙哑和颤抖。人已到齐，刘副将，说明行动计划。一位面容刚毅的中年将领立刻出列，指着沙盘上的标记点，
沉声安排。计划如下：我与冯老、张将军率主力，在外围拖住5阶魔物。至于中央那头6阶魔猿，刘副将的目光在洛凡和刘玲珑之间扫过，便交给刘将军与洛凡队长的小队解决。众人轰然应诺，分头行动。洛凡一行人跟着刘玲珑登上东面城墙，脚下喊杀声震天，人族士兵与魔物绞杀成一片血肉泥潭。冷冽的罡风吹过城头，撩起刘玲珑耳边的发丝，也将一阵若有若无的女子特有的幽香，混杂着一丝极淡的酒香，送入了洛凡的鼻中。他走到刘玲珑身边，与她并肩立，声音压得极低，只有2人能听见。刘将军，你身上的酒香似乎比昨天更醇厚了。他的目光落在他微微起伏的胸口。好酒可不能一直闷着，否则会变味的。你说对吗？你……刘玲珑气得浑身发抖，紧咬的红唇几乎要渗出血来。那枚玉石仿佛也感受到了主人的情绪，在他体内不安分地动了一下，一股热流瞬间窜遍4肢百骸。需不需要我帮你这坛佳酿开开封？洛凡的声音充满了恶意的戏谑。不需要。刘玲珑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就在这时，下方战场传来一阵剧烈的骚动，一道巨大的缺口被硬生生撕开。就是现在，出发！刘玲珑厉喝一声，仿佛要将所有的羞愤与屈辱都化作杀意。他率先从数十丈高的城墙上一跃而下，身形如一道银色的闪电，精准地落入那道缺口。洛凡看着他那略显急切的背影，笑了笑，带着秦梦瑶等人紧随其后。几人如尖刀入水，在魔物潮中势如破竹。刘玲珑手中的长枪化作一道银龙，每一次挥出都带起大片的腥风血雨。只不过他的动作虽快，下盘却总有那么一丝不稳。在一次闪身突刺时，他的小腹猛地一紧，只觉那玉石狠狠向内一顶，一股难以言喻的酸麻感直冲天灵盖。他闷哼一声，脚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这一切都被身后的洛凡尽收眼底。将军，小心点！这么剧烈的动作，要是弄坏了我那宝贝，你可是要赔的。他的传音在刘玲珑耳边响起。滚！刘玲珑气急败坏，却只能将怒火全都发泄在眼前的魔物身上。仅仅3分钟不到，他们便已突进到魔巢的中央。吼！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传来，前方空地上，一头身高超过3丈，浑身覆盖着黑毛，生有6条粗壮手臂的巨大魔猿，正用拳头捶打着胸膛，血红色的眼睛死死锁定了他们。他闻到了那股偷走他宝莲的盗贼的气息，狂暴的怒气让魔猿瞬间暴走。他周围的低阶魔物早已被后续跟上的人族士兵死死缠住，根本无法过来支援。畜生，受死！刘玲珑娇斥一声，人枪合一，率先发起了攻击。洛凡却不急着动手，长剑在手，身形飘忽，绕着战场游走，寻找着这头畜生的破绽。主人，这大猴子真丑，让奴去撕了他的嘴。秦梦瑶媚眼如丝，舔了舔红唇。吼！熊汉山则咆哮着从正面发动了佯攻，巨大的战斧带着开山之势，当头劈下6臂魔猿。面对熊汉山的攻击，竟不闪不避，其中2条手臂猛地交叉，当一声巨响，火星四溅，熊汉山的巨斧竟被硬生生架住。与此同时，魔猿另外4条手臂如同4条黑色的长鞭，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同时袭向了正在冲锋的刘玲珑和侧翼的洛凡。攻势之快，让人猝不及防。洛凡轻松写意地一个侧滑，便躲开了袭向自己的2条手臂。而另一边的刘玲珑正欲拧腰变向，那该死的玉石却在此时再次作祟，一股强烈的电流从他小腹窜起，让他浑身一僵，动作瞬间慢了半拍。眼看那蒲扇般巨大的手掌就要拍在他的身上，刘玲珑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和羞愤。将军，看来你不太行啊。洛凡那带着几分调侃的声音悠悠地在他耳边响起。他好整以暇地站在不远处，完全没有要出手相救的意思，反而像是在欣赏一出好戏。魔猿的巨掌并未拍下，而是在他面前猛地张开，竟是想将他这个娇小的身躯一把抓住。眼看那蒲扇般巨大的手掌即将合拢，要将自己娇小的身躯一把抓住，刘玲珑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身为大将军，战死沙场是荣耀，可若是被这畜生擒住，当着3军将士的面生吞活剥，那将是何等的屈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乌光自他身侧一闪而过，噗嗤！洛凡竟是将手中的长剑脱手掷出，长剑化作一道黑色闪电，精准地贯穿了魔猿抓来的那条手臂。吼！6臂魔猿吃痛，发出一声震天咆哮，抓向刘玲珑的动作猛地一致。也就是这一瞬间的空隙，一道身影鬼魅般贴了上来。洛凡不知何时已到了他身前，长臂一伸，有力地揽住他的腰，用力向后一带，便将他整个人都带离了险境，护在怀中。温热的男性气息瞬间将他包裹，隔着几层甲胄与衣物，
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胸膛的坚实与力量。不要逞强，洛凡的声音在他耳边低沉响起，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霸道。刘玲珑浑身一僵，之前与魔猿硬汉的反震之力此刻才发作，让他一阵气血翻涌。更糟的是，体内那枚用以压制他狂暴灵力的风灵玉，此刻竟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让他经脉刺痛，双腿发软。还不是你放的东西！他又气又急，用没什么力道的拳头捶打着洛凡的胸口，还不快将我放下来！哦，是我的错。洛凡低低地笑着，那笑声震得他胸膛起伏，也震得怀中的他一阵心烦意乱。错就错在当初就不该给你用这东西，现在反倒成了累赘。你……刘玲珑气得俏脸通红，偏偏体内乱窜的灵力让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骂不出来。别浪费时间了。洛凡的语气忽然变得正经了些，只是那双在他身上打量的眼睛依旧充满了玩味。我这就给你取出来。话音未落，刘玲珑便感觉一只温热的大手贴上了他的小腹，隔着甲胄，一股精纯的灵力霸道的探入，精准地锁定了他丹田附近那作祟的源头。忍着点。洛凡低喝一声，掌心猛地一吸。一股灵力被强行抽离的痛感让刘玲珑忍不住闷哼一声。那枚风灵玉被剥离的瞬间，虽然带来了剧痛，却也让他阻塞的经脉瞬间畅通。随着一枚通体银白的玉石被洛凡从他铠甲的缝隙中取出，一股磅礴的灵气以刘玲珑为中心猛然炸开，将周围的尘土碎石尽数吹飞。刘玲珑整个人都瘫软在洛凡怀里，大口大口地喘息着，感受着久违的充盈四肢百骸的舒畅感。洛凡却没事人一样，将那枚布满裂纹的玉石在指尖掂了掂，低头看着怀中已经失神的女人，嘴角的笑意更浓了。将军积蓄的能量可真是不少呀，他低声笑道。再晚一点，怕是就要爆体而亡了。刘玲珑的脸腾的一下，火烧火燎。眼前的男人不仅手段强硬，此刻竟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调侃他。洛凡，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们快坚持不住了。不远处传来云溪月又急又怒的娇喝。他手中长剑本已刺到魔猿面门，却被魔猿另一只手臂轻易挥开，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香汗淋漓。刘玲珑猛地惊醒，他用力推开洛凡，挣脱了他的怀抱，双脚落地，没了那物件的阻碍，他的灵力运转比刚才顺畅了数倍。洛凡看着他重新投入战场的背影，心中暗自感慨，还好这次没把林小棠那小妖精带来，不然依他的性子，恐怕当场就要闹起来。快没时间了。刘玲珑的声音恢复了几分往日的清冷与威严，他一边挥舞长枪，一边大声提醒道：压制魔物的药效快过去了，1个时辰内再不解决这个魔猿，我们都要完蛋。可这畜生的命也太硬了。苏清露长剑翻飞，在魔猿身上留下一道道伤口，却都无关痛痒，受了这么多伤，竟然没有丝毫影响。洛凡，快想想办法。秦梦瑶也娇声喊道，她身形灵活，在魔猿的6条手臂间穿梭，却始终无法造成致命伤害。知道了。洛凡淡淡的应了一声，眼神陡然一变。既然玩够了，也该结束了。他不再藏拙，心念一动，一柄通体漆黑，剑身刻满诡异魔纹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正是噬魂剑。找到一个空当，洛凡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他已出现在魔猿的身后，手中的噬魂剑悄无声息地刺入了魔猿的后心，没有鲜血流出。吼呜！6臂魔猿的身体猛地一僵，那狂暴的咆哮声竟变成了一种痛苦的哀鸣。只见一缕缕肉眼可见的黑气从他全身各处溢出，疯狂地涌入噬魂剑中。被魔剑刺中的魔猿浑身剧烈颤抖，生命力正在被快速吞噬，他痛苦的左冲右撞，试图摆脱众人封锁有效。熊汉山见状，精神大振。洛凡怎会给他挣脱的机会？他左手掐诀，一个繁复的骨印在他掌心成型，对着魔猿猛地拍出。震！原本还在疯狂挣扎的魔猿，身体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竟是动弹不得。就是现在，刘玲珑找准机会，娇斥一声，将全身的灵力灌注于长枪之上，人枪合一，化作一道银色流光，精准地刺入了魔猿粗壮的脖颈。枪尖一挑，硕大的头颅冲天而起，在空中翻滚了几圈，重重砸落在地。诡异的是，那断裂的脖颈处竟没有一滴鲜血喷出。洛凡收回噬魂剑，魔猿庞大的身躯也轰然倒地。刘玲珑持枪而立，剧烈地喘息着，但他的目光却死死地盯住了洛凡手中的那把黑色长剑，那上面散发出的是纯粹到让他心悸的魔气。这是一把魔剑。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沙哑和不解：你怎么会有魔剑？蠢女人！洛凡瞥了他一眼，随手将噬魂剑收起，开始打量地上魔猿的尸体。当然是抢来的，上次进了个秘境，顺手就拿了。刘玲珑还想再问，洛凡却根本不给他机会。
他转过身，一步步向他逼近，脸上挂着那副让他又恨又怕的坏笑。刘将军，他停在他面前，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起伏的胸口和修长的双腿间扫过。我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打算奖励我一些什么吗？刘玲珑身体一僵，那双冰冷的凤眸里羞愤与惊疑交织。他能感觉到周围将士投来的好奇目光，他们听不清两人在说什么，但那过分亲密的姿态已经足够引人遐想。他的脸颊再次控制不住的发烫，握着长枪的手指用力到骨节发白。你想要什么奖励？他的声音干涩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洛凡脸上的坏笑更浓了，他没有去看刘玲珑那张既羞且怒的俏脸，而是伸出手指，懒洋洋地指向地上那具生机断绝的魔猿尸体。这个魔物归我如何？刘玲珑一愣，随即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和放松。原来只是要这个，随你。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道。这畜生的尸身坚硬无比，又无甚用处，你想要就拿去吧。呵，洛凡喉间溢出一声轻笑，那笑声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嘲弄。他挥了挥手，那庞大的魔猿尸体便凭空消失，被他收入了储物法宝之中。做完这一切，他才慢悠悠地转过身，从刘玲珑身侧绕过。在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他抬起手，不轻不重地拍了拍他那被甲胄包裹却依然显得圆润挺翘的香肩。他俯下身，嘴唇凑到他通红的耳廓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气音轻蔑地说道：蠢女人，你能被我上一点也不冤。刘玲珑如遭雷击，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你什么意思？他猛地回头，可洛凡已经吹着口哨，迈着悠闲的步子朝秦梦瑶等人走去，只留给他一个懒散的背影。主人，刘将军的脸色好难看哦。秦梦瑶立刻迎了上来，温软的娇躯贴上洛凡的手臂，媚眼如丝地瞟了一眼远处的刘玲珑。脑子不好，长得再漂亮也没用。洛凡淡淡的说道。走吧，回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所谓的正道栋梁还是这般愚蠢。若是他们肯多花一点心思，将那魔猿的尸体解剖开来，仔细研究一下，或许就能发现那藏在血肉深处真正的宝藏。可惜他们不会。回到营地后，洛凡直接宣布了闭关。时间一晃便是1周。这1周里，前线发生了一件怪事。原本围城不退、悍不畏死的魔物大军，竟在某一天清晨如同潮水般悄然退去，只在城外留下了满地狼藉。刘玲珑组织了几次小规模的探查，都未发现魔物主力，仿佛他们从未出现过一般。城中军民欢腾，都以为是6臂魔猿被斩，魔物群龙无首，才自行退散。只有刘玲珑在帅帐中对着沙盘，秀眉紧锁，心中那份因洛凡而起的不安愈发浓烈。而此刻，始作俑者正盘坐在自己的营帐内，缓缓睁开了双眼。呼，一口浊气被他长长吐出，他体内的灵力澎湃汹涌，比起1周前强横了不止1倍。元婴5重境，炼化一头6阶魔猿的全部精气，让他的修为得到了质的飞跃。在他的掌心，静静地躺着一枚拳头大小、通体漆黑、表面布满诡异纹路的魔核。魔核的中心，一滴暗金色的血液正在缓缓流淌，仿佛拥有自己的生命。这才是6臂魔猿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前世身为魔祖，曾亲自封印过8阶魔物，对于这些来自域外的生灵，他的了解远超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高阶魔物能通过特殊的核心波动影响和控制低阶魔物，这个秘密正是他当年发现并利用，才让魔道在早期迅速崛起的。如今这枚经过他精血炼化的魔核，虽然远比不上他当年的手段，但短期内控制方圆100里内的低阶魔物已是绰绰有余。城外魔物退去，正是因为他初步炼化魔核时无意间散发出的那股更高层次的威压。也该出去了。洛凡将魔核收入储物袋中，起身伸了个懒腰，骨节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脆响。他掀开帐帘，温暖的阳光洒在脸上，有些刺眼。然而预想中那个会第一时间扑上来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帐篷外，一道窈窕的倩影正倚着木桩，百无聊赖地踢着脚下的石子。听见动静，他立刻抬起头，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上瞬间绽放出惊喜的光彩。主人！秦梦瑶一个闪身，便如乳燕投铃般扑进了洛凡怀里，柔软的娇躯紧紧贴着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思念。主人，您终于出来了，奴儿还以为您不要我了呢。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委屈，丰满的胸脯有意无意地在他胸膛上磨蹭着。洛凡有些意外，他本以为第一个等在这里的会是林小棠，不过这样也好，省了不少麻烦。他不动声色地搂住秦梦瑶柔软的腰肢，目光在她身上扫过。你突破了。只见秦梦瑶此刻的气息竟已稳稳地踏入了元婴一众，而且根基扎实，灵力平稳，没有丝毫虚浮之感。嘻嘻，昨日才刚刚突破的。秦梦瑶扬起俏脸，得意的邀功。奴儿第一时间就来向主人汇报了。
要是主人能奖励一下奴儿一定会更努力的哦。他说话间还故意挺了挺胸，那惊心动魄的弧线让任何男人看了都会口干舌燥。洛凡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在他挺翘的臀波上不轻不重地掐了一下。啪！一声清脆的声响。哎呀！秦梦瑶吃痛，娇呼一声，妩媚的眼眸里瞬间蒙上了一层水雾，渲然欲泣。都跟你说了，别不分场合的发骚。洛凡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可是主人。秦梦瑶委屈地瘪着嘴，声音又软又糯。你已经好久没有疼爱奴儿了，奴儿也是有需求的呀。他说着，话锋一转，幽怨地瞥了洛凡一眼。主人是不是看上那个刘将军了，所以就不要摇了？他这副我见犹怜的模样，倒是让洛凡觉得自己这一周的闭关确实有些冷落他了。他叹了口气，抬手抚了抚秦梦瑶柔顺的长发，声音也放缓了下来。好了，是我的错，今晚就好好奖励你。秦梦瑶的眼睛瞬间亮了，所有的委屈和幽怨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惊喜和期待。那主人要怎么奖励我？他搂着洛凡的脖子，吐气如兰地问道。洛凡看着他那双水光潋滟的桃花眸，嘴角微扬。他低下头，嘴唇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沙哑地说道：今晚你想怎么玩都行。洛凡刚将那只柔若无骨的玉臂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营门就被敲响。洛队长，刘将军有令，命您小队即刻前往中军大帐议事。秦梦瑶轻哼一声，不情不愿地从洛凡身上滑下，媚眼如丝地整理着自己微乱的衣襟，丰满的胸脯随着呼吸起伏，将那薄薄的丝绸撑起一道惊心动魄的弧线。真扫兴。他凑到洛凡耳边，吐气如兰：主人，你答应奴儿的奖励，可不许赖账。洛凡在他挺翘的臀波上拍了一记，发出啪的一声脆响，这才慢悠悠地起身。中军大帐内气氛肃穆。刘玲珑端坐帅案之后，一身银甲，愈发衬得他身段窈窕，腰肢纤细，胸前那对被甲胄紧紧束缚的丰盈，弧度饱满的好似随时会挣脱而出。他的脸色依旧清冷，只是在看到洛凡那副懒散模样时，冰冷的凤眸深处闪过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耳根也泛起一抹不自然的红晕。一周不见，队伍中的其他人，包括云溪月和苏清露，气息都精进了不少，不少都达到了元婴境，就连林小棠也是到达了宁丹境巅峰，显然是在之前的战斗中有所感悟，人都到齐了。刘玲珑的声音清冽，听不出任何情绪。我宣布一件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洛凡身上。由于北境战区战况惨烈，魔物与魔道修士勾结，攻势凶猛，盟内总部经过商议，决定抽调精锐力量前往支援。考虑到你们在对付魔物上有独到之处，将派遣你们小队明日一早出发，前往北部战区。熊汉山闻言，兴奋地一捶手掌：太好了，又能打架了。云溪月则是看向洛凡，眼中带着几分担忧：北京的情况很糟糕吗？洛凡开口了，他无视了周围其他人，径直走到帅案前，双手撑在沙盘上，身体前倾，拉近了与刘玲珑的距离。他这个动作使得两人的脸庞相距不过1尺，刘玲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属于秦梦瑶的淡淡香气，这让他握着旗标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非常糟糕。刘玲珑强迫自己直视他的眼睛，声音却有些干涩：魔物悍不畏死，更麻烦的是那些魔道修士手段诡异，防不胜防。我们派去支援的几支队伍都伤亡惨重。哦，这么说是派我们去送死？洛凡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邪气。你……刘玲珑气结：别生气嘛，将军。洛凡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温热的气息喷在刘玲珑的脸颊上。既然是去卖命，总得给点好处吧。他的目光下移，肆无忌惮地在他胸前的甲胄上停留片刻。比如，将军你亲自酿的美酒，是不是可以让我带几坛在路上喝？毕竟那酒后劲儿大，能提神。刘玲珑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那日在战场上的羞耻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让他身体都微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我们也会派遣大量人手随行，你们并非孤军奋战。他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试图将话题拉回正轨。好吧。洛凡直起身子，懒洋洋地摆了摆手。看在将军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这个任务我接了。第二日，一行人乘坐着军中提供的巨大飞行灵兽向北境疾驰而去。越往北，大地上的景象越是苍凉，原本的绿意被大片大片的焦土取代，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血腥与硫磺味。只花了1天时间，他们便抵达了北境防线的中后部预备营。营地建造的粗犷而坚固，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人人面带煞气，神情警惕。办理完交接手续，洛凡等人很快便被传召至主帅大帐。还未进帐，
一阵豪爽的大笑声便传了出来。哈哈，南边来的英雄们到了吗？快请进！帐帘被一个士兵掀开，一股浓烈的酒气和肉香扑面而来。帐内正中央，一个身材魁梧如铁塔、满脸虬髯的壮汉正大马金刀地坐着。他身上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皮甲，手里还抓着一只巨大的烤兽腿，吃得满嘴流油。此人正是北境主帅狂狮王战。你就是洛凡吧？王战看到洛凡，眼睛一亮，三两口啃完手里的兽腿，随意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大步迎了上来。总部给的资料都看过了，18岁的元婴中期渐修，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他毫不客气地拍了拍洛凡的肩膀，力道大得惊人。哟，这些都是你的队友？王战的目光从秦梦瑶、云溪月、苏清露几人凹凸有致的身段上扫过，挤眉弄眼地打趣道：“骆队长真是艳福不浅啊！”主帅过誉了。洛凡面不改色，心中却对这王战有了初步判断。此人看似粗犷，但目光清明，气息沉稳，并非看上去那般无脑。来来来，都坐。王战热情地招呼着。远来是客，今天什么都不谈，先给你们接风洗尘。洛凡等人入座，长桌之上早已摆满了大块的烤肉和一坛坛烈酒，而在他们的对面坐着一排同样身材壮硕的将领，一个个气息彪悍。他们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看向洛凡这群人的眼神却充满了审视与不善，尤其是在看到洛凡身边环绕着3位绝色女子时，那眼神更是带上了几分嫉妒与轻蔑。洛凡毫不在意，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碗酒，一饮而尽。这王战为人倒是和睦，能坐稳主帅之位，想来有过人之处。不过他手下这群将军倒是一个比一个跋扈，看来是王战太过和善，纵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了。主帅，王战右手边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将军沉声开口，似乎想汇报什么要事。黑风岭那边，闭嘴！王战眼睛一瞪，打断了他，说了今天不谈战事，天大的事也得等老子陪洛小兄弟喝完这顿酒再说，以后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兄弟了。他又转向洛凡，咧嘴一笑：洛小兄弟刚到此地，奔波劳累，今天就好好休息，前线的事不用你们操心。谢主帅好意。洛凡举起酒碗，再次饮尽。主帅！刀疤脸旁边另一个更为年轻气盛的粗壮大汉猛地站了起来，他瞪着一双牛眼，不满地盯着洛凡。这小子实力不差，如今战线紧急，每天都有弟兄战死，正是需要他出力的时候。您让他在这里喝酒休息，恐怕不妥吧？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洛凡身上，营帐内的气氛随着那个年轻将军的起身瞬间凝固，烈酒与烤肉的香气中多了一丝火药味。那大汉名为周通，是王战一手提拔起来的先锋将，性格火爆，作战勇猛，在北境军中小有威望。他瞪着一双牛眼，不满地盯着洛凡，粗壮的手臂上青筋球结。主帅，这小子实力不差，如今战线紧急，每天都有弟兄战死，正是需要他出力的时候，您让他在这里喝酒休息，恐怕不妥吧？周通的话说出了在场大多数将领的心声。他们常年在刀口舔血，最看不起的就是洛凡这种被美女环绕，看起来细皮嫩肉的小白脸。王战右手边脸上带着刀疤的副将李虎也沉声附和：是呀，主帅。上面也说洛凡小友有与魔修的战斗经验，战场之上正缺少这样的人才，就这么闲着浪费了。王战眉头一皱，将手里的兽骨啪地一声丢在桌上，油腻的汤汁溅得到处都是。小周，你也跟着添乱？他眼睛一瞪，骆队长他们赶了一天的路，想必早已疲惫，让他歇歇怎么了？这是总部的贵客，不合规矩。他嘴上在训斥，眼神却飘向洛凡，带着几分探寻。然而作为话题中心的洛凡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一条手臂随意地搭在身后秦梦瑶柔软的香肩上，手指漫不经心地卷着她的一缕秀发。秦梦瑶则乖巧地依偎着他，丰满的胸脯紧紧贴着他的臂膀，随着呼吸微微起伏，那道惊人的弧线在紧身衣物的包裹下愈发显得饱满挺翘，引得对面一众将领的目光都变得灼热起来。瑶儿，洛凡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营帐。手酸了，不想动。秦梦瑶立刻会意，娇躯扭动了一下，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贴紧他，嗓音甜得发腻，像是能掐出水来。是，主人。他探出纤纤玉指，拈起一块烤得外焦里嫩的瘦肉，小心翼翼地吹了吹热气，然后媚眼如丝地送到洛凡嘴边。主人，张嘴吗？魔儿喂你。这一幕彻底点燃了周通的怒火，他豁地站起，带翻了身后的椅子，指着洛凡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白脸，弟兄们在前线拼命，你却在这里跟娘们打情骂俏，老子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话音未落，
他那蒲扇般的大手已经携着一股恶风朝洛凡的脸上扇了过来。周围的将领们非但没有阻止，反而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秦梦瑶尖叫一声，下意识地想挡在洛凡身前，可洛凡只是轻轻一搂他的纤腰，将他按在怀里，随即抬起另一只手，随意地抓起桌上的酒碗。砰！酒碗与周通的手掌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周通只觉得自己的手掌像是拍在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上，一股沛然巨力倒卷而回，震得他整条手臂都麻了。他噔噔噔连退3步，才勉强稳住身形，满脸骇然。洛凡手中的陶碗却连一丝裂纹都没有。他慢悠悠地将碗凑到嘴边，将里面的烈酒一饮而尽，然后才抬起眼，第一次正眼看向周通。你的手没我的碗硬。他的声音很平淡，却像一记耳光，狠狠抽在周通脸上。你！周通又惊又怒，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闭嘴！王战终于动了，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猛然站起，一声暴喝如同平地惊雷，整个营帐都嗡嗡作响，一股狂暴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他那双平日里带着几分憨厚的眼睛，此刻金光四射，宛如一头被惊醒的雄狮。周通，给我坐下！谁再敢对骆队长无礼，军法处置！王战扫视一圈，那些原本还想看热闹的将领纷纷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周通咬着牙不甘地坐了回去，只是那双牛眼依旧死死地瞪着洛凡，充满了怨毒。营帐内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呵，洛凡发出一声轻笑，打破了沉寂。这场接风宴最终在一种诡异的氛围中不欢而散。回到临时分配的营帐，洛凡直接将秦梦瑶按在墙上，一只手掐着她柔软的腰肢，另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主人，你弄疼挪了。秦梦瑶媚眼迷离，喘息着说道，丰满的胸脯剧烈起伏。刚刚在帐子里，你是不是很得意？洛凡的指腹在她滑嫩的肌肤上摩挲着。哪有？秦梦瑶扭动着身体，奴儿只是想让那些臭男人看看，奴儿是主人一个人的，是吗？洛凡低笑一声，嘴唇凑到她的耳边。那今晚就罚你这个小妖精，用嘴喂我喝酒，喝到我说停为止。秦梦瑶的身体瞬间软了下去，眼底泛起兴奋的水光。全听主人的！打发了粘人的秦梦瑶，洛凡将熊汉山、云溪月、苏清露和林小棠都叫了过来。经过一下午的旁敲侧击与暗中探查，他对北境的情况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有趣。事情就是这样，洛凡靠在椅子上把玩着一枚玉佩。魔道修士与魔物勾结，攻打北境防线，但在前不久的一次大战中，魔物突然失控，连魔道修士也一起攻击，导致双方损失惨重，现在正处于一个诡异的对峙期。熊汉山摸着大光头，瓮声瓮气地问：俺寻思着这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没那么简单。一直沉默的苏清露开口了，他那双清澈的眸子闪着智慧的光芒。这说明控制魔物的很可能不是魔道修士，而是第三方势力。不错，洛凡赞许地看了他一眼。正道和魔道斗了上千年，都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道棋盘上早就来了新的玩家。那我们怎么办？林小棠小声问道，大眼睛里满是担忧。洛凡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你们所有人都待在营地里，哪也不许去，更不许参与任何战斗。什么？熊汉山第一个跳了起来。老大，这怎么行？俺是来打架的，不是来当缩头乌龟的。云溪月也皱起了眉。洛凡，你一个人太危险了。主人，秦梦瑶更是直接贴了上来，柔软的娇躯缠着他的胳膊。让瑶儿陪你去吧，我不会拖后腿的。洛凡没有理会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营帐内的吵闹声渐渐平息，所有人都被他那平静却带着无形压力的目光镇住了。我的话只说一遍。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这是命令，谁敢违抗，后果自负。他伸出手捏了捏秦梦瑶的脸蛋，嘴角勾起一抹邪异的笑容。尤其是你，要是不听话，回来我就把你绑起来，让你3天3夜下不了床。秦梦瑶浑身一颤，脸颊绯红，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交代完毕，洛凡不再理会众人，独自掀开帐帘走了出去。夜色如墨，远方的地平线上隐约有暗红色的光芒闪烁，那是魔气与煞气汇聚的景象。空气中弥漫着硫磺与鲜血的腥甜。夜色深沉，营帐内只留一盏昏黄的临时灯，光晕将墙上的人影拉得细长而扭曲。秦梦瑶瘫在兽皮软榻上，如同一只被玩坏了的猫。她身上那件本就单薄的丝绸衣衫已经皱成一团，几处被撕开的口子下，雪白的肌肤若隐若现，泛着一层暧昧的薄红。丰满的胸脯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仿佛下一秒就要撑破那最后几片布料的束缚。洛凡斜靠在床头，指尖夹着一缕他汗湿的秀发，
慢条斯理地绕着圈。主人，你坏！秦梦瑶的声音又软又糯，带着哭过后的沙哑，媚眼半睁半闭，水光潋滟，看向洛凡的眼神里满是又怕又爱的痴迷。洛凡低笑一声，俯下身，滚烫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上。哦，刚刚不是还求着我说要把那些臭男人没见过的花样都只给我一个人看吗？秦梦瑶娇躯一颤，脸颊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她扭动着不盈一握的腰肢，试图躲开那撩人的气息，却被洛凡一只大手牢牢按住。奴儿不敢了，主人饶了奴儿吧，现在知道求饶了。洛凡的手掌顺着她平坦的小腹缓缓下滑，在她耳边低语：刚刚是谁说要用嘴喂我喝酒，直到我说停为止？是奴儿不知天高地厚。秦梦瑶的声音细若文瑞，身体却诚实地向他贴近了几分。主人，今晚还要出去吗？洛凡收回手，坐直了身子。有个地方得去看看。秦梦瑶眼中闪过一丝失落，但还是乖巧地撑起酸软的身子，从后面抱住洛凡的腰，将脸颊贴在他的后背上。那主人早去早回，奴儿给你暖好被窝。洛凡拍了拍他环在腰间的手，站起身。给我老实待在营地里，别惹事。要是我回来发现你不听话。他回头，目光在秦梦瑶那挺翘的臀部上扫过。你知道后果，奴儿遵命。秦梦瑶立刻坐直了身体，摆出一副最乖巧的模样，只是那双桃花眸里却满是期待，打发了这只粘人的妖精。洛凡换上一身方便行动的夜行衣，掀开帐帘，一股夹杂着硫磺与血腥味的冷风扑面而来，让他精神一振。远方的地平线上，暗红色的魔气与煞气交织，如同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郑道盟的死活与他何干？但这突然冒出来的逆魔盟，行事风格透着一股让他熟悉的味道，却又截然不同。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很不爽。身形一晃，洛凡便如鬼魅般融入了夜色之中。半个时辰后，黑风岭，洛凡潜伏在一处陡峭的山崖之上，身下是万丈深渊，山风呼啸，吹得他衣袂猎猎作响。他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山坳深处，那里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黑色建筑，风格诡异，完全不似此界之物。建筑之外，一层肉眼难以察觉的魔气结界如水波般流转，将整座建筑与外界隔绝开来。若非他身为魔族，对魔气的感应远超常人，恐怕也会被这精妙的阵法骗过。有点意思。洛凡舔了舔嘴唇，他眯起眼睛仔细观察。建筑的瞭望塔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站着一个黑袍人，气息阴冷，显然是警戒的哨兵。而在建筑内部，无数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劳工如同蚂蚁一般排着长队，推着独轮车将一车车的东西运往建筑深处。由于距离太远，又有法阵的灵力波动干扰，他看不清车上装的究竟是什么。洛凡没有急于行动，而是耐心地观察着，将那些黑袍人的换岗规律、巡逻路线以及监控的每一个死角都牢牢记在心里。一炷香后，他心中已有了计较。3分钟的换岗间隙足够了。他从储物戒中摸出一枚3寸长的漆黑尖锥，锥身上布满了玄奥的符文，正是此前正道盟奖励给他的破魔锥。此物专为破除魔功、震慑魔修神魂而炼制，对魔气凝聚的阵法应当也有效果。用正道的东西去探魔道的底，真是讽刺。洛凡嘴上轻笑，动作却没有丝毫迟疑。他瞅准一个阵法节点，将破魔锥的尖端抵了上去，体内灵力微微一吐，吃，没有剧烈的声响，那坚韧无比的魔气结界竟如同被热刀切开的牛油，无声无息地融化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周围的魔气立刻汹涌而来，试图修复缺口。果然可以。洛凡身形一闪，在小洞愈合前的瞬间钻了进去。刚一落地，他便收敛全身气息，将魔祖心法运转到极致，整个人仿佛与周围的魔气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他贴着阴影，几个闪身便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角落里，一个黑袍人正对着墙角，身体微微抖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洛凡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后，手刀如电，在那人反应过来之前，精准地切在他的后颈上。那人闷哼一声，便软软地倒了下去。洛凡手脚麻利地扒下他的黑袍和面罩，套在自己身上，又将尸体拖入更深的阴影中，随手将尸身毁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声响。片刻之后，一个身形、气息都与之前毫无二致的黑袍守卫从角落里走了出来。直接乱闯太过扎眼，洛凡想了想，决定反其道而行。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那群劳工的队伍旁，学着其他守卫的样子，装模作样地挥了挥手：“快点！都他娘的磨蹭什么？想挨鞭子是不是？”他的声音沙哑而狠厉，完美地融入了这压抑而暴虐的氛围中。劳工们被他一吼，吓得身体一抖，推着车的速度又快了几分。洛凡满意的点点头，背着手
慢悠悠地顺着队伍朝前方走去。越往前走，空气中的血腥味就越发浓郁。直到这时，他才终于看清了那些独轮车上装载的东西。那赫然是一具具残缺不全的魔物尸体，紧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一车又一车的魔物尸体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建筑深处，其中还夹杂着一些装满了灵草、矿石的车辆。他们收集这么多魔物尸体干什么？炼制傀儡？还是……正当洛凡陷入沉思之际，一个略带探寻的声音冷不丁地从他身侧响起：“这位兄弟，你是新来的吧？”一个略带探寻的声音冷不丁地从他身侧响起：“这位兄弟，你是新来的吧？”那声音沙哑，像是喉咙里卡着一口浓痰，在这呼啸的山风中清晰地钻进洛凡耳中。洛凡身体微不可察的一僵，心脏漏跳了半拍，不过脸上依旧是那副百无聊赖的模样。他慢悠悠地转过头，一个同样身着黑袍、戴着面罩的身影正歪着头打量着他。那人比洛凡高出半个头，身形壮硕，即便裹在宽大的袍子里，也能看出旗下虬结的肌肉轮廓。他手里提着一条黑色的长鞭，鞭梢在地上拖着，发出沙沙的轻响。“你站的是我的位置。”那人瓮声瓮气地说道。洛凡立刻往旁边挪了2步，脸上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声音也变得谦卑起来：“哦，兄弟，对不住，对不住。刚才那集出去小解了一下，回来时有点转向，找不到原来的位置，看这里有个空位就补上了，还请兄弟见谅。”“哼！”那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算是接受了道歉。“无妨，都是为大人办事的，下次机灵点便是。”他说着，手腕一抖，长鞭在空中甩出一个清脆的响头，啪！鞭梢精准地抽在旁边一个推车劳工的后背上，那劳工惨叫一声，背上瞬间皮开肉绽，推车的速度却不敢慢下分毫。壮硕黑袍人这才满意地收回鞭子，对洛凡说道：“兄弟，对付这些贱骨头，光动嘴皮子可不行，不下死手，他们是不会卖力的。”“是，兄弟所言极是，受教了。”洛凡连连点头，心里却在快速盘算。他现在对这里一无所知，多说多错，不如顺着对方的话，尝试套取些信息。见这人对自己似乎没有太多戒心，洛凡又凑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问道：“兄弟高姓大名？看你这身手，在这里待的时间不短了吧？”“免贵姓王，他们都叫我王三。”那人对洛凡的恭维颇为受用，语气也缓和了些：“我嘛，也才来了3个月，算是最早跟着大人干的那一批了。”王三上下打量了洛凡一眼，面罩下的眼神带着几分审视：“我看你小子对这里的事情一窍不通，是走后门进来的吧？”“嘿嘿，王兄慧眼如炬，算是吧。”洛凡含糊地应道。这个回答似乎正中王三下怀，他拍了拍洛凡的肩膀，力道不小：“你小子运气倒是不错，能混到大人手下做事，好好干，等这次任务完成，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王兄，我们这是要把这些运到哪里去啊？”洛凡指了指那些装着魔物尸体的独轮车。“总店。”王三随口答道。“不过我们这种级别的可没资格进去，咱们只负责押运，等会儿把货交给执事大人，清点无误后就可以回去领赏了。”“哦。”洛凡心中了然，看来自己这个身份果然只是个押送货物的底层打手，能接触到的信息极其有限。他眼珠一转，又装作好奇地问道：“王兄，小的就是想不明白，咱们大人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魔物的尸体啊？这玩意儿又腥又臭的，大人的用意也是我们能揣测的。”王三的语气瞬间变得严肃起来：“这种事情，别说我们，就是执事大人都未必清楚，能有资格知道的，至少也得是护法级别的大人物。”他顿了顿，话锋一转，声音里透着一股莫名的狂热：“我们只要知道，大人所图甚大，我们跟着大人，将来必定能一步登天。他是无所不能的。”“是，大人神通广大，我等能追随一时3生有幸。”洛凡嘴上附和着，心中却冷笑：装神弄鬼，他见得多了。队伍在压抑的气氛中缓缓前行，周围只有劳工们沉重的喘息和独轮车吱嘎作响的声音。王三似乎是个话痨，又或许是觉得洛凡这个关系户很安全，一路上嘴巴都没停过。而洛凡则乐得清闲，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将所有信息碎片在脑中拼凑。就这样，二人倒是说了不少，再加上洛凡本就是魔域出身，除去“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进来的时候带你的执事就没跟你交代规矩吗？”他侧过头，面罩下的双眼死死盯着洛凡。“要不是这里守卫森严，3步一岗5步一哨，我真要怀疑你是哪个不开眼的势力派进来送死的奸细。”洛凡心头一凛，正准备编个理由搪塞过去，却见王三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望向了前方。那股杀意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恭敬。洛凡顺着他的目光抬头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那座诡异的黑色宫殿已近在咫尺。宫殿门口的广场上，一个同样身穿黑袍的男子正静静地站在那里，目光如电，
扫视着过来的队伍。王三赶忙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那人远远的躬身行了一礼。执事大人。他转头对洛凡低声说道：“那是张执事，负责接收货物，你小子机灵点，别乱说话。”说完，他快步走到队伍最前面，从怀里掏出一块黑色的铁牌，双手呈给那张执事。张执事接过铁牌，用一个奇怪的法器扫了一下，确认无误后点点头。王三则恭敬地退到一旁。广场的角落里已经有10几个和他一样穿着的黑袍的押运站在那里，显然是完成了押运任务，正在等待指令。张执事那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整支队伍，最后停留在了洛凡的身上。前面的，出示你的令牌。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锥子，直直刺入洛凡的耳中。我。洛凡心里咯噔一下，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张执事眉头一皱，语气变得不耐烦起来。这里还有别人吗？别看了，就是说你。磨磨唧唧的，快点拿出来。洛凡心中暗道一声糟糕，他哪里有什么令牌？刚才只顾着毁尸灭迹，竟忘了搜刮一下那个倒霉蛋的随身物品。他将双手伸进宽大的袖袍里，装模作样的摸索着，额头上甚至故意渗出几滴冷汗，一副焦急慌乱的样子。快点！张执事的声音又冷了几分。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洛凡身上。那些已经交完差的守卫，包括王三在内，都带着看好戏的神情望过来。洛凡在袍子里摸了半天，最终只能抬起头，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张执事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他一步步向洛凡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跳上。你该不会没有吧？张执事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他一步步向洛凡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跳上。广场上的空气凝固得如同铁块。你该不会没有吧？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审判般的冰冷。周围的目光像无数根针，齐刷刷地扎在洛凡身上。那些已经交完差的守卫，特别是刚才还和洛凡称兄道弟的王三，此刻都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模样。这小子死定了，连张执事都敢糊弄，没令牌也敢往里混，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洛凡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怕了眼前这几个宁干净的杂鱼，怕的是一旦身份暴露，动起手来惊动了内殿深处的存在，想再进来就难如登天。更别说这里离内殿太近，一旦被缠住，今天说不定真要交代在这。他脑中念头飞转，脸上却依旧是那副慌乱又无辜的表情。有的，令牌有的。洛凡将双手在宽大的袖袍里胡乱摸索，急得额头都见了汗。许是刚才那集在林子里小姐的时候太过匆忙，不小心掉在奶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退了一步，做出要转身回去寻找的架势。我这就回去找，马上就回来，眼看就要脚底抹油。站住！张执事冷哼一声，眼里的耐性已经消耗殆尽。这种鬼话，你以为我会信？他懒得再废话，直接对着身侧的2个守卫一挥手，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去，先把他给我抓起来，押进地牢，给我好好核实一下他的身份。是。2个守卫应声而出，一左一右，蒲扇般的大手带着劲风就朝着洛凡的肩膀抓来，完全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不知死活的东西，等会儿进了地牢，我看你还嘴硬不嘴硬。就在那2只手即将扣住自己肩膀的瞬间，洛凡脑中灵光一闪，叶苍，那枚从叶苍储物界里搜刮出来的令牌。他记得那枚令牌的材质与王三那块朴素的铁牌截然不同，要么这里不是逆魔盟，要么这令牌也有等级之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盟内势力并不统一。没时间多想了，这是唯一的赌注。等一下！洛凡猛地一喝，他手在袖袍里一翻，一枚通体漆黑、非金非玉、雕刻着诡异魔纹的令牌已经出现在他手中。我有令牌。那2个守卫的动作一顿，疑惑地看向张执事。张执事皱起了眉，不耐烦地走了过来，一把夺过令牌。有令牌不早点拿出来，故弄玄虚。不过令牌刚到手，张执事的动作在这一刻僵住了。他脸上的不耐与轻蔑如同被冻结的潮水迅速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一样的煞白。他握着令牌的手开始剧烈的颤抖，像是那块小小的令牌有1000斤之重。执事大人。旁边的守卫小声地问了一句。扑通一声闷响，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张执事双膝一软，竟直挺挺地跪在了洛凡面前。他的额头死死地贴在冰冷的地面上，整个身体都在筛糠般的发抖，声音里充满了极致的恐惧与战栗。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护法大人，求护法大人恕罪，求护法大人恕罪。护法大人这4个字如同9天惊雷，在广场上每个人的脑子里炸开。王三僵住了，面罩下的眼珠子瞪得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他张大了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哗啦！下一秒，以王三为首，广场上所有站着的黑袍守卫全都反应了过来，争先恐后的跪倒在地，一片盔甲碰撞的脆响。我等见过护法大人！整齐划一的吼声带着无尽的敬畏与惶恐回荡在山坳之中。这戏剧性的反转让洛凡自己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叶苍那家伙在逆魔盟里的地位居然这么高，这护法地位恐怕也不小。他清了清嗓子，收起脸上的慌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冒犯后的淡漠与威严。他慢悠悠地从张执事手中将那枚令牌抽了回来，在指尖把玩着。既然被你们看出来了，那我就不装了。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跪在地上的张执事和一众守卫身体抖得更厉害了。果然，这位护法大人是在微服私访，考验他们。洛凡踱着步子走到张执事面前，用脚尖轻轻踢了踢他的肩膀。本护法只是想借此机会暗中探查一下你们的工作状态，你们表现得都不错。洛凡拖长了音调，目光扫过跪了一地的人，尤其是你。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王三的身上。王三浑身一激灵，头埋得更低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被他当成关系户小白脸的家伙，居然是高高在上的护法大人。都起来吧！洛凡懒洋洋地挥了挥手，谢护法大人。众人如蒙大赦，战战兢兢地站起身，却没一个敢抬头看他。洛凡又看向张执事，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你们今日的表现，我都会如实向上面汇报，到时候兄弟们的赏赐和待遇自然少不了。多谢护法大人提携。张执事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腰弯成了90度，脸上的恭敬无以复加。他现在总算想明白了，护法大人这是在敲打他们，同时也是给他们机会。护法大人，张执事连忙上前一步，姿态放得极低，小心翼翼地引路。您是来参加店主的晚宴的吧？还请里边请，已经有好几位大人都到了。宴会。洛凡微微点头，都到这一步了，现在要是说我就是路过然后转身就走，那才是最大的可疑。带路吧。是，大人这边请。张执事立刻在前面引路，态度比对自己亲爹还要恭敬。洛凡背着手慢悠悠地跟在后面，沿着一条黑石铺就的路径，洛凡很快就来到了那座诡异宫殿的前方。就在他即将踏入大殿范围时，他眼角的余光注意到那些推着魔物尸体的独轮车队在另一个岔路口拐了个弯，沿着一条更加幽暗狭窄的小路，消失在了不远处一座不起眼的阁楼之后。夜色愈发深沉，那边没有任何光亮，只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更加浓郁的血腥味和腐臭顺着山峰飘了过来。洛凡的脚步微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相比于灯火通明传来隐约乐声的主殿，那个吞噬了所有光线与声音的黑暗阁楼反而更让他感兴趣。这地方很古怪，那吞噬了所有光线与声音的黑暗阁楼仿佛一头蛰伏的巨兽，无声地张开着深渊般的巨口。相比于远处灯火通明传来隐约乐声的主殿，这个不起眼的角落反而让洛凡生出了几分兴趣。魔气冲天，却又被一种更高明的手段完美地收束着，不泄露分毫。这就像一个活物将自己的心脏小心翼翼地葬在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正当洛凡准备动身前去一探究竟时，一个温和的声音却突然从他身后响起：这位兄弟也是来参加宴会的。洛凡脚步一顿，没有回头，不过兄弟这打扮倒是有些特殊。声音的主人已经走到了他身侧，来人是一个身形稍显肥胖的青年男子，一身华贵的白衣，长得白白净净，脸上挂着一团和气的笑容。他手里摇着一把折扇，扇面上是一幅雅致的山水图。若非他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魔气，洛凡几乎要以为这家伙也是哪个正道门派混进来的奸细。这家伙出现的真不是时候。洛凡心里嘀咕一句，不动声色地将身上那件碍事的黑袍脱下，随手丢在一旁，只留下面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叶苍那家伙潜伏正道多年，想来在这逆魔盟内应该没几个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在下李良，黑岩宗少主。那胖子拱了拱手，笑容可掬。今夜封殿店主设宴，在下正欲前往，不知兄弟可否赏脸同行？洛凡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从鼻子里挤出一个字：叶苍。原来是叶兄。李良也不在意他的冷淡，自顾自地摇着折扇，凑近了些，压低声音问道：叶兄也是为了那选婚而来？选婚？洛凡终于有了反应，侧头看了他一眼。李良见他这副模样，脸上的笑容更盛，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看来叶兄也是被家族派来充数的，连这等大事都不知道。他打开折扇，遮住半张脸，声音压得更低了：那你可知道今夜这宴会的主人是何等人物？洛凡懒得跟他猜谜，干脆沉默不语。是咱们逆魔盟4殿之主里的封殿殿主柳月大人。李良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敬畏与向往。
而这场宴会正是为了他的独生爱女柳青青小姐挑选夫婿。柳青青这个名字钻入耳中，洛凡的身体微不可察地僵了一下，他心中一动，表面上却依旧不动声色，只是用那沙哑的嗓音多问了一句：可是月红宗的宗主柳青青？洛凡不认识什么柳月店主，但这叫柳青青的他倒是有几分印象，只是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记忆的洪流瞬间冲破了数百年的堤坝，那是他洛九幽统一魔道气吞山河的年代，甚至比遇见苏九叶还要早上许多。魔阳宗盘踞北地，嚣张跋扈，屡次挑衅他的威严。那一日正是魔阳宗少宗主大婚，宗门之内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洛凡只带着数十亲随，如天神下凡，踏碎了魔阳宗的山门，血染红了喜宴的酒，哀嚎取代了喧闹的丝竹。当他一脚踹开那间贴满喜字的婚房大门时，浓郁的血腥气也随之涌入。他看见了他，房间的角落里，一个穿着火红嫁衣的小姑娘正抱着膝盖瑟瑟发抖。一个约莫11、12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与她娇小身形完全不符的火红嫁衣，梳着2条长长的麻花辫，一双小脚被绣鞋包裹得小巧有致。她死死地抱着膝盖，将小脸埋在臂弯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听到门口的动静。她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张沾着泪痕和灰尘的小脸，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盛满了恐惧。你是来惩罚我的吗？小姑娘怯生生地开口，声音又软又糯，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掉。那声音像是一捧清泉，瞬间浇熄了洛凡心中大半的杀意。他怎么舍得对这么可爱的小东西下手？洛凡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你就是新娘子？不是。小姑娘被他看得又往角落里缩了缩，拼命摇头。我是被宗门送来接受惩罚的。你知道月红宗吗？我的家就在那里。他小声说着，似乎怕声音大了会惊扰到眼前这个煞神。洛凡没有回答。见洛凡一步步走近，他本就娇小的身躯又向后退去，害怕到了极点。那你就是来救我的吧？他试探性地说道，模样有些楚楚可怜。娘亲说了，只要我听话，就叫人接我回家。那你的宗门为什么要将你送到这里来？洛凡试探性地问道。娘亲说我是赔钱货，给宗门带来了灾难。小姑娘的眼泪又涌了上来，声音里带着委屈。要让我来这里接受惩罚？赔钱货？洛凡被这个词逗笑了。那你受到惩罚了吗？没有。那你觉得自己是赔钱货吗？小女孩低下头，揪着自己的衣角，小声嘟囔。应该是吧，我总是给宗门带来麻烦。洛凡只觉得这小东西可爱的紧，都被人卖了，还傻乎乎的帮着数钱。他蹲下身与他平视，故意板起脸。那你跟我走吧，赔钱货。我就是来惩罚你的。小姑娘的身体猛地一颤，小脸煞白，眼看又要哭出来。洛凡伸出手放缓了声音。那你愿意跟我走吗？小姑娘看着他伸出的手，又抬头看看他的脸，犹豫了许久，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小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掌心。温热的触感传来，他的手又小又软，还带着一丝颤抖。哦，为什么答应跟我走？洛凡挑了挑眉。你不怕我惩罚你吗？有点怕。小姑娘吸了吸鼻子，声音还是糯糯的。不过哥哥你看起来很善良，一定不会惩罚得太严重的。善良？洛凡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站起身，将这个轻得像猫一样的小东西从地上拉了起来。我可没你说的那么善良。他低头看着他那双清澈的不见一丝杂质的眼睛，轻声说道。进这屋子的前一刻，我还在想着怎么把里面的人撕成碎片。小姑娘的身体猛地一颤，小脸煞白，眼看又要哭出来。你还愿意跟我走？他问。他咬着唇，摇了摇头，小手反而将他的大手握得更紧了些。于是在那血染的喜堂之上，魔焰滔天的魔阳宗之内，一只沾满了鲜血与罪孽的大手牵着一只纤尘不染的小手走出了那座人间炼狱。他带着他看了3天的风景。第一天夜幕降临，他随手一挥，被他屠戮的数十个魔宗上空，冲天的怨气与魔能被强行引爆，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开万千瑰丽的流光，比世间任何一场烟火都要绚烂夺目。小姑娘仰着小脸，那双水汪汪的眼眸里倒映着破碎的星河，暂时忘却了脚下曾是尸山血海。第二天，他带她登上了北京最高的雪山，看了此界最壮丽的日出。当第一缕金光撕开云海，将皑皑白雪染成暖金色时，他靠在他的身边，小小的身子不再发抖，脸上露出了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安心的笑容。第3天，夕阳西下，晚霞如火，烧遍了西方的天空。他将她送到了月红宗的山门之外。大哥哥不一起回宗吗？小姑娘抬起头，怯生生地问道，小手里还攥着他给买的糖葫芦。
洛凡不语，只是微笑看着他。山门就在眼前，他却迟迟不肯迈步。那我再陪哥哥一会儿吧。柳青青乖巧地说道，又往他身边凑了凑。不知为何，他觉得这个只相处了3天的恶人哥哥，比宗门里那些道貌岸然的长辈要亲近100倍。洛凡抚了抚他的头，柔顺的发丝从指尖划过。对哥哥的惩罚还算满意吗？女孩闻言低下头，小巧的鼻尖微微皱起，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夕阳的余晖将她长长的睫毛染成了金色，在眼睑下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许久之后，她才抬起头，怯怯地说道：“不满意。”哦，哥哥惩罚的太少了，还想让哥哥惩罚。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最后，脸颊已经红透了。洛凡只觉得好笑，抬手刮了刮她小巧的鼻子。以后不要再说自己是赔钱货了。哥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他用力的点点头，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保证。他抬起眼，眸中满是不舍与期盼。那哥哥不要走行不行？我还想知道哥哥的名字。洛凡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通体温润的玉佩，玉质极佳，在晚霞中流转着淡淡的辉光。他将这块安魂玉佩轻轻放入女孩的手中，玉佩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温暖了她微凉的掌心。这玉佩虽无杀伐之能，却有安魂定神之效，可抵御邪祟侵扰，更能预防心魔滋生。这是他对这个萍水相逢的小东西最后的期许。洛凡还是转身离开了，他的背影在夕阳下拉得极长，决然而又孤寂。在他身后是北域数十个魔宗化为焦土的废墟，唯独留下这小小的月红宗，在暮色中一片安宁。叶兄，叶兄，你没事吧？一只肥厚的手掌在眼前晃了晃，将洛凡从久远的记忆中拉回了现实。那名叫李良的魔道胖子正一脸关切地看着他，扇子也不摇了，没事。洛凡的声音有些沙哑，思绪被打断，那股萦绕在心头的说不清是怀念还是怅然的情绪也随之消散。李良见他回过神来，立刻又恢复了那副自来熟的模样，将扇子唰地一下打开，挡在嘴前，神神秘秘地说道：“叶兄，你刚才说月红宗倒也不算错，不过嘛，如今的月红宗已经不存在了。”洛凡眼皮微抬，示意他继续说：“现在他已经成了咱们逆魔盟4大殿之一的封殿，而月红宗的原宗主，也就是柳青青小姐的母亲，正是如今威名赫赫的封殿殿主柳月大人。”李良的语气中充满了敬畏。他走到洛凡身前，用扇子指了指前方灯火通明的巨大宫殿。“我本以为叶兄你对这些风花雪月之事并不关注，没想到还是有些了解的嘛。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比起那些只知道享乐的废物强多了。”洛凡没有吱声。果然，时间才是世间最毒的药，足以改变一切。多少爱恨情仇都在他的碾磨下变了味道。曾经那个抱着膝盖瑟瑟发抖的小姑娘，如今竟也成了这漩涡中心的人物。不过洛凡早已见怪不怪，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即便他重生归来，避开了无数弯路，却依旧要面对这命运的无常。叶兄，你是有所不知啊。李良见洛凡沉默，还以为他被这消息镇住了，立刻又凑了上来，脸上带着一丝男人都懂得猥琐笑容。那柳青青小姐如今可是长得亭亭玉立，在咱们整个盟内，那姿色都是排得进前3的大美人儿。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仿佛那婀娜的身姿就在眼前。啧，我曾有幸随家父入盟议事，远远见过他一面。李良说的口干舌燥，咽了口唾沫，脸上满是向往与遗憾。哎，可惜啊，他那个人太冷了，看人一眼都跟淬了冰似的。不过终究是一面之缘，没能给美人留下什么印象，可惜啊。这胖子摇头晃脑，完全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痴情书生模样，也全然不在意身后的洛凡是否回应过他。不过兄弟你也别难过。他忽然拍了拍洛凡的肩膀，我看兄弟你身形挺拔，气质不凡，一定也是个美男子，万一今夜得了柳小姐的青睐，那可就一步登天了。我戴着面罩，你怎么知道我相貌出众？洛凡终于开了口。靠，当然是猜的，总不能说你长得很丑打击你积极性吧。李良理直气壮地说道。洛凡懒得理会他的胡扯，婚宴什么的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有1晚上的时间，当务之急是打探到更多的情报，以及如何安全离开。李兄，洛凡岔开了话题，可知这次参加宴会的都是些什么人？那还能有谁？当然是咱们盟里有身份有地位的青年才俊，官二代呗。没背景，人家封殿殿主能看上你？李良撇撇嘴，我是说都有哪些势力参加了？这个啊。李良想了想，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魔眼宗、青灵宗、浴火宗这些大宗门的少主都来了。当然，最主要的竞争者还是咱们逆魔盟其他3殿的殿主之子。
炎殿、雷殿还有血殿的少主，那可都是这次选婚的大热门。洛凡一边将这些势力记在心里，一边观察着四周的状况。离那座魔气森然的宫殿越来越近了。他忽然又问了一个问题：如今魔帝苏九叶统领魔族，掌握大事，这些不都是他的附属宗门吗？为何还敢在此地另立山头，公然集会？难道就不怕被他发现一锅端了？嘘，小声点。李良被他这大胆的言论吓了一跳，慌忙将他拉到一旁，压低了声音：叶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苏九叶虽说是魔帝，但他的修为是靠着不知名的秘法强行提升上去的，根基不稳，对整个魔道的掌控力远不如从前。如今这几年咱们逆魔盟发展迅速，此消彼长，大家当然要学会审时度势啊。李良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与向往，他长叹一口气：哎，要是当年的老魔帝还在就好了，以他的雄才伟略，想必如今的魔道会是另一番情形吧。洛凡脚步未停，嘴角却扬起一抹无人察觉的讥诮：是啊，要是他还坐镇魔宫，苏九叶此刻怕是还是一个乖巧的奴，哪有机会爬上那只高的宝座？而这个所谓的逆魔盟更是连出现的资格都没有。叶兄，想什么呢？快走吧，宴会要开始了。李良见洛凡驻足，连忙催促，生怕错过了好戏。两人一前一后，终于踏入了那座灯火通明的魔殿。殿内果然气派非凡，巨大的空间被巧妙地分为5层，由两侧盘旋而上的阶梯相连，如同2条蜿蜒的巨龙。穹顶之上，巨大的烛火吊灯散发着明亮而温暖的光芒，与墙壁上镶嵌的无数萤石交相辉映，将整座宫殿照得亮如白昼。墙壁上绘制着繁复精美的壁画，内容多是些魔神征战、百鬼夜行的场景，笔触狂放，色彩浓烈，充满了张扬的生命力与血腥的美感。此刻殿内早已聚集了不少人，一个个衣着华贵、气度不凡的青年才俊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高谈阔论，或低声密语，目光不时地瞟向2楼的方向，显然对今夜的宴会主角充满了期待。李良一进殿，就像鱼儿回到了水里，眼睛滴溜溜一转，很快就找到了相熟的圈子，跟洛凡打了个招呼，便一头扎了进去，留下洛凡一人。洛凡对此毫不在意，他本就不喜这种虚与委蛇的场合，李良的离开正合他意。他知道从这胖子嘴里也问不出更深层次的情报了。他寻了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目光在殿内缓缓扫过，将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的面孔与李良之前提到的势力一一对应。魔眼宗的少主眼眶深陷，目光阴冷，如同伺机而动的毒蛇。浴火宗的少主一身火红长袍，性子似乎也如烈火般急躁，正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而那3大殿的少主更是被众人簇拥在中心，气焰嚣张，这些人他早晚会清扫一番。洛凡收回目光，端起侍者托盘中的一杯血色酒浆，轻轻摇晃，酒液在杯中旋转，映出他面罩下那双幽深淡漠的眼眸。与此同时，魔殿深处一间雅致的闺房内，与殿外的喧嚣热闹截然不同，这里静得能听见绣花针落地的声音。柳青青一袭素白长裙，长发如瀑般披散在肩头，独自坐在床沿。她身形纤瘦，仿佛风一吹就会倒下，那张清丽绝伦的脸上没有半分血色，一双曾如秋水般动人的眼眸此刻却空洞无神，宛如2口枯井。吱呀，房门被推开，一个风韵犹存的华贵妇人走了进来。她约莫30余岁的模样，岁月似乎格外偏爱她，未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一身剪裁合体的暗红色紧身长裙，将她成熟火辣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那丰满的胸脯随着她的步伐微微颤动，每一步都摇曳出惊心动魄的弧线，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权势与欲望交织的成熟魅力。来人正是这封殿之主柳月。青儿还在跟娘生闷气。柳月走到床边，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几分强势：你这样不吃不喝已经3天了，等会儿还怎么出去见人？怎么给你挑个好夫君？柳青青依旧望着虚空，连眼珠都未曾动一下，仿佛没听见他的话。柳月叹了口气，在他身边坐下，伸出保养得意的手，想要抚摸女儿的脸颊。不用你管。柳青青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干涩，她微微偏头，避开了柳月的手。你要是真当我是你女儿，就不会做出这种事。我做什么了？柳月的手僵在半空，脸色沉了下来。青儿，你该知道，这是你的使命。你这么多年来蛮横人性，娘都可以由着你，但从今天起不行了。他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我们月红宗，不是现在的封殿，隐忍了这么多年，受了多少欺凌和白眼，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崛起的希望，你让我怎么放弃？柳月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狂热，他那双保养极好的手不容拒绝地搭在了柳青青单薄的肩上，衣衫下的锁骨清晰可见，硌得他掌心生疼。我的好女儿，今天你就听娘的话。柳月的语气又放缓了些，带着循循善诱的温柔。娘为你挑选的，
哪一个不是家世显赫、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炎殿的少主，雷殿的继承人，杨氏不会害你的。呵，柳青青发出一声极轻的冷笑，终于转过头，那双死寂的眸子直视着柳月。这么多年了，娘，你还是一点都没变。你忘了，当年岳洪宗遭受魔阳宗欺压时，是谁被你亲手打包送去和亲的？你忘了？岳洪宗又是怎样在那场浩劫中安然无恙，又是怎样苟延残喘到今天的？这些，你心里应该最清楚不过了。柳青青的话语如同一根根冰冷的针，刺向柳月。他猛地抬手，用力撑开柳月按在他肩上的手。我的性格，你最清楚，还请你不要逼我。柳青青，柳月的耐心终于耗尽，他猛地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女儿，脸上再无半分温柔。你还执迷不悟？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为了一个死人，一个死了的魔头，你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到什么时候？不要忘记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这么大的。是我柳月，你就这样回报我吗？柳月的胸口剧烈起伏着，眼中燃起熊熊怒火。疯子！柳青青喃喃自语，眼中终于有了一丝情绪，那是混杂着悲哀与绝望的怜悯。你就是个不择手段的疯子，当年你为了权势害死了父亲，今天又想拿我去换取你的前程。他缓缓站起身，直视着暴怒的母亲，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我早就不是你的女儿了。呜！柳青青的泪水终于决堤，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无声无息。好，柳月怒极反笑，他连说3个好字，眼中的温情彻底被冰冷的决绝取代。好一个早就不是我的女儿了，算我柳月养了个白眼狼。他猛地转身，对着门外厉声喝道：来人，把小姐拖下去，给她好好打扮一番，就算是用绑的，今晚也得给我绑到宴会上去。说罢，他再不看柳青青一眼，踩着重重的步子摔门而出。魔殿之内原本有些嘈杂的气氛，因为2楼观景台上一个身影的出现，瞬间变得安静下来。柳月一袭红裙款款走来，环视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高在上的雍容华贵的笑容。那就是疯殿殿主柳月大人。果然风韵犹存，比传说中还要动人几分。一个青年才均忍不住低声赞叹，目光紧紧粘在柳月那 S 型的曲线上。动人！你小子是想死吧？旁边的人连忙捅了他一下。柳月殿主可是河道境巅峰的修为，只差一步便能迈入渡劫期。而且听说这次盟内有意提拔他为副盟主，正是前途无量的时候。啧，这谁要是能娶了他的女儿，那可真是一步登天了。你想什么美事呢？你以为店主的女儿是这么好娶的？恐怕早就被3大殿的少主内定好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来凑个热闹，捧个场的罢了。议论声此起彼伏，或敬畏，或贪婪，或嫉妒。洛凡依旧站在角落，冷眼旁观。他的目光落在柳月身上，如同在审视一件物品。这个女人确实有几分姿色和手段，难怪能从一个小小的月红宗主爬到今天的位置。只是他看柳青青的眼神，不像在看女儿，更像在看一件可以待价而沽的货物。整个宫殿都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气氛变得凝重而又微妙。柳月走到台前，抬起手，虚虚一按，殿内瞬间鸦雀无声。好了，他红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欢迎各位青年才俊今夜赏光，前来我封殿参加宴会。想必大家也知道此次宴会的目的。他故意一顿，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些屏息凝神的面孔，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我知道今日在座的各位都是盟内各宗各族的青年才俊，身后背景不凡。柳月站在2楼，声音带着一股洞悉人心的穿透力，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而又充满野心的面孔。他顿了顿，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而后红唇轻启，声音放缓了几分，如同情人间的耳语，却又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所以为了公平起见，等会儿我会让小女青青出来与大家见个面，交流一番。至于能否获得她的青睐，就看各位的本事了。此言一出，台下顿时一阵骚动，不少人眼中都迸发出炙热的光芒。当然，柳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抹莫测的笑容。如果在座的各位都未能让小女动心，那么这最后的夫婿人选便会通过比试来决出。大家觉得这个法子如何？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给了众人一个公平竞争的希望，又将最终的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毕竟比试的内容和规则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台下瞬间响起一片附和之声。柳店主深明大义，我等自然信得过，还请快些请柳小姐出场，我等也好一展诚意。一个身着锦衣的青年拱手高声说道，他正是浴火宗的少主，此刻一脸急不可耐。另一边，一个气质阴柔、
身着华贵黑袍的男子也上前一步，他的声音如同进了蜜的毒药，带着几分谄媚。家父临行前曾再三告诫，见了风殿主定要带他问好。若是我能有幸娶到柳小姐，那不仅是我的福分，更是我雷电与风电永结同好的象征。哦，原来是雷电的世子。柳月一听，脸上的笑意顿时真切了几分，那成熟妩媚的眼波流转，看得那雷电世子心头一荡。我们家青青私下里可是常常提起你呢。这话一出，周围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和艳羡的目光。雷电世子更是挺直了胸膛，脸上写满了志在必得。柳月满意的看着这一切，对着身侧的侍女轻轻一挥手，去将小姐请出来。是。侍女领命，躬身退下。随着侍女的离开，大殿内原本嘈杂的交谈声渐渐平息，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们一个个整理衣冠，站得笔直，仿佛等待检阅的士兵。唯有角落里的洛凡依旧靠着石柱，端着酒杯，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这时一个圆滚滚的身影挤了过来，正是那自来熟的胖子李良。他脸上带着几分悻然，显然是在前排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叶兄，你还在这儿啊？李良凑到洛凡身边，压低了声音抱怨道：哎，没想到转了一圈，最后还是跟叶兄你混到了一起。他愤愤不平地看了一眼那些站在前排昂首挺胸的家伙们，这些人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前一刻还跟我称兄道弟，一听柳小姐要出来，一个个挤得比谁都快，说好的兄弟情谊呢？狗屁！李良骂骂咧咧，随即又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对着洛凡竖起大拇指：还是叶兄你好，沉得住气，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不像他们毛毛躁躁的。他一边吹捧着洛凡，一边又忍不住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像一只在草丛里努力寻找虫子的肥鸟，目光紧紧盯着2楼的方向。在万众瞩目之下，2楼的闺房阁楼处，一个素白的身影缓缓走出。她身着一袭最简单的白色长裙，未施粉黛，脸上带着一面轻纱，遮住了大半容颜，只露出一双清冷而又空洞的眼眸。长发如瀑，随意地披在身后，整个人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与脆弱。即便如此，那纤瘦合度的身段，那盈盈一握的腰肢，那行走间裙摆下若隐若现的笔直小腿轮廓，依旧让殿内响起了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死！这就是柳青青小姐，果然名不虚传，光是这身段就足以让男人疯狂了。下一刻，殿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刷刷刷，一个个青年才俊仿佛约好了一般，纷纷从储物法宝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珍宝。刘小姐，在夏魔眼宗少主特献上万年冰星玉一尊，此玉有静心凝神之效，最配小姐的气质。刘小姐，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这是我从东海之渊寻来的鲛人类，佩戴在身，可避水火。就连角落里的李良也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对晶莹剔透、泛着淡淡蓝光的蛟龙角，紧张地舔了舔嘴唇，准备找机会献上去。他见旁边的洛凡毫无动静，不由得急了，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叶兄，叶兄，你怎么不把礼物拿出来啊？现在就是表现的时候了，再晚就没机会了。李良压低声音，急切地提醒道。洛凡晃了晃杯中的血色酒浆，侧头看了他一眼，声音平淡无波：可是我没带礼物啊！李良的眼睛瞬间瞪得溜圆。阁楼之上，柳青青的目光如同飘忽的柳絮，缓缓扫过下方一张张贪婪、炙热、充满欲望的脸孔，心中的最后一丝光亮也渐渐暗淡下去。这就是我逃不掉的命运吗？他的身体微微颤抖，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好了，青青。柳月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温柔。快下去吧，去和大家交流一下你，自己选一个喜欢的，也省得为娘替你费心了。那语气活脱脱一个疼爱女儿、尊重女儿选择的好母亲，可听在柳青青耳中却比魔鬼的低语还要刺耳。一股柔和却无法抗拒的力量从身后传来，推着他向前。他的修为早已被柳月用秘法封印，此刻与凡人无异，只能顺着这股力量一步一步走向楼梯。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沉，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华丽的地毯，而是通往地狱的刀山。他的心一点点沉入冰冷的深渊。楼梯蜿蜒而下，柳青青的脚步每一步都踩在所有人的心跳上。她走得很慢很沉，素白的裙摆随着她机械的步伐在地毯上拖出一道绝望的轨迹。2楼之上，柳月看着女儿这副模样，眉头微不可察的一皱，但很快又舒展开来。她红唇扬起，声音里带着一种慈母般的宽和与大度，传遍了整个大殿。我知道今日在座的各位都是盟内各宗各族的青年才俊，身后背景不凡。柳月站在2楼，声音带着一股洞悉人心的穿透力，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而又充满野心的面孔。他享受着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而后红唇轻启，声音放缓了几分：
如同情人间的耳语，却又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青青，你要是有看上的，就收下人家的礼物吧，不必顾及为娘。此言一出，台下本就炙热的气氛更是彻底沸腾。柳青青的身影刚一出现在楼梯口，那些自诩不凡的青年才俊们便再也按捺不住。刘小姐，这是我雷电的千年雷击木星，有定魂安魄之效，请小姐过目。雷电世子抢先一步，高举着一个闪烁着电光的盒子，声音洪亮，试图压过所有人。他双眼放光地盯着柳青青那在素裙下依然玲珑有致的曲线，尤其是那盈盈一握的纤腰，仿佛已经看到了将她拥入怀中的场景。刘小姐，看看我欲火宗的赤焰琉璃珠才是绝配。浴火宗少主不甘示弱地吼道，他手中的珠子红光大盛，将他贪婪的脸印照得通红。都滚开！柳小姐该看的是我魔眼宗的。一场无形的角力瞬间展开，各种宝光在殿内闪烁，将那些年轻的脸孔映照得扭曲而狂热。柳青青对这一切充耳不闻，她走过一个个男子，目光空洞地掠过他们，也掠过他们手中那些足以让寻常修士疯狂的珍宝。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过场，结局早已注定。柳月在楼上满意地看着，转眼间柳青青已经走过了大半的人群，她的心一点点沉入冰冷的深渊，那股窒息感如同潮水般将她淹没。就在她即将被这股窒息感彻底吞噬时，她的视线不经意间飘向了那个被众人遗忘的角落。那里，一个人影斜斜地倚靠着冰冷的石柱，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伸长脖子，没有拿出任何礼物，甚至没有将目光聚焦在他的身上，只是自顾自地晃着手中的酒杯，对这场闹剧兴致缺缺。不知为何，他的脚步竟鬼使神差地停了下来，随之停下来的还有他那空洞的目光第一次有了焦点。叶兄，快看，柳小姐停下来了，正往咱们这边看呢。旁边的胖子李良激动地用胳膊肘捅了捅洛凡，声音都变了调，他一定是看到我的英姿了。一旁的李良高兴地叫道。也就在这一刻，柳青青挂在脖颈间藏在衣领下的那块安魂玉佩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却不容忽视的温热。这怎么可能？100年来这玉佩从未有过如此反应，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目光死死地锁住那个身影，瞳孔猛地一缩。这个姿态，这股仿佛将天地万物都不放在眼里的疏离与淡漠，太熟悉了，熟悉到刻骨铭心。他的大脑一片空白，那个被他深埋在心底不敢触碰的血色黄昏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火光冲天的魔阳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个男人也是这样，在一片炼狱之中悠闲的仿佛在逛自家的后花园。他伸出手对瑟瑟发抖的他说，小东西，怕什么？我又不吃人。他说，跟我走，我带你去看一场更漂亮的烟火。然后他真的带他去看了。夜空中无数怨魂与魔能交织成的绚烂光华，是他见过最美丽也最残酷的风景，是他将他从第一个地狱中拉了出来。此刻柳青青呆呆地看着角落里的那个身影，呼吸一点点变得急促。不是那张脸，可为什么是同样的感觉？是那种视众生为蝼蚁，却又会在不经意间对某一只蝼蚁伸出手的矛盾的温柔。店内的喧嚣渐渐平息，所有人都发现了柳青青的异常。怎么回事？柳小姐怎么停下了？她在看谁？好像是角落里那个戴面具的。众人的目光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最后都落在了角落里那个戴着面罩显得格格不入的男人身上。那人是谁？没见过啊，穿得那么普通，也没献礼，是哪个小门派混进来开眼界的吧？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与委屈瞬间涌上心头，泪水毫无征兆地模糊了双眼。是他，一定是他，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给他同样的感觉。柳青青，你在做什么？2楼传来了柳月又惊又怒的呵斥声，声音尖锐，再无半点雍容。但柳青青已经听不见了，她提起裙摆，不顾一切地朝着那个角落跑去。不是走，是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方向。拥挤的人群被他撞得东倒西歪，那些手捧珍宝的青年才俊们脸上写满了错愕与难堪，但在他那决绝的姿态下，所有人又下意识地为他让开了一条路。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位疯癫捧在手心的明珠穿过无数手捧珍宝的青年才俊，跑向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无名之辈。终于他停在了洛凡面前，因为跑得太急，他素白长裙下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线，一层薄汗浸湿了额前的碎发，贴在肌肤上，那面轻纱也随着他急促的呼吸而不断颤动。他仰着头死死地盯着他，仿佛要透过那张冰冷的面罩看清他的灵魂。是你吗？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浓重的哭腔，像一只受了天大委屈后
终于找到主人的小兽，充满了不确定与期盼。洛凡将空酒杯随手放在路过侍者的托盘上，发出叮的一声轻响。他向前走了一小步，俯下身，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到呼吸可闻。他用只有他能听到的声音，低沉而又带着一丝戏谑的开口：这里有这么多人捧着奇珍异宝想要你，你却偏偏跑来找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他的声音明明是陌生的，可那语气中渐渐的玩味的调调却让柳青青的心跳漏了一拍。你就不怕？洛凡的嘴唇几乎要贴上他的耳朵，温热的鼻息喷在他的耳廓上，激起一阵细小的战栗。选错了，从一个牢笼跳进另一个更深的地狱。不等柳青青回答，他伸出手，他的指尖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凉意，轻轻一挑，那面隔绝了无数窥探目光的轻纱，便如一只断了线的蝴蝶，悠悠然从他脸上滑落，飘向地面。一张梨花带雨、美得令人窒息的脸，就这么毫无防备的暴露在整个大殿所有人的目光之下。全场一片死寂，那面轻纱如同一只断了翅的蝶，在空中无力地打了几个旋，最终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冰冷的地砖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凝固，殿内死一般的寂静，连烛火燃烧时发出的闭包声都清晰可闻。所有人的呼吸都在瞬间停滞。那是一张怎样的脸？苍白却不显病态，反而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极品羊脂玉，在灯火下泛着温润的光。眉如远山寒带，眼似秋水横波，只是那双本该动人心魄的眸子里，此刻盛满了水光，泪珠不受控制的滚落，顺着清丽的脸颊滑下，留下一道道晶莹的痕迹。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这4个字在此刻有了最完美的诠释。她的美带着一种破碎的脆弱感，能瞬间击中男人心中最柔软也最原始的占有欲。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声音在寂静的大殿里显得格外刺耳。随即此起彼伏的道西凉气声如同被点燃的引线，瞬间传遍了整个殿堂。我的天，这便是柳青青小姐的真容。难怪封店主一直用轻纱遮着，这等姿色若是早露出来，怕是整个逆魔盟的门槛都要被踏破了。我靠，绝了！这要是能一清方泽，少活10年我都愿意啊。角落里的李良早已惊得张大了嘴巴，手里的蛟龙脚啪嗒一声掉在地上，都未曾察觉。他看看那张美得令人窒息的脸，又看看身旁这个只露出一双眼睛却搅动了满堂风云的叶兄，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羡慕、嫉妒、惊艳、贪婪，无数道目光此刻都聚焦在柳青青的脸上，但他却恍若未闻。他的世界里只剩下眼前这个男人，那张冰冷的面罩遮住了他的容貌，却遮不住他眼底那抹熟悉的、玩味的，仿佛掌控一切的戏谑。泪水流得更凶了。他想开口，想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想问他为什么不来找他，想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个被他叫做赔钱货的小丫头。可万千话语堵在喉间，最终只化作了哽咽的、无声的呜咽，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缓缓伸出手，颤抖的指尖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朝着洛凡脸上的面罩探去。是你，对吧？他声音沙哑，带着哭腔。能让我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吗？柳青青，一声尖锐的怒斥如同惊雷般从2楼炸响，打断了这死寂的暧昧。柳月站在高处，脸色铁青，那双保养得宜的手死死抓着栏杆，指节泛白。他那双妩媚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滔天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你在干什么？给我回来！柳月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扭曲，周围的青年才俊们也纷纷回过神来。雷电世子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极度的火焰在他眼中燃烧。刘小姐，你这是何意？这小子不过是个藏头露尾之辈，有什么好的？浴火宗少主更是直接跳了出来，指着洛凡骂道：就是，柳小姐，你可别被骗了，这种连脸都不敢露的家伙能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定是个丑八怪。柳小姐三思啊，不要自误前程。是啊，柳小姐，这小子是谁啊？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柳青青对周围的鼓噪声充耳不闻，她的眼中只有洛凡，泪水依旧在流，手却固执地停在半空。洛凡看着眼前的女子，轻轻叹了口气：哎，你还真是会给我找麻烦。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丝无奈的宠溺。其实你不该过来的，这下我们都有麻烦了。他这话说的随意，仿佛是在抱怨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却让柳青青的心猛地一颤。他不语，那只停在半空的手却猛然加速，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一把揭开了洛凡脸上的面罩。又是一阵死寂。如果说柳青青的容貌是令人窒息的惊艳，那么洛凡这张脸便是让天地都为之失色的俊美。剑眉星目，鼻梁高挺，薄唇微抿，那张脸俊美的有些不真实，却又因为眼底那丝懒散的邪气，
而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这张脸竟与数百年前那个踏碎魔阳宗山门、睥睨天下的魔道至尊骆九幽有7分相似像，真的好像。柳青青喃喃自语，痴痴地看着这张脸，泪水流得更急了。柳青青，够了，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柳月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伴随着一股无形的精神冲击，狠狠地刺向柳青青的脑海。柳青青发出一声痛哼，脸色瞬间变得更加苍白，身体晃了晃，险些摔倒。藏在她衣领下的那块安魂玉佩猛地散发出一阵温热，堪堪护住了她的心神，将那股剧痛减轻了大半。这股熟悉的刺痛让她彻底清醒过来。不，我没有任性。她站稳身体，猛地抬起头，那双含泪的眸子第一次迸发出决绝的光芒。她直视着2楼的母亲，一字一句地说道：他就是我喜欢的人。她向前一步，挡在了洛凡身前，用自己纤瘦的身躯面对着满堂的压力与柳月的怒火。你亲口说过的，要我自己选。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选他。你今天要是敢伤他1分1毫，我也不活了。话音未落，他猛地从发髻上抽出一支尖锐的玉簪，没有丝毫犹豫，狠狠地抵在了自己白皙修长的脖颈上。那尖锐的簪尖瞬间刺破了娇嫩的肌肤，一缕嫣红的血丝顺着玉簪缓缓滑落，触目惊心。嘶！全场皆惊。店主息怒：青青小姐，不要冲动啊，有话好好说，别伤了自己啊。之前还对洛凡冷嘲热讽的青年才俊们，此刻一个个都慌了神，纷纷开口求情。他们可以嫉妒洛凡，可以争风吃醋，但若是柳青青因此香消玉殒，他们谁都脱不了干系。柳月的怒火，没人能承受得起。柳月看着女儿那决绝的眼神和脖颈上那抹刺眼的血红，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女儿，今天竟会为了一个刚见面的男人做到这种地步。她怎么敢？她怎么敢用自己的性命来威胁自己？柳月死死地盯着洛凡那张脸，心念电转。青青怎么会对这家伙一见钟情？就因为他长得像那个死了几百年的魔头？这简直是荒谬。可如今这种情况，他若强行动手，柳青青真的会自尽。到时候，不仅他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他这个当母亲的逼死女儿的恶名也将在整个逆魔盟传开。权衡利弊之后，柳月胸中翻腾的怒火被他强行压了下去。他缓缓松开抓着栏杆的手，脸上的怒容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平静。你叫什么名字？柳月的目光越过柳青青，落在洛凡身上，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洛凡从始至终都站在那里，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听到柳月的问话，他才懒洋洋地抬起眼皮，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在夏夜仓，一介散修。他随口报出那个假名，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有缘与青青小姐有过一面之缘，爱慕小姐风姿，特来此地碰碰运气，没想到运气还真不错。他这番话说的轻佻至极，尤其最后那句更是赤裸裸的挑衅。满堂皆静，所有人都用看死人的目光看着他。柳月眼角抽搐了一下，眼中杀机一闪而逝。好一个叶苍，好一个碰运气。他深吸一口气，脸上竟然重新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那笑容妩媚动人，却让人不寒而栗。好，很好。柳月的声音恢复了之前的雍容华贵，他拍了拍手，对着下方所有人缓缓开口：既然小女心意已决，那我这个做娘的自然要成全她。他顿了顿，目光在洛凡和柳青青身上来回扫视，最终停留在洛凡那张俊美的过分的脸上。你要的人，我给你便是。柳月的声音在大殿之内回荡，每一个字都裹着冰冷的寒意，却又偏偏带着一丝诡异的笑。你要的人，我给你便是。此言一出，满堂哗然。什么？柳店主竟然答应了？一个宾客下意识的惊呼出声，满脸的不可思议。这不可能吧？雷电世子和浴火宗少主都还在这儿呢，柳店主怎么会？另一个宾客压低了声音，目光在几个脸色铁青的大人物间来回扫视。角落里的胖子李良更是惊得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他呆呆地看着身旁的洛凡，又看了看远处那个为了他以死相逼的绝美女子，只觉得这个世界魔幻的不真实。他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剧痛传来，才让他相信这不是梦。叶兄，你这可真是一步登天了啊！李良结结巴巴地说道，看向洛凡的眼神里已经充满了敬畏与崇拜。雷电世子和浴火宗少主的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们就像是精心准备了许久，即将登台唱戏的名角，结果戏还没开锣，观众和台柱子就跟着一个路人跑了，这让他们颜面何存？柳店主，此事万万不可！雷电世子第一个站了出来，脸上强行挤出一丝笑容，但语气中的不甘与嫉妒几乎要溢出来。这小子来历不明，身份低微，怎配得上青青小姐？
您可要三思啊。是啊，店主。浴火宗少主也急忙附和，他指着洛凡，眼神凶狠。这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定是用了什么妖法迷惑了小姐。请店主明察。柳月依旧站在2楼，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变，只是那笑意未达眼底。她那件暗红色的紧身长裙将成熟火辣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丰满的胸脯随着她轻微的呼吸而起伏，散发着权势与欲望交织的魅力。哦，你们是在叫我做事？她的声音很轻很柔，却让雷电世子和浴火宗少主齐齐打了个寒战，后面的话瞬间堵在了喉咙里。大殿内的温度仿佛都因此下降了几分。柳月不再理会他们，目光重新落在柳青青身上，声音放缓，带着一丝母亲般的慈爱。青儿，你过来。柳青青闻言，身体一僵，拿着玉簪的手又紧了紧，警惕地看着自己的母亲。怎么，怕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你心上人给宰了？柳月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嘲讽。放心，娘亲口答应的事自然不会反悔。他说着，目光转向洛凡，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有趣的货物。叶苍是吧？从今夜起，你便是我封殿的人了。柳月三言两语便将事情定了下来，语气不容置疑。柳青青这才松了口气，抵在脖颈上的玉簪也缓缓放了下来。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柳月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如坠冰窟。至于青儿你，柳月的声音冷了下来。既然为了一个男人连性命都不要了，想必也不需要我这个娘了。从今天起，你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好好反省。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房门半步。说罢，他根本不给柳青青反驳的机会，对着两侧的侍卫喝道：还愣着干什么？把小姐带回去。是。2名身材高大的女侍卫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柳青青。不，娘，你不能这样。柳青青脸色煞白，奋力挣扎。你答应了的，你说过会成全我们。我只说成全你们，可没说什么时候成全。柳月冷漠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在我没想好怎么处置你之前，你就给我在房间里待着。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柳青青拼命挣扎，泪水再次涌出，她绝望地看向洛凡，眼中满是乞求。带我走，求求你，带我走。洛凡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他只是看着柳青青被2个侍卫强行拖走，看着他那双充满希冀的眸子一点点被绝望所吞噬，那素白的裙摆在地毯上拖出一道无助的痕迹。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2楼的拐角，他才缓缓收回目光。柳月处理完这一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脸上又挂起了雍容的笑容，对着下方目瞪口呆的众人款款说道：让各位见笑了，小女顽劣，冲撞了大家。她未经人事，容易被骗，我会对她好生劝导一番。众人听出他话中的意思，这是没完，看向洛凡的眼神又多了几分轻蔑与幸灾乐祸。今夜的宴会就到此为止吧，诸位请便。柳月下了逐客令，众人不敢多留，纷纷告辞离去。很快，原本喧闹的大殿只剩下柳月和洛凡以及几个垂手势力的侍卫。柳月踩着帘布缓缓从2楼走下，每一步都摇曳出惊心动魄的弧线。她走到洛凡面前，一股成熟女人特有的馥郁香气扑面而来。你叫叶苍是吧？她上下打量着洛凡，眼神锐利。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能让青青对你死心塌地，但我必须告诉你，你不配。洛凡脸上挂着懒洋洋的笑，没有说话，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柳月见他这副模样，心中怒意更盛，但面上却越发平静。我可以不杀你，毕竟我封殿的面子比你这条命重要，但你必须展现出你的价值。从现在开始，你就在我手下做事，是生是死，看你自己的本事。他凑近一步，红唇几乎贴上洛凡的耳廓，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至于青青，你就别想了，以你的地位，我是不可能将她许配给你。说完，他直起身，又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店主姿态。来人，为叶公子安排房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他离开封殿半步。洛凡被2名侍卫请到了一处极为奢华的偏殿，这里与其说是客房，不如说是一座精致的囚笼。夜色渐深，洛凡独自坐在窗边，手里把玩着一只茶杯，看着窗外那轮被乌云遮蔽的冷月。夜色如墨，将封殿偏殿的奢华与寂寥一并吞没。洛凡盘腿坐在柔软的锦榻上，指尖无意识地在冰凉的梨花木桌面上划过。窗外冷月被乌云遮蔽，偶有几缕清辉洒下，映出他半边俊美却冷漠的侧脸。柳月不杀他，自然不是大发慈悲，无非是觉得他这条命还不如他封殿的面子值钱。昨夜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许下的承诺，今日就翻脸杀人，传出去总归不好听，但这也只是暂时的。想活下去，就必须展现出足够的价值，让柳月觉得他这颗棋子比一个死人更有用。
至于远在天元宗的秦梦瑶他们，洛凡眼神微沉，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突然失踪而乱了阵脚。眼下还是先想办法提升实力，再探查这逆魔盟的虚实。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闭上了眼睛。翌日，天光微亮，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响起。洛凡睁开眼，眸中一片清明，昨夜的思绪与疲惫已然不见踪影。公子，您醒了吗？门外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女声，软糯的像是能掐出水来。进来。洛凡淡淡开口。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一个身着水绿色襦裙的侍女端着铜盆走了进来。她身形小巧，腰肢纤细，走起路来那不盈一握的腰肢款款摆动，将裙下的浑圆曲线勾勒得若隐若现。她将水盆放到架子上，转过身来，一张水灵灵的瓜子脸便映入洛凡眼帘。眉眼弯弯，鼻头小巧，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眼角还用胭脂点了颗泪痣，平添几分楚楚可怜的风情。侍女对着洛凡扶了一礼，声音越发柔媚：公子，奴婢已经为您备好了热水，可以洗漱了。说话间，她那双水汪汪的眸子不停地在洛凡身上打转，眼波流转，毫不掩饰其中的仰慕与好奇。奴婢小翠，从今日起，公子的日常起居便由奴婢来照料了。洛凡从床榻上起身，走到她面前，并未去接那热气腾腾的毛巾，只是低头打量着她。他比小翠高出一个头还多，居高临下的审视带着无形的压迫感。小翠被他看得心头一跳，脸颊慢慢染上一层绯红，心想这位公子虽然只是站着，可那股气势比店里那些世家公子强了不知多少倍。你是昨天跟在柳店主身后的那个丫鬟？洛凡终于开口，语气平淡。我记得你。是的，公子真是好眼力。小翠心中乐开了花，她不过是柳月身后众多侍女中毫不起眼的一个，昨日那般混乱的场面竟然能被这位俊美如天人的公子记住，这让他如何能不激动？不愧是小姐一眼就看中的人。他心中暗自感慨，对洛凡的好感又多了几分。洛凡简单的洗漱过后，并未理会他含情脉脉的眼神，径直走回床边坐下。小翠见状，连忙跟了过去，殷勤地问道：公子可用过早膳了？想吃些什么？奴婢这就去给您准备。洛凡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他身上。早膳不急，我且问你，你以前是伺候店主的？小翠闻言，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绞着衣角。奴婢哪有那个福分呀？不过是在店主身边做些打杂的活计，都不能近身的。哦。洛凡挑了挑眉，站起身，缓步走到门口，朝外面静静地看了一眼。庭院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并无旁人。他反手将厚重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顺手落了锁。原本明亮的房间，光线瞬间暗淡了几个度，只剩下窗户透进来的朦胧天光，将两人的影子在地上拉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小翠吓了一跳，她攥紧了手心，紧张地看着洛凡。公子，您关门做什么？一个荒唐又令人期待的念头不受控制地从心底冒了出来。他的脸颊瞬间红得像是能滴出血来，心跳如肋骨，连呼吸都变得急促。看着洛凡一步步朝自己走近，他紧张地咽了口唾沫，声音细若文瑞：公子，奴婢是小姐派来的人，您要是实在想要，奴婢不反抗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颤抖着手将水绿色的罗裙肩带往下拉开了一寸，衣衫滑落，露出了鲜红色的肚兜。那精致的绣花肚兜将他胸前并不算宏伟，却小巧挺翘的饱满紧紧包裹，挤压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圆润弧线，在昏暗的光线下白得晃眼。洛凡的脚步停在他面前，看着他那复闭着眼，睫毛狂颤，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忽然笑了。他伸出手，小翠身体一僵，已经做好了迎接狂风暴雨的准备。然而预想中的粗暴并未到来，一根微凉的手指只是轻轻地点在了他的眉心。想什么呢？洛凡那带着戏谑的嗓音在头顶响起。小脑袋瓜里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些东西吗？我只是觉得外面有些吵，关上门说话方便些。小翠猛地睁开眼，看到洛凡那双含笑的眸子，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手忙脚乱地将滑落的衣衫拉好，一张俏脸红到了耳根，低着头连看都不敢再看洛凡一眼。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洛凡收回手，语气恢复了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你可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明白吗？这番操作非但没让小翠觉得被戏耍，反而让她觉得这位公子是个正人君子，心中最后那点戒备也彻底放下了。是，奴婢领命。他恭恭敬敬地回答。你们小姐现在被关在何处？洛凡问道。小翠不敢隐瞒，立刻答道：回公子，小姐被店主关在主殿3楼东边倒数第2个房间，那里有阵法守护，平时只有奴婢能凭店主令牌进去送饭。主殿3楼吗？洛凡了然，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
第二个问题，你可知晓，昨日那些魔物尸体最终都运送到了何处？提到这个，小翠的脸色明显白了几分，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公子，这个奴婢知道的也不多。他压低了声音，只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店主一项大计划里需要用到的，每天都会有专人将他们从那座黑色的阁楼运到宫殿最下方的暗室里去。那地方阴森得很，除了店主的心腹，谁也不准靠近。宫殿下方的暗室，洛凡眼中闪过一抹金光，看来柳月图谋不小。无妨，他摆了摆手，你下次去见你们小姐的时候，帮我问问她，知不知道这具体是什么计划。是。小翠连忙点头。好了，暂时没你的事了，出去吧。洛凡淡淡的说道。不是他不想再问，而是他敏锐的听觉已经捕捉到了一阵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正朝着这个方向过来。小翠还没反应过来，刚想再说什么，砰一声巨响，刚刚被洛凡关上的房门竟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木屑纷飞中，一个身材魁梧如铁塔的壮汉闯了进来。他满脸横肉，眼神凶恶，身上穿着事务堂的统一服饰，一股彪悍之气扑面而来。壮汉的目光在房内一扫，最后落在洛凡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上，眼中瞬间迸发出浓浓的嫉妒与不屑。你就是那个叫叶苍的小子？壮汉咧开嘴，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他上下打量着洛凡，语气轻蔑至极。哼，果然是个靠脸吃饭的小白脸。他向前一步，用手中的一份卷宗指着洛凡的鼻子，嚣张地宣布道：店主有命，从即刻起，你归我们事务堂管了。小子，别愣着了，跟我走吧。洛凡心一沉，柳月这么快就想除掉自己了吗？事务堂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公子，小翠怯生生地拉了拉洛凡的衣袖，眼中满是担忧。滚一边去！壮汉孙罗瞪了小翠一眼，这里没你的事，再敢跟小白脸勾勾搭搭，老子把你卖到最低等的魔窟里去。小翠吓得浑身一哆嗦，不敢再说话，只能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洛凡。洛凡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安心，然后才转向孙罗，慢条斯理地开口：这位大哥，一大早火气这么大，对身体可不好，少他妈废话。孙罗被他这不紧不慢的态度激怒了，一把抓住洛凡的衣领。老子叫孙罗，是事务堂的副堂主，现在你归我管，听懂了吗？快点跟上。洛凡被他拽着，脚下却纹丝不动，他只是微笑着看着孙罗那张涨成猪肝色的脸。孙副堂主是吧？门坏了得赔，赔你妈！孙罗怒骂一声，手上力道加大，却发现对方像座山一样，根本拉不动。他心中一惊，这小子看着瘦弱，力气怎么这么大？发什么愣？快点跟上！孙罗觉得面子上挂不住，松开手，恶狠狠地催促道。洛凡整理了一下被抓住的衣领，这才抬步跟了上去。走出偏殿，刺眼的阳光让他眯了眯眼，直到此刻他才得以看清这疯殿的全貌。这里与其说是一座宫殿，不如说是一处壁垒森严的营寨。主殿位于整个营寨的中心，四周簇拥着大大小小的尖顶建筑，风格阴森诡谲。营寨内随处可见穿着统一黑袍的魔修，他们行色匆匆，神情肃穆，整个地方都弥漫着一种等级森严的压抑气息。两人穿过几条回廊，来到一处宽阔的广场。广场上已经聚集了7、8个人，衣着普通，修为也大多在元婴初期徘徊。他们看到孙罗带着洛凡过来，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今天我们负责捕捉魔物，每人至少20头3级魔物，完不成任务自己去刑堂领罚。孙罗对着众人交代道，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洛凡原以为这些人是奴工，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队友。你是新来的，看样子很年轻呀。一个面色苍白、身形瘦弱的青年凑了上来，他身后背着一把与他体型不符的宽大钢刀，整个人透着一股半死不活的颓气。我叫张翰，以后怕是会多打交道了。叶苍，洛凡淡淡的报出假名。哎，我说老罗。一个脸上有刀疤的汉子不满地嚷嚷起来，大清早你就叫我们干活，你他妈就不体谅一下兄弟们吗？少他妈废话！孙罗一脚踹在他屁股上，干不完活，店主责罚下来，老子可不替你们担着。再多嘴，今天你的任务加倍。刀疤脸立马闭上了嘴，不敢再吭声。众人看向洛凡的眼神各异，有好奇，有审视，但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着嫉妒与轻蔑的复杂情绪。这小白脸能来事务堂，背后那点事，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孙罗领着众人从营寨的正门走了出去，门外光线一阵扭曲，洛凡回头看去，身后的营寨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芜的乱石坡。隐藏阵法，洛凡心中了然，这阵法显然是通过扭曲光线来达到隐匿的效果，难怪外人难以发现。自己那天晚上能误打误撞的闯进来，只能说是运气好，
夜间阵法的隐蔽性降低了。然而下一刻，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吼！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他们刚走出营寨不到100米，便被包围了。密密麻麻的魔物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地平线上涌来，它们形态各异，有状如猛虎，背生骨刺的有形似巨蟒，口喷毒雾的仅仅是一眼望去，数量就接近200只。这些魔物等级不一，最低的也有2级，相当于筑基期修士，而其中几头体型格外庞大的，散发出的气息竟堪比7阶魔兽，相当于化神后期的恐怖存在。妈的，今天的魔潮怎么这么猛？刀疤脸怪叫一声，脸色发白。张翰也握紧了身后的刀柄，身体紧绷，眼神凝重。这差距太大了。低阶魔物还好说，一旦被那几头7阶的盯上，除非提前做好万全准备，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洛凡看着这壮观的景象，却想到了另一件事。原来那座黑色阁楼里堆积如山的魔物尸体是这么来的。可奇怪的是，昨天夜里这附近明明一片死寂，一只魔物都没有，为何一到白天就会有这么多魔物聚集于此？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些魔物必定是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召唤，或是被某种至宝所吸引。洛凡眼中金光一闪，这混乱的场面倒不失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只要能把握住时机，趁乱脱身，并非不可能。就在这时，天空之中几道强横无匹的气息骤然降临，为首的是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御空而立，身形飘渺，仅仅是站在那里，周身散发出的威压就让下方的空间都产生了阵阵涟漪。反虚之境，还是以前的老样子。那反虚境的老者声音平淡，却传遍了整个战场。我与众长老压制这些高阶的畜生，你们将战场清理一下。话音刚落，他手中长剑出鞘，一道惊天剑芒横贯长空，身形便已消失在众人视线之中。他身后的几名化神长老也紧随其上，各自找上了一头高阶魔物。有了强者压阵，下方众人的压力顿时大减。孙罗抽出腰间的一对巨斧，冲着众人吼道：我们也上吧，记住不要单独行动，以小队为单位，发生危险赶快撤离，别他妈逞能。杀！刀疤脸等人怒吼一声，纷纷祭出法宝，腾空而起，杀入了魔物群中。一时间，灵光与魔气交织，喊杀声与咆哮声响彻云霄。只有洛凡依旧好整以暇地站在原地，仿佛眼前的血腥战场不过是寻常风景。这家伙怎么不跟上来？张翰在混战中一刀劈开一头2级魔物的脑袋，回头看了一眼，不由得皱眉问道：该不会他还没有到元婴境吧？谁知道。孙罗一斧子将一头3级魔物劈成2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店主只是命令我，让我看好他，其他的什么也没说。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软蛋，能有什么本事，管他什么境界？刀疤脸一边狼狈地躲开一头魔物的利爪，一边大喊：我们只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行，至于这小子是死是活，可不是你我能插手的，说不定等会儿就被哪只魔物拖走，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几人的对话毫不掩饰，清晰地传到了洛凡耳中，他却恍若未闻，只是抬起头，目光越过混乱的战场，望向了那几位长老与高阶魔物战斗的天空。血腥气混杂着魔物特有的腥骚味，在战场上空弥漫。高空之上，能量的碰撞掀起阵阵狂风，光芒与黑暗剧烈交错。那位须发皆白的反虚境老者手持一把古朴长剑，剑光如龙，每一次挥舞都带起空间涟漪，将一头体型庞大宛如山丘的7阶魔物死死压制。那魔物显然已开启灵智，通体覆盖着漆黑的鳞甲，身躯竟能随攻击而扭曲变形，时而化作一团流动的阴影，时而又凝成坚不可摧的壁垒，竟比寻常的化神后期修士还要难缠几分。另外4名化神长老也各自为战，与另外几头7阶魔物厮杀在一起，法宝灵光与魔气黑炎交织，声势浩大，震得方圆数里的地面都在颤抖。下方的战场则是一片混乱的绞肉机。张翰，你他妈看哪呢？刀疤脸汉子一刀劈开一头3级魔物的爪子，冲着身后发呆的张翰怒吼。张翰猛地回神，堪堪躲过另一头魔物的扑击，脸色有些苍白。叶苍那小子在干什么？还不快来帮忙！张翰喘着粗气，目光越过几只魔物的身影，望向后方那个悠闲站立的身影，心中火气直冒。孙罗一斧子将一只扑来的2级魔物劈成2半，滚烫的魔血溅了他一脸。他抹了把脸，回头看了一眼，骂骂咧咧地说道：奶奶的，这小子是来拖我们后腿的吧？原本5人的队伍，现在只有4人在魔物群中苦苦支撑，压力陡增。低阶魔物虽然单个实力不强，但架不住数量太多，他们的攻击方式千奇百怪，有的口喷毒液，有的尾巴如同钢鞭，防不胜防。现在过来帮忙，到时候还能分你点功劳。你要是还站着不动，回头自己去刑堂领罚，可别指望我们施舍给你。张翰再次冲着洛凡喊道，
他觉得这小子就是个关系户，被柳月强塞进来的，根本没见过这种阵仗，吓傻了。不用各位担心，我自有办法。洛凡的声音懒洋洋地传来，听不出半分焦急。给他当苦力，想得美！一旦陷进这战圈，就得不停地厮杀，最后杀死的魔物还要上交充公，给柳月那女人做嫁衣，他可没这么好心，倒不如自己单干，反正他有的是手段。行了，别跟他废话了。队伍里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吼道：“一个连元阴境都没到的废物，指望不上。大不了我们每人多出点力。”几人不再理会洛凡，咬着牙继续在魔物群中穿梭厮杀。洛凡观察了一下战场，大部分都是2阶魔物，相当于筑基期，3阶以上的只占一小部分。他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一枚漆黑魔核，这是他昨夜闲来无事用几块边角料炼制的，算不上什么法宝，但用来控制这些低阶魔物足够了。今天看来是溜不掉了，只能日后再找机会。洛凡见时机差不多了，不再看戏，指尖一抹，一丝微不可察的魔气注入了那枚魔核。嗡！魔核轻轻一颤，战场边缘，几只正嘶吼着朝孙罗他们奔去的2阶魔物，身体猛地一僵，瞬间停住了脚步。他们猩红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迷茫，随即像是感应到了什么，竟调转方向，朝着洛凡所在的位置一步步走了过来。洛凡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丝笑意。这些魔物果然奇特，上一世他就研究过，他们体内存在着一种严格的血脉等级压制，高阶魔物对低阶魔物有着与生俱来的绝对统治力。他这枚魔核正是模仿了高阶魔物的气息，虽然比不上真正的魔物皇者，无法影响到整个战场，但控制几十米范围内的低阶魔物绰绰有余。很快，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越来越多的魔物脱离了与孙罗等人的战斗，仿佛朝圣一般朝着洛凡聚集。他们走到洛凡面前，没有攻击，反而温顺地低下头，将自己最脆弱的脖颈暴露在他的面前。洛凡也不客气，信步走上前，手起刀落，动作干脆利落。噗嗤，一颗颗魔物的头颅冲天而起，黑色的血液喷涌而出，染红了他脚下的地面。几十只形态各异的魔物就这么排着队，伸长了脖子等着他来看。他们没有一丝反抗，甚至连嘶吼声都没有发出。卧槽，那家伙在干什么？正在激战的4人中，不知是谁先发现了这边的动静，惊骇地叫出了声。所有人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望去，然后他们全都呆住了。他怎么做到的？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猎杀这么多魔物？刀疤脸汉子手里的刀都忘了挥动，任由一只魔物从他身旁擦过。张翰一刀逼退身前的魔物，也顺势看了过去，整张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看不出是惊是喜还是恐惧。这小子这么厉害，我们都低估他了。孙罗喃喃自语，手中的巨斧都感觉沉重了几分。原本还对洛凡满腹怨言的4人，此刻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那画面太过离奇，一个俊美的青年闲庭信步地走在魔物中间，而那些凶残暴力的魔物则像温顺的羔羊，排队等着被宰杀。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妈的，他怎么做到的？难道我们杀的不是一个品种的？刀疤脸爆了句粗口，真他妈离谱！合着我们干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毛头小子。矮个青年气急败坏地喊道，他刚喊完就被一只魔物抓破了后背，疼得龇牙咧嘴。再这样下去，功劳全他妈让他一个人抢光了。不只是他们，就连高空中那几位正在与高阶魔物缠斗的化神长老也注意到了下方这诡异的一幕。那小子倒是有几分本事，不像店主说的那般不堪。一名长老在攻击的间隙分神看了一眼，传音给同伴，何止是有本事，简直是个怪物。另一名长老回应道，店主这次怕是看走眼了，依我看，有这小子在，下面那些魔物根本不成问题，孙罗那4个废物完全就是多余的。洛凡可不管别人怎么想，他的动作行云流水，很快就斩杀了近100只魔物。他挑拣出30头品相最好的3阶魔物尸体，准备用来交差，至于剩下的则被他催动魔核将其中的精纯魔气尽数吸收。那些魔物尸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最后化作一地飞灰。做完这一切，他拍了拍手，悠哉悠哉地走到一旁干净的石头上坐下，仿佛刚才那个高效的屠夫不是他一样。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战场上出现了一片诡异的真空地带，孙罗4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周围已经没有了魔物。他们看着不远处堆积如山的魔物尸体，又看了看坐在石头上闭目养神的洛凡，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咕咚，孙罗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看向洛凡的眼神已经彻底变了。高空之上，最后的几声咆哮被剑光与阵法彻底吞没，归于死寂。那名反虚境的白发老者与几位化神长老将那几头最难缠的7阶魔物困死在灵石部下的阵法中。
随后便化作几道流光，径直返回了营寨深处，仿佛根本不屑于理会下方的残局。孙罗四人站在原地，看着堆积如山的魔物尸体，又看了看不远处那个闭目养神的俊美青年，脸上的表情精彩至极。他们拼死拼活，浴血奋战，结果加起来的战果还不如人家一炷香的功夫。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们感觉自己像个笑话。洛凡没有理会他们，他能感觉到刚刚吸收的那些精纯魔气正在体内横冲直撞，汇成一股暖流，冲刷着他的经脉。丹田内的元婴小人周身环绕的魔气越发凝实，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就在这时，吼！一声与之前所有魔物都截然不同的、充满了无上威严的巨吼，从营寨最深处的核心宫殿传来。那声音仿佛带着某种血脉上的绝对命令。战场上原本还在零星游荡，试图攻击孙罗等人的低阶魔物们，听到这声巨吼，竟像是听到了死神的号令，浑身一颤，随即发了疯似的，头也不回的朝着四面八方溃散奔逃，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孙罗走到那堆洛凡斩杀的魔物尸体前，粗略数了数，然后对众人吼道：“行了，别愣着了，把他杀的这些，还有我们自己杀的，全部带回事务堂登记。妈的，今天真是见了鬼了！”与此同时，封殿、内殿，整座大殿幽暗而空旷，地上铺着不知名魔兽的毛皮地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香料与血腥的诡异气息。一道成熟火辣的曼妙身影正慵懒地斜倚在殿堂尽头的王座之上。柳月今日穿了一件更为贴身的暗红色长裙，裙子的面料仿佛有生命一般，紧紧包裹着她那惊心动魄的成熟曲线。丰满的胸脯将衣料撑起一道令人窒息的弧度，随着她平稳的呼吸微微起伏。裙摆的高开叉下，一条修长匀称的玉腿若隐若现，雪白的肌肤与暗红的裙摆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她单手支着下巴，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王座的扶手上，猩红的指甲在扶手的黑曜石上轻轻敲击，发出哒哒的轻响。风卫，让你打探的消息可有下落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慵懒的沙哑，却又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权威，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中。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王座下方，单膝跪地。来人全身都笼罩在宽大的黑袍之中，看不清身形，也分不出男女，只有兜帽的阴影下，一道从眼角延伸至脸颊的狰狞疤痕，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回殿主，属下查过了。黑袍下的声音干涩而沙哑，听不出任何情绪。逆魔盟之中却有一名叫叶苍的弟子，不过此人是盟主安插在正道盟的卧底，早在多年前便已失去音讯，至今生死不明。哦，柳月敲击扶手的动作停了下来，猩红的嘴唇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一个失踪多年的卧底。是的，店主。风卫的声音依旧平稳。属下怀疑昨日那小子身份是假的。青青小姐从未离开过封殿范围，不可能认识一个失踪多年的逆魔盟弟子。此人来历不明，突然出现，又恰好被小姐看上，属下担心他可能是其他势力派来的奸细。风卫微微抬头，阴影下的目光闪过一丝杀意。要不要属下现在就去处理掉他？处理。柳月轻笑一声，笑声在殿内显得格外清晰。杀了他，然后让整个北域的人都看我封殿的笑话，说柳月连自己女儿看上的男人都容不下，前脚刚答应，后脚就灭口。风卫立刻低下头，属下不敢，一个男人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柳月重新靠回王座，姿态慵懒。如今统一北域才是大事，别在这种小事上分心。你先退下吧。是。黑影再次融入黑暗，仿佛从未出现过。柳月目光转向一旁侍立的侍女，那名叫做小玉的侍女身体一颤，连忙低下头。去，把白长老请过来。柳月淡淡的吩咐道，她的目光落在自己修长的手指上，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听说他们今日收获颇丰啊。是，店主。小玉躬身行了一礼，脚步匆匆地退了出去。没过多久，小玉便领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走了进来，正是刚刚在战场上大展神威的那位反虚境长老白净店主。白净虽是长老，但在柳月面前依旧保持着足够的恭敬。白长老不必多礼，坐。柳月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到下方的椅子上。今日的战况如何？回店主，一切顺利。那几头七阶魔物已经尽数被困于绝灵阵中，只是……白净汇报完，话锋一转，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的神色。只是什么？只是今日事务堂新去的那名叫叶苍的青年，其手段有些古怪。白净将在战场上看到的一幕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一遍。那些2级、3级的魔物在他面前温顺的如同家畜，排着队让他斩杀。整个过程，他甚至连灵力都未曾动用多少。我与几位长老在高空看得分明，那绝非幻术。当真如此？柳月终于坐直了身体，丰满的胸脯随着他的动作，在紧身的长裙下
划出一道惊人的波浪。他眼中闪过一丝真正的讶异。老夫亲眼所见，绝无半句虚言。白净肯定的回答。孙罗那几个小子也可以作证，他们当时都看傻了。柳月沉默了，他那双锐利的凤眸微微眯起，像一只正在审视猎物的雌豹。白净见状，适时的开口：店主，老夫觉得可以对此子试探一番。他似乎对控制这些魔物有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手段，若是能为我所用。你的意思是我低估他了？柳月的声音听不出喜怒。老夫不敢。白净立刻低头，只是觉得此子能让小姐倾心，又能有这般诡异的手段，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若他真能加快店主的计划，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你也太高看他了。柳月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脸上的神情却已经出卖了他的内心。他缓缓站起身，踱步到殿中的一面巨大黑金石镜前，看着镜中自己那完美无瑕又充满权势的倒影。不过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他伸出手指轻轻划过镜中自己的红唇，声音变得悠悠的。那就再等几天看看吧。